平行世界，2018年3月。小张，你自己想想，你是我拍板招进公司的，难道我还会害你吗？一家星级酒店门口，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有些稀疏的中年男人对张哲苦口婆心道：“听哥一句劝，回包间好好跟红姐道个歉。红姐可是跟我说了，只要今天晚上能喝得尽兴，明天就找你买1000万的理财，到时候你不但能直接转正，提成都有好几万。你现在刚工作，正是需要钱的时候，难道还要跟钱过不去？”作为今年的大4应届生，过完年返校之后，张哲便开始找工作。可在魔都这个城市，2本院校根本没什么竞争力，折腾了大半个月，历经数家皮包公司、黑心企业后，竟然意外入职了宏达证券。在魔都的证券公司中，宏达的排名虽然比较靠后，但好歹也是上市公司，待遇方面也很不错，实习期工资就有4500，转正之后底薪6000加提成。还没毕业就进了这样的大公司，身边的同学都羡慕的不行。张哲也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同时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因为公司离学校比较远，张哲每天6点就从宿舍爬起来，转2班地铁，花费1个多小时赶到公司，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可入职快1周，经理除了让张哲学习公司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情况外，没有安排任何的工作。直到今天下午，部门经理刘强找了过来，让张哲晚上跟他一起陪一位重要客户吃饭。陪客户吃饭，这是做销售工作中少不了的，张哲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甚至在来之前，张哲还有些欣喜，毕竟刚入职没几天，经理就带自己参加重要客户的饭局，这岂不是说明对方很看好自己？可来到之后才知道，这特么哪是饭局啊，这是让老子卖肉。酒才刚刚倒上，甚至还没开席，那个红姐就把手放到了张哲的大腿上。要是那种身材丰腴、面容姣好的美少妇，摸下腿张哲也就忍了。赚钱嘛，不寒碜。但那位红姐看着得有40多岁了，体重至少150斤往上，脸上估计也没少动刀子，五官僵硬，看上去跟特么蜡像似的，想起来就让人反胃。张哲当即甩手走出包间，接下来就是眼前这一幕。看着部门经理刘强一副为自己着想的样子，张哲心里泛起一阵恶心。我是很需要钱，但我只想凭自己的努力干干净净的挣钱，干干净净的挣钱。刘强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小张，你觉得你一个2本院校的应届生，为什么能够进宏达？张哲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只见刘强继续说道：小张，做人啊要有自知之明才行，想要成功更要学会利用自己的长处。你看那些大街上送外卖的，晚上熬夜给人代驾的，他们不努力吗？但他们赚到大钱了吗？你虽然学历一般，但外貌条件非常好，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为什么不能利用起来呢？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谁会在意你曾经做过什么？他们只会看到你光鲜的外表。这会儿张哲也明白过来了，原本以为自己是运气好才进了宏达，现在看来根本不是那样。恐怕从一开始，刘强就是看自己长得帅，想要把自己往公关方向发展，讨好公司的那些女客户，所以才把自己招进了公司。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像刘经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为了碎银几两，甘愿抛弃了自己的底线，甚至是尊严。对于这种人，张哲不会谴责，但你他妈想拉我下水，就有点恶心了。听着对方还在滔滔不绝地给自己洗脑，张哲直接打断道：既然公司看不上我这2本学历，那我辞职。辞职？刘经理直接愣住了，本来还想用话术给张哲洗脑，没想到竟然起了反作用。张哲这小子虽然学历一般，但长相真没得说，跟明星比都丝毫不差。昨天红姐来公司签合同，看到张哲后立刻就动了心思，所以今天他才组了这个局。现在红姐还在包厢里等着，张哲要是甩摊子不干了，自己可就没法交代了。看用软的不行，刘强脸色一冷问道：张哲，你可得想好了，以你的情况从宏达离开之后，很难再找到待遇这么好的工作，而且刚入职就得罪公司的大客户，甚至被公司辞退，消息传出去你还想在这行找工作，那就不劳你费心了。看着刘强有些气急败坏，张哲嘲讽道：你还是赶快回去陪你的红姐吧，记得态度放低一点，把人舔高兴了，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张哲说完转身就走，懒得再跟他废话，留下一脸铁青的刘强独自站在酒店门口。3月份魔都的夜晚还有着些许凉意，一阵江风吹过，湿冷的寒气让张哲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徘徊在外滩边，看着周围繁华的商业景象，张哲忽然有些茫然，心中控制不住的升起一种无力感。很早以前，张哲听过这么一句话：有的人出生就在骡马，有的人一辈子都是牛马。起初张哲是很不忿的，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上进，总会成功的那一天。可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开始找工作时才明白，这个世界是有阶级分化的。张哲学的是金融系，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银行和大型金融公司。可银行这种地方，没关系，你根本进不去。
偶尔放出一点名额，也会引来无数人的争抢，根本轮不到张哲这种二本学历的。好不容易进了金融公司，结果却碰到这样的烟杂事。在路边站了许久后，张哲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反正工作是保不住了，想那么多也没用。现在都8点多了，自己晚饭还没吃，这回也是饿得不行。先找个地方随便吃点东西，然后回宿舍好好睡一觉，明天睡醒之后再想找工作的事情吧。偌大的魔都，张哲就不信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就在这时，张哲的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机械声，叮！完美神豪系统已激活。初始特权匹配中，检测到宿主现为单身状态，初始特权金主爸爸匹配成功。恭喜宿主从现在开始享受策马奔腾的潇洒人生。与此同时，半透明的系统面板也映入张哲眼帘。宿主张哲，颜值91，身高183，财富13358元。系统特权：金主爸爸，为女人消费可得到100倍返现，返现金额合理合法，来源可查。PS 多才多艺，平易近人就是你的代名词。特权2，暂不满足激活条件，现可提现金额0元。看着眼前淡蓝色的半透明光幕，张哲的脸色有些涨红。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张哲可谓是感受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刚丢了工作，没想到转眼就获得了系统。张哲深呼吸了几次，才缓缓平复了心情，开始研究起这所谓的完美神豪系统。系统的界面和功能都很简单，并没有直接给张哲多少钱或者新手礼包什么的。除了简单的个人数据之外，暂时就只剩下了唯一的特权功能金主爸爸，还必须得给女人花钱才能返现。童子，你确定自己叫完美神豪系统，而不是其他名字？系统没有任何回应，张哲也没有在意，只是随口吐槽一句罢了，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金主爸爸特权虽然有限制，但相比较高达100倍的恐怖返利，这点限制简直太良心了。张哲沉下心来，开始思考该怎么利用这项特权。单纯给女人花钱的话，再简单不过了，随便打开一个直播平台，找个女主播刷礼物就成。有着100倍返现特权，随便就能刷几个亿甚至更多。但话说回来，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那些女主播刷礼物？张哲平时不怎么看直播，但也听说过一些，有的女主播在直播间看着好看，现实中不定什么样呢。单纯为了刷钱的话，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要你有钱，有的是女人上赶着往你身上凑，还怕找不到女人？思索了一番后，张哲在心中定下了基调，哪怕必须给女人花钱才能返现，那他们也只能是自己手中的工具人。给女人花钱可以，但不能无限制的花钱，而是应该当做一种奖励机制，这样才能牢牢的把控主动权。做出决定后，张哲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准备先确认下系统的真实性。方法倒也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班级群发了的大红包，1000元分20个包。不出意外，仅用了半分钟的时间，红包就被领完，纷纷回复道：老板发财，1000的红包，折个大气啊！操，手慢了没抢到，衣服能再发一个吗？一个红包直接把群里大部分人都炸了出来。张哲笑了笑没回复，点开红包领取详情看了下，金融系女生比例较高，班里的女生占了差不多70%，20个包有15个是女生抢到的，运气也都还行，加起来差不多有700左右，100倍返利的话就是7万。可张哲等了差不多1分钟，也没有任何的动静。返利呢？张哲皱着眉头沉思了片刻，随后再次换出了系统面板看了下，只见最下方的可提现金额从原本的0元变成了71042元。需要主动提现吗？这点倒是挺不错的。张哲在心中赞叹一句，虽然多了个提现的步骤，但却安全了许多。不然每次给女人花了钱，立刻就返现100倍到银行卡里，时间长了难免会引起银行方面的注意，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提现，心念一动，几乎在下一秒，手机立刻响起了短信提示音。魔都银行，尊敬的客户您好，您尾号0543的借记卡入账71042元，余额83400.8元。第二张，这辈子都不需要再为钱而发愁。哪怕提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看到银行到账短信的这一刻，张哲的心跳还是瞬间加速了许多。几万块钱对于很多人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张哲记得之前在一节经济学公共课上，教授曾经讲过，每个人一生中可能只有几次跨越阶级的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抓不住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想要跨越阶级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现在这个时代，普通人别说跨越阶级了，光是维持生计都很辛苦，只是车子跟房子就不知道压垮了多少个家庭。前些天找到工作后，张哲的梦想就是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升职加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在魔都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成功扎根。
可结果连工作都没保住。现在系统天降，自己的未来注定光芒万丈，可以说已经掌握了直通罗马的车票，轻轻松松就能跨越阶级。不仅如此，甚至是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罗马。咕噜噜，肚子发出一阵响声，让张哲的思绪回归，顿时感觉到一阵饥饿感。张哲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晚饭呢。外滩这边各类餐厅有很多，味道怎么样不清楚，但装修都非常奢华。如果是之前，张哲肯定会走远一点，找一家便宜的快餐，比如沙县小吃、猪脚饭之类的，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毕竟在这种高档餐厅吃一顿饭，最少也要几百块，甚至上千块，超出了张哲的消费能力。现在倒是没什么顾虑了，动动手指头发个红包就赚了好几万，还差这点饭钱。有着系统在身，自己这辈子都不需要再为钱发愁，该享受的时候就得享受。环顾了一圈，发现大部分都是些西餐厅，张哲也有段时间没吃牛排了，便随便选了一家走了进去。在服务生的带领下，张哲找了个位置坐下，拿起菜单看了看。果然不愧是外滩的餐厅，消费确实很高，只是一个蔬菜水果沙拉就要79块钱，不努力工作根本吃不起。随便点了份牛排套餐，又搭配了点其他配菜。等待上菜的时间，张哲拿出手机看了下，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刷钱。因为刚才的1000元红包，班级群里已经聊了200-300条消息，还有不少人@张哲询问是不是转正了。毕竟同学4年，大家相互之间还是有些了解的，很多人也都知道张哲是普通家庭出身。已经发了个1000块的大红包，再发的话就不合适了。玩了会手机后，张哲忽然注意到被设置为置顶的魔都宏达基金部3组群，这是部门工作群，加上张哲在内，群里一共有47个人。平时除了通知工作事务之外，如果有员工开单了，也都会在群里发个红包，100-200的，主要图个喜庆，同时也能刺激其他人的斗志。年后一般都是开单高峰期，张哲这才上班1个星期，光红包就抢了200-300了。作为新人，张哲跟众人暂时没有利益冲突，加上性格很谦逊，最近在请教老员工的时候，大部分人也都很用心的在叫张哲。尤其是部门的几个小姐姐，下午点奶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给张哲带一份。如果不是陪酒这事，张哲还是很喜欢公司的气氛的。张哲想了想，在群里发了个普通红包，一共45份，每人188.88元。除了自己跟部门经理刘强之外，正好每人一个红包。同时留言：江湖路远，有缘再会。红包刚发出去，立刻便有好几个人领取。刚开始大家还以为是有人开单，甚至发送了恭喜开单的表情包，可等看到红包名字之后才反应过来，小张什么情况？江湖路远，有缘再会，难道是辞职了？不会吧，小张这才上班几天啊，下午还找我请教业务问题呢，怎么可能辞职？老刘不是带小张去参加饭局了吗？是不是？这时服务员把牛排端了过来，张哲也顾不得再玩手机，在群里简单的回复了一句：对，我已经辞职了，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以后有缘再会。刘强，老子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来卖肉的，红包没你的份，自觉一点。发完消息直接退群，不给刘强踢自己的机会。这一波不光刷了钱，还顺带着打了刘强的脸，张哲的心情瞬间就舒坦了。组里算上文员、客服，大概有20多个妹子，每人188，那就是4-5千块，这一波直接刷了40-50万。放下手机，张哲美滋滋的开始享用牛排。不得不说，虽然价格贵了点，但味道确实很不错，肉质也比以前吃的连锁牛排品牌要好了太多。一顿饭吃了小2000，几乎是之前1个月的生活费了，但对于现在的张哲来说却不算什么。吃完饭走出餐厅，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本来张哲打算的是晚上陪客户吃完饭之后，随便找一个便宜点的快捷酒店住一晚，省得来回折腾。现在虽然辞职了，但张哲今晚也不打算回学校了。学校宿舍10点关门，现在回去的话，哪怕是打车，至少也要1个小时，时间上肯定来不及。不如找个酒店休息一下，顺便找个地方放松放松，比如说酒吧。以前张哲对酒吧并不怎么感兴趣，这几年一共去了没几次，大部分也都是同学生日或者别人邀请。酒吧这种地方，没钱了你只能看个乐呵，感受一下气氛，但你有钱的话，才能体验到什么叫纸醉金迷。现在有钱了，怎么也得感受一下，顺便多刷点钱。之前发在工作群里的红包，这回已经被领完了，系统面板的返现金额也达到了47万多。心念一动，返现金额立刻清零。魔都银行，尊敬的客户您好，您尾号0543的借记卡入账47万2000元，余额55万0680.8元，银行卡余额突破50万，舒服。顺便打开支付宝，叫了个滴滴专车，直奔 TAXX 酒吧。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魔都的酒吧数不胜数。但张哲对酒吧不熟悉，也就听说过几个名气大的酒吧，
比如经常有名人光顾的 TAXX。刚走进酒吧，就有一个营销模样的年轻人迎了上来，招呼道：“哥，晚上好，请问您是一个人还是和朋友一起？”“我自己。”“好的哥，您有熟悉的营销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帮您安排。”“没有，就你吧，给我开个卡座。”听到张哲的话，营销脸色一喜，连忙道：“好的哥，您跟我来，咱们 TAXX 的卡座有最低消费的，3区今天的低消是5000，2区8000，1区15000，0区3万。不愧是魔都最贵的夜店之一，今天不是周末，更不是节假日，最低消费都这么高。今天张哲过来，主要就是为了刷钱，顺带着再放松一下，肯定要选最贵的。就0区吧，还有位置没？第3张，酒吧，素人局。有，哥您跟我来。”营销一边带路，一边对张哲说道：“哥，我是咱们店的营销经理，您叫我小刘就行了，不知道您怎么称呼？”“我姓张。”“好的，张哥，这会儿时间还早，还没到最热闹的时候，0区还有几个位置，我给您安排003号可以吗？”张哲也没怎么来过酒吧，更是第一次来 TAXX， 所以也没什么经验，便回道：“好，你看着安排吧。”在小刘的带领下，张哲来到003号卡座。作为酒吧最好的卡座区，0区位于酒吧最中心的舞池北侧，并且要比下方的舞池高了1米多，这近乎1人的高度差，让卡座内的人能够纵观整个舞池，提供了极好的视野。同时，卡座四周喷洒的淡淡雾气，又能一定程度的隔绝下方的视线，保护卡座区顾客的隐私，设计非常巧妙。张哲在宽大的沙发上坐下，小刘立刻让服务人员送上来了一些果盘小吃，还喊来了2位穿着黑西装的保安，分别站在沙发两侧，防止有人过来骚扰。安排好这些后，小刘才将手中的平板递给张哲，说道：“哥，您先看看有没有比较满意的。”张哲接过平板看了一眼，随即便有些愣住了。本以为是让自己选购酒水，可屏幕却是一个名为气氛一组的相册。通过缩略图可以看到，都是一张张女孩的照片，上面似乎还有一些文字。张哲看向小刘问道：“这是？”“哥，我看您是自己过来的，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小刘笑了笑，解释道：“这些是我们 TAXX 气氛组妹子们的照片，都是其中质量最高的。张哥您看有没有满意的？我给您喊过来暖暖场子。”作为一名营销老手，小刘很清楚客人们来酒吧都是为了什么。单纯想喝酒的话，在哪里不能喝？非得来酒吧喝贵了好几倍的酒。所以对于张哲这种一个人过来的，肯定要把妹子安排到位。只要让老板玩高兴了，那卡座的最低消费就真的只是最低消费。男人嘛，总是喜欢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强大。而在酒吧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还有比花钱更能展现实力的方式吗？张哲有些意外地看了小刘一眼，第一次感受到金钱带来的影响力。同样是来酒吧消费，如果你没钱，在散台根本没人搭理你，最多是一些低级酒托给你说几句好话，推销几百块的鸡尾酒套餐。而在卡座，不用你开口，营销就主动把妹子送到你手边任选。心中感慨着，张哲随手点开了一张照片，妹子的身材很好，只看照片的话，颜值也不错，就是不知道美颜严不严重。照片左下方还有几行小字：文文24岁，身高165厘米，3围92、68、90，性格活泼，特长蛇舞。前面的介绍很正常，但最后的特长却让张哲有些意外，朝小刘问道：“这个特长什么意思？”“张哥，是这样的。”小刘给张哲一个你懂得的眼神，解释道：“这个文文的舌头非常灵活，不但能在嘴里把绳子打结，还会用舌头跳舞。”嘶！小刘这么一说，张哲脑海中瞬间有画面了。作为气氛组的妹子，有这么一手绝活，确实可以说是特长了。在屏幕上滑动了一下，张哲继续看其他妹子的信息。刚开始，张哲确实还有些兴趣，可看了一圈后，发现这些妹子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不光是长相，甚至身材很多都相似。总体质量确实不错，但说不上多好，甚至有种流水线产品的既视感。想想也算正常，真是女神级的妹子，很容易就能勾搭到金主，不可能长时间在酒吧工作，能留下来的都不会太优质，甚至不光是脸，估计就连身上都动过刀。想到这，原本还有些心动的张哲瞬间就冷静了下来。虽然是个女的都可以刷钱，但张哲还是有些看不上这些半永久。似乎是看出了张哲的想法，小刘试探性地问道：“张哥，有满意的吗？”张哲将平板递给他，靠在沙发上说道：“气氛组的就算了，没什么意思。”这话一出，小刘顿时便明白了，张哲这是看不上。想来也是，这位张哥看着年纪不大，明显也没怎么来过酒吧，但第一次来 TAXX 就订了个最贵的0区卡座，肯定是不差钱的主，看不上这些气氛组的也正常。小刘眼珠子一转，问道：“张哥，要不我给您组个素人局？”素人局？气氛组张哲知道，
但素人局还是第一次听说，便回道：“详细说说。”张哥，是这样的。小刘坐到沙发上开始介绍起来。越是大城市，喜欢去夜店的女孩就越多，她们享受那种放纵的快感。但很多年轻女孩喜欢玩，却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就拿 TAXX 酒吧来说，最基本的散台一晚上都要消费2、3千。别说上大学的学生，很多已经工作的也没多少钱，经常过来玩。不过夜店想要生意好，那店里的女人就得多，还得质量好才行。所以很多夜店不光对女士免门票，甚至你长得漂亮的话，还可以免费安排散台，送一些酒水果盘之类的。但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免费的午餐。酒吧之所以免费让这些妹子玩，为的就是有大客户来的时候能给足一些干净局。当然，这东西全凭自愿，并不强求什么。可这些蹭免费的女孩，基本都是那种经济条件不行又爱玩，相对比较物质的。有高端局的话，她们很乐意过来，说不定就能傍上一个富二代呢。张哥，正好今晚有个妹妹带闺蜜一起过来玩，还是艺术学院的。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我给你叫来看看。小刘问道。张哲满意的点点头，这个小刘确实会来事，便表示道：行，你去吧，只要质量高，我至少在你这开个神龙套。小刘眼中闪过一抹喜色，立刻回道：张哥您稍等，我现在就去，保证让您满意。没有让张哲等太久，大概3、4分钟后，小刘便带着妹子们过来了，并不是之前说的2个，而是直接带来了4个。左边2人相互挽着胳膊，看着年纪都不大，应该是小刘之前说的艺术学院的学生了。另外2人大概25、26岁的样子，妆容气质相对要成熟一些。4个妹子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要比之前看的气氛组的质量要高得多。张哲打量4个妹子的时候，他们也在打量着张哲。看清张哲的样子后，心中不禁有些惊喜。刚才过来之前，刘哥就跟他们说了，今天这位大客户不但年轻人长得还帅，但之前几人都没有太在意，毕竟刘哥做的是营销工作，帮老板说好话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他们之所以过来，更多的还是因为是林区卡做的局，想着能认识个有钱人也是好的。可来了之后才发现，刘哥说的一点都不假，甚至还有些谦虚了。这哪是很帅啊，简直太帅了好吧。透过夜店朦胧的灯光，能够看到沙发上的男人五官很深邃，眉眼比例完美，酷似早些年的一位明星尊龙。虽然躺靠在沙发上，但能看出身材很不错，身高至少有1.8米。更重要的是，对方还很有钱。刚来到就蹭到这么优质的局，今天晚上简直太幸运了。第4章，张少。不等小刘介绍，左边一位上身只穿了黑色蕾丝抹胸，下身超短裙的大波浪女孩便主动开口道：哥哥晚上好，我是丽娜，这是我闺蜜安安，我们俩都是艺术学院的大一生。不愧是艺术学院的，丽娜不光颜值高，身材也非常顶，穿衣风格也很大胆，高颜值加辣妹装，哪怕是站在舞池中也是最吸引人的那种女孩。尤其是短裙下那一双笔直修长的长腿，完美的戳中了张哲的审美，并不是那种筷子腿，而是类似于棒果女团的腿型，修长匀称又有力量感，颇有种野性美。丽娜的旁边是她的闺蜜安安，穿着要保守了许多，宽松牛仔裤搭配小吊带，不像是来夜店玩的，反倒像是逛商场的穿搭。身材看不太出来，颜值倒是非常高，而且长相很有辨识度，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有种清纯的感觉。小哥哥好，我是思琪。右边2人，短发性感御姐思琪，低胸露脐装被撑得很紧。OL 黑丝装的是冰冰，人如其名，气质有些冷艳。等妹子们自我介绍完后，张哲拍了拍沙发说道：美女们好，先坐吧。谢谢哥哥。丽娜甜甜的喊了一声，拉着闺蜜坐到了张哲的左手边。另外2个妹子一看，连忙向张哲右侧走去，思琪的动作快了一步，紧挨着张哲坐了下来。张哲朝小刘招了招手，随后朝4个妹子问道：美女们，喝点什么？几个女孩过来，小刘那边肯定是打过招呼的，从刚才的自我介绍就能看出她们的姿态放得很低，但保险起见还是要询问一下的，毕竟关系到自己的刷钱大计。我都行的哥哥，不过我闺蜜是第一次来酒吧，以前也没怎么喝过酒，只能喝些度数低点的。丽娜连忙道。张哲看了他左边的安安一眼，感受到张哲审视的目光，安安连忙低下了头。看到他有些拘束的样子，张哲也不禁被勾起了些兴趣。真是第一次来，还是说闺蜜俩相互给对方凹人设？张哲是过来玩的，又不是来查户口的，也没太纠结这点，转头朝小刘安排道：先上个神龙套吧。好的张哥，咱们店里的神龙套有好几种，您看。小刘立刻应道，拿起平板电脑点了2下，随后递到张哲面前。最便宜的小神龙3万多，大神龙68888，除此之外还有最贵的至尊神龙套，售价88888元。张哲简单扫了一眼，决定道：先上套至尊喝着。小刘强忍着激动，伸出双手恭敬地接过银行卡，
在 POS 机上刷了一下，随后朝张哲躬声说道：“张哥，麻烦您输下密码。”输完密码后 ，POS 机立刻吐出小票。等张哲签完字之后，小刘鞠躬双手将银行卡和小票交到张哲手里。张哥您稍等，我现在就给您安排。张哲摆了摆手没有回复，把注意力放到了系统面板上。消费88888元，返利8888800元，888万到手。张哲心中一喜，但强忍着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毕竟这只是刚开始，以后自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要学会适应才行。相比较张哲的淡定，旁边的女孩可就激动坏了。思琪和冰冰都是 TAXX 常客，丽娜刚才也看清了平板上的价格，都清楚至尊神龙套的价格高达88888元。哪怕他们经常来玩，但也没参加过这么高端的局。往常能蹭个单屏的黑桃 A 或者3万多的小神龙就很不错了，开台就点了一套至尊神龙的趴，他们还真是第一次。尤其是张哲刷卡的样子，好像不是花掉了8万块，而是8块钱一样。张哲的外形本就很优秀，此刻再加上超能力的加持，魅力直线飙升。这时丽娜忽然凑到张哲耳边小声说道：“哥哥，会不会太让你破费了？其实我们喝点鸡尾酒就行了。”温热的气息让张哲的耳朵有点发痒，同时嗅到了一股很好闻的少女香。张哲扭过头看了他一眼，只见丽娜正眨着大眼睛看着自己，一脸很为自己着想的样子。隐约之间，张哲似乎闻到了一股清新的绿茶芳香。自己已经刷完卡了，现在再说太破费是不是有点晚了？没想到外表性感小野马的丽娜原来还是个小绿茶。不过张哲也不在意，本来就是出来玩的，绿茶反倒更让人舒服。谁会拒绝心疼哥哥的绿茶妹妹呢？没事，既然出来玩了，花点小钱无所谓。张哲笑了笑，语气轻松道：“正好我也没怎么来过夜店，今天也尝尝这所谓的神龙套。”张哲是实话实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但丽娜根本就不信。要说张哲很少来夜店，丽娜是相信的，但要说对方没喝过黑桃 A， 丽娜说什么都不信。毕竟能随手消费神龙套的人，不可能没接触过这一块。恐怕是因为刚才自己说闺蜜是第一次来酒吧，喝不了高度酒，张哲为了照顾他们才这么说。不然今天又不是周末，也不是节假日，开个领取卡座低消2-3万就够，点个小神龙是最划算的。不但有3瓶黄金版黑桃 A， 还有很多其他类的酒水，10几个人喝都足够了。想到这，丽娜对张哲的好感瞬间又提升了不少，转头对身旁的闺蜜说道：“安安，你真的是太幸运了，第一次来酒吧就见识到了至尊神龙套，还不谢谢哥哥。”本来默默观察着周围的安安，听到丽娜的话后，看到对方在给自己使眼色，便红着脸有些羞涩地对张哲说道：“谢谢哥哥。”声音很小，酒吧里又很吵，如果不是看嘴型，张哲甚至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不用客气，张哲笑着回了句。这对闺蜜倒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清新绿茶妹妹，一个腼腆羞涩少女。不管是真的还是演的，至少态度让张哲很舒服。这才是有钱人的游戏，我可以给你花钱，也可以让你过来占便宜，但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把我舔舒服了才行。这时思琪看着两闺蜜一唱一和，跟张哲打得火热，顿时心中一紧，主动抱住张哲的胳膊说道：“谢谢张少，人家还从没喝过神龙套呢，今天可算是有福了。”啧，之前来的时候还叫小哥哥呢，这就改口叫张少了。感受着胳膊上传来的触感，张哲扭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是吗？那一会你多喝点。思琪对张哲眨了下眼睛，故意玩笑道：“好啊，今天一定陪张少喝个尽兴，到时候全喝完了，您可别心疼哦。”哟，看样子你对自己的酒量很自信啊。放心，今天酒管够，喝完了再点就是。心疼？有着金主爸爸特权在，张哲的钱只会越花越多。多点一个神龙套，那就多返利800多万。张哲最不怕的就是他们把酒喝完，甚至还巴不得他们多喝点。但思琪可不知道这些，8万8的神龙套，在他看来已经高端局了。甚至刚才他还在想，这位张少点了酒，会不会让他们喝？作为夜店老玩家，思琪很清楚夜店里的门道，也听说过不少八卦。比如有人点了酒不喝，专门吸引那些拜金女主动凑过来，甚至还有人租别人的酒庄比的。所以他之前也不确定今天的局到底是什么情况。可现在张哲却说，一会不但要开酒，喝完还能再点，这得多有钱啊！想到这，思琪不禁更热情了，抱着张哲的胳膊来回扭动。第5章神龙套带来的冲击。另一边，安安悄悄拉了拉丽娜的胳膊，小声问道：“娜娜，神龙套是什么？你不知道？”丽娜这才想起来，自己这闺蜜是第一次过来，只知道酒吧可以蹦迪什么的，对酒吧的消费却不是很了解。黑桃，你知道吧？很多视频里都提到过，在 TAXX 酒吧，一瓶普通的黄金版黑桃 A 就要8888块，
丽娜解释道。神龙套就是很多瓶黑桃 A 组成的套餐，最便宜的小神龙都要3万多。张哲哥哥刚才点的是最贵的，6瓶颜色不同的黑桃 A 要88888元。88000？安安愣了好几秒后才问道：真的假的？这么贵？他的父母都是普通职工，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到1万块。除了自己在上大学之外，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高中，普通工薪家庭供养2个孩子，家里的经济一直都不宽裕。可是现在，张哲只是点了几瓶酒就花了88000，几乎是他父母1年的净收入了。安安直接被这个价格给震撼到了，坐在沙发上都感觉有些头晕目眩。张哲轻描淡写刷卡的动作，却对安安粉嫩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其强烈的冲击。当然是真的了，这可是酒吧内最贵也是最有牌面的酒了，我也是头一回见到。丽娜解释了一句，随后想了想，凑到安安耳边叮嘱道：安安，刚才我跟张哥说了你不能喝高度酒，然后他就点了神龙套，说不定是对你有意思呢，一会你可得主动点。安安似乎有些犹豫，吞吞吐吐道：啊，我怎么主动啊？你知道的，我酒量不是很好。你怎么那么傻啊？我说的主动可不仅仅是喝酒。丽娜有些怒气不争道：你想想看，张哥这么有钱，来酒吧玩随便就消费大几万，长得还那么帅，这么优质的男人去哪找？你没看那边那2个白领都开始发烧了，这么好的男人错过了以后可能就再也碰不到了，所以该主动就得主动起来。要是能当张哥的女朋友，你以后就享福了。不过先说好哈，咱们姐妹俩公平竞争，毕竟这么优质的男神我也不想错过。丽娜还没说完，酒吧内的音乐节奏忽然升高，随后一群衣着清凉的女孩举着一个个灯牌入场。看着灯牌上显眼的黑桃标志，经常来夜店玩的人都知道这是有人开神龙套了，顿时把目光聚集了过来。女郎们举着灯牌绕场，同时 DJ 高昂的声音响起：恭喜003卡座的张少开启至尊神龙套，感谢张少对 TAXX 酒吧的大力支持，让我们为了张少欢呼起来。随着 DJ 的话音落下，大量彩纸从天而降，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颜色各异的绚丽光芒，场中顿时发出一阵阵欢呼，酒吧内的气氛瞬间被点燃。很多人来酒吧玩就是喜欢这个气氛，哪怕是自己消费不起，但看到有人开神龙套后，这种纸醉金迷的场面也会感觉心中激动的不行。女郎们绕场一周后来到003卡座前，几个气氛组成员打响了礼炮筒，还有人拿着喷钱枪喷起了假美钞。一时间，假美钞、金色彩条漫天飞舞，布满了张哲和4个妹子的视野。看着这一幕，张哲也有些心潮澎湃，尤其是听到下面舞池中那么多人的欢呼和一些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后，张哲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年轻人嘛，谁还能没点虚荣心？这一刻，张哲总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富二代喜欢来夜店玩，这种纸醉金迷的快感真的很让人沉醉。坐在张哲身边的4个妹子此刻的心情更加激动。安安就不用说了，第一次来酒吧，更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整个人完全被震撼到了，小嘴张得圆圆的，傻傻的看着这一切。而丽娜、思琪他们则是兴奋的不行，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拍视频，想要记录下这一幕。他们虽然经常来酒吧玩，也见过别人开神龙套，但却是第一次作为主角亲身经历这种场面。对于本就有些物质的3人而言，这种场面的杀伤力简直太大了。坐在张哲右手边的思琪更是激动的身体都有些颤抖，紧紧地夹着双腿，看向张哲的眼神都有些拉丝了。6瓶颜色各异的黑桃 A 被摆放在桌面上，小刘在旁边询问道：哥，现在开酒吗？张哲挥了挥手，直接回道：开吧，买了酒不喝，后面怎么继续刷钱？好的哥，香槟如果开启时间太长，气泡消失会影响口感的。小刘试探地问道：我先帮您开2瓶，您先喝着，等后面喝完再让服务生给您开其他的。行，张哲对此并没有意见。得到张哲的应允后，小刘打开了2瓶黑桃 A， 给张哲和4个妹子分别倒了一杯后说道：哥，您先玩着，我就不打扰您的兴致了，后面有任何需要您随时喊我。好，去忙吧。张哲摆摆手说道。小刘微微躬身示意，随后快步离开。这时坐在最边缘黑长直 OL 装的冰冰端着酒杯对张哲说道：张少，今天很荣幸能跟参加这个趴，我敬你一杯。冰冰的妆容和气质都是那种比较冷艳的风格，过来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便坐在那没怎么说话，颇有些冷艳御姐的范。她平日里性格就比较高冷，因为颜值和身材都不错，身边也一直都不缺少追求者，甚至很多人就喜欢这种冰山美人类型的。可是从过来到现在，张哲却一句话都没跟他说，倒是丽娜和思琪2人不光就坐在张哲旁边，还跟他聊了不少。这回他也看明白了，欲擒故纵这一套对普通人有用，但对张少根本没效果。以对方的颜值，哪怕是经济条件一般，也有很多女人愿意跟他发展一下，毕竟这么高的颜值，光是看着就让人开心。
更何况张少还那么有钱，8万8的神龙套眼都不眨的就刷了出去。这样优秀的男人，身边根本不会缺少女人，再矜持可就真的没任何机会了。所以冰冰也顾不得再维持什么冰山御姐人设了，选择主动开始出击。哥哥，我们俩也敬你一杯。丽娜也侧身对着张哲说道。看着4个妹子都举着酒杯看着自己，张哲笑了笑，抬手示意道：别一个个敬了，一起干一杯吧。干杯！4个妹子相继跟张哲碰杯，随后张哲端着酒杯先是浅抿了一口。以前跟同学一起也没少喝酒，但基本都是喝白酒和啤酒，香槟这还是第一次。入口便感觉到无数气泡在口腔炸开，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果香。苹果和梨子的味道比较突出，随后菠萝和奇异果的后味逐渐明朗，回味有些微酸。总体来说并没有感觉特别惊艳，和喝气泡果汁差不多，几乎没什么酒精味。这就是黑桃 A 啊，果然比那些便宜的酒好喝太多了。那肯定啊，这酒平均下来一瓶要1万多呢，一口就是好几百，能不好喝吗？要不是张少，咱们哪有机会喝到这么好的酒？我提议咱们再敬张少一杯。对于张哲来说，所谓的神龙套只是比较新鲜的酒，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现在的张哲随时可以轻松消费。但对几个妹子来说，杯中的酒还被赋予了其他的价值，比如虚荣心。丽娜和安安2个还在上学的学生就不说了，哪怕是已经工作的思琪和冰冰，1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千块，哪怕是不吃不喝，1年的工资也够呛买这几瓶酒的。坐在酒吧最好的卡座，喝着酒吧最贵的酒水，俯视着下方的人群，享受着一些人投来的羡慕目光。这一切都极大的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精神层面得到了满足，自然就觉得这酒的味道不一般。不过他们也知道此刻的享受是谁带来的，对张哲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热情。一会这个敬张哲一杯，一会那个敬张哲一杯，不知不觉2瓶黑桃便喝完了。1瓶750毫升，2瓶就是差不多3斤酒，其中张哲喝的最多。毕竟是4个妹子围攻他自己，哪怕每次只喝一半，也差不多有1斤了。黑桃 A 的口感虽然柔和，但酒精度也有 12%，1斤酒下肚，张哲也感觉有些微醺。几个妹子实在是太热情了，尤其是思琪和冰冰，一会一个理由的跟张哲碰杯。张哲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打着把自己灌醉然后带走的想法。现在只是有些微醺，可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后面真的会喝多。第6章，一起跳舞给我看。我先休息一会，你们4个先喝着。看着冰冰又要跟自己碰杯，张哲摆摆手拒绝，随后让一旁的服务生再次开了2瓶酒。见张哲不喝，冰冰也没有说什么，更不敢硬劝张哲喝酒，自己喝了半杯后便把酒杯放到了桌上，也没有跟其他3个妹子碰杯的意思。张少，您是不是胃里不舒服？思琪抱着张哲的胳膊关切道。没事，就是喝的有点太快了，我休息会就好。张哲回道。还有4瓶酒呢，你们继续喝，喝完了我再点。那要不我给你揉揉肚子？思琪试探地问道。我以前吃饭不规律，胃就经常不舒服，揉一揉能好很多。张哲看了他一眼没有回话，而是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躺靠在沙发上，同时闭上了眼睛。思琪心领神会，脸上浮现一抹喜色，直接抱住了张哲的胳膊，开始给张哲轻揉胃部。坐在张哲左边的丽娜也发现了思琪的动作，她没想到思琪竟然这么快就开始跟张哲亲密起来，心中瞬间有了些危机感。正如她之前对安安说的那样，碰到条件这么优质的男人，丽娜不可能不心动。她也知道对面的思琪和冰冰2人肯定也和自己一样的想法，但之前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在丽娜看来，自己和安安要比他们俩更漂亮，也更年轻，自己的身材也丝毫不差，各方面都比你优秀，你怎么和我争？可是现在看到思琪竟然这么主动，丽娜心中也有些忐忑。她是比思琪好看，但挡不住人家烧啊。男人一旦上头了，有时候可没什么理智的。丽娜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主动抱住了张哲的胳膊，聊起了天。哥哥，还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呢？张哲看了他一眼，随口回道。我和你差不多吧，大4应届生。哥哥你也是大学生？丽娜惊讶道。她是真没想到张哲竟然和自己一样还是个大学生，倒不是说大学生有多稀奇，而是惊讶于张哲的年纪。张哲今天的穿着打扮比较成熟，他本以为张哲的年纪要稍微大一些，没想到张哲今年才刚刚大4，也就是说张哲才22岁左右，只比他大了3岁。这要比张哲已经开始工作做生意来的要更震撼一些，还没毕业就能随意消费神龙套，这得是什么家庭？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怎么不像？张哲反问道。不是，丽娜连忙摆摆手解释道，我只是没想到哥哥你这么年轻，和我差不多大。张哲笑了笑问道，不说我了，你之前说你和安安都是艺术学院的，今年大几啊？学的什么专业？我和安安都是大1啊，刚来的时候就告诉你了，
哥哥你这么快就忘了？丽娜撒娇一样的抱着张哲的胳膊晃了晃，然后解释道：我们俩都是舞蹈系的，我学的是爵士舞，安安学的是古典舞。张哲对舞种是真没什么了解，这回心思也不在这上面，随口回道：舞蹈系，那你很会跳舞了？还好啦，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舞蹈了，已经10几年了，安安也差不多。丽娜的语气虽然谦虚，但却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优势。她可是很清楚，很多男人都喜欢会舞蹈的女朋友，尤其是对一字马之类的动作情有独钟。会舞蹈就是她的优势，还有就是年轻，今年刚刚上大一。正如那句话所说，没有人可以永远18岁，但永远有18岁的女孩。看着思琪一副贴心女友模样，在给张哲揉着肚子，丽娜忽然说道：哥哥，光坐着多无聊，要不我们下去蹦会？这时已经接近晚上11点了，逐渐进入到了最热闹的时间段，音乐节奏也快了不少，劲爆的电音让酒吧内众人心跳加速。很多人离开座位，或进入中心的舞池，或在原地随着音乐的节奏尽情摇摆着自己的身体。我不会，你想蹦的话自己去吧。张哲摆摆手回道。张哲也看到了丽娜的眼神，自然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不过这正合张哲的心意。光看自己的眼神拉丝没有用，想要傍上自己这个金主爸爸，真正的拉丝那就得先把其他妹子竞争下去才行。不愿意跟丽娜一起去，倒不是说张哲对她没兴趣，而是确实没怎么来过酒吧，对这些也不熟悉。看妹子蹦迪很不错，尤其是那种长得好看、富有又大方的妹子，随便扭一扭都是种视觉上的享受。但如果换成自己的话，光是想想张哲就感觉尴尬的不行。见张哲不愿意去，丽娜也立刻打消了下去玩的想法。她是喜欢蹦迪，但孰轻孰重还是分得清的。如果自己下去玩的话，那岂不是便宜思琪这个烧火？如了她的意，那我也不去了。哥哥，要不我跳舞给你看怎么样？丽娜忽然提议道。这个提议倒是不错，张哲虽然对蹦迪没兴趣，但妹子们跳舞还是很有兴趣的。抬手在思琪的胳膊上拍了拍，给她使了个眼色，思琪很懂事的把手抽了出来。张哲拍了拍手，朝几个妹子说道：这样吧，你们几个一起跳舞给我看，谁跳的最好有奖励。第7章，丽娜的女团舞。张少，什么奖励啊？思琪忍不住问道。等你们跳完自然会知道的，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张哲卖了个关子，说道。但先说好，只有让我最满意的那个才有奖励，能不能拿到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一起跳舞给张哲看，几个妹子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毕竟她们本身就挺喜欢蹦迪，来酒吧玩只喝酒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哪怕是第一次来的安安，看着下面舞池中尽情狂嗨的人，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样子。跳舞给张哲看，不光是自己能嗨一下，同时也是展现自身魅力的方式。更何况还有奖励。见妹子们都没意见，张哲大手一挥道：开始吧。作为店里消费最高的卡座区，邻区的每个卡座都配备了一个小型舞台，位于酒桌的另一侧。想蹦的话，不用去下面人满为患的舞池，直接在小舞台玩就好。妹子们也不矫情，思琪第一个带头走向小舞台，丽娜也拉着安安走了过去。张哲稍微往上坐了坐，翘着二郎腿搭在酒桌上，准备开始欣赏4个妹子的表演。今天自己来酒吧，可不光是为了刷钱的，泡妞也要同时进行。晚点散场的时候，怎么也得带走一个。但到底带谁，张哲暂时还没想好，毕竟几个妹子的外在条件都不错，索性让他们竞争一下，看看谁能真正勾起自己的兴趣。这时4女走到了酒桌前的小舞台，默契地排成了一排，正面对着张哲开始了自己的舞蹈。小舞台还算宽敞，4个妹子一起也不拥挤，因为要比下面的舞池高了1米多。4女开始共舞后，很快便吸引了酒吧内很多人的注目。卧槽，你们看那边卡座区有4个妹子一起跳舞呢，4个妹子一起跳，上面的老板得点了多少酒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几个妹子应该都不是气氛组的，应该是老板自己带过来的妹子。你看那个黑丝抹胸的妹子，看着也就18、19岁，颜值都好高，身材也好，要是这4个妹子一起陪我，那不得爽死。想想就行了，那可是邻区卡座，低消都要2、3万，不是咱能消费起的。4女共舞的场面瞬间成了酒吧内最亮丽的风景线。看到这一幕的男人都对卡座内的老板产生了羡慕嫉妒恨的情绪，只恨坐在卡座里的人不是自己。张哲躺靠在沙发上，手里握着一杯香槟，小小的抿了一口，眼神在4女之间来回巡视，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才是有钱人的快乐。因为自己的一句话，4个妹子就开始尽情舞蹈，展示着各自的魅力。如果没钱的话，怎么能有这种快乐？在下面看着的机会都不一定有。张哲对舞蹈一窍不通，但欣赏美的眼光男人都有。长得好看身材好的妹子随便扭几下都是一种享受。其中思琪和冰冰的动作都是夜店风，和下方舞池中的女孩没什么两样，但因为颜值高身材好，看着也是赏心悦目。安安的话
虽然是第一次来酒吧，有点放不开的样子，但毕竟是学古典舞的，一举一动都颇有美感。最让张哲感觉到惊艳的还是丽娜，之前她说过自己是主学爵士舞的。张哲不了解爵士舞，也没有什么概念，可丽娜开始跳舞之后，张哲瞬间就懂了，这不就是女团舞吗？张哲虽然不追星，但偶尔没事的时候也会看听一下那些女团的歌，唱的什么不重要，也根本听不懂，主要就是看 MV。 毕竟长得漂亮，动作性感，又富有慷慨的妹子，谁不喜欢呢？丽娜今天穿的本来就很性感，上身黑色蕾丝抹胸，下边是同样黑色的超短裙，大大方方地展示着自己白嫩的皮肤和一双修长匀称的大长腿。现在跳起女团舞后，一举一动都非常诱人，如同一匹性感的小野马，牢牢吸引住张哲的目光。注意到张哲的眼神后，正在跳舞的丽娜心中也是一喜，直接走出小舞台，来到张哲身边。看过女团舞的都知道，其中有很多比较性感的动作，容易让人想入非非。而现在，丽娜直接跟张哲展开了互动，在张哲身上开始了贴身热舞。这一刻，丽娜把自己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简直性感到爆。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财阀每一天。以前看女团舞的时候，张哲也曾经这么感叹过。而此刻丽娜的贴身热舞让张哲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不知不觉中丽娜的舞蹈就结束了。虽然只跳了不到10分钟，但运动强度却不小，尤其是最后一段的电动马达开启后，非常耗费体力。丽娜气喘吁吁地坐回沙发上，稍微平复了下呼吸后，挽着张哲的手臂，信心满满道：哥哥，我跳得怎么样？是不是我赢了？此话一出，其他3个妹子纷纷看了过来，等待张哲揭晓答案。没错，你赢了。张哲毫不犹豫道。耶！丽娜欢呼了一下，甜甜地问道：哥哥，那你准备给人家什么奖励啊？你想要什么奖励？张哲直接问道。只要是哥哥给的，我都喜欢。不愧是绿茶妹妹，说话就是讨人喜欢。张哲之前只是随便提了一下，具体的其实也没想好，但丽娜刚才表现那么好，肯定要好好奖励一下才行。思索片刻后，张哲说道：这样吧，你把手机拿过来，先加一下我的微信。张哲打开微信，将2维码名片展示给对方。虽然有些好奇，但丽娜还是很听话的，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添加了张哲为好友。难道是准备直接给钱？几个妹子忍不住想到，毕竟奖励要先加好友，她们自然联系到了红包和转账，纷纷开始猜测张哲会给多少，520，或者更多。收到了好友请求后，张哲点击同意，随后对丽娜说道：现在打开宝淘，把购物车结算一下，选择让好友付款。啊！丽娜先是有些疑惑，随后忽然反应过来，惊呼道：哥哥，你不会是要帮我清空购物车吧？张哲笑了笑，故意问道：对啊，难道这个奖励你不喜欢？不是不是，丽娜连忙摆摆手，解释道：可是哥哥，我平时就挺喜欢网购，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很多的。说完，丽娜点开了自己的购物车，随后将手机递给张哲说道：哥哥，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随便加进去的，并不是真的想买，要不你还是选一套化妆品送给我吧。第8章，神豪的心态。张哲并没有回话，而是拿过丽娜的手机看了下，另一边的思琪和冰冰也凑过头看向手机屏幕。丽娜购物车里的东西确实不少，加起来差不多有20-30件，其中大部分都是化妆品、衣服之类的。虽然化妆品也都是大牌，但最贵的一套才3000多。值得一提的是，丽娜的购物车里有一个 LV 的手提包，是一家代购店的商品，似乎是什么经典款，售价是29999元。所有东西加起来一共56000多。看完之后，张哲颇有些意外的看了丽娜一眼。刚才自己已经说了要帮她清空购物车，丽娜完全可以顺势直接答应，就算自己看到价格后悔了，大概率也会帮她买单，毕竟大话已经吹出去了。从消费神龙套也可以确定，张哲肯定是有那个实力的。但丽娜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先将购物车展示给张哲看，主动提出随便送一套化妆品就行了，把主动权再次交到了张哲的手里。如果张哲觉得贵，就可以顺着他的话送一套化妆品，哪怕是选3000多的那套，也比清空购物车要便宜了太多。不得不说，哪怕张哲是打着拿对方刷钱的打算，但丽娜的选择还是让张哲对她的好感再次提升了不少。不贪心，而且懂得分寸，挺懂事的吗？张哲伸手轻轻捏了捏丽娜的脸蛋，说道：不过我既然说了，就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说完，直接点击购物车全部结算，选择请好友帮忙支付，把账单发到了自己的微信上，干脆利落的支付账单。花费56329元，返利5632900元，又是500多万到手，舒服啊！哥哥我爱死你了。见张哲真帮自己清空了购物车，丽娜心中升起了无穷的惊喜，兴奋之下直接扑进了张哲的怀里，
抱着张哲狠狠吻了下去。他刚才虽然说的是很多东西都是随便加进去的，并不是真的想买，但那是因为丽娜清楚自己购物车里的东西加在一起价值太高了，他怕自己直接答应的话，张哲看到价格太高后会拒绝，甚至是对他产生反感，认为她是那种特别贪得无厌的女人。实际上，购物车里的每一件衣服、化妆品都是她非常喜欢的。最让丽娜惊喜的是，张哲哪怕是看到了她收藏的 LV 包包，还是给她买下了。其他的东西，她咬咬牙，每个月还能买个1-2件，但 LV 包包她是真消费不起。她的家境还不错，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有3-4千，但光是化妆品和衣服就要用掉大半，根本剩不下什么钱。之所以放进购物车，也是想着偶尔能看一看，等什么时候攒够钱了就买下它。可他现在的存款只有几千块，离目标还有些遥遥无期。现在张哲动手就送给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丽娜怎么可能不激动？别说只是一个吻，哪怕是现在立刻将整个人都交给张哲，丽娜都心甘情愿。美女的投怀送抱，张哲自然不会拒绝，感受着软香在怀，放肆地品尝了起来。看两人旁若无人的激吻，思琪和冰冰的眼睛都有些红了，只恨坐在张哲怀中的女人不是自己。他们刚才还在想，张哲会给丽娜发多少的红包，520还是5200？怎么也没想到，张哲直接给丽娜清空了购物车。他们刚才在旁边看得很清楚，那订单总价可是5万多啊，还有一个 LV 包包。这一刻，他们对张哲的财力有了更加充分的认知。如果只是点神龙套的话，那属于张哲自己消费，同样也是为了泡妞。有钱人给自己花钱很正常，因为他们也能从中享受到花钱的快乐。但给丽娜清空购物车则就不一样了。大家今晚刚认识，从过来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因为跳舞跳得好，就直接送了他5万多块的礼物，简直有点离谱了。这样的神豪，别说是见过了，就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安安则是看着正在拥吻的两人，神色有些莫名，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仔细品尝了一番丽娜的味道后，张哲才在她的挺翘上拍了拍。丽娜很懂事的从张哲身上起身，张哲咂了咂嘴，评价道：草莓味，不错，我很喜欢。讨厌，哥哥你还说丽娜一副羞愤的表情。哈哈，继续喝酒吧。张哲的话音刚落下，丽娜便殷勤的站起身，拿起一瓶黑桃 A 说道：哥哥，我给你倒酒。懂事。这时思琪挽着张哲的胳膊，扭着身子撒娇道：张少你偏心，人家也想要礼物，如果奖励只是发个红包什么的，那思琪还不觉得有什么。可张哲一出手就送了丽娜好几万，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思琪便感觉有些不平衡了。哪怕他心里也清楚，舞蹈专业的丽娜确实跳得好，舞风非常勾男人的心，刚才更是把张哲的目光牢牢吸引住，直接把他们都比了下去。但思琪还是有些委屈，毕竟丽娜只是跳舞跳得好，但跳舞之前她可是帮张少揉肚子了呢。像思琪这种火辣御姐风格的妹子，撒起娇来确实很勾人。但张哲却丝毫不为所动，无视了对方可怜巴巴的眼神，皱眉道：我之前可是说了，只有跳得最好的那个人才有奖励。有着系统在身，张哲其实完全可以给其他3个妹子也清空购物车，这样也能刷到更多的钱。但张哲并不准备这么做，完全没有必要。有句古话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都有和大家都没有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样相互之间没有对比。如果雨露均沾，4个妹子哪怕最开始会感激自己，但因为每个人都有，会让他们有种理所当然的心态，甚至把自己当成凯子。反而只有一份奖励的话，获得奖励的丽娜会非常感动，其他3人的心里也会感觉到不平衡。如果一样想从自己这里获得好处，那就会想尽办法的讨好自己。反正刷钱也不急于这一时半刻，以后有的是时间。张哲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有钱应该拥有的心态。有着系统在身，自己以后的钱肯定会越来越多，但同时也应该提升思想境界才行，不能做一个只有钱的暴发户，而要做一个真正的神豪。钱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也不仅仅是一种购买力的体现，而应该是可以掌控人心的工具，一种强大的武器。之前思琪主动给自己揉肚子，确实让张哲对他印象不错，但现在他直接开口要东西，也让张哲感觉有些厌烦。凡事就怕对比，和丽娜刚才的选择相比，思琪的表现就有些见钱眼开了。我的钱我可以给你花，但你不能主动开口要。看到张哲皱起眉头，思琪心中猛地一紧，知道自己的做法让张哲不高兴了，连忙开口补救道：对不起张少，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我的气好不好？声音甜的简直能溺死人，同时还抱着张哲的胳膊，上半身紧紧贴着张哲，完全一副女朋友撒娇的样子。这有什么好生气的？这时丽娜也倒好了酒，张哲从她手里接过酒杯后，直接把丽娜拉到了怀里，语气平淡的回道：不过任何游戏都有规则，既然接受了规则就要遵守，
想要奖励的话，后面的游戏自己争取。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了。思琪连忙点头应道，随后给自己也倒上了满满一杯酒，说道：张少，我陪您喝一杯吧。张哲跟他碰了下杯，喝了一口后，便把酒杯递给了丽娜。丽娜探身把酒杯放到桌上后，重新趴到了张哲的肩膀上，简直乖巧的不行。第9章，真心话大冒险。从晚上11点开始，酒吧逐渐到了最热闹的时间，每个整点都有节目表演，将酒吧内的气氛彻底点燃。丽娜、思琪等人也都是会玩的，下面的舞台表演着节目，他们也跟着在卡座这边演起了小剧场。原本还有些放不开的张哲，也逐渐开始放飞自我，起身跟几个妹子互动起来，一边喝酒一边玩，简直嗨到不行。这回张哲总算是明白，为什么古代会有那么多昏君了，整日美女相伴，实在是太快乐了。玩了半天后，张哲感觉稍微有些累了，重新坐回到沙发上，朝桌上看了一下，一共就6瓶黑桃 A， 喝到现在竟然还剩下了2瓶没开，这样可不行，自己还想多刷点钱呢。这时冰冰端着2杯酒凑了过来，大声说道：张少，一起喝一杯吧，咱俩还没单独喝过呢。我已经到量了，你们几个喝吧。张哲摆摆手拒绝道。刚才这2瓶酒，张哲其实没喝多少，基本都被妹子们喝了，但酒不醉人人自醉，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让张哲如同做梦一般，心情波动太大，此刻已经有些头脑发晕了。别呀张少，今晚你才是主角，你要是不喝了，我们自己喝多没意思。冰冰把酒杯放下，越过思琪的位置，探身凑到张哲耳边说道：张少，等会喝完了我请你吃宵夜怎么样？我知道附近有家烧烤店，他家的生蚝和腰子烤得特别好吃。张哲看着这个冷艳欲解封的妹子，心中啧了一声，生蚝、腰子，这可都是大补的东西。一个妹子请客吃这些，意思已经不言而喻的，明摆着想要给你加点油。张哲没有回应对方的暗示，敷衍道：再说吧。见张哲不愿意跟自己碰杯，更是无视了自己的暗示，冰冰脸上浮现出一抹苦笑，失魂落魄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今晚这个趴，张哲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现在张哲不愿意再喝酒了，气氛立刻就有些冷场。张哲见状，让服务生把最后2瓶酒打开，对4个妹子说道：你们不用管我，喝自己的就行，不够喝了再点。张少，我们今天已经喝得很开心了。思琪笑盈盈地说道：沾您的光，我们今天也尝到了传说中的神龙套的滋味，今晚已经是不虚此行了，您就别再破费了。有喝？张哲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这可不像是思琪能说出来的话。不过张哲也没在意，指着桌上的酒说道：现在散场有点早了，而且酒都已经开了，别浪费。这样吧，你们4个一起玩游戏，输的人喝酒，最后的胜者有奖励。听到有奖励，思琪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之前的跳舞比赛，丽娜得到的奖励就让她眼红的不行，还因为主动讨要惹得张哲不高兴。刚才那么说，也是想弥补一下张哲对自己的印象。现在听到张哲要开始玩新的游戏，思琪忍不住开始想，如果这次自己赢了的话，张哲会不会也给他清空购物车？一旁有些沮丧的冰冰也是瞬间来了精神，他也看出来了，张哲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兴趣，想勾搭上张哲的机会非常渺茫，但又不甘心就这么离开。既然如此，不如把心思放在游戏上，要是最后自己赢了，好歹也能拿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丽娜就更不用说了，自从张哲帮她清空了购物车后，丽娜对张哲可谓是百依百顺，乖巧体贴的不行，自然不会扫了张哲的兴致。见他们都没意见，张哲便让他们商量玩什么游戏。4女讨论了好一阵，也没有达成共识。经典的摇头子玩法，丽娜和安安都有些不同意，很清楚他俩根本玩不过思琪和冰冰这种夜店老手。纯靠运气的玩法，思琪和冰冰又有些不乐意了，这样他们的优势就没了。单纯摇头子的话，安安太吃亏了，经验不行，酒量也不行。全靠运气的玩法也有，但思琪他们又不是很乐意了，这样他们的优势就没了。看着他们争论个不停，张哲感觉很有意思。游戏还没开始，他们之间就产生了合作和竞争。丽娜和安安这俩闺蜜肯定是一起的，而思琪和冰冰也有点合作的意思，想把游戏定为对他们有利的玩法。双方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没办法，只好让张哲来定夺。说实话，张哲对酒桌游戏也不了解，以前跟哥们喝酒也都是干喝，哪里用得着玩什么游戏。思索了片刻后，张哲忽然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个视频，决定道：这样吧，玩点简单的，真心话大冒险。2个人一组，摇头子定输赢，输的那方选择真心话或者大冒险，如果回答不了问题，或者完成不了对方要求的事情，就喝一满杯酒。张哲很清楚，刚认识的时候很难真正的了解对方，哪怕是表现的让自己很满意的丽娜，可能都不止表面这么简单。既然如此，不如让他们双方彻底竞争起来，相互扒对方的秘密。这样一方面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摸清楚他们的底子，
另一方面，无论是游戏输了喝酒，还是最后赢家的奖励，也都能让自己刷到更多的钱，既看了乐子，又得了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张哲都拍板了，4个妹子也没什么意见。真心话大冒险大家也都会玩，不出意外，丽娜和安安组成了大学生组，思琪和冰冰则组成了白领组。第一回合，丽娜的运气很好，直接摇到了6点，加上安安的4点，超过了对面。和安安说了一句后，丽娜朝对面2人问道：“你们俩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2人异口同声道：“好。”丽娜想了想，问道：“谈过几次恋爱？”第一个问题就开始这么玩了。张哲之前就看出两边人互相有些看不惯，没想到火气还挺大。张哲颇有兴致地看着他们，等着2人的回答。思琪3次，冰冰2次，这么少？丽娜狐疑地看着2人，一脸不相信的表情。思琪说道：“真的，我就高中时谈了2次，大学里谈了1次，毕业后工作一直很忙，根本没时间谈恋爱。我也是，高中时谈了1次，大2的时候谈了1次，但没2个月就分手了。”冰冰也解释道：“既然玩了，我们还能玩不起？这种小问题也没必要说谎吧？”见2人都这么说了，一副很坦荡的样子，丽娜也不好说什么，便回道：“行吧，那继续。”张哲在旁边看得清楚，别看这一局赢家是大学生组，但他们大概率是输定了。真心话大冒险，互相熟悉的人一起玩，那肯定不能说谎，但问题是大家并不熟悉，谁知道他们究竟谈过几次恋爱？还不是随便他们说。2个妹子心思比较多，都特意解释了自己的感情经历，一个毕业后就没谈过，一个大2就分手了，都在隐晦的提醒张哲，他们不但感情经历不丰富，现在还都是单身状态，高手啊！张哲饶有兴致的看着，已经开始期待后面的对局了。第2局游戏开始，大学生组运气非常好的再次赢了，白领组2人仍旧是选择真心话。这一次丽娜让安安来问问题，好歹也得让闺蜜有点参与感嘛。安安明显没怎么玩过这种游戏，尤其是作为赢家，可以问对方比较私密的问题，感觉还是很刺激的。犹豫了好一会后，安安才朝2人问道：“你们的初吻是多少岁？”听到这个问题，别说是丽娜了，就连张哲都忍不住附和。上一个问题都已经知道，2人都是谈过好几个男朋友了，现在问对方初吻是什么时候，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安安已经觉得这个问题很刺激了，但在思琪和冰冰眼里，这根本就是送分题。2人轻松回答，一个说是高中毕业，一个说是大学的时候。第3局，赢家终于换成了白领组，丽娜直接选择真心话，看到安安有些纠结，连忙在她耳边语了几句。真心话和大冒险2种惩罚中，其实难度最低的就是真心话，因为只需要回答问题就行，而不需要在别人的指定下做尴尬的事情。但有很多人不喜欢在他人面前袒露自己的秘密，宁愿去选择大冒险。安安就是这样，可有些事他看不出来，丽娜可是看得清楚。真以为大家开开心心的玩游戏啊？游戏那是朋友一起玩才叫游戏。他俩跟思琪2人素不相识，这会一块玩，完全是因为张哲。不管是为了张哲许诺的奖励，还是其他什么打算，都注定了这场游戏不可能和和气气进行下去。这已经不仅仅是游戏了，而是一场竞技，甚至要想办法打压对面那组的人。所以他肯定不能让安安选择大冒险，万一对面提了比较过分的要求，比如去找一个陌生男人要微信，甚至跟对方亲一下什么的，难道他们真能做？不想喝酒，那为了保险起见，就得选真心话。安安虽然想不清楚，但相信好闺蜜这么说肯定有她的道理，便跟着说道：“我也选真心话。”2人选完后，思琪眼珠子一转，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问道：“上一次跟人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第10章，懵懂的小白兔。听到他的问题，丽娜的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单纯的姐妹局里，这种问题那只能算小儿科，比这更劲爆的问题都多的是。可现在场合不一样，无论自己怎么回答，都会让张哲心生芥蒂。如果说之前他的问题属于比较有攻击性的，那此刻思琪就是直接冲他们捅刀子了。丽娜心里清楚，张哲对自己是很有好感的，不然也不会把奖励给他。虽然他自认为舞跳的确实是最好的，但好不好还不是张哲说了算。把奖励给他，其实就是对他比较满意，得到了张哲的肯定和好感。可现在思琪这个问题一出来，丽娜就有些尴尬了。犹豫片刻后，丽娜咬牙说道：“去年暑假上了大学后，因为异地的关系，没多久就跟初恋分手了。不说肯定不行，那样只会让人脑补更多。”张哲仔细地观察着丽娜的表情，不像是说谎的样子，也确实符合她的情况。上大学后分手和大学毕业后分手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张哲跟前女友也是去年暑假分的手，因为对方是比张哲大1届的学姐，毕业后就回家乡发展了。丽娜的回答的也比较讨巧，直接说清楚了自己只谈过1次恋爱，
而且分手后至今都没有过。喜欢来夜店玩，私生活不一定就混乱，也有一部分只是单纯喜欢蹦迪，享受这种刺激的气氛。如果他要说一次都没有过，张哲反倒是有些不信。一般有绿茶属性的，或多或少都有些感情经历，因为只有和男人真正相处过的女人，才懂得男人最喜欢什么。当然了，也有那种从一开始就很善于心机的女人，哪怕没有感情经历，也知道怎么讨人欢心，但这样的人绝对很少。行，算你过关了。思琪点点头，对丽娜的回答还算满意，确实挑不出什么理。随后把目光看向安安，问道：你呢，小妹妹？我感受着思琪进攻性十足的眼神，安安心中稍微有些慌乱，吞吞吐吐道：我没有过。没有过？思琪一脸不相信地看着安安，脸上闪过一丝不快。她也是从大学时期过来的，很清楚喜欢来夜店玩的女孩都什么样。真那么老实，怎么可能来夜店？没有过？骗人的吧？冰冰有些不高兴道：是不是玩不起啊？我说的是实话，我真没有过。安安再次解释道，脸色有些涨红，也不知道是因为着急，还是被问到这种私密的问题羞的。安安确实没有，我可以给她作证。这时丽娜站出来支持道：我们俩是好闺蜜，相互之间很了解。安安连恋爱都没谈过，今天之所以过来玩也是巧合。今天她过生日，说想要见识一下夜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才带她过来的。真的假的？两人依旧是有些不信，但想到丽娜自己都说了，完全没理由帮安安做伪证，他们也找到什么漏洞，只好就此作罢。行吧，算你过了。这时思琪正准备开始下一轮游戏，但却忽然想到什么，连忙扭头看向张哲。只见张哲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安安，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坏了！思琪心中一惊，她忽然发现自己的问题虽然看似很尖锐，进攻性十足，可似乎搬起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自己都26了，但对面这两个还是18、19岁，刚上大一的学生妹。问这种问题，先不管对方如何回答，首先不就对比出自己的年纪大，经历多了吗？之前他并没有把安安当作竞争对手，因为在他看来，这小姑娘连话都不怎么说，更不懂得怎么讨男人欢心。相比之下，还是茶里茶气的丽娜更有威胁。可现在张少明显对安安产生了兴趣，一边是经常来夜店玩，有过感情经历的，一边是恋爱都没谈过，第一次来夜店见世面的懵懂大学生。不用想也知道哪个对男人的吸引力更高。纯洁懵懂的小白兔，哪个大灰狼会不感兴趣？可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用了，只能在心中提醒自己，后面问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能再给对方机会了。游戏继续开始，这回两边已经打出了火气，问题也越来越大胆，比如多久奖励自己一次。听完这个问题后，丽娜二话不说就干了一杯酒，安安也默默拿起了酒杯。几轮游戏下来，双方的输赢基本持平，但大学生组却喝了好几次酒，尤其是安安，这回已经连着喝了3杯，已经开始有些上脸，耳朵都开始红了。输赢确实是看运气，但有些问题他确实招架不如，宁愿喝酒也说不出口。说白了，只选择真心话，那就看谁的脸皮厚，谁能放得开。在这点上，丽娜和安安两个刚上大一的学生，自然比不过夜店的老油条。有些问题，丽娜还能说得出口，可安安这种未经人事的小姑娘，根本就拉不下那个脸。她本就是内向的性子，不喜欢对别人袒露心中的秘密，更何况是在陌生人面前说那些修饰。尤其是还有张哲这么一个年轻帅哥在，那就更说不出口了。再一次输了之后，冰冰直接向大学生组两人问道：有没有做过带颜色的梦？说一下大概情况。你这是2个问题吧？丽娜有些不高兴地回道：那就说一下上次做梦的剧情吧。思琪开口补充道。得，两人再次败退。丽娜拿起酒杯喝了起来，安安则是脸色稍微有些犹豫。她刚才已经喝了好几杯了，这香槟杯虽然看着杯身比较细长，但其实容量并不少，一杯倒满了差不多有170毫升左右，3杯就差不多1斤酒。香槟的度数虽然不高，但它的酒量也一般，这会已经有点倒量了。怎么了妹妹？思琪故作关心道。是不是喝不了了？那就选择回答问题呗。对于思琪来说，让对方多喝酒没有任何的好处，相反她更期望对方回答这些羞愤的问题，好降低他们在张哲心中的好感度。有时候女人才更了解女人。思琪很清楚，别看有的女人表面上很女神，比如她自己也是，平日里在单位中根本不缺少追求者和舔狗，但实际上她们和普通女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今天大家刚刚认识，相互之间只有朦胧的了解，首先看到的肯定是对方刻意展示出来的优秀的那一面，只有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才会逐渐发现对方的缺点。而玩这种大冒险，让对方把自己的糗事直接说出来，会让张哲产生一种他们虽然好看，但也只是很普通的女孩的想法。只不过安安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回答问题，
而是深吸一口气，开始喝酒。安安慢吞吞地喝了半杯后，稍微休息了一会，才继续把剩下的酒喝完，脸色明显有些难看。看得出来，他确实喝到量了，但他自己选择喝酒，也没有开口认输，张哲自然不会插手阻拦。等安安喝完后，冰冰拿起酒瓶开始倒酒，可刚倒了1杯半，瓶里就没酒了。张少，没酒了。张哲眉头一挑，果然玩起游戏酒才喝得快，这才没多大会，2瓶酒就被4个妹子喝完了。见状，张哲直接朝一直守在卡座外围的服务生招了招手，对方立刻小跑过来询问道：哥，你有什么吩咐？让小刘再给我上一套神龙套。好的哥。服务生立刻拿起对讲机开始联系，不到1分钟，小刘就小跑着过来了。一番恭维之后，张哲再次刷卡签字，消费88888元，返利8888800元。有着前面1000多万打底，张哲的心态已经很坦然了。第11章，安安，我也想要哥哥的奖励。看到张哲轻描淡写间再次消费了88000，这一幕再次刺激了4女的神经。思琪只感觉脑袋晕乎乎的，有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自脑海中滋生，情不自禁地靠在了张哲身上，在他耳边喃喃道：张少，你好帅啊，难道我之前就不帅了？张哲故意问道。思琪有些顽皮地吐了吐舌头，回道：一直都很帅，不过刷卡的样子更帅。呵呵，就算不是张哲，随便换一个人过来，只要这么消费，思琪也会这么说。张哲没有再回复，转头对小刘安排道：酒快点上，牌面什么的就省略吧。好的哥，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小刘连忙应道。2分钟后，酒桌上再次摆上了6瓶黑桃 A。张哲正准备让他们继续游戏时，安安忽然站起身，捂着嘴朝厕所跑去。这是直接喝吐了。不好意思哥哥，我去厕所帮忙看一下。丽娜对张哲快速说了一句后，便起身快步追去。看得出来，两人感情确实不错，不是塑料姐妹情。思琪和冰冰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这妹妹也没喝多少啊，怎么这么快就吐了？思琪拿起1瓶酒，对张哲说道：张少，他们估计要一会才能回来呢，干坐着也无聊，要不咱们再喝2杯？等等吧。张哲随口回了一句，拿起手机玩了起来。通过刚才的游戏，张哲已经把4个妹子大概摸清楚了。小绿茶丽娜虽然拜金，但有底线，有好处也不忘了好闺蜜，性格方面也挺懂事。安安的话，初出茅庐的小白兔一只，看到丽娜得到奖励时，她的眼神里有着明显的羡慕。估计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渴望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性格比较腼腆，甚至是有些胆小，连主动找自己聊天都不敢，更不敢像其他3个妹子那样展示自己。至于思琪和冰冰，没什么好说的，非常符合张哲印象中夜场女的形象。刚才的游戏中，他们虽然完美的打压了大学生组，甚至还让2人出了些丑，但在张哲心里，他们俩已经被 pass 掉了。心思多，脸皮厚，有些不择手段。他们输的几局里，同样是选择回答问题，但面对任何问题都能从容应对，大概率是真假话掺着说。张哲相信，见识到自己的财力之后，只要勾勾手指头，2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跟自己走。但这么贪婪的女人，一旦发生关系，对方肯定会借此疯狂索取。哪怕张哲有系统在身，给女人花钱就能100倍返现，需要一些女人作为自己的工具人，但也不想选择他俩作为长期目标。相比之下，更年轻漂亮的丽娜和安安不是更香吗？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安安和丽娜2人才回到卡座。应该是因为图酒的缘故，安安的眼里出现了一些血丝，但脸色却要比之前好多了。张哲还发现她的嘴上新涂了唇彩，和丽娜之前用的似乎是一样的颜色，如同一颗熟透的樱桃，看着粉粉嫩嫩的，非常水润。哥哥，不好意思，我以前从没喝过这么多。安安主动上来解释道：我真不是故意扫你的兴致的。安安虽然腼腆，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游戏还没结束，张哲刚点了1套酒，自己就跑出去那么久才回来，确实是有些扫兴。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想的，还是丽娜叮嘱的，一回来就跟张哲解释起来。没事。张哲微微点了点头，说道：你都出酒了，游戏就到这吧。安安还想说些什么，冰冰便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张少，那我们谁赢了？当然是你们赢了。张哲笑了笑回道：耶！思琪和冰冰2人欢呼一声，随后面带期待地看着张哲问道：张少，那我们2个有什么奖励？之前跳舞的时候，张哲可是直接帮丽娜清空了购物车的，出手大方的不行。现在他们赢了，张少会不会也帮他们清空购物车？想到这，2个妹子忍不住夹紧双腿，心中无比激动。把你们俩的手机拿来吧。闻言，2个妹子连忙把手机递了过来。张哲接过手机，分别看了下他们俩的购物车，随后忍不住啧了一声。和丽娜相比，他们俩购物车里的东西可就贵多了。思琪的购物车总计9万多，冰冰的更离谱，
所有东西加起来足足13万。而且张哲发现，他们俩购物车最上面的商品基本都是一些比较贵的东西，就没有低于2-3千块的。正常来说，不可能两人最近加购的都是比较贵的东西，所以有很大可能是刚加进去的。张哲颇有些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人一眼，似乎是有些心虚，两人下意识地避开了目光。只能说，这两个女人确实心思深沉。之前还不确定张哲会不会奖励他们，就偷偷给购物车增加了很多东西，这是把自己当凯子啊。张哲本来还想着，就算不打算跟他们发展长期关系，但两人赢了的话，也可以考虑帮忙清一下购物车，毕竟花的越多，返利的钱就越多。可两人现在这么做，直接让张哲改变了想法。这样吧，一人奖励你们3件东西。张哲指着桌子说道：你们拿个头钟，里面放3颗骰子，摇到几点就奖励你们购物车里第几件商品，具体能拿到什么就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两人太贪心了，惹人烦，张哲也不乐意给他们太多，但既然之前承诺了有奖励，那就肯定要给的。思琪之前还贴心的给自己揉肚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随便给他们点东西打发走算了。同样是花钱，不如给小绿茶丽娜和小白兔安安，至少他们肯定会真心诚意的感激自己。听到只有3个奖励，两人的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但很快便掩饰下去。他们也清楚，所谓的奖励全看张哲满不满意，给多给少都是他说了算。只是过来陪着喝个酒，就能白嫖3件东西，这已经非常不错了。哪怕没有奖励，只要能白蹭神龙套，拍个照片发朋友圈，下面也有无数女人抢着过来。按照张哲制定的规则，两人分别摇了3次骰子。思琪的运气还不错，第一次摇到了6点，购物车里是顶配的苹果8 Plus， 后面2次则是一件巴宝莉的风衣和一个口红套盒，加起来一共2万多。冰冰的运气就一般了，摇的数字都比较大，分别是一套化妆品、一支口红和一件衣服，一共5000多块钱。毕竟他们购物车里最贵的东西都在上面，而张哲让他们一次扔3个骰子，想摇到小数字的几率还是很低的。等两人把订单发过来后，张哲干脆利落的选择付款，消费5643元，返利564300元，消费24686元，返利2468600元，返利金再次增加300万。截止到现在，张哲今晚已经刷了2000多万了。虽然奖励和预期有些差别，但看到手机上成功支付的消息，两女的脸上也是瞬间挂上了笑容。思琪更是主动在张哲脸上亲了一下，昵声道：谢谢张少。冰冰也不甘示弱，走过来在张哲另一半脸上盖了章。别在我脸上留下口红啊。张哲开口说道：哥哥，我带湿巾了，我帮你擦一下吧。丽娜说着从包里掏出湿巾，准备给张哲擦脸。张哲也是很坦然地接受着丽娜的服务。至此，4个妹子中有3个都或多或少地拿到了奖励，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可怜安安了。不光什么都没捞到，还被思琪他们直接灌到吐酒。等丽娜给张哲擦完脸后，张哲转头看向安安，果然看到安安神情低落地坐在角落看着自己，小表情委屈极了。过来。张哲朝他勾了勾手，然后指了指自己旁边的位置。安安愣了一下，随后起身走了过来。丽娜很懂事地往旁边挪了挪，给他腾出了位置。等安安坐下后，张哲很自然地把胳膊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能够感觉到他有些紧张，身体绷得很紧。怎么了？坐那想什么呢？张哲明知故问道。没什么。安安怯生生回道。真没什么？我就是喝多了，有点不舒服。安安也不知道怎么形容此刻的心情。刚开始只有丽娜被奖励清空了购物车后，她心中非常的羡慕，因为她知道闺蜜购物车里都有什么，很多东西她也非常喜欢，但根本没有那个条件购买。甚至她有些控制不住的，不止一次的想过，如果被奖励的人是自己就好了，那样自己就能拥有好多梦寐以求的东西。可随着刚才的游戏结束，哪怕是思琪和冰冰也都得到了奖励，所有人都有，唯独她没有。这回她已经不是单纯的羡慕奖励了，而是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有种说不出来的委屈。现在听到张哲的问题后，一瞬间安安的眼眶就湿润了，仿佛下一秒就要掉小珍珠一样。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最后一次机会啊，错过了可就没有了。张哲凑到他耳边说道。我听到最后的机会后，安安心中忽然产生一股冲动，泪眼朦胧地看着张哲说道：我也想要哥哥的奖励。第12章，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张少每一天。张哲忍不住笑了起来，小白兔就是小白兔，别看之前胆子那么小，自己拿胡萝卜一斗，这不就忍不住了？你想要什么奖励？也想要我给你清空购物车？不是。安安连忙摇头道。和丽娜不同，她的购物车里可没什么东西，毕竟她家里的条件比不上丽娜，父母都是小城市的普通工人，每个月给她的生活费只有1200元，去掉伙食费和一些日常用品后，基本上就不剩什么钱了。很多时候，
安安都不敢逛宝淘，因为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买不起，那种滋味真的非常难受。就算张哲表示要送她礼物，这回安安也真不知道该选什么。她就是有一种冲动，觉得自己的条件丝毫不比思琪他们差，别人有的她也想要，就是想要得到张哲的关注和宠爱。沉默了好一会后，安安才深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看着张哲的眼神说道：哥哥，我想做你女朋友，可以吗？张哲有些被惊讶到了，完全没想到安安会这么说。但不可不说，这个女孩是真聪明，虽然前面一直很怂，但遇到机会的时候敢鼓起勇气就够了。有些人一辈子遇到无数次机会，但却一次都抓不到。张哲思考了片刻后，凑到他耳边轻声问道：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今天你们俩肯定回不了学校了吧？感受到湿热的气息传到耳垂，安安身体忍不住颤抖了一下，耳朵一瞬间就红了。我和娜娜来之前就在附近的如家订了房间，准备玩完了之后休息一晚，明天睡醒再回学校。好，张哲点点头，直接说道：跟他说一声，一会你跟我走。啊，安安虽然没谈过恋爱，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了，很清楚张哲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张哲没有给出任何承诺，更没有给他什么奖励，但安安原本一直很低落沮丧的心情瞬间一扫而空，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回道：我都听哥哥的，喝酒喝的也差不多了，再玩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可以开始下一场游戏了。张哲没再说什么，直接拿起手机打开了订房软件，选择价格从高排序，一家家豪华酒店品牌映入眼帘，排在最上面的是宝格丽酒店。作为以奢华而闻名的宝格丽，入住魔都后热度一直很高，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很多所谓的名媛，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合资订一间套房，然后轮流进去拍照打卡。张哲点进酒店页面看了下，最便宜的套房都要4000多一晚，最贵的总统套房标价更是高达10.0888元。简单看了一下后，张哲直接订了总统套房，在线支付了1万块的定金。以前没钱的时候住个快捷宾馆就凑合了，现在有钱了肯定要享受一下，尤其是带着妹子一起，还能顺便多刷点钱。付完定金后，刚过了2分钟左右，张哲便接到了宝格丽酒店的来电。卡座这边音乐声太吵，张哲起身走到安静些的地方接通了电话。喂，请问是张哲，张先生吗？电话中传来一道浑厚的中年男人的声音。我是张哲。张先生您好，感谢您选择我们宝格丽酒店，我是您的专属管家刘耀文，您可以称呼我为刘管家。刘管家询问道：我这边刚收到通知，您预定了我们酒店最高规格的套房，请问现在需要我安排车去接您吗？我在 TAXX 酒吧，现在安排车过来吧。张哲回道：好的张先生，我这边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到达您的位置，请您稍等片刻。好，先这样吧。张哲挂断电话后重新回到了卡座，原本在玩手机的思琪等人立刻放下了手机。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先这样吧，你们还喝不喝了？张哲朝几人问道。现在刚到12点，正是最热闹的时候，思琪他们虽然还有些没尽兴，但既然张哲不想玩了，这个场自然也就散了。那我们也不喝了。思琪连忙表示道。张少，现在时间还早，要不我请你去吃个宵夜。说完，思琪给了张哲一个魅惑的眼神，颇有些风情万种的感觉。张哲已经跟安安说好了，这会对思琪也确实没什么兴趣，直接回道：不了，一会我还有事，今天就先这样吧。听到张哲这么说，思琪怎么可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便说道：既然张少您有事，我就不耽误您了，以后有机会我请您吃饭。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他也不敢强求什么，而且刚才帮忙付款时他加了张哲的微信，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呢。张哲点点头没有回应。这时丽娜忽然提醒道：哥哥，你刚才买的酒还没喝呢，我去叫人过来给你存起来吧。确实，刚点了一套神龙套，1瓶都还没开呢。如果张哲是个富二代，那肯定要把酒存了，毕竟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再有钱也没必要浪费。可现在返利金已经到手了，如果把酒存起来，系统会不会判定不是给女人消费，把返利金收回？就算不收回，这酒存起来也没什么意义。就算以后张哲再来酒吧，肯定也少不了妹子，到时候重新点酒还有返现拿。想到这，张哲直接对丽娜说道：送你了，存你卡里吧，以后跟朋友一起来玩的时候再喝。丽娜再次感受到了张哲的超能力，一套神龙套8万8，现在1瓶酒都还没开呢，就都送给自己了。哥哥，还是存你卡里吧，我平时也很少过来玩的，下次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要是过期可就浪费了。丽娜矜持的回道。这话听听就行了，根本就当不得真。丽娜要是真很少来的话，小刘也不会带她过来了，肯定是这里的熟客，但她不要，张哲也不会非送给她。这时张哲看着颜色各异的黑桃 A 瓶身，忽然想到了一个画面，招招手把服务生叫过来说道：帮我把这几瓶酒开了。哥，全都打开吗？
都开了吧。服务生虽然有些好奇，但既然张哲吩咐了，他也没有多问什么，快速把6瓶黑桃 A 依次打开。张哲率先拿起1瓶，然后对4个妹子说道：“一人1瓶，都拿起来。”4个妹子听话的拿起9瓶，问道：“张少，然后呢？”然后，张哲没再说话，大拇指按着瓶口快速摇晃起9瓶，感觉到瓶内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些按不住后，立刻把瓶口对着4个妹子松开了手指。噗嗤，在2氧化碳的压强下，酒液瞬间从9瓶中喷涌而出，射在了4个妹子身上。香槟可不光是用来喝的，在很多国外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用香槟庆祝的画面。张哲今天也体验一下。哎呀，哥哥你好坏，张少坏死了，竟然偷袭我们！不管是丽娜还是思琪，她们都是颜值比较高的美女，向来都是被追捧的对象。如果在其他场合忽然被弄这么一身酒，肯定要甩脸色。但现在忽然被张哲这么弄，几人却没有丝毫的反感，甚至感觉非常刺激。毕竟这酒1瓶可要1万多呢，他们哪里见过拿这么贵的酒喷着玩的？看着4个妹子惊呼躲避的样子，张哲忍不住大笑起来，把手中只剩下一半的酒瓶放下，拿起桌上最后1瓶酒，朝4个妹子说道：“来一起玩。”好，妹子们跃跃欲试道，纷纷开始摇晃手中的酒瓶。张少，我要开始还击喽！哥哥小心，我也要来了。刚才喷的时候很爽，现在4个妹子喷自己的时候，那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也幸亏他们的力气没多大，酒液喷出来的距离也比较短。张哲敏捷的后撤了1步后，躲开了大部分香槟雨的攻击，只有衬衣稍微打湿了一些。张哲和妹子们玩得开心，旁边的服务生则是看得瞠目结舌。他在这上班也有段时间了，因为形象还不错，一直负责服务卡座区这块。在这种顶级酒吧里，从来都不会缺少有钱人，他自认为也算是见过不少场面。可就算是前段时间王校长过来，一口气点了几10瓶黑桃 A， 最后没喝完的也都存到了卡里。像张哲这样点了一套至尊神龙套，一口没喝直接喷着玩的，他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今天自己也算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看着4女陪着张哲一起嬉戏，服务生不禁有些感叹，恐怕古代的皇帝王爷也就这样了吧。不羡鸳鸯不羡仙，羡慕张少每一天。第13章，如果哥哥也能带自己走就好了。开开心心的玩完喷水游戏后，张哲放下手中的酒瓶，说道：“好了，酒也被干完了，今天就到这结束吧。”张少，真不去吃个夜宵了？思琪再次问道。不了，你们先回去吧。张哲朝他们摆摆手，两人也没有再纠缠，拿着自己的东西恋恋不舍地走了。随后张哲看了看时间，距离酒店管家打电话过来已经差不多15分钟了，车应该已经到了，便起身朝丽娜和安安说道：“咱们也走吧。”两个妹子连忙点头，拿上东西乖巧地跟在张哲身后。还没走出卡座区，小刘便小跑着迎了上来，询问张哲玩得怎么样，最后加了张哲的微信，表示以后想过来玩随时跟他联系。跟他客气了2句后，张哲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刚才自己等人撒了那么多酒在地上，便向小刘问道：“对了，卡座区的保洁一般都是谁负责？”保洁？小刘有些纳闷，但还是回道：“一般客人离开后，服务生会负责打扫的，最后晚上闭店后还有专门的保洁阿姨。”这样啊。张哲摸了下口袋，发现身上没带现金，便给小刘的微信转了1000块钱，嘱咐道：“刚才玩得太嗨了，地上弄了不少酒，我给你微信转了1000块钱，你给负责我那个台的服务生和保洁阿姨一人500块红包。”听张哲说完，小刘的神情有些诧异，愣了几秒后点头回应道：“好的，张哥，我在这替他们谢谢您。您放心，我肯定会把钱转交给他们的。”好。张哲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继续朝外面走去。给服务生和保洁小费也是一时心血来潮，不给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今天张哲消费了10几万，酒吧赚的可不少。但今天之前，张哲也是个普通的打工人，很清楚就算酒吧赚的再多，跟负责打扫卫生的员工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多拿不到哪怕1分钱。香槟只是喷在身上就感觉黏糊糊的不舒服，地上那些肯定更不好收拾。既然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又确实增加了对方的工作负担，张哲也不介意做一些惠而不费的事情，同时也能借此试验一下返利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之前无论是发红包还是酒吧内的消费，都是和差不多同龄的女人身上进行的，而保洁阿姨的年纪肯定不小，如果这笔钱也能返利的话，那自己可操作的地方就更多了。最后不管结果如何，张哲也都无所谓，毕竟只是随性而为的一件小事。但跟在张哲身后的丽娜和安安看到这一幕后，忍不住相互对视了一眼。原本在两人心里，张哲就是他们印象中那种富二代的形象，一掷千金，随手就送出几万块的礼物，仿佛钱在他眼里根本不是钱，而是数字一样。同时还有一些花心，先是跟丽娜那么亲密，
最后却表示要带走安安。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张哲的颜值特别高。可现在看到张哲特地询问谁负责保洁，还给对方小费之后，两人忽然发现他们还远远不够了解张哲，自己所看到的似乎只是张哲的冰山一角而已。哥哥好暖啊，我刚才光顾着开心了，都没想到咱们把酒洒的到处都是。丽娜忍不住小声说道。听到丽娜夸奖张哲，安安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感觉就像爱情剧里的男主一样，体贴又细心。对，我也是这种感觉。丽娜看着张哲的背影，眼中闪烁着光芒。刚出酒吧，张哲便看到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正停在酒吧门口不远处的路边上。一位40岁左右，身穿一袭笔挺的燕尾服，手上戴着白手套，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正笔直地站在车边，注视着酒吧门口的方向。看到张哲从酒吧出来，男人立刻迎了上来，在张哲面前躬身做了个绅士礼后，问候道：“张先生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刘耀文，车已经为您备好了。”好，张哲点点头，转头对丽娜问道：“你住哪？要不要顺道送你一程？”刚才安安就已经跟他说了，自己晚上要跟张哲走，让丽娜晚上一个人睡。丽娜虽然羡慕，但也为闺蜜感到高兴，感叹对方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第一次来酒吧就遇到了张哲这么优秀的大腿，简直做梦都不敢想。所以她也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打算出了门就自己打车回酒店，省得耽误两人在旁边当电灯泡。现在听到张哲的询问，丽娜本想拒绝，可却怎么都说不出口。这可是劳斯莱斯啊，还有私人管家过来迎接，这种场景她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要是能坐进车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犹豫了片刻后，丽娜还是有些舍不得自己离开，回道：“那就麻烦哥哥了，把我放在前面的如家就好。”行，上车吧。张哲点点头，直接朝车后座走去。刘耀文提前来到车边，帮张哲打开了后座的车门，并抬手挡在车门上方，以防碰到头。这辆车是加长版，后座空间非常宽敞，三人坐在后座也丝毫感觉不到拥挤。等三人在后座坐好后，刘耀文才轻轻关上车门，快速坐到了副驾驶。跟丽娜确定了一下位置后，劳斯莱斯缓缓启动。酒吧门口聚集着不少年轻男女，有的是刚散场正在打车，有的是刚过来等人一起进去。看到张哲左拥右抱，带两个妹子坐上劳斯莱斯离开，不禁感叹道：“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直接带走两个妹子，简直羡慕死了。那俩妹子都好极品，跟那些女团比都不差，气质一个火辣一个文静，两个一起简直了。妈的，我要能一次带两个这样的妹子走，少活2年我也愿意。那你得先有劳斯莱斯，要有人开劳斯莱斯接我，我也愿意跟着走。”几分钟后，劳斯莱斯停在了一家如家快捷酒店门口。丽娜下车后看向车内两人，先是对张哲说道：“谢谢哥哥送我回来。”“没事。”张哲笑了笑回道。“安安，那我就先上去了，明天联系。”丽娜朝安安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好。”安安脸上通红，哪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在闺蜜的眼皮子底下跟着一个男人走，晚上还要想想还是非常羞耻的。没有过多客套，张哲挥手示意了一下，车辆再次发动。丽娜并没有直接走进酒店，而是站在原地看着车辆渐渐远去，眼中带着莫名的情绪。直到劳斯莱斯驶入拐角，再也看不到踪影后，丽娜才微微叹了口气，转身走进了如家。今天晚上这个场，张哲第一个奖励的就是他，而且直接帮他清空了购物车。当时丽娜除了激动和开心之外，也能感觉到张哲对自己有兴趣，还以为今晚肯定是带走自己，没想到最后带走的却是安安。哪怕她和安安是很好的闺蜜，但也忍不住有些嫉妒，可惜再嫉妒也改变不了什么。刚才两人还在的时候，她还能保持比较淡定的情绪，可现在张哲带着安安离开后，丽娜心里忽然滋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如果哥哥也能带走自己就好了。第14章，总统套房，有钱人的生活。丽娜下车后，后座只剩下了张哲和安安两人。张哲很自然地搂住了安安的肩膀，安安的身体瞬间绷紧，但很快便放松下来，把头埋进了张哲的胸口，感受着张哲身上的体温和衬衣上残存的淡淡果香，安安的眼神逐渐有些迷离。乘坐着最顶级的豪车，躺在喜欢的人的怀里，想到刚才自己上车时周围那些人羡慕的目光，安安终于正视了自己的内心。原来这就是我想要的，而这一切都是身边的这个男人给的。安安情不自禁地在张哲的胸口蹭了蹭，如同一只粘人的小猫咪。张哲笑了笑，轻轻揉了揉她的头发。其实最开始张哲确实打算晚上带走丽娜，这妹妹虽然有点绿茶，但自己又不是找结婚对象，绿茶并不会扣分，反倒是加分项，知道讨哥哥欢心，还有分寸感，相处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另外丽娜跳舞的样子实在是有些诱人，比起那些女团也丝毫不差。只在酒吧观看，张哲感觉并不是很过瘾，
这种舞蹈还是只有2个人的时候欣赏最好，也能体验下更进阶的版本。不过在真心话大冒险游戏后，摸清楚他们的底子后，张哲便转移了目标。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安安，吸引力无疑要更大一些。2个妹子是好闺蜜，但相比之下，安安的胆子要小得多，没有丽娜那么放得开。今晚想2个一起带走，肯定是不现实的。如果带丽娜走，那么全场受到冷落的安安肯定会受到不小的打击，后面再下手就有点麻烦了。而且以她的性格，大概率是做不出勾引闺蜜男朋友的事情。但如果带安安走，以丽娜的性格，以后有机会的话，肯定愿意加入进来，甚至不需要张哲主动，丽娜自己就会贴上来。毕竟好闺蜜就要一起分享嘛。10分钟后，劳斯莱斯停在了宝格丽酒店门口，车辆刚刚停稳，刘管家便快速下车来到后座，帮2人打开了车门。张哲拉着安安的手，迈步走进酒店大厅，4位身穿修身旗袍的女人齐声问候道：“欢迎先生回家。”4位迎宾中有2人空着手，另外2人则双手托着一个木质托盘。刘管家招了招手，其中1人端着木质托盘走了过来，上面摆放着2杯冒着隐隐热气的茶水。“先生，这是我们特地为您2位准备的迎宾茶。”刘管家介绍道，其中添加了葛根之类的药材，对醒酒有着很好的作用。张哲暗暗点头，不愧是最顶级的总统套房，这服务就是到位。欢迎仪式肯定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刘管家应该是看自己从酒吧出来，肯定喝了酒，所以特地安排人准备的醒酒茶。有心了，张哲回了一句，随后端起一杯茶喝了一口，温度不冷不烫刚刚好，药材的味道很淡，回味有些甘甜。一杯茶水下肚，胃里果然舒服了很多。安安连快捷酒店都很少住，更是第一次来这种星级酒店。看着酒店富丽堂皇的大厅，还有那么多人围绕在身边服务，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迷迷糊糊的喝完茶，连什么味道都没喝出来。等2人喝完茶，另一位手持托盘的迎宾走过来，托盘上是冒着热气的白毛巾，剩下2人分别拿起一条热毛巾，准备给张哲和安安擦手。现在已经12点多了，张哲也懒得折腾这些仪式，直接说道：“不用麻烦了，直接给我办理入住吧。”“好的，您2位请跟我来。”刘管家立刻应道，伸手给2人指引了方向，并没有在前方带路，而是和张哲保持了身位一致。总统套房的客户自然不需要在前台站着办理入住，而是有专人来到房间内帮忙办理，通过专属电梯直达顶层的总统套房。张哲先是付了98888的尾款，随后简单的签了个字后，手续便办理完成了。“先生，要为您准备一些夜宵吗？”刘管家询问道。张哲倒是不饿，但想到安安之前吐酒了，便朝他问道：“饿了吧？想吃点什么？”“啊！”正在发呆的安安猛地回过神来，连忙回道：“我吃什么都行，还是哥哥你决定吧。”“刘管家你看着来吧，简单弄点就行。”张哲说道。“好的，先生。”刘管家应了一声，拿着平板快速操作了几下，随后对张哲问道：“先生，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房间内的布局和设施吗？”“行，麻烦了。”“您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刘管家微微欠身，随后开始给2人介绍：“先生，您的这套房间是我们宝格丽酒店最高规格的套房，使用面积高达397平米，房间内配备了健身房、衣帽间、SPA 室、会客厅和配备了私人影院的休闲区。房间内的配置非常齐全，可以说基本满足了所有居住方面的需求。”刘管家只是简单带着2人看了一圈，就花了大概10分钟左右。参观完房间后，张哲心中也是有些咂舌。和酒吧相比，酒店的总统套房有着更大的冲击。毕竟酒吧钱多钱少都能去玩，张哲以前就见识过不少次，但总统套房这还是第一次。入眼所及，皆是极致的奢华。此刻张哲站在客厅，面前是瀑布式的落地窗，放眼望去，有种把整个外滩都踩在脚下的感觉。自从来魔都上大学到现在也快4年了，前段时间入职宏达证券之后，工作地点就在外滩这边，但直到今天，张哲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外滩的夜景有多美。不仅仅是因为站得高看得远，更是因为今天一晚上就刷了几千万，让张哲有了充足的底气，能够静下心来仔细欣赏眼前的景色。参观完房间后，张哲只是有些感慨，而安安则是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震撼。下午和丽娜一起订的快捷酒店和眼前的总统套房一对比，简直不像是在同一个世界。安安不禁想到自己的家，父母辛苦工作多年，直到前几年才终于买了第一套房子，一套110平的3居室，去掉公摊后只有90来平。而现在张哲住的酒店使用面积就高达397平，面积足足是自己家的4倍还多。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哪怕是住的酒店都是这么多姿多彩。看着房间内奢华的装修，安安只感觉双腿发软，如果不是张哲搂着她，恐怕要跌坐在地上。介绍完房间后，刘管家询问道：“先生，我看您今晚喝酒了，还需要安排保姆过来给您准备洗澡水吗？”
一晚上收费过10万的总统套房，不仅仅只配备了一个私人管家，而是一个小型管家团队。除了刘管家之外，还有专门的司机、保姆等工作人员，就连放洗澡水这种事也不需要自己动手。不过喝过酒之后，并不是很适合泡澡，刘管家也是特地询问一下，让人准备吧。张哲毫不犹豫地回道：“如果只是自己住，肯定是随便冲一下就行，但今晚可是有安安在。”刚才参观房间的时候，张哲注意到主卧中配备了独立浴室，其中的浴缸是由一整块巴基斯坦绿色缟玛瑙打造而成，不但奢华，还非常宽敞，同时还有按摩、波浪潮汐等功能。第一次见这种高级货，怎么也得体验一下吧。好的，先生。刘管家拿起平板点了2下，随后将屏幕展示给张哲，询问道：“不知道您喜欢什么风格的浴汤？”浴汤？张哲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朝平板上看去，只见上面有花瓣浴、红酒浴、牛奶浴、中药浴等10几种选择。没想到一个洗澡水而已，竟然还有这么多花样。张哲对这个倒没什么感觉，转头对安安说道：“安安，你选一个吧。”我？安安看向屏幕，犹豫了好一会后才说道：“那就牛奶浴吧。”好的，女士，我现在就让人为您准备。刘管家躬身回道。第15章牛奶浴。安安选完洗澡水后，张哲忽然说道：“安安，去餐厅看一下，夜宵有没有送过来？我有点饿了。”哦，好的，哥哥。安安乖巧的点点头，起身朝餐厅走去。刘管家就在旁边，如果夜宵送过来了，他肯定会通知。张哲这么说，其实就是想支走安安。见他走远了，张哲朝刘管家招了招手，刘管家立刻反应过来，弯腰侧耳对着张哲：“刘管家，现在能弄到生日蛋糕吗？”张哲小声问道。张哲忽然想起来，之前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丽娜曾经说过今天是安安的生日，所以才带她去酒吧玩。之前在酒吧里，张哲给其他3个妹子都送了礼物，唯独安安什么都没有，却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回来。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但既然选择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自己了，那自己也应该给出一定的回应。而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礼物比生日蛋糕更合适了。生日蛋糕？刘管家思索了片刻，压低了声音回道：“先生，现在这个时间肯定没有现成的，不过我们酒店有糕点师，如果您需要的话，我立刻让他们开始做。可以做就行，做个小点的，味道什么的也无所谓，最好能快一点，越快越好。”张哲叮嘱道。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去安排。行，麻烦了。您太客气了，作为我们酒店最尊贵的客户，您的任何需求我们都会竭尽所能的完成，这只是我分内的事。刘管家含笑回道。这一刻，张哲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都愿意花大价钱住总统套房。房间内的奢华配置就不说了，光是这样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就让人愿意花钱买单。刘管家刚离开去安排生日蛋糕的事，安安便跑过来说道：“哥哥，夜宵送过来了。”知道了。张哲起身拉着他的手来到餐厅，餐桌上已经摆放了许多食物，2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还有一些精致的小吃和点心，算不上多丰盛，但作为夜宵也足够了。看起来还不错嘛。这馄饨汤好鲜，还是虾仁馅的呢，哥哥你快尝尝。好，你多吃点。张哲这会也有点饿了，坐下直接开吃，毕竟一会还要出力呢，饿着肚子可不行。尝了口馄饨，汤底应该是鸡汤，味道非常鲜香。喝过酒，吃上这么一碗馄饨，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觉浑身都暖洋洋的。两人正吃着，门铃响了2下，随后客厅的配套发声装置中响起了刘管家的声音：“张先生，我进来了。”几秒钟后，套房的房门被推开，刘管家率先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2名男性员工。两人分别从身后的推车上提起2个白色塑料桶，轻手轻脚地朝主卧走去。他们手里提的什么？张哲好奇地问道。先生，桶里是牛奶浴所用到的牛奶。刘管家解释道。您放心，这些牛奶都是新鲜的，并且经过高温杀菌处理。我们酒店餐厅用的就是这种牛奶。您选择的牛奶浴汤，牛奶和水的比例为1:1，这样既不会太过粘稠，又能保证有充足的营养物质来滋润您的皮肤。听到刘管家的话，安安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那一桶桶的竟然是牛奶。牛奶浴是他选的，因为他平时就很喜欢喝牛奶。但之前他还以为最多是在浴缸里稍微放一点临期或过期的牛奶，或者干脆放那种牛奶味的浴球。怎么也没想到，竟然真的是用牛奶泡澡，而且还是可以正常喝的鲜牛奶。原来牛奶浴真的就是牛奶浴。主卧内的浴缸很大，就算按照1:1的比例，至少也得放几百斤吧。因为生活费不多，安安一般只有早上喝1袋200毫升的牛奶，有时候馋了晚上再加1袋。可就算天天喝，1年下来最多也就110斤。现在却要用这么多桶大几百斤的牛奶来泡澡，安安忽然有种自己之前10几年白活了的感觉。张哲也稍微有些意外，
不愧是以奢华而著名的宝格丽酒店，就连洗澡水都这么奢侈。但想到在这住一晚要10万多，张哲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点牛奶才值多少钱？这时，张哲忽然想到一个梗，忍不住笑道：“怪不得杜兰特要喝斯嘉丽的洗澡水，原来是这样。杜兰特喝洗澡水？”安安眼中闪过一丝迷茫，没听懂张哲说的是什么意思。刘管家倒是听懂了，有些忍俊不禁，轻笑一声后立刻调整好表情，在张哲耳边小声说道：“先生，蛋糕已经做好了，我给您放在了门口的置物架下面了，蜡烛之类的也准备了。”张哲点点头没说话，给了刘管家一个赞赏的眼神。没想到效率竟然这么快，估计也就20分钟就现做了一个生日蛋糕过来。几分钟后，洗澡水被弄好了，刘管家过来说道：“先生，时间也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二位休息了。客厅和您的卧室里都有服务铃，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召唤我。”“好，麻烦刘管家了。”“您客气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刘管家含笑回了一句，朝两人微微躬身做了个绅士礼，随后轻手轻脚地退出了房间。偌大的房间内终于只剩下了张哲和安安两人。安安长长呼出了一口气，环视四周感慨道：“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一样。”张哲也有些类似的感觉，获得系统才1晚上的时间，不但刷了几千万的资金，还见识到了曾经想也想不到的东西。喜欢吗？哪个女孩会不喜欢呢？安安点点头，满脸认真的说道：“豪车迎接，私人管家，这么奢华的房间，就连洗澡都是用成桶成桶的鲜牛奶，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有一天能过上这种生活。喜欢就好。”张哲许诺道：“只要你乖乖的，以后这样的日子不会少。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安安低着头小声说道：“我吃好了，先去收拾一下。”张哲起身说道：“好的哥哥，我也快吃好了。”“没事，不急。”张哲走到门口，很快便找到了藏在置物架下面的生日蛋糕，大概4寸左右，外观比较简洁，没有多余的裱花和造型，但看着还不错，有点极简风的感觉。旁边的袋子里装着蜡烛和电光花，张哲打开翻找了一下，分别拿出1和9两个数字插在了蛋糕上。准备好一切后，张哲直接通过门口的总开关关掉了房间内的灯光，偌大的套房内瞬间陷入一片黑暗。呀！正在喝馄饨汤的安安被吓了一跳，连忙喊道：“哥哥，是不是停电了呀？”套房内安静无比，没有听到张哲的回应。安安有些害怕，忍不住摸出手机，想要打开闪光灯看一下。就在这时，不远处忽然亮起一抹绚烂的光芒，安安连忙抬头看去，只见张哲手里拿着一个生日蛋糕向他走来。这一幕完全出乎了安安的意料，他下意识地捂住嘴巴，不敢置信地看着张哲：“小安安，生日快乐哦！”张哲把蛋糕放在桌上，揉了揉安安的头发，说道：“虽然已经1点了，但没睡之前应该都不算迟吧？”安安没有说话，直接扑到张哲的怀里，双臂紧紧地抱着张哲，大声哭了出来。今天他和丽娜一起出来玩，就是因为过生日，但今天安安并没有吃蛋糕。丽娜有表示要给他买，但被安安拒绝了，不是不想吃，而是有点舍不得。魔都的消费很高，什么东西都贵，买一个小点的生日蛋糕至少也得100-200块，有这钱都够他们俩吃顿不错的晚饭了。本以为生日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都这么晚了，张哲竟然还给他准备了生日蛋糕。这个惊喜让安安一时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生日蛋糕弥补了他因为没钱而舍弃的仪式感，更因为在只是酒局中丽娜随口的一句话就被张哲记在了心里，让安安强烈的感受到了来自张哲的在乎和宠爱。泡妞不能只用钱砸，毕竟女人都是感性的，一辈子都喜欢情调和浪漫，尤其是安安这个年纪的女孩，在恰当的时机准备一些小惊喜、小浪漫，就能让他们感动得无以复加。当然了，前提是对方也要对你有好感才行。看着在自己怀里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安，张哲在桌上抽出一张纸巾给她擦了擦脸，好笑道：“别哭了，过生日应该开心才对。”安安闻声抬起头，眼睛里还带着泪花，忽然踮起脚尖，主动献上了自己的吻。张哲伸手搂着她的腰，防止安安跌倒，品尝着这丫头的热情。不能说技巧生涩，只能说完全不会，只知道一个劲的撅嘴往前凑。张哲虽然没什么体验，但正是这样才有意思，不是吗？以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教导他。第16章，哥哥，我好爱你。因为太过用力，没坚持多久，安安便感觉自己的脖子有些发酸，有些不舍地松开了张哲的脖子。也不知是因为缺氧还是羞涩的缘故，安安的脸上满是红晕，就连小巧的耳垂都变成粉红色，看上去晶莹剔透，犹如粉色的果冻一般。张哲忍不住低下头，在他的耳垂上亲了一下。安安身体猛地一颤，下意识地抱紧了张哲的腰，呢喃道：“哥哥，我好爱你啊。”最开始的时候，安安或许是因为张哲惊艳的颜值、震撼的超能力，亦或者是因为其他3女都得到了奖励，她心里不平衡，也想要拥有，所以才选择跟张哲回来。
但此时此刻，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他感觉自己已经彻彻底底的爱上了张哲。安安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爱情的滋味竟然这么甜蜜。我也爱你，小安安。张哲毫不吝啬的说着情话。抱了一会后，张哲开口提醒道：“好了，赶快吹蜡烛吧，不然都要烧完了。”对哦。安安终于反应过来，依依不舍地从张哲的怀抱里出来，看向桌上的生日蛋糕。只见原本插在蛋糕上的2根数字蜡烛，只剩下了数字1还在燃烧，数字9因为造型的问题，最上方的部分点完之后，烛芯没了支撑，已经掉在了蛋糕上。祝你19岁生日快乐，快许个愿吧。谢谢哥哥。安安再次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随后解释道：“不过不是19岁生日哦，是18岁。”啊？张哲有些意外，问道：“你今天刚满18岁？”对啊。安安点点头，解释道：“我上学比较早，小时候我爸妈都要工作，没时间照顾我，早早就把我送进了幼儿园。”张哲瞬间了然，原来今天是他的成人礼，怪不得从没去过酒吧的安安，今天特地跟丽娜一起去见世面，刚才又那么感动。原来是这样，那就祝我的小安安18岁生日快乐，从今天开始就是个大人了。张哲笑着说道。嘿嘿。安安傻笑了一下，然后提议道：“哥哥，我们一起吹蜡烛好吗？”好，我说1、2、3，我们一起吹。1、2、3，两人一起把蜡烛吹灭。张哲重新打开了房间里的灯，安安则是给张哲切起了蛋糕。蛋糕的味道一般，蛋糕胚稍微有些硬，奶油倒是不错，毕竟是20分钟赶制出来的，也不能要求太高，有那个意思就行了。两人之前就吃了夜宵，蛋糕只是简单尝了2口便放下了。张哲看了下时间，这会儿已经凌晨1点了，伸了个懒腰说道：“走吧，泡个澡睡觉，有点困了都。”听到张哲的话，安安下意识地低下了头，耳垂再次变成粉红色，小声地应道：“看着小安安诱人的模样，张哲不再犹豫，直接懒腰抱起了她。第2日，张哲刚一睡醒，就感受到怀里软乎乎滑嫩嫩的，睁开眼便看到安安正用手臂撑着头，满眼爱意地看着自己。哥哥早安。见张哲睡醒了，安安甜甜地问候道，随后靠在了张哲的胸口上。之前他怕弄醒张哲，一直用手撑着头，这会脖子和手臂都有些酸了。早安。张哲揉着安安的头发问道：“你什么时候醒的？怎么不叫我？”我也刚醒没多久，我看你睡得那么香，想让你多睡一会儿。真乖。张哲活动着手掌，看向卧室内的时钟，已经11点半了。昨天凌晨3点多才睡，又喝了不少酒，结果一觉睡到现在。哥哥你坏，刚睡醒就欺负人。安安忽然红着脸说道。哈哈哈，谁让你这么可爱呢？张哲忍不住笑道。安安没有说话，撒娇一样的用额头在张哲胸口乱蹭。好好，不闹了。张哲哄了他一句，问道：“不饿，有一点点啊。那你想吃什么？我让人送上来。”张哲问道。安安思考了一下，回道：“哥哥，我想吃蟹黄包。”蟹黄包？大早上吃这么腻？张哲随口回了一句。可是人家就是想吃蟹黄包嘛。安安撒娇道。我来魔都上学前就听人家说蟹黄包很好吃，到现在还没尝过呢。魔都的蟹黄包很出名，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但价格都比较贵，便宜点的也要几10块一个，甚至还有1、200甚至更贵的。安安1个月生活费才1200，哪里舍得吃这种东西？张哲捏了捏小安安，宠溺道：“好好，给你买就是了。”嘿嘿，哥哥最好了。安安开心道，在张哲脸上亲了一下。你这个小馋猫。张哲笑了笑，起身说道：“你再躺会吧，一会饭送来了再起来。”好。张哲披上睡袍走出次卧，来到客厅按下了服务铃。套房主卧的床很大，宽就有2米多，但昨晚两人却是在次卧休息的。至于原因吗？安安的名字叫安淼，张哲的评价是这名字真没起错。在终于18岁的这一天，安安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成人礼，并且正式转职成水系魔法师，激活了自己的魔法天赋。按下服务铃不到1分钟，门铃声便响起，刘管家推门进来，对张哲躬身问候道：“上午好，先生，不知道您昨晚休息的怎么样？”“上午好，休息的还不错，睡得很香。”张哲笑着回应一句，然后吩咐道：“刘管家，让人打扫下主卧，把衣服都干洗一下，顺便给我一份菜单。主卧的被单上被不小心画了几张地图，肯定要收拾一下的，说不定还要赔点钱。”对此张哲倒是无所谓，反正是花在安安身上的，花的越多返利就越多。好的先生，请您稍等片刻。刘管家转身去安排，不多时便拿着一份菜单过来。昨晚付了房款之后，因为单次消费超过10万，张哲直接被邀请成为宝格丽酒店最高级别的大使级会员。大使级会员的福利有很多，比如免费机场接送，每年赠送数晚的商务套房，
入住期间免费使用行政酒廊等等。其中的行政酒廊是类似于机场贵宾室的地方，专门为顶级客户服务。相比较酒店餐厅和大厅，行政走廊要更安静和舒适，同时全时段免费提供饮品和吃食。但现在的张哲对免费的东西已经提不起什么兴趣了。宝格丽酒店有着自己的餐厅，并且被评为米其林2星，是魔都无数白领心目中的完美打卡地，每天都要排队。而总统套房的客户拥有随时插队的特权，并且可以让餐厅的主厨亲自过来服务。张哲翻开菜单看了看，菜品的种类很多，但大多以西方菜式为主。想了一下，张哲直接点了2份主厨套餐，价格倒也不贵，每人只要6888。点完菜之后，张哲嘱咐道：“再弄点蟹黄包，不要冻制品，最好是现做的。”“好的，先生，我现在就去安排。”刘管家躬声应道。第17章，童话故事中的白马王子。安排完事情之后，张哲走进洗浴间洗漱，同时换出系统面板看了下。昨晚在酒吧花了20多万，开总统套又花了10万多，零零碎碎小40万下去了。最初刷的50多万已经所剩无几，先提现一波再说。系统面板中可金额已经累积到了3733万。张哲在心中默念一声提现，手机立刻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到账短信。魔都银行，尊敬的客户您好，您尾号0543的借记卡入账3733万2200元，余额3750万3241元，3000多万到账。一大早就入账这么多钱，张哲的心情也非常不错，忍不住哼起了小曲。收拾好来到客厅，刘管家刚好回来，身后还跟着几名身穿厨师服的人。刘管家给张哲分别介绍了一下几人，其中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是餐厅主厨安东尼，负责给张哲烹制主厨套餐。同样的主厨套餐，一般人需要预约排队很久，而在张哲这里却是随时随地上门服务。另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中年男人是酒店的蔬菜大厨，负责给张哲烹制蟹黄包。剩下3个比较年轻的则是他们的帮厨。套房内有独立的厨房，几人跟张哲问候之后便进去开始忙活了。张哲闲着没事，躺在客厅落地窗旁的躺椅上，懒洋洋地晒起了太阳。大概20分钟后，刘管家过来通知道：“先生，可以开始用餐了，您现在过去还是？”张哲伸了个懒腰问道：“这么快？”“是的，主厨套餐内的菜品比较多，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一部分，边做边吃，能够让您体验到最好的味道。”刘管家解释道。“好，我知道了，先准备着吧，我一会过去。”张哲点点头，起身朝次卧走去。推开门一看，安安竟然又睡着了，估计是昨晚没睡好。安安整个人侧趴在床上，小嘴微微张开，一丝口水流到了嘴角，也不知道是梦见什么了。张哲坐到床上，在他的挺翘上拍了一下：“起床了。”“安安迷迷糊糊翻了个身，撒娇道：“好困啊，娜娜，让我再睡会吧。”“娜娜，应该说的是丽娜吧？这丫头估计睡迷糊了，以为自己还在宿舍呢。”张哲没出声，再次推了推他。英宁。安安发出一声轻吟，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看了张哲一眼后再次闭上。几秒后，安安猛地睁开眼，坐起身开始环顾四周，好一会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张哲的眼神后，安安连忙低下头看了一眼，发现蚕丝被不知什么时候从身上滑落，呀了一声，直接把头埋进了被子里。过了一会后，安安把头探出被子，脸红道：“哥哥，你帮我拿下衣服。”“衣服我让人拿去干洗了。”张哲笑了笑，从衣柜里拿出一件睡袍递过去，说道：“你先穿睡袍吧，洗漱一下，准备出来吃饭，回头我让人送几件新衣服过来。”“好。”安安应了一声，随后祈求道：“哥哥你先去好不好？我一会就出来。”小姑娘就是这样，哪怕已经把自己交给了张哲，但还是有些害羞的。张哲也没强求，回道：“行吧，我在外面等你。”来到客厅，张哲对刘管家说道：“刘管家，安排个人去给我们买几件衣服过来。”“好的，先生。”刘管家回应道：“我们酒店内就有一些成衣出售，不过都是比较普通的款式，稍后我会让人来给您和安女士测量尺码。如果您品牌有要求的话，附近就有多家商场，我们跟其中很多奢侈品牌都有合作，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联系对方上门为您服务。”张哲本想着随便买2身衣服就行，毕竟昨天穿的衣服刚拿去干洗，但既然能让大牌提供上门服务，那就没必要买普通的衣服了。张哲询问道：“都有哪些品牌？我们合作比较多的有。”刘管家大概介绍了一遍后，张哲决定道：“就香奈儿和 LV 吧。有钱了，该享受就要享受，这些奢侈品牌或许没什么性价比，但相比较便宜的衣服肯定要更舒服一些。”“好的，先生，这2家在我们酒店都有期刊，我给您拿来看看。”刘管家应道：“不用了，直接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多带点衣服过来就行，以适合日常穿的风格为主。”张哲直接回道：“
好的，先生，我会叮嘱对方的。这时，次卧的房门再次被打开，安安穿着宽松的睡袍走了出来。她走得很慢，眉头微微皱起，似乎有些不舒服。还很疼？张哲把她抱到了腿上，问道。安安睁着一双大眼睛，可怜兮兮地说道，感觉身体像是被撕裂了一样，动一下就很疼。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语气温柔地安抚道，那一会儿吃了饭你再睡会，不行就让丽娜帮你请个假，晚上也别回去了，继续住一晚休息一下。感受到张哲的关心，安安心中一暖，甜甜地回道，没事的哥哥，今天已经周一了，我们晚上要查寝的，我晚上还是回去睡吧，别浪费钱了。安安刚上大一，确实不适合连着在外过夜，而且他现在的情况至少也要休息2-3天。那行，先吃饭吧，晚点我送你回学校。张哲回道。安安乖乖的点点头，随后看向张哲，小心翼翼的问道。哥哥，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了吗？当然了。张哲毫不犹豫的回道。小白兔都已经把最珍贵的东西交给自己了，也应该给他一定的承诺。反正自己也确实没有女朋友，安安算是自己的女朋友之一。听到张哲的回答，安安终于放下了心，脸上绽放起甜美的笑容，主动送上了热吻。张哲的颜值很高，本就完美的戳中了安安的审美，而且还很有钱，人也非常温柔。尤其是把最珍贵的东西交出去后，张哲的身影已经彻底在安安的心中扎根发芽。此刻他满心都是张哲，恨不得每分每秒都和张哲黏在一起。可惜就在这时，安安的肚子忽然咕噜咕噜的响了几声，打破了原本暧昧的气氛。先去吃饭吧。张哲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说道，我要了大餐，你多吃点补补身子。好，谢谢哥哥。安安有些恋恋不舍的松开胳膊，再次亲了张哲一下后，才从张哲身上起身。刚一挪开腿，安安就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张哲见状问道，要不我抱你过去？没事的哥哥，只要不抬腿就不太疼，我适应就好了。那好吧。张哲也没多说，搂着安安慢慢朝餐厅走去。此时餐桌上已经摆放了不少菜品，造型相当精致。和昨晚相比，这一顿要正式许多，餐桌旁更是站着2位身穿职业装的女侍者。见张哲和安安过来，女侍者连忙帮忙拉开椅子，随后站在一旁服侍2人用餐。张哲和安安都没吃过正式的法餐，但每上一道菜，女侍者都会轻声介绍菜品和吃法，很好的避免了出现尴尬的事情。张哲对吃的倒不是特别讲究，只要好吃，能吃饱就行，其他方面不是很在意。但对于安安这种女孩来说，在奢华的房间内享用一道道精致的法餐，还有专人在旁边服侍，这顿饭的仪式感简直拉满。安安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吃了好一会，安安才忽然反应过来，问道，哥哥，一会还有蟹黄包吗？哈哈，你这个小馋猫，蟹黄包还没做好呢。张哲笑着道，随后看向站在不远处的刘管家。刘管家立刻上前解释道，是这样的，安女士，张先生特地嘱咐要为您准备现做的蟹黄包，这回螃蟹刚刚蒸好，还在制作当中，大概15分钟后能出笼。现做的？安安有些惊讶道，现在这个月份的螃蟹就有蟹黄了吗？在他印象里，街上卖的蟹黄包基本都是冷冻制品，而且螃蟹也只有中秋左右才最肥美，有金九银十的说法。现在阴历才2月份，离吃螃蟹的时间早着呢。面对安安的疑惑，刘管家含笑着解释道，这个时节国内的螃蟹是没有的，但只要这个世界上有的东西，只要是您需要，我们都会竭诚完成您的诉求。国外的螃蟹吗？安安忍不住看向张哲，自己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想要吃蟹黄包，张哲就让人大费周章的弄来螃蟹，现场给他制作。这个在自己成人里这天忽然出现的男人，简直就像是童话故事中的白马王子一样完美，更是把自己宠得像个公主一样。如果不是刘管家和女侍者就在旁边，他恨不得立刻扑进张哲的怀里，把自己所有的热情都交给他。第18章，啊，哥哥，一定不要把我丢掉。10几分钟后，2人都吃得差不多了，蟹黄包终于做好被送了上来。尝尝吧，小心烫。张哲说道。看着面前被盛放在精致餐碟中的蟹黄包，安安小心翼翼地用筷子挑破了外皮，随后拿着汤匙在破洞处轻轻一压，瞬间一股包子里的汤汁流到了勺子里。拿着勺子轻轻吹了几口后，安安才放到嘴边品尝。汤汁刚一入口，便感觉到一股浓郁的蟹黄香味，好香，好鲜。小馋猫安安忍不住眯起了眼，随后连忙朝张哲说道，哥哥你也快尝尝。好。张哲也尝了一下，和自己以前吃过的冻制品相比，味道确实好了太多。而且据旁边的女侍者介绍，里面的蟹黄来自野生海蟹，跟河蟹的蟹黄相比，口感要煞一些，不会那么容易腻。之前就已经吃了不少东西，又是2个蟹黄包下肚后，张哲感觉有点饱了。虽然还有些意犹未尽，但张哲也没有继续吃，吃太撑对肠胃不好。反正以自己现在的经济实力，
什么时候想吃了，随时都能来。吃完饭，两人先是让人给量了身材尺码，随后张哲客厅的沙发上晒太阳，安安则是依偎在张哲的怀里，手指在他的胸口上点啊点啊，调皮的不行。大概半个小时后，刘管家过来说道：“先生 ，LV 和香奈儿的店员已经到了，现在让他们进来吗？”“这么快就到了？行，让他们进来吧。”张哲回道。得到应允后，刘管家转身过去接待，安安则是惊讶地问道：“哥哥，你刚才说的让人送衣服过来，该不会说的是 LV 和香奈儿吧？”“对啊，怎么了？”张哲故意问道。安安下意识地摇摇头，忍不住说道：“可是这两个牌子都很贵的。以前他和丽娜一起去商场逛街的时候，就经常经过香奈儿的门店，但他们根本不敢进去，兜里没钱，心里就没有底气。再加上他们年纪小，生怕进去之后会被销售冷落，甚至是嘲讽。在他的心里，这些奢侈品牌一直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之前他还以为张哲只是让人送来一些普通的衣服，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这两家奢侈品牌上门服务，这完全打破了他以往的认知。价格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张哲捏了捏安安的脸蛋，玩笑道：“你的任务就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然说不准哪天我就被别的女孩给勾搭走了。”“不行！”安安瞬间就有些急了，眼眶立刻变得湿润起来，用有些哀求的语气说道：“哥哥，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你一定不要把我丢掉好不好？”张哲没想到自己随口开个玩笑，安安的反应竟然这么大，估计是因为现在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过梦幻，让安安的心里难以产生安全感。看着他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好像一直在讨好主人的小猫咪一样，张哲忍不住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安抚道：“逗你的，赶快收收眼泪，马上送衣服的人都过来了，到时候看你哭鼻子，肯定笑话你。人家才没有哭呢。”安安破涕为笑，连忙拿起纸巾在脸上擦拭起来，擦完还有些不放心，起身说道：“哥哥，我先去洗个脸。”“哈哈，去吧去吧。”张哲笑道。安安前脚刚走，后脚刘管家就带着4位身穿职业装的女人走了进来。4人来到沙发前，对张哲鞠躬问候道：“您好，张先生，我们是 LV 香奈儿的某某店的销售人员，辛苦了，麻烦你们跑一趟。”张哲随口客气了一句：“不辛苦，为您服务是我们的荣幸。”LV 和香奈儿都派了2名店员过来，大包小包的带了不少包装袋，其中香奈儿的2位店员更是各自拉着一个行李箱。介绍过后， LV 的店员率先跟刘管家沟通，让人拿来了一个衣架，随后将他们带来的衣服展示给张哲看。 LV 带来的都是男装，其中一个销售分别拿起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说道：“张先生，您的身材非常标准，这套衣服是我根据您的身材和年纪特地搭配的。上身是我们 LV 今年春夏季新款星空牛仔衬衫，搭配经典款黑色休闲长裤，整体搭配低调精致，您感觉怎么样？”这销售的衣品确实可以，搭配的这套衣服确实很不错，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来的时候很小心，衬衣上没有丝毫的褶皱。张哲起身说道：“看着还不错，我先试试吧。”“我帮您吧，这件衬衣的纽扣稍微有点紧。”女销售忽然说道。张先生穿着浴袍，里面估计都没穿衣服，换衣服肯定要进房间里的。“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张哲拒绝道。女销售暗道一声可惜，依依不舍地把衬衣递到张哲手里。如果是一般的顾客，他最多等对方换好衣服后帮忙整理一下，根本不可能提出帮忙试衣服。毕竟作为顶级 LV 的金牌销售，他见过的有钱人也不少，眼光也比一般人要高很多，有点小钱的他都不一定能看上。但看到张哲这样年纪轻轻就住11万1晚的总统套房，年少多金颜值又高的男人，他瞬间就心动了。别说是帮张哲换衣服了，就算是换衣服给张哲看他都愿意。所以哪怕明知机会渺茫，他还是忍不住想要争取一下，万一成功了呢？张哲走进次卧，穿上衣服试了一下，衣服整体非常贴身，尺寸恰到好处，合不合适先不说，材质贴在身上确实很舒服。走出次卧，安安已经洗好脸回来了。张哲朝他问道：“我这一身怎么样？”安安眼神一亮，毫不犹豫地回道：“哥哥，你穿这身衣服好帅。”“行，那这套要了。”张哲点点头，让 LV 的销售继续展示其他衣服，又挑了几套试了一下，最后确定了2件衬衣、2个 T 恤和3条裤子。因为现在早晚的温度还有点凉，又选了一件蓝白牛仔外套。剩下的衣服要么是颜色太过鲜艳，要么是设计比较浮夸，不是张哲喜欢的类型，也就没留下来。最后算了一下，所有衣服加起来一共13万多点，主要是外套比较贵，一件外套就差不多5万了。在对方带来的 POS 机上刷完卡后， LV 的为首的女销售恭敬地询问道：“张先生，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信任，方便加您个微信吗？方便后续为您办理会员卡，以后再有相关的需求，您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张哲想了一下，也没有拒绝，掏出手机说道：“
行，你扫我吧。女销售加了张哲的微信后，躬身回道：“张先生，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为您服务。”好，辛苦两位了。张哲客气了一句，随后忽然想到一件事，便问道：“对了，你们两个是开车过来的还是？”“我们俩都没车，是打车过来的。”“这样啊。”张哲对刘管家吩咐道：“刘管家，安排一辆车送两位女士回去。总统套房一般都是配车的，但只负责接送客户来酒店，正常出行的话是不包括的。如果入住期间需要用车，则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但也要比在外面租车要便宜一些。但蚊子腿再小也是肉，不能放过任何刷钱的机会。更何况自己买衣服的这些钱可是没有返利的，肯定要在他们身上找不回来一些。不用麻烦了，张先生，我们自己打车回去就好。” LV 的两位女销售有些受宠若惊道：“不用客气，你们专门跑一趟给我送衣服过来，肯定不能再让你们自己花钱打车回去。”张哲朝刘管家示意了一下，对方立刻心领神会，上前说道：“二位，请跟我来吧。”见状，两人也没再推辞，对张哲再次鞠躬感谢道：“那就谢谢张先生了。”他们也不是第一回上门为客户服务了，但还从没有被安排车送过。张哲的做法让两人心中非常感动，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辛苦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尤其是之前表示要帮张哲换衣服的女销售，临走之前特地看了安安一眼，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这女孩不光年轻漂亮，还有张先生这么帅气多金、温文尔雅、懂得体贴人的男朋友。同样是女人，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第19章，这是什么神仙男友？ LV 的店员走后，张哲对剩下的香奈儿两人说道：“开始展示吧。”“好的，张先生。”两人立刻应道，开始将一件件女装整理好挂在衣架上。张哲看他们带了2个行李箱，还拿着好几个衣物袋，还以为带了多少衣服呢，结果一共只有8套。只是里面有好几件裙子，其中有的衣服材质也比较娇贵，不能折叠起来，所以比较占空间。等他们将衣服摆好后，张哲对安安说道：“看看喜欢哪一套就拿去试一下。”刚才看张哲试衣服的时候，安安还没有什么感觉，可现在轮到自己时，小心脏立刻紧张的扑通扑通跳个不停。要知道这可是香奈儿啊，他以前连门店都不敢进的品牌。安安左看看右看看，纠结了半天后，把目光放在了张哲身上。“哥哥，要不你帮我选吧，随便选一套就行了，我不挑的。”张哲一看就知道这丫头哪是不挑衣服，恐怕是不敢挑才对。但女人的衣服张哲也是真不懂，索性大手一挥，对销售说道：“带我女朋友进房间试衣服吧，只要能让她满意的衣服都留下。”听到这话，香奈儿的2位女销售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虽然来之前就知道今天过来是为宝格丽酒店总统套房的客人服务，对方能住这种酒店肯定不差钱，但也没想到竟然这么大气，不光是对自己舍得，对女朋友也这么大方。他们今天可是带来了8套衣服，加起来价格估计要20-30万。带这么多衣服，其实也是想让客户有选择的余地，最终能留下2-3件就不错了。可这位张先生连价格都没问一下，直接就表示满意了，全部留下。这是什么神仙男友？要是自己能有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恐怕做梦都能笑醒。两人顾不得羡慕，连忙对安安劝道：“美女，我们带您去试一下吧，衣服喜不喜欢只有穿到身上才知道。”听到张哲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他的女朋友，安安整个心都被幸福感填满，迷迷糊糊的就被两人带到了房间里。来到房间后，其中一位女销售拿起一件长裙说道：“美女，我看你的体态和气质，应该有学过舞蹈吧？我推荐你先试一下这个裙子，稍微有点复古风，搭配宝石蓝底色，能够更好的衬托你的气质，张先生一定很喜欢。”安安原本还在犹豫，不知道先试哪件衣服好，现在听到对方说张哲肯定会喜欢自己穿这件裙子后，安安顿时就不再犹豫了。那我就先试试这个吧。好的，相信我的眼光肯定没错的，我们帮你吧。麻烦你们了。应该的，美女你的皮肤真好，平时怎么保养的呀？我也没怎么保养过。那您这是天生丽质，怪不得张先生这么优秀的男人都为你着迷呢。张哲等了差不多10分钟后，卧室门才终于打开，安安穿着一身长款蓝色印花长裙走了出来。作为舞蹈生的安安身材本就很好，长相更是清纯无比，此刻穿上稍显复古风的长裙后，简直有种童话故事里公主的感觉。哥哥，你觉得怎么样？安安看着张哲期待地问道，明显能感觉到他对这款裙子很满意。衣服好看，人更美，很适合你。张哲评价道。这套要了，你再试试其他的。嘿嘿。听到张哲的夸奖，安安的脸上扬起甜蜜的笑容，但却没有继续回卧室换衣服，而是走到张哲身边小声说道：“哥哥，这些衣服都太贵了，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一件裙子就要4万2。其实我的衣服挺多的，根本就不缺衣服穿，买一件就行了。”张哲感觉有点好笑，这丫头连说谎都不会。
他的衣服如果真的很多，昨晚去酒吧会穿牛仔裤，就连昨天穿的小吊带，估计都是借丽娜的，明显有些不合身，毕竟丽娜要比他大了一些。现在这么说，肯定是看到价格后被吓到了，心里舍不得。我之前跟你说的什么来着？你忘了？张哲问道。没有。安安连忙说道。我就是感觉太贵了。放心吧，对我来说这点价格根本不算什么。张哲捏了捏安安的脸蛋，笑道。去试试其他的吧，你自己的衣服太普通了，我喜欢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漂漂亮亮的样子。香奈儿的设计师真的很懂女人的心，其实每一件衣服安安都很喜欢，但一方面她确实觉得很贵，看到那一件件衣服的价格就有些头晕目眩，另外也是怕自己选多了让张哲花很多钱，会惹得张哲不高兴，觉得自己是一个贪婪的女孩。刚刚收获一份心目中完美的爱情，她生怕这份感情会离她而去，显得有些小心翼翼。现在张哲都这么说了，安安顿时不再纠结，踮起脚在张哲脸上亲了一下，开心道：我知道了，谢谢哥哥。看到这一幕，两位女销售几乎要流下羡慕的眼泪。如果自己能有一个这么帅气又这么温柔体贴的男朋友，哪怕对方没钱，他们也愿意。更何况张哲一出手就是香奈儿套装任选。这一刻他们猛然发现，安安不只是换了衣服后像公主一样，人家根本就是生活中的公主。一位女销售咽了下口水，抖机灵道：公主殿下，既然您的王子已经发话了，那咱们就继续换上其他的美丽新衣展示给他看吧。不愧是顶级奢侈品牌的销售，就是会说话。虽然明知道他这么说也是为了自己的业绩，但这话听着就是舒服。接下来安安又试了其他衣服，最后一共留下6套。另外2套之所以没要，也只是因为跟安安的气质不是很搭。和男装相比，女装的价格要贵了不少，哪怕是这些奢侈品牌也不例外，毕竟女人的钱更好赚。6套衣服加起来一共22万，听到这个价格后，哪怕安安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有些咂舌。她1年的生活费加起来也就1万出头，现在这几套衣服就顶得上她20年的生活费了。但想到张哲之前的话和自己穿上这些衣服后漂亮的样子，安安强忍着没有开口。等看到张哲眼都不眨一下就刷了卡，安安一时间感动得无可复加，顾不得旁边还有其他人，直接扑进了张哲的怀里。哥哥，我爱死你了。安安虽然年纪小，也没什么生活阅历，但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兔。尤其是在艺术学院，经常听到谁谁被包养了的八卦，不少学生为了每个月1-2万甚至几千块就愿意出卖肉体。班里就有一个女同学找了一个开宝马的男朋友，前段时间给她买了个2万多的包，见谁都要显摆一下，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她男朋友是个富二代。而现在两人才刚刚在一起，张哲就给她买了20多万的衣服。除了在小说和电视剧里，安安还从没听说过有谁的男朋友对她这么好。此刻安安只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运也是最幸福的女孩，没有之一。刷完卡后，和 LV 的女店员一样，张哲让刘管家也安排车把香奈儿的2位送走。香奈儿这边就没留微信，而是让他们加了安安。毕竟香奈儿的一些衣服别说是用水洗了，就连干洗都不行，需要送到店里让专业人员保养。到时候有需要的话，安安直接跟他们联系也方便。第20章买车的想法。安安坐在沙发上，满眼放光地看着自己的新衣服，一会拿起这件，一会摸摸那件，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自己能有一天拥有这么多这么好看又这么贵的衣服。开心吗？张哲揉了揉他的头发问道。安安放下手中的衣服，抱住张哲说道：哥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的小脑袋瓜是不是傻了？张哲忍不住笑道：你是我女朋友，我对你好不正常吗？傻就傻吧。听到张哲的调侃，安安心里却像吃了蜂蜜一样，忽然提议道：哥哥，等过2天我单独跳舞给你看好不好？张哲正想问为什么要过2天，忽然想起来这丫头现在身体不方便，走路都走不顺畅，更不用说做剧烈运动了。好。张哲忽然想逗逗她，问道：不过只是跳舞吗？安安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脸瞬间就红了，把头埋在张哲的怀里，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回道：其他的也可以。哈哈，那我可就等着欣赏小安安的舞蹈了。昨天丽娜的女团舞，张哲确实被惊艳到了。安安学的是古典舞，如果穿上古装舞动起来，那场面一定很养眼吧。听到张哲刻意加重了舞蹈2个字，安安连脖子都有些红了，强忍着羞意应道：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张哲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2点半了，便问道：你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要不要再睡个午觉？我估计睡不着，还是不睡了吧。安安摇摇头，乖巧的回道：哥哥，你下午有事情要忙的话，我可以自己回学校的。不用，还是我送你吧。张哲说道：主要是你身体不方便，这2天你先好好休息，等好了我再带你去玩。
好。安安点头回道：“哥哥，那我先去收拾一下刚才买的衣服。”行，去吧。张哲点点头，按下服务铃，把刘管家叫了过来，问道：“刘管家，几点退房？”“凌晨1点之前都可以的，先生。”“凌晨1点？”张哲有些惊讶道：“很多酒店都是中午12点或者是下午2点退房，一些酒店会员也就到下午4点。没想到这总统套房的时间竟然这么晚。”“是这样的，先生，作为我们酒店最尊贵的大使级贵宾，无论您在任何时间订购房间，都可以享受满24小时的服务。”“原来是这样。”张哲点头表示了然，自己住一晚就花了10来万，对于任何酒店来说都是顶级客户，对方自然想要维系好关系。“行，你先帮我安排辆车，晚点我要出去一趟。”“好的，先生。”刘管家走后，张哲再次换出系统面板看了下，刚才给安安买衣服花了22万多，中午吃饭和赔偿被单加起来也有几万，这回自己的资金已经突破了6000万。有着这笔钱在身，张哲想要刷钱的心也不再那么迫切，毕竟从系统激活到现在，满打满算还不到24小时就刷了半个多小目标。对于顶级富豪而言，6000万或许并不算多，但也能实现财富自由了。更何况有着金主爸爸特权在，没事的时候泡泡妞，自己的钱只会越来越多，顺其自然就行。想到一会要送安安回学校，张哲忽然升起了买辆车的念头。哪怕有系统的因素在，也不能只给女人花钱，更要给自己花钱，不然刷钱的意义在哪？以前没想过买车，那是因为没有钱，买一辆代步车不贵，但想拿到魔都的牌照却不简单。但现在有钱了，这些都不再是问题，有辆车也能方便许多。想到就做，总统套房的书房里就有电脑，而且是最顶级配置的。张哲打开电脑，进入汽车网看了下，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超跑，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跑车，张哲也是一样。以前虽然没钱，但张哲可没少在网上看各种超跑的评测视频，最喜欢的就是兰博基尼大牛，嚣张且凶狠的前脸，极富战斗感的锋利线条，标志性的剪刀门，从内到外都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其狂野的风格。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中情车，对于现在的张哲来说，其高昂的价格已经不再是问题。但看了一会后，张哲暂时放弃了买超跑的念头。首先是技术问题，张哲是大一暑假考的驾照，拿证至今已经长达2年半的时间，但张哲大部分时间都在魔都上学，只有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才能偶尔开一下老爸那辆别克，车技非常生疏。而超跑的性能极其狂暴，必须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后才能轻松驾驭，并不适合张哲这种新手司机。另一方面，这里是魔都，汽车保有量位于国内前5，平时路上都经常堵车，更不用说上下班高峰期和周末了。超跑的驾驶体验不是很好，舒适度也不行，在这种经常堵车的城市开超跑可以说是一种折磨。在这种路况的城市开超跑，尤其是对于新手司机来说，根本没有任何驾驶体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折磨。赛道才是超跑的最终归宿，所以自己的第一辆车，张哲更倾向于舒适度更高、驾驶体验更好的车型。等以后技术练好了，再买一辆超跑玩玩也不迟。反正自己这辈子不可能只买这么一辆车，现在这辆主要是为了练手。打定主意后，张哲开始看轿车和 SUV 车型。不过张哲以前从没买车的打算，对车的了解其实也不算多，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该买辆什么车好。看了一会后，张哲忽然被主页的一条热门新闻吸引了目光。劳斯莱斯库里南正式发售，全球最顶级的 SUV 车型究竟有多奢华？劳斯莱斯还有 SUV？ 张哲有些惊讶，还真不知道劳斯莱斯竟然也开始涉足 SUV 市场。点进这篇文章，大概看了一遍后，张哲心里便有了决定。对于自己的第一辆车，张哲的要求就是要适合年轻人开，外观、舒适度、操控性、安全性都比较不错的。价格方面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劳斯莱斯作为全球最顶尖的汽车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以奢华而闻名，各方面的配置自然不会差。昨晚来酒店时，坐的就是酒店安排的劳斯莱斯幻影加长版，给张哲的观感很不错。库里南的外形，张哲也比较满意。就它了。既然有了心仪目标，张哲也懒得继续在网上看这辆车的配置等信息，直接去现场看就行，合适的话就买了。第21章，欢迎张先生光临魔都劳斯莱斯中心。哥哥，我收拾好了。安安来到书房，见张哲正在操作电脑，便说道：哥哥，你在工作吗？那我到外面等你。张哲起身回道：没，在看车呢，已经看好了。看车？哥哥，你准备买车啊？张哲点点头，回道：确实有这个想法，准备一会去店里看看再说。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安安有些期待地问道。两人刚刚确定关系，如果不是晚上学校要查寝，安安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哥哥在一起，根本不舍得分开。当然可以啊，正好你也能帮忙参谋一下。张哲说道。
完事估计也该到饭点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吃个晚饭，我再送你回学校。嗯。安安连连点头，开心道。不过哥哥，汽车我一点都不了解，也没法给什么建议，但我可以陪你说说话什么的。没事，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张哲把刘管家叫了过来，说了下退房的事情。虽然房间可以住到凌晨1点，但晚上安安要回宿舍，张哲买完车后也没必要再回来了。一个人住酒店也没什么意思。刘管家帮张哲办理完退房手续，把中午剩下的押金退回之后，询问道：张先生，不知道您入住期间对我们酒店的服务是否满意？很不错，张哲评价道。住得很舒服，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来的。没有让您失望就好，我很期盼能够再次为您服务的那一天。刘管家含笑着回应一句，随后有些遗憾道：对了，张先生，我们酒店的水疗中心在整个魔都都出类拔萃，您没体验一下真是太可惜了。作为宝格丽酒店的最尊贵的客户，您每年可以享受数次免费的水疗服务，在您闲暇之余，就算没有入住需求，也可以过来做个水疗，放松一下身心。是吗？那我下次可得体验一下了。张哲笑着回道。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车已经在楼下备好了。刘管家招来2名工作人员帮张哲和安安提行李，随后陪同一起来到楼下，目送着2人离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用车的费用并没有得到返现，应该是因为这次消费的主体是张哲去看车，而安安只是作为陪同。如果是以送安安为主，那消费自然会返现。至此，张哲也算是大概摸清了系统的评判规则，主观给女人消费的话，比如昨天在酒吧点神龙套，虽然他们只喝了其中一部分，第2套神龙套更是全喷着玩了，但还是得到了全额的返现。就连昨天随手给保洁阿姨的500块小费，同样也拿到了返现。而主观给自己消费的话，比如现在用车，就算安安也在车上，但依旧达不到返现的要求。如果是共同消费，比如在一起吃饭，则同样能全额返现。评判标准有些违心，除了消费主题中要有女人之外，就没什么限制了。搞清楚了这一点后，后面张哲想要刷钱也能有更多种选择。魔都销售劳斯莱斯的地方有很多，最近的离宝格丽酒店只有几公里，但中午这会外滩周边的车很多，道路非常拥挤，足足用了快40分钟才达到目的地。此时劳斯莱斯中心大门2侧整齐地站着2排工作人员。张哲乘坐的劳斯莱斯幻影刚刚在门口停稳，一位大概30多岁，穿着一身阿玛尼西装的中年男人便快步走了过来，帮忙打开了后座的车门。张哲拉着安安一起下车，中年男人朝身后使了个眼色，店门2侧的工作人员齐声问候道：欢迎张先生光临魔都劳斯莱斯中心。嚯，这么大阵仗！张哲挑了挑眉说道。因为时间比较仓促，准备有些不周，还望张先生海涵。中年男人自我介绍道：我是本店的销售经理林平，之前接到通知你要过来看车，那接下来由我来为2位服务如何？听到他的话，张哲瞬间就明白，应该是刘管家事先通知了，甚至很可能不是简单的帮自己预约，而是直接联系了这家劳斯莱斯的管理层。张哲再次对刘管家的职业素养表示了肯定，哪怕是已经退房了，听到自己要来看车，还是特地帮自己联系安排，确实是有心了。好，那就麻烦林经理了。张哲回道。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林平微笑着回道，随后对着门口的方向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张先生，咱们先进去再聊吧。您看是先在贵宾室休息一会，还是我直接带您过去看车？休息就不必了，先带我去看看库里南。张哲回道。好的，张先生，您2位请跟我来。这家劳斯莱斯销售中心的面积不小，1楼全部采用巨大的玻璃幕墙，内部装修和劳斯莱斯的品牌一样，充斥着低调又奢华的气息。安安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稍微显得有些拘谨，下意识地握紧了张哲的手。张哲在他手上轻轻拍了下，给了他一个放松的眼神。在林平的带领下，2人来到展厅西侧的2辆库里南面前。是这样的，张先生，因为库里南是新发售的车型，我们店第一批也只预定了5辆车。林平介绍道。另外3辆已经售出，现车暂时只有眼前这2辆了，分别是极地白和绿松石配色，选配方面也稍微有些不同。正常来说，像是劳斯莱斯或大部分超跑品牌是很少有现车的，从订车到交付至少也要1-2个月，一些限量版车型还要等更久。因为这类车型的选配种类繁多，还有个性化定制服务，这也是顶级豪车最大的卖点之一。不过规模大点的经销商都会提前订购一些常规款的现车摆放在店里，方便那些性子比较急的买家。张哲的目光在2辆车之间打量了一番，很快便落在了左边那辆白色的库里南上。不得不说，在手机上看车和亲眼看到现车是完全不同的感觉。3月下午的温和阳光透过玻璃幕墙照耀在纯白的漆面上，让整个车身都仿佛在熠熠生辉。劳斯莱斯标志性的帕特农神庙式进气格栅，搭配平直简洁的前大灯和硬朗的车身，
让人一眼看上去便有种厚重感。机盖上恰到好处的隆起和侧面圆润饱满的线条，又营造出一种时尚氛围。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是之前在汽车网上看的平面图片根本无法比拟的。跟刚才乘坐的幻影相比，库里南没有那么浓郁的商务风格，整体设计低调内敛，但又散发着强大的气场，庄重而又典雅。这辆车好气派啊！安安忍不住感叹道。哪怕他根本不懂车，但也能清晰地感受到，这辆库里南和街上随处可见的家用车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确实很大气。张哲也表示赞同，随后看向林平说道：“林经理，麻烦给我介绍下这辆白色的吧。”第22章，浪漫星空。张先生，这款库里南是我们劳斯莱斯推出的第一款 SUV 车型，也是现在市面上最奢华的 SUV， 整备质量为 2.75 吨。林平涵非常专业地介绍道。虽然相比其他同类车型稍重一些，但其搭载了一台 6.7 升12缸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马力高达571匹，100公里加速只需要 5.2 秒，最高时速为250公里。同时，这辆车还搭载了全时四驱系统和全轮转向系统，无论任何路面都能保证足够的通过性和灵活度。自适应的空气悬架保证了车辆行驶时的稳定性，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越野，这辆车都能满足您的所有需求。说着，林平玩笑道：“当然了，相信也不会有人开库里南去越野，那未免有些太暴殄天物了。”那确实，张哲也是笑了笑。虽然库里南的性能确实不错，但毕竟只是辆 SUV， 不是正宗的越野车。既然选择 SUV 了，张哲在乎的也不是越野性能有多强。其实在第一眼看到现车的时候，张哲就已经决定购买，但毕竟是自己的第一辆车，以前也没开过这种豪车，车内一些功能肯定要了解一下，不然车买了，但好多功能却不会用，那就有些搞笑了。张哲看向林平说道：“林经理，性能方面我来之前就已经大概了解了，给我介绍下这辆车的内饰和选配吧。”没问题。林平应了一声，伸手打开了车门，并朝两人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说道：“张先生，我说再多，其实都不如您二位亲自上车感受一下来的真实，不如您坐到车上，咱们再聊。”好，那就上去感受下。张哲点头回道。这辆车是4座版本，林平帮忙打开了车门，指引两人分别从两侧上车，并贴心的伸手挡在车门上方，防止上车时碰到头。随后林平没有跟着坐到车里，而是站在车门旁轻声介绍着车内的配置。张先生，这辆库里南是4座版本，后座中间是扶手台，配有可以存放香槟的小型酒柜和冷藏箱。作为这家劳斯莱斯中心的销售经理，林平很清楚劳斯莱斯的优点在哪里。库里南的配置虽然高，但只看外形和性能，跟其他品牌200-300万价格的 SUV 相比，并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更多的是品牌溢价。真正能消费起劳斯莱斯的人，也不会在乎所谓的性价比，反倒是对一些细节方面更为在意。他们不在乎这件商品到底值不值，只在乎自己喜不喜欢。而在这方面，劳斯莱斯就做得非常不错。一般的车或许只有1-2个或者几个设计亮点，但这辆库里南车内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整体内饰的质感、用料、精致度都几乎做到了极致。无论是散发着淡淡皮革香味的皮质套件，还是车内大量的镀铬装饰，亦或者乘坐的舒适度，都让张哲非常满意。脚下铺着厚厚的羊羔毛地毯，哪怕是穿着鞋，依旧能清晰地感受到其柔软的触感。林平并没有滔滔不绝地讲述，只是大致介绍了一遍，随后询问道：“对了，张先生，这辆车还选配了最新款的流星顶，您二位要体验一下吗？”“现在吗？”张哲看向车外问道。劳斯莱斯经典的星空顶，张哲自然是听说过，但今天的阳光很好，展厅内的光照也很足。这辆车是新车，车窗和前挡风玻璃也没有贴隔热膜，这大白天的看星空顶，估计也没什么气氛吧。您请稍等1分钟。林平含笑着说了句，先是在车前按了2下按钮，前后车窗旁的隐藏式遮阳帘自动展开，把光线严严实实地挡在外面。随后又叫来了2位工作人员，将一条厚实的毛毯铺在了前挡风玻璃上。做完这一切，林平笑着说道：“接下来，请您二位欣赏一下独属于您的星空。”说完，林平轻轻关上了车门，车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哥哥，安安平时就很怕黑，现在忽然进入完全黑暗的环境，顿时感觉有些不安，下意识地抓住旁边张哲的胳膊。“没事，我在。”张哲拍了他的胳膊安慰道。话音刚落，头顶忽然亮起朦胧的光芒，安安下意识地抬起头，只见原本漆黑一片的天空上忽然亮起了无数繁星，上千颗星辰散发着温和的柔光，构成了一片美轮美奂的璀璨星河。好美啊！安安看着头顶美丽的星空喃喃道。张哲不得不承认，这个林经理确实太会搞气氛了。在这个环境被严重污染的时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基本很难看到真正的星河，尤其是现在这种忽然陷入黑暗环境中，
随后抬头便看到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星空。对于比较感性的女性来说，必然会觉得无比惊喜和浪漫。这时安安忽然指着头上说道：“哥哥，你快看，真有流星啊！”张哲抬头看去，只见一颗闪耀的流星快速自天际划过，最终在星河边缘消失不见。这回张哲也终于明白，刚才林经理为什么说是流星顶，而不是星空顶了。和星光固定的星空顶不同，流星顶每隔上几秒钟就会在随机位置出现一颗流星，这点确实还挺不错的。这辆车的隔音效果很好，在车内形成了一个安静又私密的空间。在昏暗的环境里，欣赏着浪漫温柔的星空，身边坐着喜欢的人，构成了一种甜蜜而又暧昧的氛围。安安看向张哲，只见在朦胧的灯光下，哥哥似乎更帅了。哥哥，张哲转头看了过来，正想开口问怎么了，便看到安安探身跨过后座中间的扶手台，朝自己亲了过来。张哲顺势搂住他，对于他的热情给出了回应。明明安安才是主动的那个，但没几秒功夫便被张哲彻底掌握了节奏。和昨晚相比，虽然依旧生疏，但还是能感觉到有些进步的。就在张哲用心给安安补课的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几下轻轻的玻璃敲击声，车内的气氛瞬间被打破。张哲只好结束了这次教导，暂时放过了敢挑衅自己的小安安。安安感觉浑身有些发软，但怕被外面的人看出什么，连忙跑回自己的位置，努力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张哲拍了拍他的手，说道：“先下车吧。”话音落下，车门缓缓被打开。在车里坐了几分钟，张哲感觉外面的光线有些刺眼，下意识抬手遮挡了一下。等稍微适应后，张哲起身下车，直接朝林平说道：“林经理，这辆车我要了。”听到张哲的话，林平瞬间愣住了。他正想问一下张哲对最新款的流星顶满不满意，然后再介绍一下这辆车的其他细节，以凸显劳斯莱斯的逼格。最后再试探下这位张先生的购买意向，如果对方对现车不满意的话，再提出逼格极高的定制化服务。结果他那么多销售手段还没怎么用，张哲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但良好的职业素养让林平很快回过神来，强压着心中的喜悦之情，确认道：“张先生，您这就决定了？”第23章选配的钱购买辆大 G。林经理，我这个人做事比较干脆，所以也就不跟你一点点磨价格了。张哲点点头，随后叮嘱道：“希望你们店也能拿出诚意来，毕竟魔都卖劳斯莱斯的也不止你们一家。”我明白的，张先生，我一定给您争取最大的折扣和福利，一定让您满意。林平立刻保证道，随后向两人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麻烦您二位先随我一步到贵宾室休息片刻，稍后我就把合同给您送过去。这家劳斯莱斯中心的贵宾室面积大概在100多个平方，装修采用了大量劳斯莱斯元素，比如星空顶样式的氛围灯、同款羊羔毛地毯等等，就连沙发都采用了和车内座椅一样的风格和材质，坐上去包裹性极强，触感也很舒服。张哲拉着还有些迷迷糊糊的安安，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林平在一旁询问道：“您二位需要喝点什么吗？我们店内有咖啡、果汁、饮料，给我来瓶可乐。安安，你喝什么？”张哲问道。“那我要一杯果汁吧。”“好的，请您二位稍等。”林平说完便离开了贵宾室，并贴心地把门给关上，把空间留给两人。“哥哥，你这么快就决定买刚才那辆车了，不再考虑一下了吗？”安安问道，脸上还带着些许没褪去的红晕。“这有什么好考虑的，一辆车而已，既然喜欢就买了呗。”张哲语气轻松道。“你不也挺喜欢那流星顶的？等我买了之后，你就可以经常看到了。”看着张哲好像不是在买车，而是在买玩具一样，安安顿时就明白自己又陷入思维误区了。普通人买车肯定要对比3家，考虑很长时间，因为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买车的花费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以哥哥的财力，一天纯消费就花了几十万，自然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不过听到张哲说以后可以经常看流星顶之后，安安瞬间想到了刚才在车上的事情，脸上又开始有些红了。这时敲门声响起，过了几秒钟后，林平推开门走进了贵宾室，手里拿着一沓文件，身后还跟着2位手持托盘的工作人员。等工作人员将可乐、鲜榨果汁和一些糕点、果盘放在桌上后，林平才将手里的报价单递给张哲，躬声道：“张先生，让您久等了，这是您看的那辆车的报价单。因为您选的是现车，所以选配方面暂时无法更改。第1页是这辆车的选配清单，麻烦您先过目一下，看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张哲打开可乐喝了一口，回道：“好，我先看看。”库里南的官方指导价是610万起，但这类豪车的落地价格区间很大，主要就差在选配方面。比如张哲选的这辆库里南，既然劳斯莱斯都买了，最经典的欢庆女神标志肯定要吧？车头没有女神车标啊，还是劳斯莱斯吗？这辆车是银色女神车标，价格是16万，如果是金色的话要24万。单色车身外漆25万，大抛光轮毂20万。
4座航空座椅35万，劳斯莱斯定制音响22万，车载冰箱6.8万，后排娱乐系统18万，星空顶37万。因为是经销商订购的第一批车，这辆库里南虽然不是顶配，但也差不多了。除了个性化定制之外，该有的配置基本都有，所有选配加起来一共201万。光是选配的钱就够买一辆大 G 或者迈巴赫 S 级，甚至还能剩点。大概看了下配置单后，张哲直接问道：落地一共要多少钱？是这样的，张先生，您选的这辆车的全车价格为811万，但因为是刚发售车型，总公司那边有要求，所以价格方面我们最多只能给您抹个零，也就是800万。林平说完，生怕张哲生气，连忙继续道：但作为补偿，您第1年的商业保险将由我们负责，同时还会赠送您1张5万元的加油卡和6万公里内不限次数的保养套餐。另外，我们还可以免费帮您办理摩 A 牌照，如果您不需要或者想要更好的号码，也可以给您换成价值10万左右的其他礼品。除了800万的车价，您只需要再额外支付60万左右的购置税就行。800万！听到这个数字，哪怕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安安还是瞬间瞪大了眼睛。他对车基本一窍不通，虽然知道劳斯莱斯很贵，比宝马奔驰都要高级，但想着100-200万就差不多了，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要800万。他家里的房子买的时候连80万都不到呢。张哲在心中盘算了一下，外地人想办魔都车牌还是比较麻烦的，对方直接免费包上牌，能省不少事。魔都的 A 牌要花10万左右，1年的商业险大概13-14万，加上保养什么的，差不多也有30-40万了。5万块的油卡也不少，1年油费2万来算，也够自己开2年半了。车价优惠不多，但赠品还算不错，最主要的是省心。虽然一些选配张哲感觉没用，比如价值18万的后排娱乐系统，但现车毕竟只有这么2辆。相比另一辆绿松石配色，张哲还是更喜欢这辆白色的。如果下新车订单的话，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有这时间，不如早点把车拿到手，提升驾驶技能等级。所以张哲也不再犹豫，直接拿出自己的银行卡。行，刷卡吧。林平双手接过银行卡，躬声道：请您稍等，我现在就让财务过来。张哲的银行卡只是普通的一类卡，消费额度肯定是不够800万的，但像劳斯莱斯中心这种规模的商家，基本都跟银行有合作，只要确定了购买意向，对方自然会跟银行方面沟通。有钱还怕花不出去？签了合同之后，其他的都不需要张哲操心，剩下的交购置税、上牌等都由店里负责解决，根本不需要亲自跑一趟车管所等地方。只要钱到位，到哪都有特权。牌照的话，张哲只是选了一个普通号码，毕竟再牛的车牌也提升不了汽车的性能。张哲是个实用主义者，现在虽然有钱了，但也不会花在这种地方。再说了，开库里南本身就足够装逼，根本不需要车牌来点缀。第24章夏晚星。办理手续需要些时间，不过张哲也不着急，就当是出来喝下午茶了。之前林平就让人送来了不少饮品和零食、果盘之类的。签了合同之后，店里的女销售更是时不时过来一趟，这个送点甜品，那个送杯咖啡，几乎无一例外的都画上了精致的妆容，穿着白衬衣包臀裙黑丝 OL 套装，其中有2位更是解开了最上方的衬衣纽扣，借着服务的由头，在张哲面前躬身展示着自己的事业线。别说张哲了，就连安安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些女销售热情的有些不对劲。因为有安安陪着，这些女销售也没有太过火的举动，所以安安也有些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当这家劳斯莱斯中心的服务态度确实好，但还是下意识的跟张哲坐得更近了。每当有女销售过来的时候，就紧紧的盯着对方，看着他护食一样的表情，张哲也感觉有些好笑。张哲大概能猜到这些女销售为什么这么殷勤，或者说这么急切，根本原因应该就是张哲是个人买车，而不是用公司的名义买车。国内每年销售的豪车数不胜数，但其中超过90%都是挂在公司名下的，因为买车是可以抵税的，一般至少能抵扣车价20%左右的税额，一些能力强的财务通过操作甚至能抵扣接近购车价50%的税。而以个人的名义购买豪车，都是有着充裕的现金流的顶级富豪。张哲这么年轻就直接拿出来800多万的现金买车，很容易被人联想为一些背景深厚的豪门大少。对于这些上赶着送上来的女人，张哲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跟林平招呼一声后，便没有人再敢进来打扰了。期间，张哲接到了魔都银行打来电话，除了进行消费确认之外，同时感谢张哲选择将资金存储在魔都银行，并表示已经为张哲升级了白金卡，提升了消费额度之类的。挂断电话后，张哲轻笑一声：白金卡，小家子气，自己卡里6000多万的资金，无论在哪个银行都足够升级为私人银行客户了，结果魔都银行只给升级了白金卡。张哲就是学金融的，对银行里的门套也有些了解。自己的这张银行卡是当初学校统一办理的，
开户行就是学校附近的魔都银行支行。所有银行的支行都有揽储业务，开在大学城的银行想揽储并不容易，好不容易碰到自己这种有着大量资金的客户，自然不想轻易松手。如果把自己的卡升级到钻石卡或者是更高级的私人银行，那客户信息也要转交到相应更高级的分行。所以不是不能，而是不想。打这个电话估计就是想试探下自己的态度。对此张哲倒是无所谓，银行用的不舒服，换一家就是了。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多的是银行求着你开户，满足你的各种需求。回头有时间了，看哪家银行的福利好，可以考虑加入他们的私人银行，这也是一个扩展人脉资源的渠道。怎么了哥哥？安安问道。没事，银行的电话。张哲随口回道。好吧。安安也没有追问，把一勺甜品递到了张哲嘴边说道，哥哥你要不要尝尝这个抹茶慕斯，很好吃的。张哲张口吃下，随后评价道，味道确实不错，抹茶味很浓。这个好像是好利来的，这么一点点要好几十块，我以前都不舍得吃呢。安安感慨道，我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感受到顾客是上帝这句话的含义。张哲笑了笑，小安安还是有些单纯了。一天时间内，他连续验了宝格丽的总统套房和香奈儿的上门服务，现在劳斯莱斯的服务也这么好，第一次受到这种服务，心中有所触动也很正常。但有句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顾客是上帝。这句话从始至终就是个谎言，是资本为了忽悠销售人员卖力工作，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而编织出的骗局。对于销售和服务行业来说，有钱人才是上帝。一碗面只赚你2-3块钱，你能要求对方有多好的服务质量？而这些奢侈品牌的产品中包含着高昂的溢价，多出来的这部分钱买的就是服务。不过这些事情自己清楚就行了，没必要跟他解释，能保留一部分纯真也挺好的。以后想吃什么就买，不要再委屈自己。张哲拿出手机说道，对了，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转点钱给你。昨天在酒吧，丽娜和另外2个妹子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奖励，帮他们付款的时候也添加了微信。但安安这个小可怜可是什么都没拿到。后来出了酒吧，2人一直待在一起，之前也一直忘了加一下联系方式。安安连忙拿出手机扫了一下张哲的2维码，同时说道，不用了哥哥，我平时都不怎么出学校的，生活费够花，再说今天你给我买衣服都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给你就拿着。张哲同意了好友请求，直接给他转了10万过去，说道，你那点生活费够干嘛的？连买套差不多的化妆品都不够吧？我看你昨天连口红都用的丽娜的，把钱收下，以后该花钱的时候就花，不够了我再给你。倒不是张哲不想转更多，而是以安安的情况，给太多了只会吓到他。平时都在学校里，也确实花不到太多的钱，10万足够他日常消费了。那好吧，谢谢哥哥。犹豫了片刻后，安安收下了转账。他确实没怎么买过化妆品，就连化妆也不怎么会，基本都是丽娜帮他弄。这1个多学期里，他确实蹭了丽娜不少护肤品之类的，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了，那也能买化妆品给丽娜用，把人情还一些。转账消费10万元，返利金额加1000万元。看到安安收了钱，张哲正准备放下手机，忽然收到了一条消息，夏婉欣视频。夏婉欣学长，这家火锅店看着好好吃，而且就在你公司附近，你晚上有没有时间啊？夏婉欣，我的室友都没空，我又不想一个人吃火锅。小猫卖萌表情。第25章，恭喜您成为尊贵的劳斯莱斯车主。看着对方发来的信息，张哲心中有片刻的恍惚。夏婉欣，大2的学妹，比张哲晚了2届。张哲大一就进了学生会，每年开学季都会参加迎新活动，夏婉欣开学报到时就是张哲接待的。2人当时互留了联系方式，不过刚开始交流并不多，因为那个时候张哲有女朋友。张哲的颜值很高，身高也有183，在学校里不说是风云人物吧，但在大部分女生眼里绝对是极其优质的男友人选，所以从来不缺少女朋友。大学前3年，张哲一共谈了4任女友，每次分手不到半个月就能续上，上一任是去年暑假分手的，因为对方比张哲大1届，毕业了自然就分手了。上学期开学，张哲也大4了，一边要开始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还要找工作，也就没了谈恋爱的心思。也就是这个时候，夏婉欣的消息开始频繁起来。张哲刚开始还不觉得什么，但察觉出他的心思后，便开始刻意的保持距离。如果是前2年，张哲很乐意开启一段新的恋情，让大学生活不那么无聊。但临近毕业，张哲也开始考虑更多的东西。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还不确定，普通家庭出身也很难在魔都这种地方买房扎根，很可能毕业后工作一段时间就会被这座快节奏的城市所淘汰，灰溜溜的回到家乡那个小县城。自己又大对方2届，眼看着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段感情就算开始也基本不会有结果，何必耽误对方？正如那句流传很广的话，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
说白了，男人一旦没钱，就连谈恋爱都没底气。或许是张哲比较矫情，张哲觉得男人可以多情，但一定要有责任感。为此，寝室的哥们没少劝自己。现在再次收到夏婉欣的消息，张哲的心中再也没有半点纠结，心中顿时浮现出一句话：好女孩别辜负，坏女孩别浪费。摇摇头，甩掉那属于曾经的烦恼思绪。张哲没有立刻回复消息，而是对安安说道：安，晚上我有点事，估计没办法陪你一起吃饭了，改天好不好？没事的哥哥，你有事就去忙吧。安安很乖巧的回道：正好我昨晚没怎么睡好，现在都有点困了，晚上我跟娜娜一起吃就行，吃完了也能早点回宿舍休息。行，那就先让丽娜陪你，想吃什么就去吃，不要不舍得花钱。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说道：这2天你先在学校好好休息，我可是等着欣赏你的舞蹈呢。安安脸色一红，低头应道：我知道了哥哥。安顿好安安这边后，张哲才给夏婉欣回了消息：大概晚上几点？我这边有点事，可能要晚点才能到。夏婉欣，那咱们说定喽，晚点没关系的。夏婉欣，学长你先忙事情吧，我不着急的，晚上我先去排队，到时候咱们直接在店里集合。开心小猫。张哲忍不住笑了笑，回复道：好，我这边忙完就给你发信息。夏婉欣，小猫期待印。放下手机，张哲心中忽然有些感慨，钱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绝对能解决这世上90%以上的事情。正如金钱或许买不到爱情，但却能让你更容易获得爱情，在面临感情和其他方面的选择时，也能给你带来充足的底气。系统加深，张哲此生不愿再受拘束，从今天开始做神豪，潇洒肆意的享受人生。张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大概5点半左右，林平拿着2个文件袋走了过来，一个装着购车合同、购置税证明和保险单，另一个则是行驶证、绿本。将东西交到张哲手上后，林平恭敬道：所有手续都已经为您办理完毕，我们为您举办了一场交车仪式，请您跟我一步到侧厅。交车仪式搞得这么正式，张哲也有些好奇，起身和安安一起跟着林平来到了侧厅。只见一辆白色的库里南正停在大厅中央，两侧墙上的 LED 大屏幕上分别写着一行字：张哲先生，超奢华 SUV 库里南交车仪式，魔都劳斯莱斯中心。车身两侧摆放着大量的气球和鲜花，还站着10几个工作人员，有人拿着礼花筒，还有拿着单反相机的。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场面，张哲忽然感觉有点尬，便开口道：林经理，贵店的心意我领了，手捧花我留下，后面的仪式就算了吧，我晚上有点事，比较赶时间。林平不禁有些诧异，没想到张哲花了800多万买车，竟然连个照片都不拍，估计是类似的场面经历多了，感觉有些厌烦。好的，张先生，那我就不多耽误您的时间了。摆摆手让工作人员散开，林平微微躬身，将车钥匙递到张哲手里，躬声道：张先生，恭喜您成为尊贵的劳斯莱斯车主，愿欢庆女神守护您的辉煌，祝您的事业和前程蒸蒸日上，人生的旅途美好欢畅。林平的这句话一出，仪式感瞬间拉满。虽然这场交车仪式省略了过程，直接进行了最后一步，但整体购车体验很好。正式拥有了人生中第1辆车，张哲的心情也非常不错。接过车钥匙后回道：辛苦林经理了。不辛苦，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林平客气了一句，随后说道：张先生，咱们加个微信吧，后期您用车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好。对此，张哲自然不会拒绝，拿出手机打开2维码让对方扫了一下。加了微信后，林平提醒道：对了，张先生，加油卡已经给您放在扶手箱里了，因为车是停放在室内的，所以油箱里的油不多，您稍后别忘了加点油。另外，除了之前承诺的赠品之外，我个人做主在您的车载冰箱里放了2瓶香槟，毕竟好几万的冰箱，咱不能让它空着不是。哈哈，那我就不客气了。张哲笑道，又跟对方寒暄了几句后，张哲按下了手中的车钥匙，车身平稳下降了4厘米，好方便上车。虽然以张哲的身高并不需要这个功能，但莫名有种高级感，有种钱没白花的感觉。上车之后，张哲将手捧花递给了安安，这花送你。安安接过手捧花开心道：谢谢哥哥，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花呢，好开心。哈哈，你不嫌弃是别人送我的就好。张哲笑道：我才不嫌弃呢，只要是哥哥送的我都喜欢。真乖，把安全带系一下吧。张哲把材料都放进了储物箱里，调整了一下座椅，给自己也系上安全带，随后缓缓踩下油门。前方大门已经被完全打开，直接开出去就行。第26章，丽娜，好闺蜜就要一起分享。库里南缓缓开出展厅，张哲在门口停了一下，跟林平道别之后，才在劳斯莱斯一众员工的目送下开车离去。张哲是第一次开 SUV，
更是第一次开这么好的车，心情难免也有些激动，同时也不敢开太快。先是在附近找了个加油站，给车加满了油，随后对安安说道：“我现在送你回学校。”“好，谢谢哥哥。”安安拿出手机说道：“那我给娜娜发个消息，让她来门口接我一下，要不那么多衣服我自己都拿不完。”张哲打开导航，搜索魔都舞蹈学院，看了下路程回道：“行，那你跟他说一下，大概30-40分钟就能到。”库里南的操控性非常好，开了没多大会，张哲便感觉已经适应了这辆车的操控，逐渐开始控制加速。不得不说，贵的车开着就是舒服。这辆库里南开起来完全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哪怕踩油门加速的时候也一样，动力充沛且温柔。外界的其他噪音也被很好的隔绝，车内非常安静。底盘搭载的魔毯系统能够智能识别前方路况，自动调整悬挂软硬度，经过减速带时都如履平地。张哲第一次感觉到开车也是一种享受，毕竟之前张哲只开过一辆车，那就是老爸那辆老别克，还是好多年前买的了。从10万级别的车直接跨越到数百万的车，驾驶体验感自然也天差地别。大概40分钟后，张哲开车来到舞蹈学院门口，一眼便看到正站在路边四处观望的丽娜。张哲把车停在丽娜面前，打开了副驾驶的车窗，丽娜连忙招呼道：“哲哥，晚上好。”今天的丽娜穿着牛仔短裙，上身是一件彩虹色的宽松吊带，和昨晚相比，性感的味道不减，同时多了些许青春气息。“晚上好，小丽娜，麻烦你专门跑一趟。”张哲回道：“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和安安可是好闺蜜呢。”丽娜摆摆手回道：“哲哥，你叫我娜娜就好了，安安都是这么叫我的。”“好。”张哲点点头，下车打开了后备箱，把包装袋都交到两人手上后说道：“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就不和你们多聊了。”安安把包装袋放在地上，丝毫不顾及门口不时路过的学生，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后，才依依不舍地看着张哲说道：“哥哥再见。”丽娜眼里也带着一丝莫名的情愫，挥手说道：“哲哥再见，路上开车慢点。”“好。”张哲朝他们摆摆手，重新设置了一下导航，开始前往夏晚星说的火锅店。看着库里南逐渐远去，安安才收回了目光，对丽娜说道：“娜娜，咱们回去吧，先把衣服放到宿舍，晚上我请你吃好吃的。”“好啊，那我今天一定要吃垮你这个傍上金龟婿的小富婆。”丽娜开了个玩笑，然后忽然注意到安安身上穿的裙子。刚才她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张哲身上，现在才发现安安穿的似乎是今年香奈儿的新款长裙。不仅如此，就连自己和安安手上提的包装袋上都全部印着香奈儿的标志。“安安，你不会告诉我，咱们手里拿的全是香奈儿家的衣服吧？”丽娜连忙问道。面对自己的好闺蜜，安安也不用隐瞒什么，脸上满是幸福的回道：“嘿嘿，都是哥哥给我买的。这么多香香家的衣服，这得多少钱啊？”丽娜感觉自己心里的羡慕简直要溢出来了，追问道：“你们下午去哪逛的？除了衣服还买了其他的吗？”“没去逛街，我下午陪哥哥一起去买车了，就是刚才那辆车。”安安解释道。“衣服是中午吃了饭，哥哥让香奈儿的员工送到酒店的，香奈儿上门服务。这也太夸张了吧！”丽娜忍不住感慨道。“哲哥对你也太好了，这么多衣服一共花了多少钱？”“22万多，一共带来了8套，其中2套太成熟了，不适合我，其他的都在这里了。”听安安说完，丽娜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昨天因为舞跳得好，被张哲奖励清空购物车时，丽娜简直兴奋的不行，因为里面有她最喜欢的 LV 包包。可现在跟安安一对比，自己昨天的那点奖励瞬间就不香了。不跟你说了，再说我就要羡慕死了，自己连一件香奈儿的衣服都没有，而安安却有这么多，穿都穿不完。这时安安忽然说道：“娜娜，这么多衣服我也穿不完，以后咱们俩一起穿吧。”“真的？这可都是哲哥刚给你买的新衣服，你舍得？”丽娜确认道。“咱们是好闺蜜吗？以前你都经常借给我衣服穿呢。”安安点点头，满脸认真的说道：“咱们俩尺码差不多，有几件比较宽松的，你肯定能穿。等一会到寝室了你试试。”安安心里清楚，如果不是丽娜带自己去夜店玩的话，自己根本不会认识张哲，更不可能享受到现在这样的生活。所以对于丽娜，她是非常感激的。两人的关系本来就好，她也不介意把衣服分享给丽娜。不愧是好姐妹，安安你太好了。丽娜心中一喜，回道：“不过这衣服我也不白穿，毕竟都是哲哥买给你的，你看这样行不行？要不你跟哲哥商量一下，我给他做小妾怎么样？以后你就是我的姐姐，咱们姐妹俩一起伺候他。”“安安，我跟你分享衣服，你还想分享我男人？如果不是手上提着东西，他一定要在丽娜的屁股上狠狠地拍2下。”“什么小妾？你再乱说，小心我回去了收拾你啊！”“好好好，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丽娜连忙求饶道。晚上这会车比较多，路上也有点堵，等张哲赶到目的地附近的时候，已经快7点半了。张哲把车停在一个地下停车场，
快步朝约好的火锅店走去。离得老远就看到火锅店门外排着好几列队伍，就连休息区都挤满了人。张哲拿出手机，正准备打个电话，便听到了夏婉欣的声音：“学长，这里。”转头看过去，只见学妹夏婉欣正在马路对面朝自己挥手。今天的夏婉欣穿着一套藏青色的 JK 装，168左右的身高，搭配学院风的装束，少女感十足，又非常显身材。尤其是裙下那双笔直白嫩的大长腿，让人一眼看上去就移不开目光。19岁正是青春无敌的年纪，只是简单化了点素颜妆，配着精致秀美的五官和干净利落的马尾，便把元气少女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注目。走到马路对面，张哲朝夏婉欣问道：“等着急了吧？不是说让你先在店里等我吗？”“没有啦，我也刚来没多久。”夏婉欣笑了笑，解释道：“我不是怕学长你找不到地方吗？”张哲一看她的样子，就知道这丫头没说实话。3月份的魔都，早晚的天气还是有些凉的，这会的气温大概在10度左右。夏婉欣穿的比较单薄，又露着腿，嘴唇都有些发白了，一看就知道等的时间不短。张哲也没有戳穿她，把外套脱下披在她身上，说道：“晚上出来吃饭，也不知道多穿点。”“我也没想到晚上那么冷。”夏婉欣小声回道，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感受着上面残留的温暖气息，夏婉欣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抹红晕。第27章，有钱人不用排队。这排队的人有点多啊，你排号了没？张哲问道。排了，但前面还有100来号呢。夏婉欣有些郁闷道，他们家最近刚在网上做了推广，来的人有些太多了。学长，要不咱们换一家吃吧？他不到6点就过来了，但那时候都已经排了200多号，现在等了1个多小时，结果前面还有上百号桌，轮到他们估计至少也得8点半以后了。你不是很想吃这家店的火锅吗？张哲回道。你等我一会，我先去前面看看。魔都的网红店最不缺的就是人，像这家火锅店这么火爆的有不少，甚至一些店你排队1天都不一定能排到。如果是以前，张哲肯定会选择去其他家吃，因为不想投入太多的时间只为了吃顿饭，吃其他家的火锅也一样。但现在获得系统之后，张哲的心态已经逐渐开始转变。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有钱就能得到很多便利，不一定非得自己排队，甚至你可以直接购买别人的时间。张哲正准备去前面问一问，买个排在前面的号码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忽然走了过来问道：“帅哥美女，你们是来吃火锅的吧？我这里有排在前面的号，要不要？”好家伙，吃个饭还有黄牛，也不知道是这家店真的火，吸引了这些黄牛过来，还是火锅店自己找人唱双簧。不过张哲也无所谓原因，直接问道：“多少钱？还要等多久？”150，前面还有20多号，大概半个小时就能轮到你们。黄牛立刻回道：“你们要是着急，还有个位置前面只有10桌了，不过这个贵点要300块钱。”张哲还没来得及回话，夏婉欣便拒绝道：“不好意思，我们不要，你问问其他人吧。”说完凑到张哲耳边小声说道：“学长，我们换一家吃吧，300块钱都够我们俩吃顿海底捞了。”张哲闻言笑了笑，对黄牛摇了摇头：“300块钱不贵，但既然还是需要等，不如直接用钱开路。跟我来。”张哲拉着夏婉欣的手往队伍最前方走去。虽然两人认识很长时间了，也一起吃过不少顿饭，但因为张哲以前刻意的保持距离，还从没有发生过肢体接触。现在忽然被张哲拉住手，夏婉欣整个人都呆住了，心跳也瞬间加速了许多，傻傻的跟着往前走。来到门口服务台前，张哲开口问道：“你好，麻烦问一下，现在排到多少号了？”工作人员看了下电脑，回道：“479号刚进去，现在还有230多桌在排队，如果你们着急的话，可以预约明天的位置。”“好，谢谢。”张哲回应了一句，随后对后面排队的人喊道：“480号在不在？”话音刚落，一个25、26岁、头发有些稀疏的年轻人连忙抬手回道：“在，我是480号，轮到我了吗？”找到了目标，张哲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朝年轻人问道：“哥们，你的号码1000块卖我怎么样？”听到张哲的话，年轻人直接愣住了，1000块钱就为了买自己的位置？作为一名程序员，他的工资并不低，平均每个月能到手1、2万，但代价是长期的加班和熬夜，才20多岁就开始大把的掉头发，而现在只是一个排队的号码就能轻松赚到手1000块钱，他确实心动了。但想到自己前段时间加班冷落了女朋友，好不容易才把对方哄好，答应陪他来吃这家火锅，年轻人只好忍痛道：“不好意思，我……”他的话还没说完，便被张哲开口打断：“2000，兄弟，不是钱的事，3000。”张哲再次加码，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这时，年轻人看向身边的女友，想要询问对方的意见。还没等他们开始商量，
两人身后的两个女孩忽然说道：“帅哥，他不卖我们卖，我们是481号，只比他晚了一位，你给2000就行。”谁说我们不卖了？闻言，480号的女朋友立刻坐不住了，连忙朝自己男友说道：“还愣着干嘛？赶快把号码给这个帅哥呀！”啊，你不是说今天必须得吃这家的火锅才行吗？我不想吃了，不行吗？女孩直接从他手里拿过号码纸递给张哲，似乎是生怕张哲反悔了一样。其实她刚开始也没想卖，因为这家火锅店最近确实火，公司几个同事都和男朋友一起过来吃过。另外也是想看看眼前这位不差钱的富二代还会不会加价。可后面的两个女孩一开口，她的算盘只能落空了。不过3000块钱也不少了，买瓶 SK2 的神仙水，再买瓶面霜，剩下的钱还够吃顿海底捞的。哪里的火锅不是吃，白赚3000块买化妆品不香吗？张哲接过号码纸，朝481号的两个女孩歉意一笑，随后说道：“收款码，我把钱扫给你。”对方那点小心思，张哲根本不在意。既然夏婉欣想吃这家的火锅，自己又答应了她，那么多花点钱也无所谓。3、2千的，对现在的张哲来说并不算什么。更何况，消费3000元，返利金额增加30万元，有着系统返利在，这对小情侣或许血赚，但张哲永远不会亏。张哲把钱扫过去之后，小情侣开开心心的走了。这时目睹了一切的工作人员也上前小心翼翼道：“哥，轮到你们了。本来需要排队很长时间，甚至需要改天再来的事情，1分钟不到就解决。金钱的魅力就是这么让人着迷。”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两人来到一个空位坐下。夏婉欣这会有些后悔，自己不该跟学长约在这家店，不然学长也不会花3000块钱买对方的位置。刚才的一切发生的太快，他反应过来时，张哲已经准备付钱了，价格都谈好了，他也不好再开口说什么，不然张哲的面子挂不住。犹豫了一下，夏婉欣开口道：“学长，刚才那3000块钱，赶快点菜吧，我刚才来的半路上就饿了。”张哲知道他想说什么，转移话题道：“今天不光是请你吃饭，同样是庆祝我赚了一笔钱，并且提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所以就别纠结钱的事了。”第28章，大 UP 主夏婉欣女士，学长你买车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没听你说过？夏婉欣果然被转移了注意。今天下午刚买的，办完手续就过来了，等吃完饭我带你去兜风。张哲笑了笑回道：“好。”夏婉欣应了一声，忽然想到了什么，连忙问道：“学长，你现在忽然买车，是不是工作转正了？以后会长期待在魔都？”说完，夏婉欣便一眨不眨地看着张哲，期待着他的回复。张哲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之前自己没找到工作的时候，一直表示不确定会不会留在魔都，所以不准备再恋爱。现在夏婉欣这么问，其实心意已经很明显了。我的工作已经辞职了。张哲想了想回道：“不过以后会继续留在魔都发展，可以考虑创个业什么的。”夏婉欣没有追问张哲为什么辞职，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只要学长留在魔都就好，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夏婉欣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笑容，看着菜单开始点菜：羊肉、肥牛，再来个毛肚。对了，学长，脑花你要不要来一个？不要，我不喜欢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你要吃的话，自己点就行。这家火锅店虽然人很多，但上菜速度却不慢。两人点完菜不久，锅底刚刚烧开，菜品就被陆续送了上来。等锅里开始沸腾后，张哲迫不及待地下了一堆肉，确实有点饿了。吃了几口后，张哲忽然反应过来，问道：“婉欣，你今天没带拍摄设备吗？”夏婉欣是一名小 UP 主，平时偶尔会发一些 cosplay 的视频或者是日常 vlog。啊？夏婉欣愣了一下，小声道：“我没带。”哦，我还以为你今天约我，还是想让我帮你拍视频呢。张哲笑盈盈地调侃道。听到张哲的话，夏婉欣也不知是被辣的还是怎么，脸上的红晕更明显了。我今天就是单纯的想跟学长一起约顿火锅，没打算拍视频。夏婉欣诺诺道。好吧，不装了。夏婉欣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视频。上学期他约张哲用的都是请张哲帮忙拍视频的理由，但其实真正目的是什么两人都清楚。自从张哲开始跟他保持距离后，两人已经很久没在一起吃饭了，上一次还是寒假前。今天好不容易又一起吃饭，如果自己拍视频的话，那就没办法跟学长聊天，那今天这顿饭不就白吃了？不逗你了，尝尝这个毛肚。张哲夹了片刚涮好的毛肚放到他的料碗里，问道：“对了，你现在多少粉丝了？”夏婉欣想了想，回道：“好像14万多，快15万了。”长这么快？张哲有些惊讶道。夏婉欣是上大学之后才接触这一块的，一共也才没几个月，而且张哲很清楚，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只做小破站一个平台不说，几个月一共才发了10几个视频，其中有一半的内容还都是比较日常的 vlog 视频，
去这里吃顿饭，去那里逛个街什么的。可就算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都做到了10几万的粉丝。只能说长得好看，做什么都有优势，哪怕是美食区也不缺少老婆粉。对啊，年前有一个视频上了热门，直接就破10万粉丝了。夏婉欣说完，装作一副不高兴的样子说道：“前些天我拿到10万粉丝小电视的时候，还特地拍照发给你呢，学长你忘了？”张哲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有这么回事。不过当时刚开学，自己正忙着找工作，每天都要面试2、3家公司，收到消息后回了个恭喜，转头就把这件事给忘了。最近比较忙，脑子都有点迷糊了。张哲也不觉得脸红，随口解释了一句，端起饮料说道：“那正好，今天这顿饭不仅庆祝我买车，同时庆祝你破10万粉丝，干杯！”干杯！夏婉欣开心的眯起了眼睛，喝完饮料说娇哼道：“哼哼，我现在可是大 UP 主了，最近的视频收益加起来有1万多呢。今天这顿饭我请，学长你可不要跟我抢。”他的那点小心思，哪能瞒得过张哲的眼睛？无非就是觉得张哲之前花了3000块买位置，不想让张哲再花更多的钱，甚至为了照顾张哲的面子，还特地找了个理由。这样全心全意为你着想的宝藏女孩，真的太少太少了。虽然之前的丽娜、安安都很懂事，在自己面前百依百顺，但他们最开始都是因为金钱的因素。而夏婉欣是在自己还是普通大学生的时候就这样，从没有想过从自己身上索取什么。这一瞬间，张哲非常感激系统的降临。如果不是系统激活，自己因为心里的那点矫情拒绝了这样的女孩，恐怕真的会后悔一辈子。你的钱还是留着给自己买 cos 服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那些衣服都很贵的。张哲笑着拒绝道，不说自己有系统在，跟夏婉欣一起的消费能够100倍返利，就算没有系统，张哲也不会让他付钱。虽然只是一顿火锅，2个人也吃不了多少钱，但在这个很多女人在约会、恋爱时都理所当然的花男人的钱的时代，夏婉欣的这种做法无疑会更容易让人生出好感。有时候并不是男人不舍得花钱，更多的是一种态度问题。可是夏婉欣犹豫了一下，开口还想说些什么。没有可是，听话。张哲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你要是一直这么见外的话，那我下次可不跟你一块吃饭了，争来争去还不够麻烦呢。好吧，张哲都这么说了，夏婉欣也没有继续坚持。低头吃了一会东西后，夏婉欣忽然问道：学长，那你现在辞职了，以后如果不忙的话，我能经常约你一起吃饭吗？毕竟我要经常拍探店视频嘛，有时候室友也没时间，我自己一个人也不方便。小姑娘脸皮薄，有些话不好意思说得太直白。当然可以啊，张哲玩笑着回道。摄影师老张随时等候大 UP 主夏婉欣女士的吩咐。哎呀，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啦。夏婉欣被闹了个大红脸。第29章，学长，你这辆车不会是劳斯莱斯吧？玩笑了一会后，张哲忽然想到一件事，问道：对了，婉欣，有网红公司联系过你吗？确实有2家，不过我没答应。夏婉欣回道。虽然他们都承诺会给我配备专业的团队，还会给予一定的资源扶持，但合同方面都太苛刻了，至少都是签10年的合同，各方面的限制有很多，违约金也非常高。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张哲继续问道。暂时还没有，走一步看一步吧。夏婉欣想了想说道。毕竟现在学习才是我的主业，视频方面主要还是当做兼职来做，如果以后碰到好的公司或者粉丝更多了，再考虑签约或者是自己组建团队。这样啊。张哲点点头，陷入沉思当中。见张哲停下了筷子，有些愣神，夏婉欣问道：怎么了学长？刚才在想事情。张哲沉吟片刻，嘱咐道：这样，你先别签约公司，我最近有创业的打算，如果确定了的话，你可以来我这边。好呀。夏婉欣毫不犹豫地回道。那我可等着给你打工了，相信学长肯定不会坑我的。见他答应的这么快，估计大概率是觉得自己在开玩笑，但张哲也没有刻意解释，等公司真开起来了再说。张哲是刚刚才有了创业的想法，因为只是通过赠送奢侈品带女人消费的话，刷钱还是有些太慢了，同时上限也比较低，在一个女人身上刷个100-200万就顶天了，毕竟能买的东西就那么多。而张哲也不可能一上来就给他们买车买房什么的，可以对女人好，但不能无止境的对他们好。有些各方面都很普通的女孩，因为一直被男朋友捧在手里哄着，都会觉得自己是个公主一样，甚至反而觉得男朋友配不上自己。何况是送车送房，那些被包养在小区里住着金主给买的房子，花着金主的钱包养小白脸的女人还少吗？人性这东西是真的一点都经不起考验。再说像安安这样的，如果自己给她买车买房的话，她还真不一定敢收。夏婉欣就不用说了，吃个饭都主动要付钱，从他们身上短时间根本刷不了太多钱。但是根据张哲对系统评判标准的推测，只要是以女人为主题的消费，
都能够得到返现。那么自己因为夏婉欣收购一家 MCN 公司的话，是不是也能拿到返现？不说多，就算收购这家公司只要500万，那也是5个亿的返利。而且除了刷钱之外，还有着很多其他好处。一方面，自己的公司能够很大程度上照顾夏婉欣，以免她被一些黑心公司给骗了。另外，开了公司的话，自己也有了一个公开的收入来源，到时候也方便跟家里坦白，给家里一些钱。系统返利的钱虽然合理合法，来源非常清晰，都是通过金融市场赚来的，张哲也不怕别人调查。但前段时间找到工作后，老爸刚给张哲打了1万5，让张哲买2身体面点的衣服，顺便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现在就算有钱了，张哲也没办法坦白，因为根本没法解释。如果说是股市上赚到的，那么本金怎么来的？有钱了，为什么还问家里要钱？而开了公司的话，就好解释多了，直接说一直在跟同学一起创业，只是最近才赚钱了就行。反正爸妈都不懂这个，还不是张哲随便忽悠。两人吃着聊着，不知不觉间1个多小时便过去。夏婉欣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发现已经9点了，便朝张哲问道：学长，你吃好了吗？吃好了。张哲直接起身回道：时间也不早了，咱们现在回去吧。好。两人来到吧台结了账，随后朝着停车场走去。这家火锅店的味道确实还不错，但价格也不便宜，两人一共吃了800多块钱，人均400的消费，食材品质却一般，只能说网红光环太重。吃完这次，张哲估计也不会再来了，倒不是嫌贵，主要是不想当冤大头。有这钱，多吃2顿海底捞不香？或者干脆洋房火锅，体验一下顶级食材的味道。来到地下车库，张哲带着夏婉欣找到自己的停车位，拿出车钥匙按了一下，库里南的激光大灯瞬间亮起，同时位于引擎盖前方的车标保护盖迅速打开，银色的欢庆女神车标缓缓升起。学长，这就是你刚买的车吗？看到身边的车亮起了灯，夏婉欣打量了一番后夸赞道：看着好气派啊，我还以为你会买一辆轿车呢。还行吧。张哲笑了笑，帮忙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对夏婉欣邀请道：上车吧，咱们赶快回去，要不学校该关门了。好，麻烦学长了。两人现在还没确定关系，张哲也没想过今晚怎么样，毕竟有段时间没见了，也不能操之过急，顺其自然就行。从高中到大学，张哲谈了不少段恋爱，也算是稍微有点经验。一段感情中最美好的，往往并不是热恋期，而是确定关系之前的那段暧昧时期。双方相互倾心，又隔着一层距离，如同一层完美的滤镜。对方的一切在其眼里都是美好的，每天都在期待和甜蜜中度过。而确定关系后，随着双方更加了解熟悉对方，那层滤镜也会逐渐消失，眼里的对方变得不再那么完美，炽热的爱意也会开始冷却，时间长了，甚至还会经常发生争吵。所以尽管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但张哲也并不着急。或许是因为天生比较渣的缘故，张哲甚至很享受每段感情的暧昧期。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确定对方也喜欢你才行，不然一味的自我感动，那可就是舔狗了。汽车缓缓开出停车场，平稳地朝学校的方向驶去。这时夏婉欣看着头顶美轮美奂的星空顶和车内充斥着奢华气息的内饰，终于察觉出了不对劲。和男人不同，大部分女人对车都没什么感觉，就像男人分不清美妆品牌和口红色号一样，很多女人对车也没什么了解，甚至汽车标志都不认识几个。刚开始看到车标的时候，夏婉欣也没认出这是什么车，只觉得张哲买的这辆车看着很大气。可等坐到车里，看着头顶那标志性的星空顶和真皮座椅上双2的刺绣，夏婉欣立刻联想到了一种可能。学长，你这辆车不会是劳斯莱斯吧？夏婉欣忍不住问道。张哲没想到他现在才反应过来，笑道：对啊，我还以为你不认识呢，真是劳斯莱斯。得到了张哲的确认后，夏婉欣仍然有些不敢置信，看着他一脸怀疑人生的表情，张哲忽然有种恶作剧成功的快感。是不是没想到我能买得起这么贵的车？夏婉欣傻傻的点点头，此刻他有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刚才吃饭的时候，张哲就说了买车的事情。夏婉欣虽然为张哲开心，但也并没有太在意，下意识的便认为张哲买的应该是一辆10几20万的车，怎么也没想到张哲买的是一辆劳斯莱斯。再联想到张哲之前说是赚钱了所以买了辆车，那么问题来了，赚多少钱才能买得起劳斯莱斯？夏婉欣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做梦。第30章，年轻时的爱情。好半天，夏婉欣才回过神来，怯生生地说道：可是我听说劳斯莱斯要上千万呢，学长你怎么？没那么贵，也就几百万。张哲语气平淡，一本正经地解释道：摊牌了，其实我是亿万富翁，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做金融方面的投资，赚了不少钱。这不是快毕业了吗？
就套现了一笔钱准备创业，顺便买辆车充门面。下午买了车之后，张哲就知道这件事肯定会给身边的同学朋友带来不小的震动，毕竟自己都大4了，在一起上学好几年，什么情况身边的同学都清楚。昨天只是在班级群发了个1000块的红包，就有很多人问是不是遇到什么喜事了，更何况是提了一辆库里南。可尽管如此，张哲也没想过隐瞒自己有钱的事实，毕竟资金来源系统都安排好了，完全经得起调查，没必要刻意低调。难不成搞扮猪吃虎那一套？至于其他人会不会怀疑什么，张哲根本不在意，也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先给他们来一点小小的库里南震撼，不是富二代又怎么样？富一代的含金量更高。不出意外，在听到张哲的解释后，夏婉欣语气有些幽怨道：“学长，你藏的也太深了吧？你这辆车的价格就够在魔都买套房了，之前还一直跟我说，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得回老家发展呢。”嗨嗨，张哲忍不住老脸一红，还不是之前没钱闹的？要是像现在这么有钱，会连恋爱都不敢谈。但话都说出去了，只好继续给自己圆谎。之前我的钱都压在股市里了，差点血本无归，这不是刚回笼了一些资金吗？夏婉欣张了张嘴，却没有再说什么。这回他终于明白张哲之前为什么毫不在意的花3000块买一个位置了。原来学长远比自己想象中更优秀，年纪轻轻就靠自己的能力买了辆劳斯莱斯。莫名的，夏婉欣忽然有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张哲倒是没注意到他的情绪，这会正在全神贯注的开车。大概半个小时后，张哲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烟酒超市门口停下，对夏婉欣说道：“你等我一下，我去买点东西。”夏婉欣不知道在想什么，迟疑了片刻才应道：“哦，好。”张哲走进烟酒店，买了几条华子，拆开一条拿出2包，其余的放在了后备箱里。张哲很少抽烟，也没有烟瘾，但有句老话说得好：烟搭桥，酒铺路，笑脸相迎，人情世故。魔都金融学院虽然只是个2本院校，但学校管理也还算严格，外来车辆是不允许进入校园的。车都买了，张哲可不打算停在外面，毕竟校外的停车场距离宿舍还是有段距离的。果不其然，再次开车来到校门口的时候，张哲被拦了下来。一个50来岁、皮肤黝黑、穿着保安服的大爷走了过来，敲了敲主驾驶的车玻璃。张哲落下车窗，招呼道：“刘大爷，今晚您值夜班？”张哲之前是学生会外联部的，经常跟学校各部门打交道，门口的几个门卫也都熟悉。这个刘大爷跟张哲是老乡，给过不少方便。小张，咋是你？看到开车的是张哲，刘大爷惊讶道：“我正想说外来车辆不让进呢，啥情况你这是？”张哲递了包华子过去，说道：“下午刚买的车，还没来得及办出入证，明天我去补一张。”呵呵，行。刘大爷也没客气，乐呵呵的把烟装进兜里，说道：“也就是你，换个其他人我都不让进。你明天早点去办出入证，要不被领导看到了，我不好交代。要是你不方便的话，我下了夜班帮你跑一趟，你睡醒直接来门卫室拿就行。学校虽然不禁止学生开车，但也并不提倡，学生想办出入证还是比较麻烦的，需要跑好几个部门。而这位刘大爷虽然只是个门卫，但学校保卫科科长就是他亲侄子，办个出入证这点小事自然是手拿把掐。既然刘大爷主动提出帮忙，张哲也懒得跑来跑去折腾，那可太好了，正好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张哲下车打开后备箱，直接拿了一条没拆封的华子塞到刘大爷手里，说道：“大爷，不能让你白忙活，这烟你拿着抽。”刘大爷接过烟，直接塞到了外套里，回道：“这烟我也不白抽你的，你明天直接过来拿证就行，毕业之前都不用交停车费了。学校里停车也是收费的，张哲记得1个月好像200-300，毕业还有3个月呢，这么说自己还赚了。好，麻烦刘大爷了，那我就先进去了。”“去吧去吧。”秦大爷摆摆手，按下遥控器打开了电动门。看着张哲开车渐渐远去，刘大爷才重新关上门，忍不住感叹道：“卧槽，这年轻人20来岁就开上劳斯莱斯了，啥家庭啊这是？”把车停在离宿舍比较近的停车区后，张哲看了下时间，才9点半多一点，便问道：“直接送你回寝室还是？宿舍关门还有一会呢，要不咱们散散步吧，晚上吃的有点多。”夏婉欣小声道：“行。”张哲把车锁好，和夏婉欣一起走在校园小道上。此时校园内有不少男男女女走在一起，相互之间或矜持或亲密，一些角落里还能看到一对对的情侣依偎在一起。年轻时的爱情就是这样，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都甘之若饴。刚开始两人只是默默地走着，时不时地说上一句话，但也并不觉得无聊。走到宿舍区边缘时，因为周围比较黑，张哲直接拉住了夏婉欣的手。黑暗中，夏婉欣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并没有把手抽出来。感受着张哲手上的温暖，夏婉欣不自觉地离张哲更近了一些，暧昧的味道
逐渐在两人心里绽放。时间飞速流逝，夏婉欣感觉还没走几步路，就已经晚上10点了。宿舍即将关门，很多人开始往宿舍的方向跑，夏婉欣也只好和张哲一起回去。张哲掐着点把夏婉欣送到了宿舍楼下，叮嘱道：“回去赶快洗个热水澡，别冻感冒了。”知道了。夏婉欣应了一声，准备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衣服就别给我了，你里面穿的太少了，明天再拿给我吧。张哲开口说道，怕他忽然把外套脱掉后闪汗了。好。夏婉欣点点头，看向张哲，依依不舍道：“学长，那我就先上去了，你回到宿舍给我发个消息。”知道了，赶快上去吧。张哲朝他挥挥手，随后转身向自己宿舍的方向走去。第31章，男生女生。婉欣，你干嘛去了？一晚上都没见到你人。夏婉欣刚回到寝室，一个正在敷面膜的女孩便招呼道。另一个女孩嗅了嗅鼻子，闻到了夏婉欣身上的火锅味。好啊，吃火锅不喊着我们一起，还是不是好姐妹了？今天是别人请我，所以不太方便，改天我单独请你们就是了。夏婉欣连忙解释道。虽然很多女生宿舍内的关系都比较复杂，但夏婉欣跟宿舍几人相处的还算可以，之前拍视频舍友也会帮忙。别人请客？你不会是约会去了吧？和谁啊？还能是谁？肯定是他那位张哲学长呗。敷着面膜的李朵撇了撇嘴说道：“真不知道婉欣你到底怎么想的，非得吊死在这一棵树上。我承认张哲长得帅，身材也不错，但他马上就毕业了呀。就算你们在一起了，等过2个月他毕业之后，你们一个忙着工作，一个要继续上学，说不定好多天都见不了一次，这和异地恋有区别吗？”就是。正拿着手机聊天的郭婷也跟着说道：“婉欣你就是眼皮子太浅，别看张哲在学校混得不错，但出了社会就说不定了，得奋斗多少年才能在魔都买得起房。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外貌条件，肯定找个富二代当豪门太太多好。”如果是以前，夏婉欣还真不好辩解什么，但今天发现了张哲的另一面后，她才知道学长远比所有人想的都要优秀。还没毕业就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在魔都买套房对张哲来说是问题吗？但想了想，夏婉欣并没有把张哲买车的事情说出来，而是问道：“那周虎也不是富二代啊，你不也和他在一起了？但他舍得给我花钱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先谈着呗。”郭婷理所当然地回道。夏婉欣本来还想争论一下，可听完郭婷的话，忽然没了这个心思。三观不一样，根本说不到一块去。我先去洗澡了。说完，夏婉欣便拿着自己的洗浴用品准备去洗浴间，但忽然想到自己把学长的外套穿了回来，立刻便停下了脚步。拿起外套闻了一下，上面残留着很浓郁的火锅味，肯定不能就这么还回去。夏婉欣从床底拿出自己洗衣服用的大塑料盆，把外套放了进去，准备先泡一会，等自己洗完澡了再把外套洗干净。这时正在敷面膜的李朵扭头看了一眼，忽然喊道：“婉欣，等一下。”夏婉欣停下脚步，疑惑道：“怎么了，朵朵？”李朵挪到床边，伸手拿起盆里的外套摸了摸，有些迟疑道：“你要去洗衣服？这外套好像是 LV 的呀，你先看下标签能不能水洗。”啊，那我看看。夏婉欣连忙回道：“万一把衣服洗坏可就糟了。”听到他们的对话，郭婷也放下了手机，说道：“ LV 的外套？朵朵你是不是看错了呀？高仿吧？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手感和做工都没问题，应该是正品没错。”李朵回道。郭婷依旧不相信这件外套是正品，她男朋友周虎和张哲的关系不错，也见过张哲几次，没看出来张哲哪里像富二代。但夏婉欣在这，她也不好说什么，撇了撇嘴道：“就算是真的，牛仔外套还能洗坏啊？哪有那么娇贵？你不懂。”李朵解释道：“这不是那种普通的硬牛仔外套，只是牛仔配色而已，布料并不是牛仔的，摸起来手感很柔软，一般这种布料水洗后会变硬，到时候穿着就没那么舒服了。”此话一出，郭婷顿时没话说了。谁让李朵家里有钱呢？经常买一些大牌化妆品，就连名牌包都有好几个，而她对奢侈品牌的了解只局限于口红。夏婉欣看完衣服的标签，连忙朝李朵感谢道：“谢谢你朵朵，确实不能水洗，幸亏你提醒了我，不然洗坏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学长交代。”李朵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她也不确定这件衣服到底是不是真品，但看夏婉欣的表情，似乎很确定这衣服是真的。虽然心中好奇，但李朵嘴上却玩笑道：“还能怎么交代？肉偿呗，正好如你的意了。”哎呀，你说什么呢？哈哈，开玩笑开玩笑，好好说话别动手啊，我错了还不行吗？张哲慢悠悠地回到宿舍楼下时，宿管阿姨已经把门关上了，几个男生正趴在门口说好话，求阿姨放他们进去。妈，给我开下门啊！亲妈，我回来了，给俺开开门呗。宿管阿姨冷着脸站在铁门后，丝毫不为所动。张哲走到门口，跟宿管阿姨招呼道：“林姨，又训人呢。”
哟，小哲回来了。看到张哲后，宿管林一面带笑容的关切道：“晚上是不是加班了？怎么这个点才回来？有点事耽搁了，林一给开下门呗。”张哲笑着回道：“行。”林一拿出钥匙开门，嘴里还不忘对其他几人训斥道：“今天放你们一马，以后注意点时间，天天不好好学习，就知道谈恋爱。”宿舍大门被打开，几个大一大二的学弟感激地看了张哲一眼，眉开眼笑地冲进宿舍。没别的，好歹在学校待了几年，张哲还是有点面子的，毕竟长得帅，嘴又甜，哪怕是去食堂打饭都能多给一勺。张哲走到宿舍门口，还没进去便听到了里面的吵闹声。卧槽，赶快拦住剑姬！他妈的，这剑姬是个狗吧？这么分奴的吗？推开门便看到室友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正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显示着刺眼的失败二字。套他猴子的，下一把下一把，我今天还就不信了。张俊杰刚说完，正好看到张哲推门进来，便招呼道：“哟，阿哲回来了，干嘛去了？昨天都没回来睡。昨晚我和青山还想等你下班了吃烤串呢，结果等到10点半你都没回来，我们俩也就没去。哲哥，你房子租好了？”滕青山也跟着问道。张哲一边脱衣服一边回道：“我都辞职了，还租个屁房子？辞职了？”听到这话，两人顾不得再打游戏，连忙起身来到张哲身边问道：“什么情况啊？好好的怎么辞职了？干得不太舒服，不想干了。”张哲轻描淡写的回道。见张哲不想多说，两人也没有继续问。张俊杰说道：“行，反正都辞职了，那咱们就一起再找工作。”说到一半，张俊杰忽然问到张哲身上的火锅味，问道：“不对啊，你辞职了不回来找哥们一块喝酒，自己出去吃火锅，跟妹子一起的？”听到妹子，张俊杰瞬间来了精神，一脸八卦的问道：“和谁？小夏学妹吗？要不还能跟谁？瞧你八卦那样。嘿，哥们这是关心你好吧？”张俊杰一副怒其不争的表情道：“阿哲，不是哥们我说你，人家妹子老是喊你一起吃饭，什么意思还不够清楚吗？也不知道你瞎矫情个什么劲？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花开该折就得折，别等无花空折枝。白菜都主动送上门了，你不吃难道留给别的猪吃？真到那时候你后悔都晚了。我杰哥说的有道理，咱们学校盯着小夏学妹的狼可有不少呢。”滕青山也跟着附和道。张俊杰这个比大学4年都没见谈过一个对象，但每次帮人分析感情问题时却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还经常有其他寝室的人过来专门向他请教各种感情问题，妥妥的理论大师。虽然张哲已经想通了，但还是被他们说的老脸一红，没好气道：“你们俩谈过几个对象啊？就开始教我谈恋爱了？别巴巴了，我自己心里有数。快看，他急了，他急了。”男人之间的友谊有时候非常神奇，相处中少不了打打闹闹，说话也毫不客气，但越是这样关系就越好。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也没有一直说这事，有些话过犹不及，说一遍就足够了。这才10点，一块搞几把游戏不？张俊杰问道。你们先搞一把，我去洗个澡就来。吃火锅就这点不好，吃完身上一股火锅味，不洗澡的话非常不舒服。那你快点，我再喊2个人过来，咱们打5排。张俊杰道。行。张哲应了一声，拿着替换的睡衣和内裤准备去淋浴室。对了，你们俩面试情况怎么样？第32章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嗨，别提了。说到面试，张俊杰不禁脸色一黑。昨天我面试的那家公司，我是8点之前就到了，一直坐那等到10点半才见到人事。结果他看完我的简历后，直接来了句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只招一本应届生，有学历要求我能理解，但你好歹在招聘信息上写清楚吧，白浪费了我1上午的时间。我那个也差不多。滕青山也跟着说道。面试的第一句话就是实习期3个月，每个月工资2420，转正后底薪不变有提成，能干的话再接着谈条件。跟我扯淡呢，现在没毕业还好，等过段时间毕业了，哪怕跟人合租1个月也得1000多吧，再加上吃喝交通费，2000多的底薪够干嘛的？听着两人的吐槽，张哲也大概能感同身受。他们所在的魔都金融学院只是一座2本院校，而在魔都这个城市，2本学历真的没什么竞争力。在昨天之前，张哲虽然不像他们俩这样面临着找工作的困扰，但心里的压力也不小，因为张哲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实习期。只是没想到，先是碰到了陪酒的事情，随后便激活了系统，现在直接跨过资本积累阶段，实现了财富自由，自然也就没了任何压力。没办法，现在整个魔都所有大学的大4生都在找工作，竞争确实大。看气氛有些沉重，张哲开口安慰道：“你俩也别太着急，反正离毕业还有3个月呢，总能找到工作的。我倒不是着急，主要是觉得他们白白浪费了的时间，这就很气。有这时间我在寝室打游戏不好吗？”
张俊杰摆了摆手，催促道：“不说这个了，你赶快去洗澡，我今天要玩剑圣，必须得拿个5杀解解气才行。”行吧，等我10分钟。张哲也不再多说，寝室里4个人，张哲跟张俊杰、滕青山2人的关系都很不错。以前大家都是穷哥们，谁也帮不了谁，只能相互给对方打气。但现在自己既然有能力了，有机会的话可以拉他们一把，但具体怎么做还要考虑一下。晚上这会洗澡的人比较多，宿舍的热水有些供应不上来，淋浴里的水几乎感觉不到多少热度，只能说不算凉。以前每天都这么洗，也没觉得有什么。但昨天在总统套房体验了牛奶浴之后，张哲立刻便感觉到了巨大的落差，忽然有了些买房的想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体验过更好的生活后，自然不想再回到以前那样。不过自己卡里现在只有5000多万，这点钱在魔都买套房子倒是轻轻松松，但只能是一般的房子，魔都的顶级豪宅起步就要上亿，普通的房子住进去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继续住酒店的总统套房。每天10来万的房费确实不便宜，但和张哲刷钱的速度相比，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但一直住酒店也不是那么回事。张哲打算尽快把收购 MCN 公司的事情提上日程，如果这笔消费能够返利的话，自己就能获得至少几个亿的资金，到时候直接一步到位，买套超大平层或者弄套别墅，再请个私人管家团队服务自己，体验一下真正顶级富豪的生活。张哲美滋滋的想着，快速冲了个澡，主要是为了去掉身上的火锅味。当然，小兄弟的卫生也是要注意的。总共花了10分钟左右，张哲便拿着浴巾擦着头发回到了寝室。阿哲，快快快，就等你了！张俊杰着急道。来了来了，我已经很快了，好吧？张哲把东西放好，坐到了电脑前。张俊杰已经提前帮忙登录了游戏，5人灵活组牌，张俊杰打野，隔壁寝室2哥们一中一上，就剩下了下路2个位置。张哲朝滕青山问道：“咱俩谁打 AD？” 哲哥你来吧，我 AD 打得不好，你想要什么辅助？滕青山回道：“什么都行，先看看对面的阵容吧。要不咱俩玩个骚套路，亚索加泰坦。亚索还能走下路？”张哲疑惑道。前段时间张哲忙着上班，回来的都比较晚，已经有半个多月没玩游戏了。当然呢，而且强度还很高，最近这套路很火的。滕青山解释道。行，那就试试，反正都是娱乐，输赢都无所谓，快乐就完事了。轮到张哲选人的时候，没有犹豫，直接锁定亚索。10分钟后，看着自己0-5的战绩，张哲不禁陷入了沉默。好在不用张哲自己背锅，全线都在崩盘，张俊杰的剑圣也是走到哪死到哪。游戏时间终于来到15分钟，几乎不到3秒的时间，提前投降便全票通过。嘿嘿，我觉得咱们还是玩正常组合吧，这阴间套路不太行。张哲建议道。今天早上刚更新，肯定是被削了。滕青山语气肯定道。张俊杰，这把不算，刚才没发挥好，再来。没有相互甩锅，3人默契的点下继续游戏的按钮。这时桌上手机忽然响了一下，张哲拿起一看，是夏婉欣发来的消息。夏婉欣，学长你到宿舍了吗？张哲，到了，刚洗完澡就被室友拉着打游戏，忘了给你发消息了。夏婉欣，好吧，我也刚洗完澡。夏婉欣，对了学长，我本来想把外套洗干净再拿给你的，但我看标签上说不能用水洗，我怕给你洗坏了就没动。张哲，没事，回头我直接送店里洗就行。夏婉欣，那好吧。夏婉欣，那学长你接着玩游戏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我收拾一下就准备睡觉了，记得别玩太晚，熬夜对身体不好的。张哲，知道了，我再玩一会就睡，提前晚安。夏婉欣，学长晚安。小兰睡觉表情。退出和夏婉欣的聊天界面，张哲发现安安也发来了消息。安安，图片。安安，哥哥，我和丽娜晚上去吃了泰国菜，味道还挺不错的，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带你尝尝。安安，哥哥还在忙吗？那我先睡觉了，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安安，我已经开始想你了。安安，被窝里一点都不暖和，要是哥哥你在我身边就好了，嘿嘿。安安，我睡了，哥哥晚安。最后一条消息是20多分钟前发来的，那会张哲正在洗澡，也就没看到。估摸着安安这会已经睡了，张哲简单回了条晚安。放下手机，张哲继续玩起了游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匹配到的对手都很强，张哲几人连着输了3把，每次都是早早就崩盘了。第4局激战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赢了一把，不然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看时间也不早了，3人也没有继续的打算，纷纷关掉电脑准备休息。一夜无梦，一觉睡到自然醒，张哲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拿起手机看了下时间，已经8点半了。不用早起，上班的感觉真好。干脆利落的穿好衣服，张哲拿着洗漱用品，乐呵呵的走向卫生间。又是美好的一天。
第33章格局。进入大4下学期之后，学校基本就没课了，大部分学生都在忙着找工作和完成毕业论文。张哲这辈子是没机会享受996福报了。毕业论文的初稿也在上学期末就完成，刚开学就交了上去。现在既不用上班，兜里又有钱，整个人都悠闲了起来。洗漱完毕，张哲又捯饬了一下发型，然后悠哉地走出宿舍楼，朝最近的食堂走去。路上拿起手机看了下，早上6、7点钟，安安和夏婉欣便都给自己发来了早安。张哲给两人回复道：早，我刚睡醒。安安几乎秒回了消息：哥哥你醒了？我跟你说，我昨天晚上都梦到你了。张哲：哦，梦到我什么了？安安：我也忘了，好像是哥哥你开车来接我，然后带我去吃了好吃的，嘿嘿。张哲：果然是个小吃货，做梦都在吃东西。对了，你好点了没？安安：还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比昨天好多了。张哲：那就行，你这2天好好休息，回头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安安：刚跟安安聊完，夏婉欣的消息也发了过来。那学长你赶快去吃早饭，不吃早餐对胃不好。张哲：知道了，正往食堂走着呢。夏婉欣：那我先上课了。张哲：好。和两人聊完后，张哲心中忽然有些感慨，有时候魅力太大了，也是有些困扰的。每天和妹子们聊天维系感情，就要花上不少时间。真不知道那些海王都是怎么安排时间的。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学一下时间管理相关的知识。学校食堂的早餐时间9点结束，张哲到的时候已经没多少吃的了。好在锅贴还剩了一些，张哲便要了点锅贴加一杯豆浆。其他饭菜不说，食堂的锅贴味道还是可以的。找了个干净点的空位坐下，快速吃完早饭后，张哲便准备去校门口保卫室拿自己的汽车出入证。旁边不远处的餐桌上有2个女孩也在吃着早餐，两人时不时地打量张哲一眼，小声地说着悄悄话。见张哲准备离开，一个女孩撺掇了一句，坐在他对面的女孩犹豫片刻，起身小跑向张哲。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张哲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正准备侧身让开路，结果对方直接停在了自己身边，红着脸小声问道：你好，能加个微信吗？张哲打量她了一眼，女孩的五官很清秀，脸上有一点点的婴儿肥，看样子应该是大1或者大2的学妹。思考了片刻，张哲委婉地拒绝道：不好意思，我大4马上就毕业了，现在正和夏婉欣处于暧昧期，张哲自然不会在学校里再跟别的女孩搞暧昧。张哲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其实已经很清楚了。女孩脸上闪过一抹失落之色，有些尴尬地说道：对不起，那打扰了。见对方离开，张哲也转身继续朝食堂外走去。没想到吃个早饭，竟然还有人上来要联系方式。别看现在很多人在网上什么话都敢说，但敢在现实中主动搭讪的真没多少，更不用说相对矜持的女生了。在学校里一般也都是见过几次，稍微熟悉些之后再过去搭讪，要么就是通过表白墙或者找同学介绍，先在社交软件上聊一聊。这学妹看着很淑女的样子，胆子倒是挺大的。一个小插曲，张哲也没有放在心上。有时候人很难感受得到自身短期内的变化。虽然系统激活才1天多的时间，但张哲的心态和气质都在不经意间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本身上的些许木气已经消失殆尽，整个人散发着阳光和朝气，还有种淡然从容的气度。俊朗的五官，挺拔的身形，出众的气质，这些加在一起，对于还未走出校园的女孩而言，可谓是杀伤力极大。张哲来到门口保安室时，昨晚上夜班的刘大爷早就下班回去休息了，但他临走之前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张哲报了名字后，便拿到了自己的汽车出入证。刘大爷办事果然靠谱，要是自己跑手续的话，至少也得折腾1上午。把出入证放到车里，张哲惦记着收购公司的事情，便直接回到寝室，打开电脑开始查询相关信息。最近几年，随着直播和短视频相继兴起，网红经济大行其道，只要有流量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轻轻松松便挣到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钱。MCN 行业也借此进入急速发展期，光是去年1年，国内新成立的大大小小的网红公司就有1万多家。可以说 MCN 行业就是互联网新的风口。张哲最初只是想简单的了解一下行情，然后随便选一家公司将其收购，一方面试验一下这笔消费能不能返现，另外也能照顾到夏婉欣，以免她被骗子公司给忽悠了。可现在了解之后，张哲忽然发现这行业似乎真有搞头。系统刚激活的时候，张哲就想过给女主播送礼物来刷钱，但因为怕碰到美颜怪、整容怪，便打消了念头。但如果自己有一家网红公司的话，完全可以不计成本的大量招聘颜值身材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主播，他们能不能给公司赚到钱倒是无所谓，到时候自己一走进公司就能看到一副美女如云、莺莺燕燕的场面。
还不是想怎么玩，想怎么刷钱就怎么刷钱，搞，必须搞！张哲立刻做出决定，哥们不图赚钱，就是想尝尝创业的滋味到底是甜还是咸。思维一旦打开，格局瞬间就不一样了。张哲这回动力满满，立刻开始搜索魔都有没有规模还不错的网红公司出售。可看了一会，发现网上只有一些大公司的新闻或者是招聘广告，根本找不到有公司出售的消息。想想其实也正常，公司毕竟不是普通商品，到商场付了钱就能拿走，一般就算是交易也只会在行业内流通。张哲思索片刻，准备跟夏婉欣这个业内人士咨询一下，拿起手机给夏婉欣发了个消息：中午一起吃个饭啊。夏婉欣很快回了消息：我昨天晚上就跟室友约好了，中午去后街的川菜馆吃饭，要不学长你跟我们一起？张哲也没问合不合适，直接回道：好，那就一起吧，又不是约会，多几个人也没什么，反正都是妹子。我们12点下课了就过去，到时候学长你直接过来就行了。好，到时候再联系。第34章3年之期已到。白天的校园人气很足，因为课程比较分散，任何一个时间段都能看到或悠闲或匆忙的学生穿行在校园中。北区男生宿舍这边，几个男生正说说笑笑，结伴去上公共课。路过宿舍区附近的小停车场时，其中一个男生忽然被里面停着的一辆白色 SUV 吸引到了目光。你们看那辆 SUV 还挺好看的。另外几人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打量一番后纷纷议论道：我不太喜欢 SUV， 感觉还是轿车好看点，最好看的还得是跑车。我感觉挺好看的，你们不觉得这车气势很足吗？确实看着很大气，应该不便宜吧？又不是超跑，一辆 SUV 能有多贵？既然停在宿舍区这边，应该是哪位宿管老师的车吧？估计撑死了也就10几20万。几人讨论了几句后，便准备去上课。这时最开始说话的男生说道：你们等我一下，我爸最近准备换车呢，我过去拍张照片给他发过去。说完便拿出手机，朝着停车场内跑去。作为闻名全球的汽车奢侈品牌，劳斯莱斯最广为人知的地方就是其奢华的配置和独特的欢庆女神标志。99年之前，车标被偷的事件屡见不鲜，让众多车主苦不堪言。为此，劳斯莱斯特地开发了车标防盗功能。因为车辆处于停滞状态，车标回收到了引擎盖下方，年轻人从侧面也没看出来这是什么牌子的车。可等走近了之后，看到车头进气格栅上方那仅有一张扑克牌大小的双2镂空标志后，顿时就有些傻眼了。卧槽，怎么了？这特么好像是劳斯莱斯，打死我爸他也买不起啊！这要是拍照给老爸发过去，老爸换不换车不知道，估计得先换个儿子。闻言，另外几个年轻人也好奇地跑进了停车场，驻足在库里南前方。卧槽，还真是劳斯莱斯！劳斯莱斯竟然也出 SUV 了，这车真特么帅啊！你刚才不是说不喜欢 SUV， 轿车和跑车才好看吗？对啊，但这可是劳斯莱斯啊！几个年轻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并拿出手机对着车拍摄。几分钟后，一些库里南的照片和视频被几人发送到班级群里，并迅速被转发到其他群里，在校园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魔都金融学院只是一所普通的2本院校，校内开车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其中大多数还都是已经工作的研究生，开的车也以普通家用车为主。之前学校里最贵的车就是一辆保时捷718，平时在学校非常高调。现在忽然出现一辆700-800万的劳斯莱斯，立刻便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卧槽，啥家庭啊，开劳斯莱斯上学？谁知道这是劳斯莱斯哪款车？以前怎么没见过？劳斯莱斯库里南，我的梦中情车。没想到咱们学校竟然有，谁能告说一下这是哪个停车场？我要去拍张照片。谁知道车主的联系方式？私聊一下，必有重谢。哎，我爸来学校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早知道让他换一辆低调点的车了。我查了一下，这车落地最少要700-800万呢，应该不是学生的吧？可能是某个老板来咱们学校参观招聘的。时间飞速流逝，不知不觉便到了中午。看时间差不多了，张哲正准备出门去找夏婉欣一块吃午饭，顺便问一下收购公司的事。寝室门忽然被推开，出去面试的张俊杰和滕青山回来了。卧槽，阿哲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有人买了辆劳斯莱斯库里南。张俊杰刚进门就分享道，就在南边的停车场停着，不少人在那围观呢。青山说落地至少得700-800万，也不知道是哪个学生的车。张哲挑了挑眉，问道：你怎么知道是学生买的？那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咱们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领导的，他们有钱也不敢这么花。张俊杰回道，而且有人昨天晚上就看见车停那了，一直停到现在都没动。听说前挡风玻璃后面还放着出入证，所以大概率是咱们这边几栋宿舍的人。库里南是劳斯莱斯刚发售的车型，现在整个魔都都没几辆，租是肯定租不到的，所以要么就是刚买的，要么就是开的家里的车。滕青山也说道，反正真他妈有钱，
以前也没听说过咱们学校有这妖牛的富二代啊，能买起这车的，家里至少得好几个亿的资产吧？张俊杰感慨道。杰哥，你格局小了，有钱人都懂得钱生钱的道理，就算是身家几亿的富豪，也不舍得花700-800万买一辆 SUV 啊，换成劳斯莱斯幻影还有点可能。滕青山说道。要是家里给买的，那就更离谱了，能给一个大学生买大几百万的车，家里资产少说得几十亿起步。张哲既然把车开进学校，就没想过隐瞒。听着他俩的讨论，张哲开口问道：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说可能楼下那辆车是我的？别几把吹了，咱们哥几个谁不知道谁啊？闻言，张俊杰笑道：你还不如说被富婆包养了呢。一个屋里住了3年多，关系又非常不错，大家彼此之间都很了解。比起张哲是个富二代，他更愿意相信张哲被包养了。毕竟张哲的外在条件在那摆着，想吃软饭的话真的不难。可就算被包养，顶天了也就给买辆保时捷吧。啥样的富婆能给买劳斯莱斯？张俊杰并没有把张哲的话放心上，全当他在开玩笑，继续说道：你们说这富二代咋想的，花那么多钱买一辆 SUV， 有这钱买辆超跑不香吗？大学开超跑多装逼。我倒是觉得库里南挺好的，我做梦都想坐一次劳斯莱斯。滕青山感叹道。哎，说实话，你们还不相信，当初我来上大学的时候，家里人就让我低调。张哲玩笑道。现在3年之期已到，封印解除，不装了，老子就是亿万富翁，叫声好听的爸爸带你们去兜风。张俊杰瞥了张哲一眼，问道：龙王小说看多了？滕青山，哲哥你怎么没歪嘴啊？不歪嘴没那味儿。张俊杰还亿万富翁，你咋不说前段时间5亿大奖就是你中的呢？滕青山，哲哥说的可能是欢乐豆。张俊杰，说啥呢？1亿欢乐豆也不少钱呢，说的应该是梦幻币。滕青山，也可能是地下城金币，这个更便宜。见两人一唱一和的损自己，张哲也不生气，慢悠悠的从口袋里掏出库里南的车钥匙，拿在手上晃了晃，然后用一副非常疑惑的语气问道：咦，我口袋里怎么多了个车钥匙啊？这双22标志是什么车？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认识吗？两人正损得起劲，可看到张哲真拿出来一个车钥匙后，立刻就有些傻眼了。第35章，林微微，学长，还记得我吗？看着被张哲递到眼前的车钥匙，张俊杰下意识地接到手里。卧槽，真的假的啊？张俊杰有些不敢置信地念叨一句，拿着车钥匙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并没有发现打火按钮或者是充气口之类的，可以确定应该不是车钥匙样式的打火机。给我看看，给我看看。滕青山说着拿过车钥匙，试探性地按了下按钮，钥匙前端的指示灯瞬间亮了一下。卧槽，是真的！滕青山惊呼道。什么情况啊，哲哥，真是你买的车？张哲笑了笑，回道：不然呢？钥匙不都在你们手里了？我特么不会是起猛了，还没睡醒吧？青山，你打我一下。张俊杰忍不住说道。啪！话音刚落，滕青山便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背上。套你猴子的，你还真打呀？不然呢？不是你让我打的吗？那你好歹也轻点啊。不好意思，太激动了，忍不住想发泄一下。两人闹腾了一会后，才想起来正事，纷纷对张哲展开追问。操，你以前不是说普通家庭吗？对啊，哲哥，你这藏的也太深了吧？普通家庭买得起库里南？此刻两人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恨不得立刻到逼呼发个帖子。同寝4年，忽然发现室友是超级富二代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之前把钱都拿去投资了，也是这2天刚拿回来。张哲随口忽悠了一句。两人虽然有些震惊和好奇，但也并没有刨根问底的意思。寝室内4人，除了另一位不在的赵鹏之外，张哲跟张俊杰、滕青山的关系都很好，属于是纯粹能玩一块去，也不在乎谁家里有钱没钱。也就是张哲前后的差别太大，要不他们俩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过了好一会，两人逐渐接受了张哲成为有钱人的事实。阿哲，你还记得不？张俊杰忽然说道。以前你谈恋爱花销比较大，经常没到月底前就花完了，哥们可没少帮你拉计划。张哲一眼就看出这个逼想干什么，直接道：别整那么多没用的，叫2声好听的，爸爸开车带你们去装逼。你别太过分，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义父，果真吗？张俊杰还没说完，滕青山便开口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的，我这个人最喜欢车了，做梦都想坐一次劳斯莱斯，还请义父满足孩儿这个心愿。操！张俊杰本来还想坚持一下，没想到滕青山这么快就屈服了，没办法，只好跟着说道：义父，俺也一样。这才对嘛。张哲心满意足地拍了拍两人的肩膀，问道：你俩中午还没吃饭吧？还没呢。张俊杰回道：本来想吃了再回来的，
但冥冥之中感觉到有一股意志指引我回到了寝室。藤青山说道：“现在回来我才明白，原来今天中午这顿饭注定要坐着我义父的大牢去吃才对味。”张俊杰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嘴角忍不住抽了抽：“你他妈是真会舔啊！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好吧？”但藤青山说的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中午这会学校这么多人，要是坐着大牢出去转一圈的话，那特么不得爽死。别他妈贫了！张哲也是被他逗乐了，挥手说道：“那走着，我跟夏婉欣约了饭，中午咱们一块吃吧。”啊，你约了小夏学妹？张俊杰愣了一下，连忙回道：“那还是你自己去吧，我们俩一会去食堂随便凑合一顿得了。”对，哲哥，我们就不去了吧，等你吃完饭回来，下午没事的时候再带我们兜风也不迟。藤青山也跟着说道：“没事。”张哲解释道：“就是简单吃个饭，又不是去约会，他室友也在。”听到这话，俩人顿时便不再拒绝。刚才说不去，那是因为怕打扰了张哲的约会，但既然还有其他人，那么他们一起也没什么。一行三人走出宿舍，直奔宿舍南边的小停车场。这会已经到饭点了，很多人都忙着去干饭，但小停车一侧还是围了不少人，正三两成群的讨论什么，还有人拿着手机正在拍摄。看到停车场围了那么多人后，哪怕自己只是坐车，张俊杰和藤青山依旧有些激动，有种与有荣焉的感觉。走进停车场，张哲拿出车钥匙按了一下，库里南前后转向灯闪了一下，引擎盖上的车标保护装置关闭，银色欢庆女神车标缓缓升起。车主来了，这是谁的车？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哗然，原本离得比较近的学生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腾出了一些空间，似乎是生怕自己挡到了车主的路。张哲直接穿过人群，走到车边对两人示意了一下，上车。哲哥，我坐副驾驶吧。藤青山开口问道。张哲在前面开车，他们俩肯定不能都坐后面，不然搞得自己跟大爷一样算什么事？行，随便你。张哲随口应了一句，打开主驾驶的车门准备上车。张哲学长，等一下。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张哲下意识地看了过去，只见一位身材非常高挑的女孩正快步朝自己走来，最终在前方大概1米的位置停下。女孩的身高估计至少有1.7米以上，穿上高跟鞋后只比张哲矮了不到5公分，上身是粉色的韩式镂空羊绒衫，搭配一条带着亮片的黑色百褶短裙，将自己的身材曲线完美的展示了出来。尤其是那有着大量镂空的粉色圆领羊绒衫，设计得非常巧妙，隔着那一个个镂空孔洞组成的几乎透明般的长条纹路，能够依稀看到被撑得很紧绷的黑色抹胸，甚至还能隐隐看到上面黑色的蕾丝花纹。标准的鹅蛋脸搭配被漂染成淡金色的过肩卷发，有种棒果女团的感觉，浑身散发着时尚又青春的气息。学长，我是会计系的林微微，咱们之前见过面点，你应该还有印象吧？林微微稳稳地站着张哲面前，一双修长白皙的大长腿紧紧并拢在一起，几乎看不到任何缝隙，完美地诠释的腿筋这个词的含义。她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全场男生的目光，一些人更是毫不掩饰眼中的爱慕之意。第36章，女神，不要让我讨厌你。林微微，她怎么过来了？还能是因为什么？肯定是因为这库里南的车主呗。没看人家直接过去搭讪去了吗？哼，我以前还以为他有多冰清玉洁呢，现在看到有钱人还不是直接就贴了上去。不可能，以前追求林微微的富二代也不少吧，但也没见他答应过谁的追求啊。他根本就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他们应该是本来就认识。就是，人家林微微自己就是网红，在微博上有28.3万的粉丝呢，抖音粉丝也破10万了，每个月随随便便就能挣几万块，还用得着傍大款？我只能说你们想的太简单了，以前咱们学校里的富二代跟我张哥能比吗？对，以前咱们学校最有钱的也就开了辆保时捷718吧，落地估计还不到100万，跟张哥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好吧？你们想想，能买得起库里南的那是什么样的经济实力？别说林微微只是一个小网红了，就算是女明星也想嫁到这样的豪门里吧。现实中大部分学校里其实都没有所谓的季花、校花什么的，魔都金融学院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校花评选，但学校里还是有几个公认比较漂亮的女生，林微微就是其中之一，同时也几乎是学校里最受男生欢迎的女生。不仅仅是颜值身材好，气质也非常出众，同时她还是个穿搭博主，全网几十万的粉丝，有着一定的网红光环。这2年，林微微还一直在担任学校内各大晚会的主持人，每一次晚会上盛装出席的林微微都能惊艳到无数男生。这样的女孩几乎满足了绝大多数男人的择偶标准，是学校里无数男生的梦中情人。从入学那天开始，林微微的身边就从来都不缺少追求者，其中不乏一些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生，但至今还没有人表白成功过。每一次林微微都是直接拒绝对方，表示自己现在只想安静学习，也没听说过她跟别人搞暧昧。不像有些女的
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就到处养鱼，对外一直是很独立并洁身自好的形象。可他越是这样，追求他的人就越多。可现在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女神主动走过去跟张哲搭讪，一些男生羡慕的眼都红了，只恨站在林薇薇面前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周围的人议论纷纷，林薇薇却丝毫不为所动，笑颜如花地注视着张哲，期待着他的回复。林薇薇，张哲嘴里念叨了一遍，摇了摇头回道：不好意思，有些记不清了。一旁的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听到这话，忍不住相互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惊愕。这可是林薇薇啊，学校里无数男生心目中的女神，向来都是别人跟林薇薇告白，还从来没听说过林薇薇跟哪个男生走得比较近，更不用说主动上来搭讪了。这要是换成其他的男生，恐怕早就激动得不能自已。可张哲却直接表示不记得对方。不愧是我哲哥，一副牛逼。学长果然是贵人多忘事呢。林薇薇脸上的笑容依旧，似乎没有听出张哲话里的意思，解释道：上学期的迎新晚会，我是晚会女主持，学长负责节目策划，咱们沟通过很多次呢。林薇薇双腿紧紧并拢，双手背在身后，上半身稍微向着张哲的方向前倾，语气有着幽怨道：我可一直都记得学长呢，没想到学长竟然这么狠心，直接把人家给忘了。张哲忽然有一种既视感，这一幕似乎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黑丝蕾丝抹胸，淡淡的绿茶飘香，这不就是进阶版的丽娜吗？相比起来，丽娜最多算是新出炉的绿茶，面前的林薇薇的茶艺要高深得多。张哲大一就进了学生会，基本上很多活动都要参加，之前也确实跟林薇薇有过交际，但也只是因为晚会的事情说过几句话而已，两人连微信好友都不是，更不用说其他关系了。就算平时偶尔碰到，互相也不会打招呼，可以说完全就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林薇薇的话猛一听很正常，只是觉得张哲把她忘了，而有一点点的埋怨，甚至可能大部分男生听到这句话都会下意识的有些自责，毕竟林薇薇现在这副有些小撒娇的模样还是非常动人的。可张哲听到这话确实微微皱眉，虽然明知道林薇薇只是随便找了个理由借此来展开其他话题，但正常逻辑是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联系过对方，而不是埋怨别人把自己忘了。更何况两人之前只是见过，连互相认识都不算，就算忘了又能怎么样？顺着对方的话怎么回答都会陷入被动。不管林薇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但她这种一上来就想掌握主动权，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让张哲有些不舒服。张哲的眼神在林薇薇身上从上到下的扫视一遍，语气平淡的问道：你是特意来谴责我的？听到张哲的话，林薇薇不禁愣了一下，没有想到张哲会这么回复自己，难道不应该是通过这个话题叙旧，然后再加一下联系方式，甚至一起吃个午饭吗？不是的，学长，你误会我了。愣神片刻后，林薇薇连忙摆手解释道：我只是想跟学长重新认识一下，仅此而已。张哲直接打开车门，坐到了驾驶位上说道：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会计系的林薇薇对吧？我记住你了。张哲说着按下了启动键，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示意周围的人稍微散开。看到张哲准备走，原本一直变现得很淡然的林薇薇顿时便有些急了，把手放在主驾驶的门框上，有些着急道：学长，等一下，我撒手，把手放车上很危险的，知不知道？张哲皱眉问道。我。林薇薇没有松手，而是稍微撅嘴，用满是委屈的眼神看着张哲，默默的没有说话。张哲眉头皱起，看了林薇薇几秒后才说道：我等着去吃饭，有点赶时间，不要让我讨厌你。闻言，林薇薇立刻松开了手，看着张哲委屈巴巴道：那我能加一下学长的微信吗？这副楚楚可怜的小表情立刻让周围一些男生心疼不已，眼睛冒火的看着张哲，恨不得立刻取代张哲，将林薇薇搂在怀里好好联系一番。但张哲却丝毫不为所动，思考片刻后回道：下次吧，下次碰到的话就给你微信。说完，看着前方的人群已经散开，张哲直接踩下了油门。众人目视着库里南逐渐远去，顿时再次陷入了一阵哗然。第37章，犀利的林薇薇。林女神好像吃瘪了，人家副哥根本不想搭理她。林薇薇这2年不知道拒绝过多少人，真没想到她也有被人拒绝的时候。真不知道那哥们怎么想的，林薇薇这么好看的女孩都拒绝，要是我肯定毫不犹豫的加她微信，然后开车带她一起去吃饭。所以你是在这看着，而人家是被搭讪的那个。林薇薇再好，那也只是在咱们学校的女生里比较优秀而已，真正的富豪家庭都很重视门当户对的。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林薇薇竟然会被拒绝。第一次见到这位林女神有些卑微的样子，众人也是心思各异，有人羡慕，有人心疼，也有人幸灾乐祸。反正今天中午他们是吃瓜吃到饱了。刚才的2位主角
一位是学校里名气极大的完美女神林薇薇，一位是开着劳斯莱斯的神秘富少。光是这2个身份放在一起，就极具话题性。很多人忍不住拿出手机，开始跟朋友分享刚才看到的事情。林薇薇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张哲开车远去，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失落。习惯了被人追捧的她，第一次主动跟男生搭讪，结果却被张哲直接无视并拒绝。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让林薇薇一时间有些神情恍惚，静静地站在原地，直到再也看不到车尾灯后，林薇薇才缓缓平复了心情，轻轻叹了口气，迈步准备离开。林薇薇，等一下！这时，一个男生忽然喊了一句，随后快步跑到林薇薇面前：“我是管理系的李振，能认识一下吗？”男生大概1.7米出头，身材比较消瘦，穿着一身白衬衣，让原本就比较黑的皮肤显得更黑了。看着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男生，林薇薇柳眉皱起，回道：“不好意思，我心情不好，麻烦让一下。”李振似乎是有些紧张，看着面前穿着高跟鞋比自己还要高一些的林薇薇，结结巴巴道：“林女神，你应该还没吃午饭吧？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荣幸能够请你吃个饭？”“不好意思，我不跟男生一起吃饭。”林薇薇干脆利落地拒绝道，稍微偏转了一下方向，准备从男生的身边绕开。见他要走，李振有些急了，连忙跟着挪了几步，再次拦住了林薇薇：“那加个微信行吗？”刚被张哲拒绝，林薇薇的心情本来就很差，现在又被对方纠缠，心里的火气仿佛找到了突破口，立刻便有些压制不住了。“我不加陌生人的微信。”林薇薇语气冷漠道。“另外，你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麻烦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我看着林薇薇面色冰冷，毫不留情地拒绝自己，李振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刀割了一样疼，心中积攒了很久的勇气，在对方冰冷的眼神下，瞬间就被一扫而空，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林薇薇没有管他，直接朝停车场外走去。这时不知道是谁忽然发出了一道笑声，李振下意识地看过去，立刻便看到了周围不少人正像看笑话一样看着自己，众人嘲弄的眼神让他的脸唰的一下变成黑红色。李振神色羞愤，一种夹杂着愤怒、嫉妒的情绪直冲大脑，对着林薇薇的背影大声喊道：“林薇薇，你就那么爱钱吗？那么多追求你的男生，你一个都不同意，现在看到有钱人立马就过去搭讪，没钱连认识你的资格都没有吗？”李振的皮肤本来就黑，现在激动之下面容充血，脸色黑红的有些吓人，极度的愤怒让他的头上的短发根根直立，俨然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看得周围人目瞪口呆。听到他的话，已经走到停车场门口的林薇薇停下了脚步，紧皱着眉头转过身，迈着大步气势十足地走了回来。站在离对方大概1米的位置，林薇薇语气冰冷道：“你似乎对我很有意见。”看着林薇薇压迫性的眼神，李振的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心中的怒火让他咬着牙地问道：“我就想问问你，钱在你眼里就那么重要吗？难道你是在跟钱谈恋爱？哼，跟我偷换概念？”林薇薇冷笑一声，用有些嘲弄的语气问道：“因为我主动搭讪张哲学长，并拒绝了你的搭讪，让你心里不平衡了，就想给我贴上拜金的标签？难道你不拜金？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李振大声质问道。“说实话，我是喜欢钱，但我不是只看钱。”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在对着这边拍摄，林薇薇很认真地说道：“我是拒绝过很多人的表白，大部分理由都是不想谈恋爱，但只是懒得找其他借口罢了，也是怕说实话让对方太难堪。比如你吧，我目测你身高应该不到1.7米，穿着运动鞋也就跟我净身高差不多，而我对另一半的身高要求是至少1.8米，你连最基本的身高要求都没达到。”听到林薇薇的话，周围的人立刻把目光放在了李振身上打量。李振的身高只有168，平时总会在运动鞋里垫上内增高，加上他身材很消瘦，所以看着也并不会很矮，但和净身高172又穿着高跟鞋的林薇薇站在一起，差距就有些明显了。身高一直是李振最敏感的地方，现在被林薇薇当众说了出来，李振立刻便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恼羞成怒道：“你不要给自己找理由了，以前追你的男生里个子高的也有不少，你还不是都没答应？不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都没钱吗？别人怎么样跟你没关系，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只是身高这一项你就被 pass 掉了，因为我不喜欢比我矮的男生，就算你有钱也是一样。”林薇薇语气平淡道：“对了，我想问一下，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林薇薇忽然问了一句，但还不等李振回答，便自己给出了答复：“算了，无非就是长得漂亮，身材好，或者说因为我的名气，身上的网红光环，甚至只是想满足内心的征服欲。我对张哲学长的感觉，其实和你们看我的感觉一样，我也只是个普通人，可以的话，我也想找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朋友。而张哲学长不但长得帅，身高在180以上，财力也非常雄厚，满足了我对另一半的所有要求。你说我为什么不能过去搭讪呢？犯法了吗？”听到林薇薇的疑问，李振想辩解几句，但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的外在条件真的挺一般的，话里话外都想给我贴上拜金的标签，也说明你不但没钱还很自卑，想证明自己被拒绝只是因为没钱而已。林微微问道。但就算这样，你也主动过来搭讪我了，怎么我就不能追求比自己更优秀的异性了？至少我不会像你一样，被拒绝之后就恼羞成怒，自己都达不到的道德标准，就不要舔着脸要求别人做到。林微微的语气平淡，声音也并不大，但她的话却如同一下下重锤，直接击碎了李振的道德外壳，让他敏感而又自卑的内心袒露无遗。李振大汗淋漓，根本不敢直视林微微的目光，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看着他狼狈的样子，林微微忽然感觉有些索然无味，懒得再多说什么，迈着大长腿再次潇洒离去。与其跟他废话，不如赶快去食堂填饱肚子，想想怎么能要到张哲学长的微信。车上，滕青山终于坐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库里南，可他这回心思根本没在车上。刚开出停车场没多远，滕青山便忍不住感叹道：“哲哥，你是真的牛啊！弟弟我这次是真的服气了。那可是林微微啊，主动过来跟你搭讪，结果你连个微信都不愿意给。是林微微又怎么了？”听到滕青山的感叹，张哲语气平淡的回道：“想要的微信的人多了，难道我每个都要给？”这凡尔赛的回答直接给滕青山整不会了。确实，以前张哲没钱的时候，身边就从来不缺少妹子，更何况是现在。但加个微信也没什么吧？滕青山依旧有些不解，毕竟林微微的条件这么好的，在哪里都不多见，咱们学校也就小夏学妹跟她能比一比。这道题我会，我帮义父回答你。这时坐在后座的张俊杰忽然回道：“小伙子眼光不要太局限，要把格局打开，顶级美女确实不多，一个学校顶多也就那么3-2个。但放眼整个大学城，甚至是整个魔都的话，那美女简直不要太多，根本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像咱义父这样年纪轻轻就开上牢的，全国能有几个啊？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听他说完，滕青山也终于反应过来了，点头回道：“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他之前那么想，完全是因为林微微在学校里的名气太大了，身上有着一层女神光环。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林微微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存在，是指可以远观的女神。但对于张哲这种有钱人而言，美女从来都不是什么稀缺资源，林微微和普通女孩也没多大区别。微信想加就加，不想加自然就不想加，就是这么简单。层次不一样，看待问题的角度自然就不同。张哲透过车内后视镜往后看了一眼，有些惊讶道：“可以啊，阿杰，不愧是理论大师。”哪里哪里。张俊杰谦虚一句，然后伸头凑到驾驶位和副驾驶中间，朝张哲问道：“义父，我刚才表现的怎么样？”“孺子可教也。”张哲瞥了他一眼，直接问道：“说吧，想干嘛？”张俊杰这家伙向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这会这么懂事肯定是有原因的。被张哲看穿心思，张俊杰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随后才说道：“我看你冰箱里放了几瓶菲力矿泉水，看着挺有逼格的，我想开一瓶拍个照片发朋友圈。”菲力矿泉水。张哲买了车之后还真没打开冰箱看过，林经理只说了给自己的冰箱里放了2瓶香槟，其他的东西倒是没提。1瓶水而已，就算是香槟也不值几个钱，张哲根本不在乎，直接回道：“冰箱里的东西随便喝。”“感谢义父，义父大气，我给你磕2个。”张俊杰玩笑似的用额头撞了2下驾驶位的座椅，随后从车载冰箱里拿出1瓶矿泉水打开，收敛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后，张俊杰露出一副淡然的表情，拿着矿泉水喝了一口，用手机自拍了一张照片后，张俊杰心满意足地咂了咂嘴，评价道：“还别说，你还真别说，这上千块的矿泉水喝起来跟普通的矿泉水根本没区别。这个逗逼！”张哲和滕青山直接被他逗笑了。好家伙，你搁这跟我搁这呢。滕青山正想开口，车内忽然响起一道手机铃声。“青山，帮我拿一下手机。”张哲说道。中午这回正是饭点，路上的学生比较多，新手上路的张哲全神贯注地开着车，根本不敢分心看手机。“好嘞，哲哥。”滕青山应了一声，把手机掏了出来，看了下来电显示说道：“招行的电话接吗？”“招行给自己打电话干嘛？”张哲心中有些疑惑，回道：“接吧。”“好。”滕青山点点头，帮忙接通了电话，并打开了免提，拿着手机放在张哲耳边不远处。“喂，喂，你好，请问是张先生吗？”电话里响起一道女声，语调很柔和，但声线却有些御姐音的感觉。“我是张哲，有事？”“张先生您好，我是招行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白露，冒昧打扰，还请您见谅。”女人先是致歉一句，随后才继续道：“今天给您致电的目的是想跟您介绍一下我行的私人银行业务，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张哲闻言挑了挑眉，心中有些意外，也不知道他们那里弄到自己的联系方式。昨天买车的时候，
张哲还在想魔都银行有些小家子气，打算有时间换一个银行。结果今天就接到了招行私人银行的来电。既然对方主动联系过来，张哲也正好省事了，回道：行，你说吧。感谢您的理解。白露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喜色。白露用尽量简洁的话语介绍了大概2分钟后，轻声询问道：张先生，我们招行的私人银行业务是国内各大行中客户人数最多的，也是公认服务最好的。为了不耽误您太多的宝贵时间，我刚才只是简单跟您介绍了一下。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银行视察一下，或者等您空闲了，咱们约个时间，我请您吃个饭，当面跟您介绍一下如何？对方的语气有些拘谨，姿态也放得很低，相比较魔都银行，给张哲的观感要好得多。张哲本就有加入私行的打算，便没有拒绝，回道：可以，不过我现在没时间，我这边不着急的，您什么时候有时间，随时都可以联系我。白露立刻回道：张先生，您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我先把我行的大致服务项目和福利情况发给您过目一下。行，我的微信就是手机号。张哲回道：好的，张先生，那我就不多打扰您，祝您生活愉快，再见。第38章，私人银行的邀请。白露刚才的通话开着免提，滕青山和张俊杰也能清楚地听到通话内容。三人都是金融系的，自然都知道私人银行是什么。所谓的私人银行，并不是个人开设的银行，而是银行为了拉拢高资产富豪而制定出的一种服务模式。说白了，就是各大银行专门为富豪阶层开设的专属分行，相比较普通支行的权限更高，资源更多，服务项目也更广。比如同样是存钱，普通客户的存款利率是固定的，今年4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大概都在 0.35% 左右，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也只有 1.5%。而私人银行的客户存款利率是可以跟银行商议的，一般最低都能做到 2.5% 以上，存款越多，利率也就越高。这还只是最基本的，其他的福利和服务项目还有很多。所以张哲昨天才会说魔都银行太小家子气。跟自己打电话的时候，虽然看似态度很好，并且主动帮忙升级为白金卡，但其实已经损害到了张哲的利益。听到招行的私人银行主动打电话邀请张哲开户，两人对于张哲的财力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滕青山记得，在国内想要成为私人银行客户，金融资产至少要达到600万以上，并维持一定的时间，并不是说有600万的资产，而是账户里的现金长期保持在600万以上。招行的要求还要高一些，门槛提到了1000万。这还只是成为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要求，满足后还要申请并等待银行方面审核。而能被银行主动打电话邀请加入的，绝对都是银行眼里最优质的客户，财富远远超过最低标准。如果说车可以是家里买的，或者是开长辈的，但私行的邀请来电可就实打实的说明了张哲自己就掌握着大量的资金。看张哲打完电话，滕青山把手机放到了扶手箱里，啧啧称奇道：不愧是私行用户人数最多的招行，这服务态度真没得说，还能提供上门服务。只要你足够有钱，别说是上门服务了，就算是让银行把你当爹一样供着都行。张俊杰也跟着说道：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我哲哥身边肯定不会缺少美女的，我敢打赌这个打电话的银行妹子长相也绝对不会差。青山要不要赌一下？让哲哥当裁判，谁输了给对方洗1个月的袜子？你可拉倒吧，傻子才跟你赌。大概12点半，张哲把车停在了学校后街一家川菜馆门口。这家川菜馆的大厨手艺不错，川菜做得非常地道，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一直很受附近学生的欢迎。张哲把车停好，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夏婉欣已经发来了消息：学长，我们在2楼的芙蓉厅，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好友申请。好，我们已经到门口了。张哲先是给夏婉欣回了条消息，随后点开好友申请列表，添加了白露的好友。想到刚才车上张俊杰的话，张哲下意识地点开他的资料看了一下，朋友圈很干净，只有转发的几条招行公众号的新闻。头像倒是上半身的工作照，穿着招行标志性的棕红色行服，胸口的工作牌上写着名字，看着约莫24、25岁的样子，不是那种让人一眼看到就很惊艳的五官，但脸上的线条非常柔和，属于典型的东方式美人的脸型，看着还挺漂亮嘛。张哲念叨一句，也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现在美颜和 P 图这么强大，谁知道真人怎么样。这时白露发来了几张图片和一份文件，随后发消息道：张先生，您有时间了可以先了解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问我，我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微笑。好。简单回了个消息后，张哲便把手机放进了口袋，这会没时间看这些东西。三人一起来到饭店2楼，刚走到芙蓉厅门口，一直在注视着门口的夏婉欣便起身招呼道：学长，你们来了。张哲点点头，对几个妹子说道：不好意思，来的有点晚了，中午这会人太多，不敢开快。没事，我们也刚到一会。夏婉欣回道，
随后开始给张哲他们介绍起自己的室友。三人中的郭婷是张哲隔壁寝室周虎的女朋友，以前跟周虎一起吃饭的时候见过几次。戴着黑框眼镜、斯斯文文的女孩叫王颖，性格比较内向。最后则是穿着一件卡其色风衣，留着齐耳短发，气质很酷的李朵。夏婉欣介绍完三人后，张哲也帮忙介绍了一下。美女们好，金融系大四张哲，这两个是我的室友张俊杰和滕青山。大家相互认识之后，张哲坐到了夏婉欣旁边问道：点菜了吗？还没呢，我们也刚过来，想着等你们来了一块点。夏婉欣回道：行，那一起点吧。张哲说着把菜单递给了夏婉欣的室友们一份。这时坐在张哲对面的郭婷忽然发现张哲好像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长相和发型都没变，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但似乎比以前气质要好了许多。想到昨晚的事情，郭婷忽然问道：哲哥，我刚才听你说你好像是开车过来的。张哲看了他一眼，问道：怎么了？没事，我就随便问问。郭婷说道：哲哥，你买的什么车啊？怎么没听周虎说过？就普通的代步车而已。张哲随口敷衍一句。张哲以前在饭局上就见过他几次，对他的印象很差，一张嘴就是谁谁谁买了什么什么，不但物质还非常势利。如果不是看在夏婉欣的面子上，张哲都懒得搭理他。好吧。见张哲不说，郭婷也没有继续追问，心中已经大概猜到了答案。想到昨天晚上夏婉欣准备帮张哲洗外套时，李朵说那件外套是 LV 的，还不能直接用水洗的时候，郭婷就有些想笑。真要是 LV 的，那不得好几万？张哲要是能买得起，还会不好意思说自己开的什么车？毕竟在大学里有一辆车，哪怕只是一辆10几万的车，也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别是买了辆电动车吧？果然，哪怕上班之后张哲成熟了许多，但还是原来那个张哲，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跟夏婉欣认识那么久，估计连超过500块的礼物都没送过吧。想到这，心里刚刚对夏婉欣升起的一丝嫉妒瞬间便消失殆尽。夏婉欣的颜值自己确实比不了，可惜她是个恋爱脑，只看颜值不管其他的，光长得帅有什么用？难道还能当饭吃？第39章小僚机李朵朵上线。等待上菜的功夫，大家开始闲聊起来。都是年轻人，虽然大多都是第一次见面，但也不会缺少话题。从张哲进门开始，李朵的目光就一直在张哲的身上打量着。张哲今天穿着一件白色长袖印花 T 恤，搭配咖啡色休闲裤和帆布鞋，整体打扮非常轻松休闲。T 恤上虽然没有明显的 logo， 但李朵还是认出了那是 LV 的，裤子倒是不确定。衣服倒也罢了，昨天晚上他就有所了解。真正让李朵感觉到意外的，还是张哲身上的那股气质，感觉不到一丝木气，仿佛生活和未来都尽在掌握一般，只是静静坐在那里，就自然而然地散发着强烈的自信光芒，异常耀眼，却又不会让人感觉到不舒服。甚至在这个小小的包间里，所有人下意识的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张哲的身上，仿佛他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所有人的中心一样。从小到大，李朵还是第一次在同龄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感觉。以前看照片还不觉得什么，现在见到真人后，他忽然有些理解夏婉欣了。这么优秀的男人，难怪夏婉欣会对他那么着迷，死抓着这棵树不愿意撒手。实在是树上的果子太香太甜了呀。李朵看向坐在张哲左手边的夏婉欣，只见他正在用热水帮张哲烫着餐具，时不时的看张哲一眼，嘴角的笑容就没下去过。李朵的眼神在两人身上转了转，忽然对着张哲说道：张学长，经常听婉欣念叨你，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听到这话，正在用热水给张哲烫餐具的夏婉欣立刻睁大了眼睛看向李朵。张哲看了一眼夏婉欣，眼带笑意的问道：是吗？那他都是怎么说我的？有没有说我的坏话？怎么可能，夸都还来不及呢。李朵解释一句，随后话锋一转问道：学长，今天这顿饭什么情况？2个寝室的人都过来了，不会是你俩准备官宣了吧？一般大学里有人谈恋爱了，基本都会叫上关系好的室友同学一起吃顿饭，介绍认识一下，甚至搞个联谊什么的。眼前的情况确实有点像那意思。夏婉欣完全没想到李朵会这么说，见所有人都看向自己，连忙红着脸解释道：不是，朵朵你别瞎说，是学长有事情找我，但我又跟你们约好了，想着不如凑到一起吃饭。夏婉欣倒不怕其他人误会，毕竟寝室里的3个人都知道她喜欢张哲，她也从来没想过隐瞒，还经常会跟李朵聊一些事情。但她怕被张哲误会，昨天2人之间的感情刚进了一步，虽然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但夏婉欣已经很满足了。如果学长误会了，以为是自己让李朵这么说，逼迫她做选择的话，那夏婉欣就真的有些欲哭无泪了。虽然知道李朵是为自己好，但夏婉欣还是不太喜欢这种赶鸭子上架的方式。感情上的事情还是顺其自然更好。李朵原本想着2人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但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夏婉欣肯定是没问题，但不知道张哲是怎么想的，所以想要帮忙试探一下张哲的态度。可没想到夏婉欣根本不理解自己的意思，竟然直接替张哲解释了起来。哈哈，跟你开玩笑呢，瞧把你紧张的。李朵无奈的在心里叹了口气，用玩笑的语气说道：我就是随口问一下，毕竟如果你也脱单了的话，咱们寝室可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了，那得多可怜啊。夏婉欣松了一口气，下意识的看向了张哲，想要看看张哲的反应。可下一秒他便感觉到自己的右手被一双温暖的大手给握住。张哲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李朵这是在拿话点自己呢？本来张哲也是打算顺其自然就好，但刚才看到夏婉欣紧张的样子，忽然发现自己好像忽略了她的感受。毕竟两人认识那么久了，上学期就开始频繁接触，但却一直没什么进展。从年前开始，因为不知道能不能留在魔都，张哲便开始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又忽然跟他再次接触，这么反复横跳，任谁也不会有安全感。既然李朵自动化身小僚机，把气氛都烘托到这了，张哲索性也就表露一下自己的心意。其实你说的也不算错。张哲握着夏婉欣的手，笑着说道：我最近正在追求婉欣，这不是听到她说你们都在，所以特地过来请客，想要让你们帮忙说说好话吗？夏婉欣嘴巴微微张开，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张哲，完全没想到张哲会这么说。这已经相当于是表白了吧？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从昨天知道张哲其实很有钱后，夏婉欣一直有些患得患失，既因为自己喜欢的人非常优秀而感到骄傲，又因为自己只是普通家庭的女孩而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自卑，一整天都陷在纠结和复杂的情绪当中。现在看到张哲当着众人的面向自己表达心意，原本一直焦虑不安的心似乎一瞬间就安定了下来。这一刻，似乎有无穷的惊喜在心中猛然绽放。夏婉欣忽然感觉到鼻子有些发酸，眼眶中不禁泛起了泪花。芜湖，小僚机李朵化身气氛组，都已经拉上手了，还说正在追求，我劝你们原地领证好吧。一直没怎么说话，看起来很内向的王颖也跟着起哄道：亲一个，亲一个。夏婉欣脸皮本来就薄，哪里经得住他们这么闹，精致的脸蛋瞬间羞得通红，一头钻到张哲的怀里，装起了鸵鸟。张哲伸手在他背上轻抚，对众人说道：好了好了，别闹了，看把我家婉欣给羞的。第40章，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剧情啊？几人闹腾了一会后，便不再起哄。最开始的害羞过后，夏婉欣也从张哲身上起来，面色依旧红润，眼波流转间带着动人的风情与娇羞，任谁都能看出他脸上洋溢出的幸福和喜悦。看到这一幕，包间内的众人也为两人感到开心，他们可以说是一步步看着两人走到现在的，平时没少出谋划策，此刻看到两人当众官宣，心中不禁有种养成后的成就感。你说你们俩早这样不就好了吗？李朵颇有些感慨道，明明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愣是拖了这么久。张哲笑了笑，回道：只要结局是美好的，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听到这话，夏婉欣侧着头看向张哲，眼中带着浓浓的爱意，放在桌子下的手也悄悄地握住了张哲的手掌。是啊，一辈子那么长，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只要是他，无论多久都不算晚。这时包厢门被打开，服务员陆续开始上菜，众人也都饿了，立刻便开始动筷。学长，你尝尝这个。夏婉欣率先夹起一块夫妻肺片，放到了张哲碟子里。好，你也吃。张哲也夹了一小块，直接送到了夏婉欣的嘴边。夏婉欣脸上带着羞意，微微探头将其吃进嘴里。原本就很好的味道，似乎比以前更香了。恋爱的酸臭味。看着两人你侬我侬的样子，李朵忽然感觉有些酸了。原本寝室里就只有她和夏婉欣两个人是单身，很多时候郭婷和王颖要出去约会，陪男朋友吃饭什么的，都是她和夏婉欣两人结伴。可现在夏婉欣也有了这么优秀耀眼的男朋友，就只剩下她自己还是个单身狗。哈哈，我李朵也好想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啊。学长，我最重要的饭搭子都被你拐走了，今天这一顿饭可收买不了我。李朵夹起一根牛肉条，狠狠地咬了一口后说道：至少也得再加一杯奶茶才行。没问题，一会吃完饭我请你们喝。张哲直接回道：想喝什么样的，喝多少都管够。哈哈，这可是你说的。李朵回道：学长你绝对不会亏的，我可是知道婉欣很多小秘密呢，到时候我都偷偷告诉你。朵。夏婉欣娇羞地喊了一句，脸色有些微红。寝室里她跟李朵的关系最好，两人经常晚上睡一张床，很多事情她都只跟李朵说过，就连郭婷他们都不知道。有些闺蜜间的悄悄话，私底下跟李朵聊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脸红，要是被张哲知道的话，想想都感觉太羞耻了。哈哈，你不乐意也不行。李朵做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奶凶道：
谁让你抛下了我一个人呢？我一定要榨干你最后的价值。众人边吃边聊，气氛相当不错。吃到一半，张哲想起正事，便朝夏婉欣问道：对了，婉欣，你对魔都的 MCN 机构了解吗？之前有公司联系我的时候，我大概了解过一些。怎么了，学长？夏婉欣回道：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最近准备创业吗？张哲解释道：我对 MCN 行业比较看好，但我之前没接触过这个行业，所以有些事想问问你。哦，我昨天还以为你在开玩笑呢。夏婉欣这才反应过来，回道：学长，你想问什么？我知道的都告诉你。魔都那么多网红公司，有没有那种规模不错，并且有意融资或出售的？张哲问道。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我自己没签公司，也接触不到类似的消息。夏婉欣思索片刻，回道：不过我认识的 UP 主理有不少都是签了公司的，回头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反正有的是时间，也不急着一时半会的。张哲回道：行，那你帮我留意一下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告诉你。夏婉欣点头应道。这时坐在张哲另一边的李朵听到了两人的交流，搭话道：学长，你准备做 MCN？ 确实有这个打算。张哲回道：这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MCN 现在确实很火，我们老师之前还将其当作课题给我们讲过呢。李朵说道：现在国内网民那么多， MCN 行业的前景肯定没问题，但正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太火了，竞争比较激烈，如果学长投资不多的话，最好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张哲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不是会计系的？不是啊，我是金融系的。李朵回道。魔都财经学院的男女比例大概是3:7，因为学校最出名就是会计系，而会计也是比较适合女生的工作之一。张哲原本还以为李朵和夏婉欣一样也是会计系的，没想到竟然和自己一样是金融系的，并且还有这种见地。他说的没错，任何一个新兴行业都只有最早进入和最后留下的人才能赚钱，中期入场的人必定会跟其他也想要入场的人打得头破血流，最终实力强的才能留下，实力不够只能黯然退场。正如那句话，当所有人都知道某个行业赚钱的时候，其实已经很难赚到钱了，或者说已经轮不到普通人去赚钱了，因为有实力的人早已入场。 MCN 行业现在是很火，赚钱的公司比比皆是，但每天破产倒闭的也不在少数。但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明面上的利润，很少有人能像李朵一样看到利润背后伴随的风险。张哲倒是不在乎竞争激不激烈，毕竟有着足够的资本和底气，而且也不是为了通过公司赚钱，只是想打造一个利于自己刷钱的平台罢了。但李朵又不知道这些，并好意出言提醒，张哲只好解释道：没事，我主要是做金融方面的投资， MCN 只是顺带的，赚不赚钱都无所谓。毕竟婉欣在做自媒体，有一家自己的 MCN 也能照顾到他，免得他被其他公司给骗了。啊！听到张哲的话，李朵猛地睁大了眼睛，问道：学长，你的意思是说你是为了照顾婉欣，所以准备收购一家 MCN？ 这是什么霸道总裁剧情啊？第41章，你连劳斯莱斯都不认识。李朵原本还以为张哲是因为要毕业了，所以才有了创业的打算。从张哲的衣服就能看出来，他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至少家境非常殷实。这样家庭的出身，有创业的想法很正常，毕竟有着家里的支持，轻松就能拿到普通人千辛万苦才能攒够的创业基金。就算最后创业失败了，大不了回去继承家产。可事情似乎和他想的有些不一样。从张哲轻描淡写的话里，李朵得到了几个信息。张哲并不是因为有多看好 MCN 行业的发展，所以跟家里申请资金想要在这个行业创业，而是本身就在做金融投资，很可能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自己就有着大笔资金。因为女朋友在做自媒体，随手就准备收购一家公司，只为了照顾她。莫名的，李朵忽然有种看到了爱情小说里霸道总裁的既视感。这种霸道而又体贴入微的温柔，未免也太撩人了吧。李朵神情复杂地看着夏婉欣说道：我是真的酸了，哲哥对你也太好了吧。要是有人因为我而特意要收购一家公司，我恐怕做梦都能笑醒。夏婉欣没有说话，只是动情地看着张哲。他也没有想到学长开公司竟然是因为自己。一家正规的网红公司就算经营情况不好，但想拿下来至少也得几百万吧。因为自己这个月收入堪堪过万的小 UP 主，就要花几百万来收购一家公司。一时间，夏婉欣心中被感动的情绪填满，忍不住探身凑近，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随后小声道：学长，谢谢你。张哲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柔声问道：谢我什么？谢谢你来爱我，以后我也会好好学着去爱你。夏婉欣眼神迷离，跟心上人倾诉着心中的情话。张哲没有说话，直接勾起夏婉欣的下巴，狠狠地吻了上去。包间内又是一阵起哄声，众人说说笑笑，转眼间1个多小时便过去。看时间差不多了，张哲提议散场，起身来到楼下结账。
一共点了8个菜1个汤，其中很多还都是肉菜，但加起来也就300多点，价格可以说相当实惠了。消费360元，返利36000元。扫码付了钱后，张哲朝李朵他们问道：“走吧，美女们，请你们喝奶茶，你们想喝哪家？”“我要喝奈雪。”“一点点吧，随便哪家都行。”三人意见不同，但最终选在了魔都少妇。川菜馆旁边不远就有一家，因为夏婉欣他们下午都有课，没时间耽误太久。来到魔都少妇，大家每个人都点了杯喝的。张哲本想付钱，结果夏婉欣却率先把支付码递了上去。“刚才你都请我室友吃饭了，奶茶就我来吧。”“行吧。”张哲点点头，几杯奶茶也没多少钱，少刷就少刷了吧。对了，你们怎么过来的？李朵和王颖骑着电车带我们来的。夏婉欣回道。那一会我送你吧。张哲说道。你先在这等我，我过去开车。毕竟刚刚确定了关系，肯定不能再让夏婉欣再坐小电动回去，反正自己也没什么事。好。见张哲走出奶茶店，李朵好奇地朝夏婉欣问了一句：“哎，哲哥怎么走了？”“他去开车了。”夏婉欣回道。“哦。”李朵点点头，调笑道：“来的时候还坐我的后座呢，现在是不是要坐男朋友的车回去了？不然呢？”夏婉欣脸色微红，回道：“你羡慕的话，也赶快找个男朋友呗，又不是没有人追你。”“我倒是想，但没有合适的啊。”李朵有些无奈道：“追我的那些男生都太幼稚了，我要是像你这么好运，碰到张哲学长这么优秀的男神，你以为我会等到现在？”听到他的话，夏婉欣也不好再说什么。自从走出饭店后，郭婷就有些不高兴。刚才张哲问他们想喝什么时，郭婷表示要喝奈雪，反正不用自己花钱，肯定要点自己平时不舍得喝的。但现在却变成了10来块钱一杯的普通奶茶。虽说他们一会确实要上课，时间上有些来不及，但郭婷怀疑张哲应该也是不舍得请他们喝几10块一杯的奈雪，要不然为什么不提前在手机上下单？现在听到两人的话，郭婷忽然想到一件事，忽然朝众人问道：“哎，你们都听说了吗？咱们学校有人开了辆劳斯莱斯。”闻言，一旁的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对视了一眼，笑了笑没有回话。倒是李朵直接回道：“听说了，但和咱们也没关系啊，聊这个干嘛？”“怎么就没关系了？我们好歹是一个学校的呢。”郭婷意有所指道：“以前都不知道学校里竟然还有这么有钱的富二代，朵朵你现在还是单身，完全可以去认识一下啊。咱们宿舍就你和婉欣最好看，说不定人家就喜欢你这一款呢。要是你们真在一起了，以后你可就能经常坐劳斯莱斯了。”听到他的话，李朵微微皱眉，回道：“劳斯莱斯有什么稀奇的？我家又不是没有，为什么要靠男人？”郭婷直接被他这话给噎住了。以前就知道李朵家里有钱，几万块的包包都有好几个，但没想到竟然这么有钱，真羡慕你，我家要是也像你们家这么有钱就好了。郭婷语气中满是羡慕的了一句，心里也没有忘了正事，转头看向夏婉欣：“对了，婉欣你男朋友开的什么车啊？刚才吃饭的时候问他，他也不说。”夏婉欣看了他一眼，心中感觉有些好笑。刚说完劳斯莱斯，接着就问学长开的是什么车，明显想要把两者拉到一起对比。这是对学长有意见？就因为没请他喝奈雪吗？夏婉欣以前就觉得郭婷有些太物质了，所以跟他的关系并不算好，可也没想到郭婷竟然这么离谱，手里还拿着自己请的奶茶呢，就因为少占了些便宜，就在这阴阳起来。不过如果郭婷知道他口中作为对比的劳斯莱斯其实就是学长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夏婉欣有些懒得搭理他，并决定以后跟他保持距离。这时刚好看到张哲开车过来，夏婉欣的眼里浮现一抹笑意，示意道：“喏，我男朋友来了，你自己看吧。”郭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一辆白色的 SUV 横在奶茶店门口。从侧面看过去，车身轮廓厚重而又大气，恰到好处的顺滑腰线增添了些许典雅味道。珍珠白配色的车漆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不同于普通家用白色车型的美感，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感觉到一股奢华气质。看到张哲从车里走了出来，郭婷下意识地问道：“这车还挺好看的，什么牌子啊？”看到张哲的车，李朵也是有些惊讶。听到郭婷的问题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嘲弄，回道：“劳斯莱斯库里南，这你都不认识？”第42章，震惊！库里南车主竟然对林薇薇女神。郭婷有些不敢置信的看着外面那辆白色 SUV， 瞪大了眼睛问道：“这是劳斯莱斯？朵朵你在开玩笑吧？”他只是在群里听说学校里有人开了辆劳斯莱斯，但并没有看到照片，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车型。可印象中劳斯莱斯不都是那种车身很长，商务气息比较浓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的座驾的样子吗？怎么还有 SUV？ 我有必要骗你吗？骗你有什么好处？李朵看着郭婷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有些好笑道。
你一直念叨着人家的劳斯莱斯，结果连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算你不了解车型，车标总应该认识吧？听到他的话，郭婷连忙朝车头看去，只见劳斯莱斯经典的银色欢庆女神车标正矗立在引擎盖的正前方。看到这枚标志后，郭婷整个人都愣住了，脸色一瞬间变得通红。他刚才特意提到学校里有人开劳斯莱斯，就是因为感觉张哲有些小气，连杯奈雪都不舍得请，想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如果张哲一会开电动车或者普通代步车过来的话，瞬间就有了差距。到时候夏婉欣心里肯定不痛快，说不定还会跟张哲生气什么的。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学校里那辆劳斯莱斯就是张哲的。之前吃饭的时候，他还问张哲买了什么车，听对方说是普通代步车后，还在心里嘲笑对方没钱还装穿高仿的 LV 衣服，同时也笑话夏婉欣是个恋爱脑，明明长那么好看，却不知道傍个富二代什么的，找了张哲这么个只是长得帅的普通人。可现在看到张哲开着劳斯莱斯过来后，郭婷忽然发现自己好像一个小丑一样。原来张哲不是没钱，而是懒得跟自己等人吹嘘罢了。夏婉欣也不是眼光差，反而慧眼如炬，早早就发现了张哲这个神秘富少，并在刚才跟对方确定了关系。自己朝思暮想的豪门太太生活，对方已经唾手可得。想到这，郭婷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看着英俊帅气的张哲站在奢华的劳斯莱斯旁，夏婉欣笑颜如花的把手里的奶茶递给他，郭婷心中忍不住升起浓浓的嫉妒。明明自己也很早就认识张哲了，要是也提前发现他有钱就好了，那站在他身边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了吧。奶茶店门口，张哲对李朵等人说道：“你们骑着车呢，我就不送你们了，先带婉欣去上课了。”“好，哲哥再见，路上慢点。”李朵点头回道：“哲哥，这辆车是你的呀？没想到你这么有钱。”这时郭婷忽然凑上来说道：“我没有骑车，哲哥你带我呗，我还没坐过劳斯莱斯呢。”张哲看了他一眼，正想开口，一旁的李朵忽然接话道：“这辆车只有4个座，好像没有多余的位置了，郭婷你还是坐我们的电动车吧。”学长，郭婷看向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想跟他们商量下，能不能有个人跟李朵他们一起坐电动车。可还没等他开口，两人直接打开后座的车门坐了进去。郭婷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转头对李朵说道：“好吧，那我还是坐你的车吧。”看到他有些看不上自己的小电动，李朵恨不得直接骑车走人，把他自己丢在这。可想到好歹是一个寝室的，也不想弄得太难堪，便催促道：“那你赶快上来，马上都迟到了。”见他们骑着电动车离开，张哲和夏婉欣也坐到了车上。他们什么情况？张哲随口问道。哈哈，我他妈要笑死了，竟然还有人自己凑上来让人打脸的。张俊杰笑着解释道：“哲哥，我跟你说，刚才那个郭婷。”听他大概描述了一下刚才的情况后，张哲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郭婷本来就是那种很物质的女孩，自己的条件不怎么样，却很势利眼。对于她能做出来这样的事，张哲是一点也不意外。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夏婉欣，张哲看都不会看他一眼。没有把这点事放在心上，张哲转头对夏婉欣嘱咐道：“这样的人没法做朋友，以后你少跟他接触，尽量保持点距离。”“我知道。”自从中午开始，停车场内的事情传出之后，立刻在学校内引起了轰动。毕竟其中2位主角，一个是开着库里南的神秘富少，一个是校园内无数男生心目中的完美女神林薇薇，每一个都带着巨大的话题，更何况是两人放在一起。震惊！库里南车主竟然对女神林薇薇做出了这样的事。林薇薇告白库里南车主，惨被拒绝。求库里南车主信息，有偿。张哲，学校隐藏的超级富二代。学校贴吧里一瞬间多了好几个帖子，每一个下面都有大量回复。假的，一定是假的，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林薇薇。林薇薇到底在想什么？她又不缺钱，何必非得找张哲呢？以前装的还挺像，说自己不想谈恋爱，现在看到富二代后就想谈恋爱了。嫉妒使我质壁分离，我要是也有库里南就好了。那林薇薇搭讪的应该就是我了吧？哼，原本还以为她是洁身自好的女神，没想到也是个拜金女，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喜欢她这么久。林薇薇入学这2年，追求者数不胜数。以前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人得到过林薇薇的青睐，就算表白失败也不觉得什么。可现在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女神，竟然主动去找张哲告白，甚至还被对方拒绝。有一部分喜欢林薇薇的人，感觉到原本自己心里属于林薇薇的完美女神光环瞬间破碎，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开始在网上恶语相加。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少李振那样的人，面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追求不到的人，他们不会反思自己的问题，也不会坦然接受现实，而是会给对方镀上一层层光环，打造出完美不可染指的形象，同时极高的标准来要求对方。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定制的道德标准，便会借着这些理由毫不吝啬地对其指责。第43章，
人间清醒林薇薇。指责谩骂林薇薇的人有不少，但帮她说话的人也有很多。有人直接把中午拍到的林薇薇拒绝李振时的视频发了出来。看到视频后，支持林薇薇的人顿时更多了。林薇薇说的对，大家换位思考一下，换成你们是女孩，看到张哲这样的男人会不心动？是啊，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林薇薇，不就是因为她比学校其他女孩更优秀吗？她也想找一个更优秀的男朋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哎，我虽然羡慕张哲，但也不得不承认人家的条件确实好，长得帅就不说了，还这么有钱，哪个少女不怀春？林薇薇动心很正常，这有什么好喷的？对，林薇薇就是倒霉，第一个过去搭讪而已，就算今天不是她而是其他妹子，肯定也会被人骂拜金女的。看视频里林薇薇好像很不开心啊。你们说她刚被拒绝，正是需要安慰的时候，我现在过去表白是不是成功的几率很高？你们说林薇薇长相和身材都那么好，但哲哥还是拒绝了她，是不是？卧槽，你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希望哲哥别把性别卡得那么死。随着帮林薇薇发声的人越来越多，谩骂声也逐渐销声匿迹，话题也越来越歪。很多人虽然都羡慕张哲，恼怒他拒绝了自己的女神，让对方遭遇现在的境地，但却并没有人出来指责什么。如果张哲是个普通人，那么肯定有人会站出来为林薇薇打抱不平，甚至学校每年都有学生因为类似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争执，甚至是互殴。但张哲表露出来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在的阶层，双方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很难再生出嫉妒的情绪。毕竟就算是20岁左右还没有正式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对于这个社会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感悟。面对有钱人，你可以不巴结，但至少不要轻易招惹。相比较，男生们都在讨论着林薇薇被拒绝的事情。学校的女生们虽然也有幸灾乐祸的，但更多人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张哲身上。大量以女生为主的群聊里都在刷屏着张哲这2个字。我的天，入校半年多，今天才知道咱们学校竟然还有这么优质的男神。妈耶，刚才看了视频后，我终于理解林薇薇了，这么高的颜值又这么有钱，看得我心里痒痒的。帅气的外表，挺拔的身材，还有一辆白色的库里南，这简直就是童话故事里的白马王子好吧。好想坐在张哲学长的库里南里，给他看一看我的库里斯，然后一起抬头仰望星空顶。你说的是 M 腿躺着看吗？笑死，林薇薇过去搭讪都失败了，你以为张哲学长能看上你？姐妹们，谁有张哲学长的大概资料，比如他喜欢什么 XP 是什么之类的，能不能告诉一下？几乎大部分群聊里都在聊着相关的话题，有一部分人更是开始打听张哲的联系方式。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物质，愿意为金钱出卖自己，但每个人都渴望拥有更好的生活。面对张哲这种颜值、气质、财力都达到了天花板级别的择偶对象，哪怕明知道林薇薇都被拒绝了，他们的机会也非常渺茫，但很多人还是想要尝试一下。送完夏晚星后，张哲带着张俊杰和滕青山2人开车朝大学城外驶去。刚提车的新手司机总要热乎一段时间，有些人恨不得晚上直接睡在车里。张哲昨天一共也没开多久的车，也是有些手痒，开了一会后直接跑到了高速上。在高速上磨合了110公里后，3人才启程返回。途中下了高速，路过一段人烟稀少的路段，张哲还让他们俩多开了一会。张俊杰和滕青山也都有驾照，但和张哲一样很少开车，更是第一次开这么贵的车。坐在驾驶位上，摸着充满奢华感的方向盘，纷纷感叹道：卧槽，感谢义父，没想到我还有一天能开得上劳斯莱斯，这辈子真他妈值了。这操纵性也太好了，跟我爸的 Q7 一比，简直甩开了8条街。开车回到学校附近，张哲把车停在了一家蜜雪冰城门口。刚才在高速上跑了200公里，又在下面耍了一会，之前买的奶茶早就喝完了。滕青山下去买柠檬水，张哲和张俊杰则坐在车里等他。咦，抱着手机的张俊杰忽然说道：哲哥，你看咱们学校的群了吗？中午的事情都传疯了。懒得看。张哲随口回道，自己被讨论也是预料中的事情，毕竟开库里南还是有些太高调了。但别人怎么想张哲也不在意，反正自己的钱来路干干净净，不怕任何人调查。不过怕麻烦，张哲昨天就把大部分群给退了。好吧，因为中午的事，好多人都在骂林薇薇呢。张俊杰撇了撇嘴说道：真不知道这群比那么大反应干嘛，不就是搭个讪吗？反正他们本来也追不到林薇薇，被骂了，什么情况？张哲有些好奇道：喏，你看。张俊杰把手机递了过来，张哲拿起看了一会，微微皱起了眉头。本来只是一件小事，没想到竟然闹出这么大动静。还有这个呢，咱们走了之后，又有个人跟林薇薇表白。看完视频之后，张哲不禁挑了挑眉，说道：有点意思，没想到他能这么回应。对，是不是有点人间清醒的感觉？张俊杰感慨道：可惜中午你刚跟婉欣学妹确定关系，
不然真的可以跟林薇薇接触一下，看她这情况，可能真的不是纯粹奔着钱来的。张哲笑了笑，没有说话。谁说确定了关系就不能跟其他妹子接触了？这时，耳边忽然响了2下敲窗声，一道熟悉又有些惊喜的声音响起：“学长，好巧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再次遇见你了。”第44章，进击得林薇薇。张哲扭头朝外看去，只见林薇薇正站在车边，隔着半开的车窗，笑盈盈地看着自己，眼中带着一抹惊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上一句还正聊着他呢，下一秒就看到他过来打招呼。张哲挑了挑眉，有些玩味道：“确实有点巧，我这才刚回来就被你堵到了。学长，你这可误会我了，我可不是专门在校门口堵你的。”林薇薇有些小委屈地解释道：“这家店就是我开的，我下课之后准备来店里看一下，刚好看到你的车停在这。”张哲有些惊讶地问道：“这家店是你的？”“对啊，学长，你不信的话，我去拿来营业执照给你看一下。”林薇薇点点头，解释道：“学校里挺多人都知道这是我的店，毕竟店里经常要招聘一些勤工俭学的学生过来兼职。不过学长平时这么忙，肯定没时间了解学校里的八卦，不知道很正常。”“那倒是不用了。”张哲听完点点头，这种事确实没必要骗自己，看来还真的有点巧。看了眼店里火爆的场景，张哲随口评价道：“你眼光不错嘛，我记得你这家店生意不错，每次路过都能看到有人在排队。”“还好吧，每个月净利润也就几万块，跟学长比起来差远了。”林薇薇谦虚地回了一句，随后从包里掏出手机，巧笑嫣然地看着张哲说道：“学长，你中午说如果再遇到了就给我微信，那现在？”张哲看了他一眼，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你自己扫。哲哥，我去找下青山，看看东西买好了没。”这时张俊杰看着两人都加上了微信，挤眉弄眼的给了张哲一个眼神，随便找了个借口下车：“学长，我加你好友了，记得同意一下哦。”林薇薇扫码添加了张哲的好友后问道：“对了学长，你们是来买东西喝的吧？这回人挺多的，你想喝什么？我去店里亲自给你做。”“不用了，我室友已经去买了。”张哲回道：“不要客气嘛，你第一次来我店里，怎么也得请你喝一杯东西吧，不然显得我很小气。”林薇薇继续问道：“学长，要不我给你做一杯奶茶怎么样？不是卖的那种奶茶粉冲的，我用新鲜的牛奶和茶叶给你做，我煮的奶茶味道很好的。”张哲在他身上打量了一遍，忽然说道：“我不喜欢喝茶。”“啊，那我给你做其他的。”林薇薇还没说完，便听到张哲继续说道：“奶茶可以，但我不喜欢喝茶。”林薇薇愣了一下，奶茶不放茶怎么做？可下一秒她便明白了张哲的意思，脸上立刻浮现出一抹红晕，神情娇媚地看着张哲说道：“那你也得给人家机会啊，不然怎么给你做？高手啊！”张哲颇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本来是想试一试他究竟抱着什么目的，没想到林薇薇轻描淡写的就应付过去，并且还反撩了自己一波。不得不说，之前看了视频之后，张哲确实对他产生了一些兴趣。从他被人骂拜金女后做出的回应，就能看出这妹子确实有点人间清醒的意思。而且她确实不怎么缺钱，不仅自己是个小网红，光是这家奶茶店每个月的盈利就有好几万，看得出来她肯定不是完全奔着钱来的。张哲不禁有些好奇，这妹子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别绕弯子了，你到底想干嘛？张哲直视他的眼睛问道。可别说你是想嫁入豪门，毕竟你连我的具体情况都不了解。学长，你总不能让我一直站在这跟你聊吧？林薇薇丝毫不避视张哲的目光，笑盈盈地回道：“现在已经5点半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我们风米全校的校草吃个晚饭，再找个地方好好聊聊。”主动送上门的工具人，而且还挺有意思的，张哲自然没拒绝的道理，直接回道：“上车。”“啊，好。”林薇薇眼中闪过一丝喜色，立刻走到车的另一侧，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来，干脆利落的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后，林薇薇侧着身对张哲问道：“学长，你想吃什么？不用给我省钱，我的小金库还是有一些的，库里南前后排的空间都很宽敞，坐着把腿伸直都没有问题。”今天林薇薇穿的短裙又是侧身对着张哲，一双笔直修长、严丝合缝的大长腿展现在张哲的视野中。和站着相比，坐在车上这个姿势要显得腿更加修长并具有美感。不愧是学校里出了名的腿精，林薇薇的腿绝对是张哲见过最完美的，几乎没有之一。张哲的视线在他的腿上停顿片刻，随口回道：“客随主便，你定吧。”感受到张哲的眼神，林薇薇心中一喜，稍微挪了下身体，把一双美腿更好地展示出来。“那咱们去外滩看看怎么样？那边的餐厅比较有气氛。”林薇薇问道。“行，随便你。”张哲应了一声，打开车窗，对站在不远处的张俊杰和滕青山招了招手，两人立刻跑了过来。“哲哥，
你的柠檬水。张哲接过柠檬水，对两人说道：“我有点事，就先不回寝室了。”行，那哲哥你先忙，我们俩先回去了。两人心领神会，给了张哲一个你真牛逼的眼神，转身朝学校内走去，心中不禁感叹：中午是婉欣学妹，晚上是林薇薇，这是要一天拿下学校内的2朵金花啊！不愧是我哲哥，真他妈牛逼！第45章，热心肠的张哲。车上，林薇薇斜靠在椅背上，感受着顶级真皮座椅的触感和脚下柔软的羊羔毛地毯，脸上浮现出甜美动人的笑容。看着一脸认真开车的张哲，林薇薇忽然开口问道：“学长，好奇问一下，你不会是新手司机吧？”“对啊，怎么了？”张哲直接回道：“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林薇薇解释一句，忽然想到什么，有些惊喜道：“那我不会是第一个坐在你副驾驶的女生吧？”张哲想了一下，回道：“还真不是，你应该是第3个。”“这样吗？”听到张哲的话，林薇薇并没有表现出失落，反而大大方方地说道：“看来要加油了呢，毕竟已经来晚了那么多。”张哲还是第一次遇到像林薇薇这样的女孩，就算是男生，也很少有人敢大大方方地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更不用说像林薇薇这么坦然。张哲看了她一眼，回过头说道：“那你加油，我很看好你。”听到张哲一本正经的回复，甚至还给自己加油打气，林薇薇不禁有些错愕：“我要追的人是你好吧？怎么好像在聊别人的事情一样？难道不应该给一些回应吗？”不过林薇薇很快便反应过来，就像中午自己被对方干脆拒绝那样，以张哲这么优秀的条件，身边根本不会缺女人，自然不会像学校那些男生一样那么重视的对待自己，所以欲擒故纵之类的套路根本没用，还不如好好的展现自己的魅力，正大光明的吸引到对方的关注。想到刚才张哲扫过自己双腿的目光，林薇薇往左边稍微挪了挪，随后指着中控上的一个按键问道：“学长，这个是空调开关吗？能不能开下暖气？我今天穿的好像有点少。”张哲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去，立刻便看到了他那双白花花的大腿紧靠在排挡杆的右侧。这辆车的内饰采用了大量的镀铬装饰，排挡杆外侧也包裹着一层的金属，看上去科技感十足。但毕竟是金属，摸着触感还是很凉的。林薇薇的腿贴在上面，直接被激出了一层鸡皮疙瘩。“那我帮你暖一下。”面对主动送上门的绿茶妹妹，张哲可不会装什么绅士。向来热心肠的张哲直接帮她取暖，林薇薇顿时感觉寒意被驱散，身上逐渐开始发热。“学长。”林薇薇娇嗲一声。“怎么了？”张哲语气平淡地问道，好像动手的不是自己一样。“没事。”林薇薇轻咬着嘴唇，红着脸看向窗外，声音微微带着些颤抖地说道：“路上车多，学长你小心一些。”一路飞驰，来到了外滩边缘。张哲开口问道：“想好了没？到底去哪吃 ？Nico Romito 怎么样？”林薇薇看着手机说道：“最近很火的米其林1星餐厅，主打意式菜系。我看别人打卡的照片，餐厅的环境很不错，菜品的评价也都很好。”“行，你指路。”张哲点头应道。“好。”林薇薇用手机导航了一下位置，有些不确定道：“不过他们家的生意很好，经常要排队甚至预约才行，也不知道今天咱们能不能吃到，先去看看再说吧。”张哲随口回道。顺着导航来到目的地，张哲看着眼前熟悉的宝格丽酒店，朝林薇薇问道：“你说的餐厅就是这？”“就在这家酒店的47楼。”林薇薇点点头，解释道：“我也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遇到你了，所以也没有提前预定，咱们先上去看一下吧，如果没位置的话就只能换一家餐厅了。”“不用换了。”张哲回了一句，直接踩下油门，把车停在了酒店大门口。一直候在门口的门童立刻迎了上来：“不好意思，这里不能。张先生，总统套房的客户，酒店会把信息通告所有员工，并要求严格保密，因为怕有员工不知轻重怠慢了对方，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张哲昨天才刚走，门童自然是认识的，看到车里是张哲后，连忙招呼道：“张先生，欢迎您再次莅临宝格丽酒店，下车吧。”张哲对林薇薇说了一句，直接打开车门下车，从上衣兜里掏出几张票子，数也没数的夹着车钥匙一起递到了门童手里，说道：“麻烦帮我停下车。”看着手里好几百块的小费，门童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灿烂了，躬身致意道：“感谢您的慷慨，我一定会照顾好您的爱车。”张哲点点头，看向一旁有些愣神的林薇薇说道：“别愣着了，进去吧。”“哦。”听到张哲的声音，林薇薇回过神来，连忙快步走到了张哲身边，犹豫了一下，主动伸手挽住了张哲的胳膊。两人一起走进宝格丽酒店的大门，两侧的迎宾和大厅内所有的员工齐齐朝着张哲的方向鞠躬问候道：“欢迎张先生回家。”酒店前台有几位正在办理开房手续的客人，看到这一幕后不禁好奇道：“这人好大的牌面啊，好帅，不会是哪个明星吧？”
我感觉像大家族的公子哥，明星根本没有这种气质。一位穿了整身印着显眼的奢侈品 logo、名媛打扮的女人拿起手机想要拍下这一幕，一旁的工作人员发现她的动作，立刻挡在了她的手机面前。不好意思，女士，请不要冒犯我们贵客的隐私，不然我们有权利请您离开。作为一名小网红，林薇薇平时除了发布一些穿搭内容外，偶尔也会去打卡一些网红店。前段时间宝格丽酒店刚开业的时候，她就花了1000多块钱来喝了一顿下午茶，并美美的拍了些照片。印象中，宝格丽酒店的服务态度虽然好，但也没到这么恭敬的程度。看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用恭敬的目光看着自己，穿着名贵西装的大堂经理也在身边陪同。性格一直很大方的林薇薇忽然有些紧张，小脑袋都有些晕乎乎的。张哲带着林薇薇直接朝贵宾电梯走去，并对一旁陪同的大堂经理问道：“昨天我住的房间有人没？”“没有，张先生，您随时可以入住。”大堂经理连忙应道。张哲点点头，吩咐道：“好，让人给我办一下手续。”两人乘坐着专属电梯来到顶层，刘管家已经得到消息，正守候在电梯门外。“二位下午好。”看到电梯门打开，刘管家躬身对两人做了个绅士礼问候道：“先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次为您服务，真是倍感荣幸。”“客气了，刘管家。”张哲笑着回应一句，在众人的陪同下走进昨天住的总统套房，拉着林薇薇坐到了柔软的沙发上。这时林薇薇终于反应过来，轻咬着嘴唇，面色有些犹豫地说道：“学长，咱们不是去吃饭吗？怎么来酒店了？”“对啊。”张哲语气平淡地回道：“你不说这家餐厅得排队吗？总统套房可以随时插队，肯定要先开房了。”第46章。林薇薇，我的眼光太好了。听到张哲的话，林薇薇有些愣住了。餐厅要排队，甚至提前预约，开总统套房的话可以插队，那先开房再吃饭，似乎也没什么问题。可下一秒，他便忽然反应过来，这哪里没问题了？问题很大，好吧？这可是总统套房。林薇薇之前来喝过下午茶，当时也了解过宝格丽酒店的房费，最便宜的房间一晚上都要4000多，最贵的总统套房一天的房费高达10.088888。可现在张哲只是为了插个队，就要花接近11万的价格开总统套房，这也太离谱了。林薇薇不禁瞪大了眼睛看向张哲，张了张嘴，最终却没有说什么。一旁的工作人员半跪在沙发边为张哲办理入住手续。“张先生，请问您这次准备入住多久呢？”张哲想了想，既然现在不差钱，没必要在基础享受方面亏待自己。反正宿舍的硬板床，张哲是不想再睡了。没买房之前可以考虑长期住在这，毕竟上次的居住体验还是很不错的。先开1个月吧。张哲把银行卡递了过去，吩咐道：“刷500万，后面看情况再多退少补。”闻言，帮张哲办理入住手续的工作人员直接愣住了。自从宝格丽酒店开业，他就在这上班了，也服务过不少位总统套房的客户，但还从没有人一次订那么久的房间。住总统套房的一般都是明星、老板居多，大多是过来出差时住个1、2晚，很少有人连着住3天以上的。毕竟就算是对于这些有钱人而言，每晚10万的房费或许不算贵，但每天都要花10万就有点肉疼了。像张哲这样一次性直接开1个月总统套房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时刘管家看到工作人员发呆，连银行卡都忘了接，出声提醒道：“小王，还不快给张先生办理入住？”“哦。”小王连忙反应过来，接过银行卡后致歉道：“不好意思，张先生，我现在就给您办理手续。”很快，张哲在 POS 机上输出了密码，手机立刻收到短信提醒，银行卡支出了500万，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消费10.088888元，返利金额加108888800元。看到只返利了1000万，张哲并没有感觉到意外。自己虽然花了500万，但这是1个月的房费加押金，并不全是给女人消费。今天林薇薇在，所以今天的房费得到了返利，后面如果继续带女人过来，自然也会有相应的返利。不过张哲已经无所谓了，毕竟只是今天的返利就把花出去的500万翻倍挣了回来，后面的全是赚的。办理完手续后，刘管家询问道：“先生，现在需要为您准备晚餐吗？让餐厅总厨先准备下，稍后我点菜。”张哲回道：“好的，先生，我现在给您安排。”等工作人员离开房间后，张哲看着一脸傻愣愣的坐在沙发上的林薇薇，笑着问道：“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啊？”听到张哲的声音，林薇薇逐渐回过神来，眼神有些莫名的看着张哲问道：“你刚才花了500万？”张哲笑了笑，明知故问道：“对啊，怎么了？但这只是住酒店啊，500万都够在魔都买套房了。”林薇薇眼睛睁得大大的，有些不敢置信道：“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其实就在刚才，张哲说开总统套房是为了免排队的时候，林薇薇还在想，张哲是真的不在乎这10万块的房费，
还是想在自己面前彰显一下财力。可现在看到张哲轻描淡写的便花了500万包了1个月的总统套房，他才终于明白自己之前的格局有些小了。张哲哪里是不在乎10万块的房费，是连几百万都不看在眼里。林薇薇之前就知道张哲有钱，但也没想到张哲竟然这么有钱。库里南虽然贵，但好歹也是硬资产，一辆好车开出去也能彰显车主的身份地位。可是住酒店就花500万，林薇薇实在是想象不到究竟什么层次的人才能这么花钱。看着林薇薇的表情，张哲就知道他已经上钩了。林薇薇接近自己，可能确实不是想从自己身上捞钱，但绝对是因为自己有钱。所以对付这种绿茶妹妹根本不需要其他套路，只需要展示出自己的财力就行了。谁的钱会是大风刮来的？我只是比较能赚钱罢了。张哲轻描淡写道。我比较喜欢这里的床，偶尔住一段时间也花不了多少钱。林薇薇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500万，这叫花不了多少钱。她从大一开始做自媒体，加上去年开了家奶茶店，总共加起来估计挣的刚刚有100万。对于这个成绩，林薇薇还是有些自豪的，毕竟像她这样在大学期间就挣到这么多钱的真没多少。可是在张哲这里，住酒店就愿意花几百万，只是因为喜欢这里的床。这种阶层上的差距让林薇薇感觉到了巨大的落差，同时心中原本的想法变得更明确了一些。学长，你今天真是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有钱人是什么样子。林薇薇媚眼如丝地看着张哲说道。我现在更加确定自己的眼光真的很好，不愧是高段位。林薇薇这句话不光夸了她自己，更是隐晦地捧了张哲。张哲挑了挑眉回道，去点菜吧，有点饿了。见张哲没有回应自己，林薇薇也没有气馁，起身问道，学长，咱们不去餐厅里吃吗？为什么要去餐厅？这房间里的风景不是更好吗？张哲回道，好吧，也是。林薇薇这才反应过来，熙熙攘攘的餐厅就算装修再好，又怎么能跟总统套房相比呢？第47章，绿茶妹妹很懂事。就餐地点选在了客厅的落地窗边，两人隔着一张长桌相对坐。套房内虽然有专门的用餐区，但晚上的话还是客厅的风景更好一些，扭头就能隔着落地窗欣赏到整个外滩的景色。如果是在楼下米其林餐厅的话，像这样靠窗的位置至少要提前半个月以上约定。两人点完餐后，张哲对刘管家说道，对了，再来一瓶红酒，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我们酒店刚到了几瓶2000年份的罗曼尼康帝，价格是168888元，您看可以吗？刘管家询问道。行，就这个吧。张哲直接决定道。刘管家躬身下去准备，林薇薇则是有些咂舌的喃喃道：16万8。张哲看了他一眼，说道：放心，不用你付钱。学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林薇薇摆摆手解释了一句，随后有些丧气道：好吧，我确实请不起你这么贵的酒，刚充了500万，还用不着让你付钱。张哲语气平淡道。对了，刚才忘了问你，稍微喝点没问题吧？学长，你都已经点了，我如果说不喝的话，岂不是扫了你的兴致？林薇薇神情妩媚地看着张哲回道。再说今晚这个气氛确实适合小酌几杯，不过我酒量不太好，如果喝多了的话，学长你可不要笑话我。张哲玩着手机随口回道。没事，喝多了就住下，反正房间有很多。学长，咱们今天才刚正式认识呢，这样有点太快了吧？林薇薇低着头，神情羞涩地回了一句，可等了好一会也没听到张哲的回复。抬头一看，只见张哲正专心致志地看着手机屏幕，似乎根本没听到他的话。又等了2分钟，见张哲还在看着手机，林薇薇有些好奇道：学长在干嘛？忙工作吗？没，在看美女。张哲直接回道。看美女？林薇薇愣了一下，随后语气有些幽怨道：学长，难道我不好看吗？人家就坐在你对面，不比手机里的美女好吗？没说你不好看，只能说各有特色。张哲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手机放到了桌上递了过去，说道：加我好友的人太多了，你看看哪个是你的微信，自己同意一下。林薇薇下意识地接过手机，屏幕上正是微信好友申请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雪儿呀、雅雅之类的，一看就是女生名字的好友申请。林薇薇足足往下翻了好几页，都没有看到自己的微信，直接被众多女生的好友申请给淹没。而且这些加张哲好友的女生，大部分看着像是正常账号，头像也大多是卡通图片，可有一小部分明显就是用的小号，不光昵称很露骨，就连头像也一个比一个擦边，要么是一双穿着黑丝的腿，要么是穿着紧身短袖的上半身，短袖上的皮卡丘的眼睛都被撑得大大的，甚至还有用性感写真作为头像的，虽然没有露脸，但身材却很火辣，名字更是离谱的改成了哲哥的小宝贝。更重要的是，张哲还同意了其中一个头像是黑丝美腿的好友请求。林薇薇控制不住的点了下对方的头像，随后便看到了就在2分钟前
对方连着发来了好几张黑丝的照片，并说道：“哲哥，我的腿好看吗？”害羞，我的腿比林薇薇还长哦，哲哥想不想摸一下？害羞，看到聊天记录，林薇薇牙都要咬碎了。自己这才刚刚开始发起进攻，学校里这些小骚货就开始偷家了。这时，张哲的声音忽然响起：“还没弄好吗？”“好了好了，马上就好。”林薇薇连忙回道，立刻退出了聊天框，开始快速翻找起自己的微信。大概在第40-50个的位置，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好友请求。林薇薇点击同意后，连忙把手机还给了张哲。“学长，你好受欢迎呀。”林薇薇眼神有些莫名的看着张哲说道：“这才1下午的时间，就有好几十个妹子加你微信，还好吧？”张哲笑了笑，回道：“你不也一样？学校里加你微信的男生也不少吧？但我也没有一次被这么多人加过好友。”林薇薇语气有些发酸：“这些小骚货还不是看学长你有钱了才来的？”听到他语气中的酸味，张哲嘴角浮现一抹玩味的笑容，看着他的眼睛问道：“那你呢？”林薇薇感觉张哲的眼神仿佛能够看透自己的内心一般，心中闪过一抹慌乱，低头回道：“反正我没想过问你要钱，不要钱，那就是想要更珍贵的东西了。”张哲继续道。林薇薇深吸了一口气，忽然回道：“我想做你的女朋友。”“哦，然后呢？”听着张哲平淡的回复，林薇薇刚鼓起来的勇气顿时消失殆尽。“学长，我去下洗手间。”跟张哲说了一声后，林薇薇逃一样的跑向洗手间，洗了把脸，重新给自己补了个妆后，林薇薇平复了一下情绪后便准备回去。可这时她忽然想到刚才看到的那个聊天记录，之前不知道张哲在看什么，还以为他在忙着工作或者其他事情，但这回他明白了，张哲之前肯定是在看对方发来的黑丝照片。想到对方那句“我的腿比林薇薇还长哦”，林薇薇的心里顿时升起浓浓的危机感。自己明明已经占据了优势，成功约了学长一起吃晚饭，正打算趁机培养感情，要是被那些小骚货给偷了家，那可就哭都没地方哭了。之前那么多好友请求，学长唯独加了那个黑丝美腿头像的，林薇薇心中顿时浮现了一个念头：不就是黑丝吗？谁不会穿是怎么着？你们最多只能发照片，我可是能直接穿给学长看。自己的腿那么完美，学长之前在车上就爱不释手，再穿上黑丝的话，就不信他不喜欢。想到这，林薇薇走出洗手间，找到一位站在厨房边等着送餐的女服务员说道：“你好，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林女士，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服务生立刻回道：“咱们酒店有没有丝袜？能不能帮我拿一双？”大概10分钟后，前菜已经被送到了桌上，红酒也被倒在了醒酒器里。一直没见林薇薇回来，张哲正想给她发个消息时，便听到了林薇薇的声音：“不好意思学长，让你久等了。”张哲转头看去，立刻便看到穿上了黑丝的林薇薇迈着性感的步伐朝自己走来。绿茶妹妹果然懂事。第48章，给你的奖励。林薇薇的身高有1.72米，身材比例非常好，腿长绝对超过了1米。不仅仅是腿长，腿型也非常匀称，紧致且没有一丝赘肉，也不知道她平时是怎么保养的。今天的林薇薇穿着一条带着亮片的黑色百褶短裙，将一双大长腿完美的展现出来。现在换上了一双黑丝后，腿型得到了更好的修饰，视觉冲击力十足。张哲的目光在林薇薇的腿上扫过，眼中毫不掩饰惊艳之色。妹妹还是很懂事的，不枉自己特地暗示了她一番。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穿上黑丝的林薇薇魅力简直直线上涨，完美的戳中了张哲的审美。感受到张哲的目光，林薇薇的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在桌边停顿了几秒，似乎是想让张哲看个清楚，然后才缓缓坐到了张哲的对面。张哲收回目光，拿起餐具说道：“酒都快醒好了，开始吧。”“林薇薇看着张哲说道：“学长，谢谢你。”“谢我什么？”张哲回道：“我早就想尝尝这里的菜品了，经常看到有其他网红过来打卡，但我一直没机会来，也没有人陪我一起。”林薇薇说道：“今天沾学长的光，总算是如愿以偿了，而且还是餐厅总厨亲自烹饪，在奢华的总统套房里享用晚餐，说出去肯定会被人羡慕死。对了，学长，我能拍几张照片吗？毕竟你也知道我有在做自媒体。”看着林薇薇期待的目光，张哲随口回道：“拍吧，不要拍我就行。”“谢谢学长，我会注意的。”得到张哲的应允，林薇薇的脸上立刻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拿起手机开始拍照。先是对着桌上的食物和红酒拍了几张，随后又拍了不远处忙碌着的厨师团队和一些房间里的照片。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林薇薇特意站了起来，一双黑丝大长腿在张哲的眼前晃来晃去。看到她兴致勃勃地拍照片的样子，张哲好像忽然明白林薇薇想要的是什么了。作为一名小网红，还经营着一家奶茶店，林薇薇的收入其实还不错。她自己挣到的钱就足以支撑她买好看的衣服、
好用的护肤品，生活品质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但距离真正的有钱人，林薇薇还差了很远。她现在最多算是小资水平，奢侈品是买得起，但肯定不能随便消费，像是总统套房这种，更是她无法接触到的。她想要的或许是接触，甚至是踏入上流社会的机会，但只靠她自己的能力，想要达成这个目的很难，阶级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所以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想要让自己成为他的助理。怪不得林薇薇之前说她不会问自己要钱，原来想要的是资源。张哲忽然感觉有点意思，这样精明的女人可不多见，不知道接下来她会怎么表演。反正自己能从她身上刷到钱，怎么都不会亏，有的是时间陪她玩下去。似乎是怕张哲不耐烦，林薇薇只用了不到2分钟便拍完了照片，回到座位上对张哲致歉道：“不好意思学长，让你看笑话了。”“没事，女孩子嘛，喜欢拍照留念很正常。”张哲笑了笑，示意道：“拍完了就开始吃吧，不然菜都要凉了。”“好。”林薇薇主动拿起醒酒器，给张哲和自己分别倒了一些红酒后说道：“学长，感谢你今天给我一场这么完美的体验，我敬你一杯。”“干杯！”张哲拿着酒杯跟他碰了一下，微微抿了一口，不知道是不是醒酒的时间不够还是怎么，味道稍微有些酸涩，但香气很浓郁，同时夹杂着一股果香。消费168888元，返利金额加1 6888800元。张哲放下杯子，林薇薇还在那里回味，好一会后才喃喃道：“原来这就是罗曼尼康帝，世界上最好的红酒，感觉味道如何？”张哲问道。“很好喝。”林薇薇想了想说道：“跟我以前喝过的几百块的红酒相比，明显不是一个档次的，但具体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哈哈，那你慢慢品尝，不够的话再要一瓶也没关系。”张哲笑着回道。“不用了，这一瓶酒10几万呢，如果今天不是沾血尝的光，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机会尝到这么贵的酒。”林薇薇双眸含水的看着张哲问道：“学长，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张哲自然不会说不在乎这点钱什么的，轻笑着回道：“这是给你换上黑丝的奖励。”“只是奖励吗？”林薇薇小声喃喃道，眼睛里有光芒闪过，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道道菜品被送到桌上，两人一边享用美食，时不时的碰一下杯，不知不觉中便喝了大半瓶红酒。张哲还没什么感觉，但林薇薇的双颊已经有些泛红，身上妩媚的味道更浓了。刚吃了口海鲜意面，张哲忽然感觉到自己大腿被什么东西撩了一下，抬头看了林薇薇一眼，只见她正认真的吃着东西，仿佛刚才捉弄自己的不是她一样。“过来。”张哲直接说道。林薇薇长长的睫毛颤了颤，起身站到了张哲的旁边。张哲再次欣赏了一下她那裹着黑丝的完美腿型，然后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拍。林薇薇迟疑了2秒后，红着脸坐到了张哲的腿上。张哲检查了一下丝袜的质量，问道：“你刚才在干嘛？”“没干嘛。”林薇薇小声说道，低着头有些不敢看向张哲，仿佛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张哲抬起林薇薇的下巴，让她不得不看向自己，继续问道：“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想干嘛？”“我……”看着近在咫尺的张哲，林薇薇心里忽然升起一股冲动，直接朝张哲吻了上去。第49章，你不想努力了？林薇薇没有任何的经验，一时冲动应上来之后，便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大脑控制不住的有些发懵。好在她足够聪明，感受到张哲的动作后，便轻轻的搂着他的脖子，积极的开始配合。不知道过了多久，林薇薇感觉呼吸不畅，终于放开了张哲，趴在了他的肩膀上。之前喝的红酒似乎也开始上头了，林薇薇感觉大脑有些眩晕，面色红润如血，眼神也有些迷离。在张哲肩膀上趴了好一会，林薇薇才终于缓过来，坐直身子，脸对脸看向张哲。想到自己刚才的主动，刚刚恢复一些的脸色再次红润起来，林薇薇强忍着心中的羞意问道：“我现在算是你的女朋友了吧？”看着他眼中的期待和忐忑，张哲摸了摸她的头发：“想做我的女人？”“林薇薇毫不犹豫的点头。张哲笑了笑，直接说道：“那晚上留下来吧。”林薇薇脸上闪过一丝犹豫，轻咬着粉嫩的嘴唇，可怜巴巴的看着张哲说道：“学长，我还没准备好，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大长腿御姐风的林薇薇做出这副祈求的模样，实在是有些勾人，让人下意识的就想把她拥进怀里保护。可张哲脸上的笑容却是逐渐收敛。林薇薇这妹子可以说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一开始就想跟自己直接确定关系，而且还是真正有名分的那一种。她刚才很懂事的换上了黑丝，又主动献吻，确实让张哲很喜欢。但不管她是真的没准备好，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张哲都没有兴趣陪她玩所谓的恋爱游戏。既然是奔着钱和资源来的，那还是直接一些比较好。我想玩的时候可以陪你玩些情趣，但兴致被勾起之后，你还想继续吊着我，那就不好意思了。行，
那继续吃饭吧，吃完我让人送你回去。听到张哲语气中的冷漠，林微微心里咯噔一声，顿时就开始慌了。她哪还不明白自己这是惹张哲生气了？刚才张哲看向自己时，眼神中带着十足的侵略性，可现在他甚至看都不再看自己。林微微的眼里瞬间充满水雾，一滴滴晶莹的泪珠顺着她精致的脸庞滑落，可她根本顾不得擦拭，连忙解释道：学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并不是想吊着你，我从来都没谈过恋爱，而且咱们今天刚认识，我有点害怕。见他泪眼朦胧，哭噎着跟自己解释，张哲微微叹了口气问道：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林微微抽噎了一下，稍微平复些情绪后回道：腿。张哲愣了一下，这丫头看人真准，我喜欢你身上的聪明和果敢，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愿意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说道：我不管你想从我这里获取什么，但想要成为我的女人，就要学会付出，至少要学着让我开心才行，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学长，我不是只想要好处。林微微可怜兮兮解释道：我其实是愿意的，但我今天亲戚来了，你稍微给我几天时间好吗？真的？张哲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真的，不骗你。林微微点点头，拉着张哲的手就想让他确认一下。好了，信你了。张哲有些无奈地回道，怪不得他最开始就那么放心的跟着自己来酒店，原来是有保护啊。见张哲似乎不生气了，林微微终于松了一口气，眼神有些期待看着张哲，小声问道：那我今晚还能留下来吗？张哲也是感觉有些好笑，之前让他留下来他想走，现在却要主动留下来。虽然林微微有保护，但不能全吃掉，可以先吃一半嘛。张哲有些玩味的笑了笑，问道：现在不觉得咱们认识的时间短，也不怕我把你吃了之后不认账了？听到张哲的调笑，林微微脸色羞红，主动吻了上来。好一会后才回道：我相信你，不愧是绿茶妹妹，这个时候了都不忘说好听话。张哲挑了挑眉，回道：光相信我可不行，你还得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拿到女朋友的头衔。林微微眼神有些幽怨，没想到自己都这么主动了，这个坏人还不松口，看来不让他吃到，他是不可能承认自己的。想到这，林微微直视张哲的眼睛，神色妩媚道：那我现在就开始努力。说着便再次应了上来，还主动握住张哲的手，帮他换了个位置。腻味了半天，桌上的菜全都凉了。张哲拍了拍林微微，让她坐到一边后问道：时间还早，我准备做个水疗再休息，你要不要一起？你忘了我今天身体不方便。林微微提醒道。哦对。张哲回道。那你先自己玩会吧，收拾好在房间等我。好。林微微红着脸应了一声，随后问道：那我能不能在房间里拍一些视频，就是那种入住 vlog 那种？你随便拍。张哲点点头，起身按下了服务铃。几分钟后，水疗技师便来到了房间里，在水疗室舒舒服服泡了一会，张哲躺在水床上享受着技师的按摩。不知过了多久，张哲感觉到技师开始给自己身上涂精油，便说道：先到这，你出去吧。技师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听从吩咐离开了房间。张哲走出水疗室，对外面喊道：林微微，过来一下。过了一会，已经换上了睡袍的林微微走了过来，看到只穿着短裤的张哲，谨慎问道：怎么了？进来给我按摩。张哲直接说道：啊。林微微愣了一下，回道：可是我不会啊。不会不能学吗？你不想努力了？张哲直接走进了房间，催促道：赶快进来。林微微犹犹豫豫地走进水疗室，红着脸说道：先说好，只是帮你按摩一下，小女子不提供其他服务哦。张哲闭着眼躺着，回道：开始吧。林微微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后，张哲感觉到一双柔弱无骨的小手开始在自己身上按了起来。舒舒服服地享受了一会后，张哲忽然问道：你看过《古惑仔》没？啊，看过，怎么了？林微微有些气喘吁吁地回道：我现在火气很大。次日，张哲一睁眼便看到林微微正躺在旁边，眼神莫名地看着自己。大坏蛋，睡醒了。第50章，爱马仕行不行？别闹了，起来吃饭吧。张哲揉了揉他的头发，说道：吃完饭我跟刘管家说一下，给你安排一个入住欢迎仪式。这是昨天晚上答应他的，不然林微微说什么都不愿意干活。不过在张哲抛出了一些诱饵后，林微微很快便屈服了，最终听从张哲的安排，一边拿着手机看视频学习，一边给张哲做按摩。就知道欺负我。林微微嘟起粉嫩嫩的嘴唇，委屈巴巴道：不想吃饭，嗓子好疼。那我让厨房给你煮点粥。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安抚道：吃完饭你先拍视频，等你拍完了我陪你去逛汇街，给你买个包怎么样？好吧。林微微点点头，凑近在张哲的唇上亲了一下，
随后抱住张哲说道：“现在我都这样了，就算你不承认我是你女朋友，我也赖定你了。”林微微只穿了单薄的睡衣，被他这么一抱，张哲立刻感觉到了完美的触感。你再这样，我可要让你继续干活了。张哲挑了挑眉说道：“不要不要，你就饶了我吧。”林微微吓得连忙从张哲身上爬了起来，快步跑向了卫生间。我先去洗漱了。张哲笑了笑，起身穿上衣服，按下了服务铃，让刘管家开始准备早餐。随后走进浴室冲了个热水澡，洗掉了身上残留的精油，不然黏糊糊的也不舒服。洗完澡出来时，林微微已经坐在餐厅了，正小口小口的喝着南瓜小米粥。你真的只喝粥啊？好歹也吃点其他东西。张哲说道。没事，我都不怎么我早上一般都吃很少的。林微微解释道。行吧。张哲也没再多说，自顾自的开始享用早餐。饭后，林微微开始拍视频，张哲则是躺在阳台上的躺椅上，懒洋洋的晒起了太阳。拿起手机看了下，有很多的未读消息。首先是安安和夏婉欣发来的，昨天晚上张哲光顾着按摩和调教林微微了，根本没时间看手机，也一直都没有回复他们。张哲想了想，给两人回复道：早，昨天忙完工作直接睡了，刚看到信息。昨天加的那个黑丝头像的妹妹，晚上也再次发了好几条消息过来，其中还有2条视频。张哲看都没看，直接把她给删了。对于这种连面都没见过就发送各种露骨照片的女人，张哲是真的看不上。昨天之所以加她，只是为了让林微微有危机感，现在目的已经达成了，自然没必要再留着好友了。男人就是这么奇怪，既想要女人投怀送抱，又想要女人守身如玉。相比之下，还是林微微更有意思些。虽然还没有真正吃到，但昨晚已经教会了她怎么按摩。熬鹰这种事不能着急，慢慢来，最后收获的时候成就感才更足。张哲很期待他主动奉献的那一天。招行的白露早上也发来了一条消息：早安张先生，今天的阳光很好，新的一天愿您身边的一切都如您所愿，度过美好快乐的一天。张哲这才想起来，昨天加了好友之后，白露给自己发的文件还没看，估计他也是有些急了，但又怕催促会引得自己反感，才特意发了个道安的消息提醒自己。张哲没有回复他的消息，先打开文件看了一下。私人银行，张哲早就有所了解，但只局限于书本上简单的介绍。看完白露发来的文件后，张哲才终于明白私人银行的服务范围有多广。除了存款和理财、信托这些最基本的金融服务外，私人银行还提供各种生活、商业方面的服务。不管你是想买车买房，甚至是买游艇、私人飞机，都可以让他们帮你联系。其他包括法律、医疗、企业方面的服务也都有。可以说，只要你有钱，银行几乎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恰巧张哲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正好张哲想收购一家 MCN 公司，但没有渠道，现在倒是可以直接交给银行方面。张哲想了想，给他回了条消息：看了，感觉还不错，面谈吧。不到半分钟，白露就回复了消息：好的张先生，那您中午有时间吗？我请您吃个饭，咱们当面再聊。行，我住在宝格丽酒店，你订地方吧。张哲回道：好的张先生，我订好餐厅后会把位置发给您。大概10点出头，林微微拍完了视频，笑盈盈的来到了张哲身边问道：老板，我忙完了，咱们现在去逛街吧。张哲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回道：行，走吧。来到楼下，司机已经开着库里南等在大门口。总统套房有配备司机，张哲也就懒得再自己开车，毕竟白天市区还是很堵的。10分钟后，两人走进国金金融中心。作为魔都最顶级的商圈之一，国金汇聚着大量奢侈品牌，其中不乏爱马仕、香奈儿、LV 等。张哲扭头看向林微微问道：想要什么包？先去香奈儿看看怎么样？林微微挽着张哲的胳膊试探道：我上次看到一个包，感觉有点贵，当时没舍得买，那过去看看。张哲直接回道。没走几步，两人便来到了香奈儿门店，只见门外正排着长长的队伍，至少有20多人，都是一些打扮靓丽的妹子。张哲皱了皱眉道：这么多人？香奈儿一直都这样，不管是国金、恒隆还是环贸的门店，我就没见过不排队的时候。林微微解释道：我中午还有事，去其他店看看吧。张哲看了一下周围，问道：爱马仕行不行？奢侈品也是有档次的，虽然爱马仕、香奈儿、LV、迪奥等品牌都被称作奢侈品，但真正位于最顶端的唯有爱马仕。甚至时尚圈流传着一句话，每个女人都渴望拥有一个爱马仕包包。爱马仕不仅仅逼格高，价格也是遥遥领先。林微微之前根本没考虑过爱马仕，实在是有些消费不起。现在听到张哲要给自己买爱马仕，林微微立刻回道：行，只要是你送的，我都喜欢。相比较香奈儿、爱马仕门店的人要少了很多。两人刚走进门店，一位销售立刻便迎上来招呼道：二位好，
欢迎光临爱马仕，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奢侈品店的销售眼光一个比一个毒辣，普通人进来，他们或许不会冷嘲热讽，但也绝对不会多热情。但张哲和林微微无论是穿着还是气质，都非同一般，销售的态度也是相当客气。带我们去看看包。张哲直接回道：好的，您二位请跟我来。女销售伸手示意道。第51章存款破亿。爱马仕门店宽敞明亮，装修简单中透露着奢华。两人跟随销售来到爱马仕的箱包区，林微微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只见几个通体由实木打造而成的正方形置物架上，隔成了一个个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都摆放着不同样式的包。柜姐轻声询问道：女士，需要我给您介绍下吗？不用了，我先自己看看吧。林微微回道。柜姐含笑着点点头，回道：那您先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再给您介绍。林微微的目光在一个个包包上扫过，感觉似乎每一个都不错，看着看着不禁有种眼花缭乱的感觉。见她一直不说话，张哲开口问道：喜欢哪个？我……林微微犹豫了一下，凑到张哲耳边说道：好像都很贵啊，要不还是去看看香奈吧。张哲看了他一眼，回道：说了是给你的奖励，你只管选就行了，价格不需要你考虑。看张哲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林微微也终于放心下来，确认道：那我可真选了。选吧。林微微的目光重新回到包包上，又看了一会后，终于指着一个奶白色的包问道：这个多少钱？女士，你的眼光真好，这是我们爱马仕最经典的 Birkin 包。柜姐介绍道：您选的这款是去年圣诞节发售的，包体采用 Togo 小牛皮材质和内缝工艺，质地柔软又防刮防水，这个配色也非常适合您这个年纪。简单介绍了一番后，柜姐有些歉意地表示道：这款包的价格为258800元，但可惜的是我们店里的存货已经都被预定了，暂时没有现货。258000，哪怕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价格后，林微微还是有些被吓到了。她的收入虽然不错，但作为一名穿搭博主，平时在购买衣服、鞋子、化妆品方面的花费很多，每个月其实也存不下太多钱。她今天背的包是去年生日时奖励自己的一款香奈儿包包，拿到手的价格才4万多。可就算这样，当时买的时候林微微也纠结了很久，但跟眼前的爱马仕一比，就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了。林微微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架子上奶白色的钣金包，回道：没货啊，那我再看看其他的吧。看着她一脸不舍的表情，张哲笑了笑，问道：想要吗？肯定想啊，但是太贵了。林微微轻咬着嘴唇，抱住张哲的胳膊，小声解释道：他虽然说是没货了，但就是想让咱们配货而已。爱马仕的包都这样，要搭配一些其他东西才卖给你，还不直接给你说。这个包单价就要25万多，加上配货的话，至少也得40多万才能到手。有这个钱都能买一辆奔驰 C 级了，剩下的钱还够买一个我今天背的这种香奈儿。花这么多钱只是买一个包的话，太奢侈了。虽然昨晚两人做了些亲密的事情，但毕竟还不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哪怕是张哲主动表示要给他买个包作为奖励，但林微微想着能买个10万以内的普通款就可以了。这个包到手至少得40多万，他是真的有些张不开口。你喜欢就行。张哲搂着林微微的腰，对一旁的柜姐说道：你看我女朋友身上缺什么配饰，帮忙推荐一些，最好是跟这个包比较搭的，价格不是问题。张哲之前还真不知道爱马仕的包还要配货，毕竟以前也没关注过奢侈品圈。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这就是爱马仕的逼格所在，本来单品的价格就高，加上配货的话就更买不起了。越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但对于张哲来说，送给女人的东西再贵都不用真的花钱，配货还能多刷点。听到张哲的话，柜姐立刻明白这是遇到有钱又懂行的顶级富二代了，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热情了。林微微也是双眸含水的看着张哲，虽然她昨天晚上一点也不知道心疼自己，但现在毫不犹豫的送自己这么贵的包，说明她的心里肯定还是在意自己的。尤其是听到张哲称呼自己为女朋友后，林微微心中的喜悦之情简直要溢出来了，直接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昵声道：谢谢亲爱的，爱死你了。张哲在她滑嫩嫩的脸上捏了一下，笑道：去吧。那你先在这座会等我，我好了就过来找你。张哲坐在沙发上玩了会手机，大概等了10分钟左右，林微微和销售就回来了。柜姐手里提着不少东西，林微微则是表情有些纠结，坐到张哲旁边说道：亲爱的，他给我配的货好像有点多，加起来都30多万了，比我之前想的贵了好多。没事，只要你喜欢就行。张哲表情平淡，直接掏出了银行卡递给柜姐：刷卡吧。好的先生，请您稍等。最后算了下价格，铂金包单价258800元，配了一块镶钻腕表15万8，一个零钱包，2条女士腰带，零零碎碎的加起来，光是配的这些货的价格就要36万，总价更是高达61万多。
配货比几乎达到了1比 1.5 左右，也不知道是爱马仕都这样，还是魔都有钱人太多，根本不愁卖，才敢这么捆绑销售。不过张哲也无所谓，反正花的越多，返利就越多。输入密码后 ，POS 机立刻吐出了小票。张哲接过对方递来的笔，签下了自己名字，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消费618996元，返利金额加61899,600元，一波刷了6000多万，是张哲至今为止返利最高的一笔消费了。之前张哲卡里的资金加上系统中未提现的返利金就有8800多万左右，现在加上这6000万，存款终于正式破亿。看到张哲签完字后，林微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顾不得店里还有其他人，直接坐到了张哲的腿上，搂着他的脖子狠狠吻了上来。第52章，林微微的小心机。感受到他的热情，张哲开始了新一轮的教导，很快便彻底掌控了节奏。林微微的技巧很生涩，在张哲的教导下，大脑逐渐空白，脸色红润无比，眼神也开始变得迷离。看着两人旁若无人的激吻，一旁的桂姐稍稍退了几步，以免自己站在旁边影响到两人的情趣。同时心中对林微微也是羡慕无比，她在爱马仕上班也有2年多了，每个月都能卖出去很多东西，但自己却根本消费不起，存了好久的钱才舍得买了一个普通款的手袋，还是不需要配货的那种，跟林微微的百金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如果有人给自己花60多万，恐怕自己比这位林女士还要激动。足足1分多钟后，张哲才松开了她。林微微只感觉浑身发软，双臂下意识的抱紧，下巴抵在张哲的肩膀上，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张哲伸手在她的背上轻抚了2下，柔声道：“起来吧。”林微微恋恋不舍地从张哲身上起来，脸上的红润还没褪去，看向张哲的眼眸水润无比，带着一丝难言的媚态。感受到他的眼神，张哲不禁笑了起来。果然没有女人能抵挡爱马仕的诱惑，距离林微微主动现身又近了一步。这时桂姐拿着几个手提袋走了过来，轻声询问能否添加两人的微信，并邀请两人办理爱马仕的会籍。想着以后带其他妹子过来买包的话，有个熟悉的销售也方便一些，张哲也添加了他的微信。完事之后，张哲起身问道：“走吧，去其他地方逛逛。”等一下，林微微忽然说道：“亲爱的，你送了我这么贵的包，虽然我没你这么有钱，但我也想送给你一份礼物。”哦，听到林微微要送自己礼物，张哲有些好奇道：“你打算送我什么？”“你等我一会。”林微微说了一句，随后给桂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往南市区走去。不多时，两人便回来了，手中多了一双皮鞋和一条腰带。“这是我刚才配货的时候看到的，感觉应该很适合你。”林微微说道。“亲爱的，你平时肯定会参加一些正式场合，这些都用得着，要不要试一试？”张哲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笑道：“行，那就试试。张先生，我帮您吧。”桂姐在张哲旁边蹲下身子，主动帮张哲脱掉了脚上的鞋，拿起一旁的皮鞋，小心翼翼地给张哲穿上。“张先生，这双鞋是43码的，您看合不合适？不行的话，我再帮您换一双。”张哲穿着皮鞋走了几步，感觉大小刚好合适，皮质非常柔软，脚感也很好，至少和自己上班前在网上买的那2双几百块的皮鞋相比，要舒服了太多。林微微的眼光不错，这款皮鞋的款式张哲也比较满意，便说道：“感觉不错，就这双吧。”听到张哲的评价后，林微微脸上扬起灿烂的笑容，说道：“腰带你也试试吧。”张哲又试了下腰带，桂姐根据张哲的身材，让工作人员重新调整了一下孔位。等桂姐把皮鞋和腰带装好，张哲捏了捏林微微的滑嫩的脸蛋，夸奖道：“不错，这2件礼物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林微微甜甜道：“不过不是2件哦，还有最后1件礼物呢。”说着，林微微变魔术一样的拿出了一根钢笔，插在了张哲上衣外套的口袋上，欣赏了一下后，笑着说道：“好了，这下可以了。”张哲拿起钢笔，好奇道：“怎么想起来送我支钢笔？”林微微背着双手，笑眯眯的回道：“感觉这支笔很好看，很适合你的气质，想着你平时也能用到，就送了。”林微微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其实这也是她的一点小心思。她知道以张哲的条件，身边肯定不会缺少女人，今天能陪自己来买爱马仕，说不定明天就会陪其他女人。但不管怎么说，张哲以后消费的时候，如果带着自己送他的钢笔，那签字时肯定会想到自己。想到这，林微微的不禁有种恶作剧一样的感觉，开开心心的去结账了。1双皮鞋，1条腰带，加1支钢笔，总共7万出头。林微微给自己都没舍得一次性买过这么贵的东西，但现在刷起卡来却没有一丝犹豫。结完账后，林微微拿着东西回到张哲身边说道：“好了，亲爱的，我们走吧。”两人买的东西虽然不少，
但根本不需要自己提，有柜姐帮忙送到停车场。林薇薇直接背上了新买的包，之前的香奈儿已经被装到了袋子里。两人走出爱马仕门店，林薇薇一手挎着刚买的包，另一只手抱着张哲的胳膊，直接依偎在张哲肩膀上，俨然一副热恋中的情侣模样。林薇薇送的礼物其实完全可以算的买包的配货礼，反正都要配那么多钱的货，这样也不需要她自己花钱。但她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自己掏钱选了礼物进行回赠，这让张哲对她的印象更好了一些。这丫头虽然目的性很强，想要借助自己的资源，但至少也懂得付出，不是只知道索取的那种人。还想去其他地方逛逛吗？张哲问道。不逛了吧。林薇薇看了下手腕上的爱马仕腕表，回道：你不是说中午还有事吗？这都快11点半了，我就不缠着你了。那行，我中午跟银行的人约了饭，一会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张哲回道。好。林薇薇有些不舍地看着张哲，问道：那等你不忙了，找个时间我请你看电影好吗？张哲挑了挑眉，问道：昨天我让你学习的那种吗？呀，你坏死了，还说。林薇薇娇嗲一声，脸色有些泛红，轻咬着嘴唇小声回道：如果你想看的话也不是不行，昨天还很抗拒呢，今天就开始接受了。张哲笑眯眯回道：那你可得好好练习一下了。你别说了，就知道欺负我。林薇薇抱着张哲的胳膊撒娇道。第53章知性眼镜娘白鹿。两人走出国金中心，司机已经开着车在门口等候了。张先生，咱们现在去哪？司机轻声询问道。张哲看了下手机，白鹿已经把餐厅的位置发了过来，便回道：先把我送到川中路，然后把我女朋友送回学校。好的，张先生。司机缓缓启动车子，白鹿订的餐厅离得不远，不到10分钟就到了。车辆停稳，张哲对林薇薇说道：我先走了，回去了跟我发个消息。林薇薇应了一声，直接探过身搂住张哲的脖子，再次送上了热吻。和刚才在爱马仕店里相比，林薇薇的技巧依旧生疏，但这次却更加主动，甚至还笨拙地伸出了舌头。直到有些喘不过气后，林薇薇才松开了张哲，红着脸从包里掏出湿巾，帮张哲擦掉了刚染上的口红。林薇薇抿着稍微有些红肿的嘴唇，眼神不舍地看着张哲说道：那我回去了，你记得想我哦。好。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随后给了司机几百块的小费，吩咐道：把他送回去再来接我，如果我还没吃完饭的话，你就自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感谢张先生，我记住了。司机立刻应道。张哲点点头，随即打开车门下车。林薇薇打开车窗，跟张哲摆手道别，张哲朝他挥了挥手，转身走向身后的餐厅。白鹿订的地方是一家魔都菜馆，餐厅的规模不小，从外看着档次就不低。还没走到门口，张哲便看到一位穿着藏蓝色职业装的女人站在餐厅门口，翘首向四周观望着。女人年纪大概24、25岁的样子，头发被盘在脑后，五官线条非常柔和，还戴着金丝眼镜。张哲挑了挑眉，没想到白鹿真人比照片还要惊艳一些，更难得可贵的是身上那股知性优雅的气质。似乎察觉到张哲在看自己，白鹿扭头看了过来，眼神在张哲身上停了好几秒，才继续看向四周。张哲直接走了过去，问道：白鹿，张先生。白鹿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连忙致歉道：不好意思，张先生，我刚才没认出来您。没事，进去聊吧。张哲摆摆手，率先走进了餐厅。两人来到包间，张哲直接坐到了椅子上，白鹿则是站在张哲的旁边，递上菜单说道：张先生，我不知道您的口味，所以提前指点了一些，您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不用，我早上吃的晚，这回还不怎么饿。张哲回道：坐下聊吧。好的，张先生。白鹿订的包间并不是传统的商务餐厅那种，而是类似茶馆的装修，墙上挂着几幅水墨画，包间一侧还种着几根翠绿的竹子，中间是一张实木长桌，并不能容纳太多人一起就餐，但两个人谈事情却正合适。白鹿坐到张哲的对面，拿起茶壶给张哲倒了杯茶。张先生，这里的茶挺不错的，您尝尝。张哲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忽然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昨天接到电话的时候，张哲就有些好奇，招行怎么会忽然联系自己？刚才白鹿更是没认出自己，说明他邀请自己开户，很大概率并不是银行派发的任务，而是他自己的私人行为，不然他不可能连自己的基础信息都不了解。听到张哲的问题，白鹿的动作一致，犹豫片刻后站起身对张哲鞠了一躬说道：不好意思，张先生，我首先要向您道个歉，我确实是通过私人的方式了解到您的信息，冒昧打扰，还请您见谅。坐吧。张哲再次喝了口茶，把茶杯推到桌子中间，随口问道：劳斯莱斯店里有朋友？看到张哲的动作，白鹿心中松了口气，连忙给张哲续上了茶水，解释道：张先生，您今天能过来，说明也是有加入私人银行的想法，我也就不瞒您了。
我的同学家室友在魔都银行工作，就是给您打电话升级白金卡的那个。其实我同学有帮您申请提升为私行客户，但被他们行长拒绝了。我刚刚入职，正是需要业绩的时候，便想办法要到了您的联系方式。不过您放心，他只告诉了我电话和姓氏，其他什么都没说，所以我刚才也没有认出您。张哲点点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这个。回道：还算坦诚，介绍下你自己吧。张先生，我本科就读于魔都财大金融系，去年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金融系硕士学位，上个月入职招行私行，现在职位是高级财富顾问。白鹿身子坐得笔直，仿佛在面试一般，认真介绍道：攻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在摩根士丹利公司实习，负责资产管理业务，有着一定的实操经验。不怕您笑话，因为刚入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为止手里还没有客户。如果您能选择我作为您的理财专员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您管理好您的资产。听完白鹿的自我介绍，张哲也是有些惊讶，没想到还是个顶级学霸。本科是985 211院校，研究生更是常青藤名校。白鹿的履历可以说含金量极高，怪不得刚入职就是高级财富顾问，听着还不错。张哲敲了敲桌子，问道：成为你的客户，我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张先生，冒昧问一下，您预计能在我行存储多少资金呢？白鹿询问道。毕竟你也知道，我行的客户是分3个等级的，存储1000万的私行客户和存储3000万的高级私行客户，能申请到的待遇也是有些差别的。张哲掏出魔都银行的银行卡，放到了桌上。我这张卡里有5000多万，另外还有一笔9000万的资金可以随时转入，只要你提供的待遇能让我满意，这笔钱就交给你了。听到张哲的话，白鹿直接愣住了。5000多万加9000万，1亿4000多万。想到这个数字，白鹿的脸颊上立刻浮现出一抹红晕。就像他刚才跟张哲说的那样，他只从室友那里弄到了张哲的电话，其他信息并不了解。但因为刚入职，迫切需要业绩，白鹿还是试着给张哲打去了电话。今天过来本想着能拉到1000万以上的存款，达成最基本的私行客户要求，让自己破了零客户的尴尬局面就行。怎么也没想到，张先生一出手就是1个多亿，直接达到了超高端私行客户的条件。第54章，私人秘书。张先生，如果您能存款过亿的话，已经满足了我行超高端私人银行客户的条件。白鹿的脸上带着一抹激动之色，回复道：对于任何一位超高端私人银行客户，我们都是极其尊敬和重视的。首先，我可以向您保证最基本的权益，至少4%的存款利率，并且赠送给您一份丰厚的开卡礼。其次，为了更好的为您提供服务，我会亲自担任您的私人理财秘书，并组建至少4人以上的私人财务管理团队，全天候24小时为您服务。无论您有任何方面的需求，我和其他团队成员都会竭尽所能的满足您，为您提供心仪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白鹿的诚意很足，没有丝毫废话，直接把所有待遇都介绍了一遍。光是最基础的4%的年利率就直接秒杀了魔都银行。张哲在魔都银行只是白金卡，活期存款年利率还不到1%，1个多亿1年的利息就差了好几百万。对于张哲来说，利息和开卡礼其实都无所谓，但私人财务管理团队吸引力就比较大了。有着白鹿为首的私人财务管理团队在，张哲以后能省下很多麻烦。看着白鹿期待的目光，张哲直接做出了决定。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白鹿强忍着心中的激动，站起来对张哲诚挚地鞠了一躬，表示道：张先生，感谢您的认可，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坐吧。张哲抬手示意了一下，回道：对了，魔都银行那边你直接联系，帮我把钱转过去。存钱银行肯定欢迎，但取钱的话可就不一定了，尤其是大额取款转账，很多银行都会磨磨唧唧的拖几天，毕竟钱在他们那里多放一天就能多赚一天的收益。张哲懒得跟魔都银行打交道，直接交给白鹿就好。好的，张先生。白鹿重新坐到了椅子上，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张哲面前，说道：麻烦您在这份授权文件上签个字，今天晚上之前我就给您办妥。张哲简单看了一眼，随后拿起夹在外套上的爱马仕钢笔，潇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白鹿小心地收好文件，随后询问道：对了，张先生，我饭后就回行里给您开户，账户号码方面，您有什么比较喜欢的数字吗？张哲对这个倒是不在意，随口回道：随便吧，数字顺一些就行。好的，那我心里有数了，我会尽力给您争取到最好的号码。白鹿回道。这时包间门被人敲响，服务生进门开始上菜。菜品上齐后，白鹿再次给张哲续上了茶水，站起身说道：张先生，再次感谢您对我的认可，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从见面到现在，白鹿给张哲的印象很不错，至少在态度上完全没得说。看着这位知姓御姐接连对自己道谢，张哲拿起杯子跟他碰了下，玩笑道：心意我领了，以后你就是我的小秘书了，没必要一直这么客气。您说的对，以后我就在您手下做事了，还请您多多关照。
白露喝完茶后重新坐下，呼出一口气说道：“张先生，听说这家魔都菜很正宗，因为不知道您的口味，我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点的。您如果不喜欢的话，咱们再点。”桌上一共8道菜，除了魔都红烧肉、八宝鸭、松江鲈鱼等经典魔都菜系外，其他的基本都是海鲜。能开在外滩附近的店，价格先不说，菜品都很精致，看着也很有食欲。不用了，这些就够了。张哲夹了一块松江鲈鱼尝了尝，味道非常鲜美，肉质也细嫩可口，味道还不错。您满意就好。白露笑着回道，用公筷给张哲夹了一个鲍鱼。张先生，您尝尝这个清蒸鲍鱼，据说是他们家的招牌。魔都虽然靠海，张哲也来了好几年了，但之前还真没怎么吃过海鲜。白露家的鲍鱼看着就很不错，张哲拿起尝了尝，果然鲜嫩多汁，肉质也很肥美。不用一直招呼我，你也吃吧。张哲吃完鲍鱼，随口问道：“这顿饭看着不便宜啊，你回去能报销吧？”之前是不能的，这顿饭差不多花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白露笑了笑，解释道：“但您开户之后，我回去就能报销了。对于您这样的大客户，每年在招待方面我就能申请到6位数的额度，所以您不用给我省钱，反正回去都能报销。看来银行的待遇确实不错。”张哲笑了笑道：“待遇是好，但是竞争和压力也很大。”确定好开户的事情，白露心中的压力也小了很多，叹了口气回道：“实不相瞒，您今天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入职已经快要1个月了，如果还不能拉到客户的话，月底考核通不过，后果很严重的。所以您不仅仅是我的第1位客户，也是我的恩人，我一定会尽最大能力为您管理好您的资产。”张哲就是学金融的，也大概能理解他的处境。任何一个银行下到柜员上到行长，都有一定的任务指标，竞争非常的大。白露虽然学历高，一进招行就是高级财富顾问，但拉不到客户再好的履历都不行。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张哲直接吩咐道：“对了，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去做，帮我物色一家 MCN 公司，最好能够全资收购的那种。”“好的，张先生。”白露顾不得吃饭，立刻拿出记事本问道：“不知道您对规模方面有什么要求？还有就是收购价格上限是多少？配置必须齐全，处于正常运营中就行，价格方面无所谓。”张哲回道：“好的，张先生，我帮您办理完开户手续后，就会立刻着手开展这项工作。”一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饭后两人一起走出餐厅，司机已经把车停在门口等候了。看到张哲出来，司机立刻下车帮张哲打开了车门。张哲看向白露问道：“你开车了没？要不要送你一程？”“不用麻烦您了，我打车就行。”白露回道。“上车吧，我让司机送你。”张哲直接坐到了后座上，朝白露说道：“赶快回去把手续办完，好去忙我安排你的事情。”听张哲这么说，白露也没有再客套，坐到了后座左边的位置，对张哲感谢道：“那就麻烦您了，毕竟你也是帮我办事。”张哲摆摆手回道。第55章私人定制丽娜的茶艺展示。车子安静地行驶在路上，张哲拿着手机给林微微回着消息。白露静静地坐在旁边，悄悄地打量着张哲，眼中时不时闪过一抹异彩。白露的家境很普通，能进入招商司行，全靠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1个月前刚入职便成为高级财富顾问时，白露也是意气风发，跟室友好好吃了一顿大餐庆祝。可真正开始工作后才发现，想要在银行有所作为，根本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容易，尤其是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和他同期入职的一个新人，只是普通的财务专员，但因为是魔都本地人，家里是做生意的。刚入职没几天，便有好几个亲戚过来找他开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1整年的任务。而他只是普通家庭，就连出国留学的生活费都是自己勤工俭学挣到的，家里给不了任何支持。刚回国在魔都也没有什么人脉关系，整整1个月，白露一个客户的指标都没完成，每天都在想方设法的找客户，有时候晚上愁的都睡不着觉。之所以找上张哲，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求室友把联系方式告诉自己。甚至在来之前，白露已经做好了艰难攻克对方的准备，根本没想过事情会进展的这么顺利。张先生要比自己想象中更好说话，也更年轻，更帅，还更有钱。不但接受了自己的邀请，更是准备一次性存入上亿的资金。一个超高端私人银行客户，不但让白露能够安稳地度过月底考核，甚至直接超额完成了今年的任务。可以说，张哲直接把他拉出了即将被处罚，甚至是被降职的危险边缘。而且刚入职就能服务超高端私行客户，这对白露的履历也是一种提升，有了一个极好的开始。看着张哲惊艳的侧颜，白露心中带着浓浓的感激和一些莫名的情绪，心中暗暗决定，一定要好好完成张先生的吩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车子很快便停在了宝格丽酒店门口，张哲起身下车，让司机送白露回去。这时，白露终于回过神来，朝张哲说道：“张先生，下午我给您办完手续后，会把您的银行卡和开卡礼给您送过来。”“行。”
张哲朝他摆摆手，直接走进酒店。司机再次启动车子，白鹿趴在车窗旁，直到看不到张哲的身影后才收回了目光。总统套房，先生，需要为您泡壶茶吗？刘管家询问道。我们最近采购的一批陈年普洱，味道很不错的，那就来一壶吧。张哲表示道。好的，请您稍等。刘管家起身去准备，张哲则是躺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给之前加的 LV 店的女销售发了个消息。张哲昨天来的匆忙，也没有带衣服过来。寝室里的衣服倒是不少，但张哲懒得回去拿。以前那些衣服材质也都很一般，毕竟都是网上买的便宜货。反正现在不差钱，不如直接定制一批衣服，用好一点的面料，平时穿着也能舒服点。坐在客厅喝了会茶，大概不到半个小时， LV 店的女销售赵婉晴便过来了。张先生好。你好，坐吧。张哲伸手示意，赵婉晴坐到了张哲的对面，刘管家给他倒了一杯茶。谢谢张先生。赵婉晴客气一句，随后问道，您是想订购一些衣服对吗？不知道您对材质、价格、设计方面都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张哲想了想，回道，价格无所谓，材质只要穿着舒服就行，设计的话尽量以日常装束为主。我明白了，这是我们 LV 的定制目录，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听完张哲的要求后，赵婉晴从带来的箱子里拿出一本又大又厚、相册一样的书籍，打开展示给张哲看。其中每页上面都镶嵌着一些布料，可以很直观的触摸感受手感。张哲简单看了看，最终在对方的推荐下选了几种面料。随后赵婉晴又拿出了另一本书，介绍道，张先生，这是我们 LV 的设计师图册。张哲看了下，每个设计师的收费都不同，最贵的一套衣服仅设计费就要几十万起步。对于那些国外的设计师，张哲倒是没什么兴趣。最终选了一位名叫沈秋叶的国内设计师，对方的设计风格简洁又不失时尚感，很适合这个张哲这个年纪。张哲一共订了4套夏装、4套春秋装、4套冬装，总计费用差不多260万。确定完细节后，赵婉晴眼睛放光的看着张哲说道，张先生，我帮您具体测量一下身材数据吧，毕竟是私人定制，每个位置的数据都要精确才行。咱们去卧室还是？卧室吧。两人走进卧室，张哲脱掉外套，赵婉晴开始给张哲测量数据。因为是私人定制，赵婉晴测量的很仔细，光是胳膊就测了小臂、大臂长度、手腕、小臂、大臂围度，每一个地方都测了至少3遍以上，足足花了近半个小时才把所有数据测量完毕。张哲穿好衣服走出卧室，身后还跟着脸色有些泛红的赵婉晴。刷卡吧。因为是私人定制，所以要一次性付清所有费用。刷完卡后，赵婉晴水汪汪的眼睛看向张哲，有些不舍道，张先生，那我就先回去了，等样衣制作好之后，我会联系您，亲自给您送过来试穿。好，麻烦了。张哲点点头，让刘管家安排车送他回去。刚才在卧室里，赵婉晴慢悠悠的给自己量身材，不止一次的暗示张哲。张哲自然知道他的心思，如果张哲想的话，只需要一个眼神，赵婉晴就会主动奉上自己。但张哲现在的眼光提升了很多，赵婉晴虽然身材很丰腴，但已经快30岁了，长相也只能说一般以上，算是有些姿色的少妇。和安安、夏婉欣、林薇薇相比，明显要差了太多，张哲还不至于到饥不择食的程度。不过被他这么一弄，张哲的火气也有点大。就在这时，手机忽然响了一下，拿起一看，竟然是丽娜发来的消息。丽娜，图片。张哲点开图片看了下，不禁挑了挑眉。只见丽娜发来了一张好评截图，隐约能够看到里面的2张照片，似乎是丽娜穿着网袜的样子，但又看不太清楚。张哲直接回复了一个问号。大概过了10几秒，丽娜再次发来消息，不好意思哥哥，我不小心把买家秀发给你了，本来想发给店家拿好评返现的，尴尬。看到丽娜的回复，张哲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玩味的笑容，回复道，买的什么？丽娜，哎呀，哥哥你别问了，人家不好意思说，害羞害羞。啧啧，没想到安安还没找自己，小绿茶丽娜就有些忍不住了。不过她的茶艺和林薇薇比起来，简直生涩了太多。张哲笑了笑，直接回道，原图发过来。大概过了半分钟后，丽娜回复了消息。丽娜，照片。张哲点击照片，是丽娜穿着黑色网袜的背影，或许不应该说是网袜，从腿部一直到腰部以上，似乎应该说是一件黑色连体网衣。除此之外，她的身上还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单薄分体裙，前后只有薄薄的一块布遮掩。看到这张照片后，张哲顿时就来了些兴趣，这衣服似乎有些性感啊。第56章，晚上一起过来。看着照片上丽娜诱人的背影，张哲不禁笑了起来。和张哲之前想的一样，自己还没有出手，丽娜就主动送上了门。从照片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在一家快捷酒店内拍摄的，光线非常充足，很可能是刚拍好没多久就给自己发了过来。
丽娜特地买了这种衣服，还专门开房间拍好照片，再不小心发送自己，其目的已经不言而喻了。张哲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今天才有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是早有预谋。毕竟从网购衣服到收货拍照，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刚才被赵婉清聊了一下，张哲就感觉火气有点大。现在看到丽娜发来的照片后，火气更有些压不住了。张哲直接回复道：“这是你？”丽娜立刻回了消息：“害羞。”张哲看这个视角，似乎是男朋友拍的。丽娜，哥哥你净笑话我，人家哪里有男朋友啊？这是我自己定时摆拍的，委屈。张哲：“哦，那你好好的，为什么买这种衣服？”丽娜：“因为……张哲：“没事，不想说就算了。”看到张哲的回复，丽娜似乎是有些急了，再也顾不得矜持，直接坦白道：“哥哥别生气，其实是因为我偶然在网上看到这件衣服，感觉穿上肯定会非常性感，哥哥可能会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买了。哥哥，你感觉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害羞。张哲笑了笑，问道：“好看是好看，但你只是想拍照片给我看，这么简单？”过了半分钟后，丽娜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张哲点击播放，丽娜有些奶酥的声音响起：“如果哥哥喜欢的话，人家直接穿给你看也行。”见火候差不多了，张哲也不再多说，直接回复道：“你自己找个理由，晚上跟安安一起过来，记得带上这身衣服。”丽娜几乎秒回了消息：“好。”张哲没有再回复，把手机放到桌上，拿起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普洱的味道虽好，但想要去火，还是绿茶更好一些。张哲虽然不是很懂茶，但也知道新鲜的绿茶要爆炒，味道才更香醇，去火的效果也更好。艺术学院附近如家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穿着黑色网衣的丽娜兴奋地欢呼一声。整整犹豫了2天，直到今天中午才终于鼓起勇气给哲哥发过去消息，没想到真的成功了。看着手机上张哲的回复，丽娜的脸上绽放出兴奋的神采，快速从床上爬了起来。丽娜站到了镜子前，看着此刻镜子里自己诱人的模样，想到晚上就要穿着这身衣服展示给哲哥看，丽娜忍不住有些心跳加速，脸色也开始泛红。胡思乱想了一会后，丽娜快速换上了来时穿的衣服，把网衣和分体裙收纳进袋子里，随后小心地放到 LV 包包的最里面。做完这一切，丽娜直接来到楼下退房。安安正在宿舍收拾东西，看到丽娜回来后，好奇道：“娜娜，你干嘛去了？中午吃饭都没找到你。”“我去拿快递了。”丽娜提了提手上的 LV 包包，笑道：“啊，哲哥送我的包到了，我接到电话后直接就过去了，忘了跟你说。”“呀，这么快？”看到丽娜手上的包，安安惊讶道：“快让我看看，之前在手机上看了好久，还没亲眼见过呢。”丽娜正想把包递给安安，可忽然想到包里的东西，万一被发现，可就不好解释了。“对了，安安。”丽娜连忙转移话题，问道：“明天就周6了，你是不是要去跟哲哥一起过周末了？”“我还没想好呢。”安安回道。“这有什么好想的？”丽娜好奇道。“你昨天晚上不是还说想他了呢？明后天又没有课，你不去找哲哥去干嘛？”“他最近比较忙。”安安有些纠结地解释道。“昨天都很晚了，哥哥都还在忙工作，连手机都没时间看，我怕打扰到他。”听到安安的解释，丽娜的心中忽然升起一种罪恶感。安安那么在乎哲哥，自己却要……有那么一瞬间，丽娜忽然想就这么算了吧，可脑海中天人交战几番，最终还是有些舍不得。你不问问，怎么知道他没时间呢？想到哲哥安排给自己的任务，丽娜狠下心劝说道：“要不这样，你给哲哥发个消息，就说我的包到了，我晚上想请你们俩吃个饭，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如果他有时间的话，晚上咱们俩就一起去找他，吃完饭我找个借口回来，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个电影什么的，晚上你就直接别回来了，怎么样？”安安立刻被说动了，犹豫了一会后说道：“那我问问他吧。”“你问吧。”安安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进置顶聊天最爱的哥哥，按照丽娜教的发送了一条消息。发完消息后，安安心中又紧张又期待，眼睛紧紧地盯着聊天窗口。半分钟后，安安的脸上忽然扬起甜蜜幸福的笑容，乐声道：“娜娜，哥哥说他有时间，晚点安排司机过来接我们。看，我就说了吧。”见安安这么开心，丽娜也跟着笑了起来，说道：“哲哥这么在乎你，就算是再忙，肯定也会抽出来时间陪你的。”“嘿嘿。”安安傻笑一声，对于丽娜的话非常认同，哥哥确实很疼爱自己。快速给哥哥回了一条消息后，安安看向丽娜说道：“娜娜，我记得你的零花钱好像不多了吧？晚上还是我请你吧。”“不用，哲哥之前不是帮我清空了购物车吗？里面有很多护肤品，这2天都陆续到了。”丽娜摇了摇头说道：“有了这些更好的，我之前买的那些也就用不到了，这2天都在学校群里卖掉了，一共卖了2、3千呢。再说哲哥送了我这么多礼物，于情于理我都该请你们吃顿饭，
你晚上想吃什么？我一会订餐厅。好吧。听丽娜这么说，安安也就没再坚持，回道：那我问问哥哥想吃什么吧。第57章，富有且慷慨的姚月。和安安聊了一会，约好了时间后，张哲放下了手机。对于今晚的节目，张哲不禁开始有些期待起来。不过现在这会，心里还是有些火气。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张哲索性走进了套房内配置的健身室里，准备发泄一下多余的精力。大学期间，张哲一直有锻炼的习惯，身材练得还算不错。但自从前些天上班后，就再也没时间去校内的健身房。现在有钱了也有闲了，也是时候恢复锻炼了。毕竟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更好的享受生活。健身室地方不大，但配置还算齐全，和之前在学校健身房相比，要舒服了太多。张哲先热了热身，随后逐步开始进行力量训练。1个小时后，张哲满头大汗地走出健身室，刘管家立刻递上来一条干净的毛巾，并询问道：先生，需要安排按摩师过来吗？运动过后适当放松肌肉，有助于身体恢复，也能让您明天有更好的状态。等会吧。张哲接过毛巾擦了擦汗，回道：让人给我拿条泳裤过来，我下去游会泳。张哲习惯先做力量训练后做有氧，以前练完之后都是上跑步机跑一会，现在有条件了，肯定还是游泳更舒服一些。宝格丽酒店的水疗中心里配备了一个25米长的室内恒温泳池，张哲打算过去体验一下。先生，我之前就已经按照您的尺码，在主卧左侧的衣柜里准备了多套泳衣和睡衣，您可以根据喜好随意选择。刘管家轻声回道：好。张哲满意的点点头，再次感受到了刘管家的细心和专业，在自己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提前做足了准备。以后买了别墅的话，可以考虑把刘管家挖走，毕竟有一个这么贴心的管家，生活品质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张哲喝了点水，走进卧室换上了泳裤，简单的冲了个澡后，披着浴袍走出了房间。在刘管家的陪同下，乘坐专属电梯前往3层的水疗中心。电梯里，张哲拿起手机看了下，白露刚才发来了一条微信消息：张先生，我已经帮您办理完开户手续了，接下来准备去跟魔都银行沟通。同时还有一条招行的服务短信，大致内容是感谢张哲选择招行私人银行之类的话。账户信息中显示，银行卡号后8位全都是8，数字看着非常顺眼。换出系统面板看了下，可提现的返利金额已经积累了9200多万。张哲心念一动，返利金额立刻清零，招行的短信也随之发来。这时3楼也到了，张哲迈步走出电梯，同时给白露回了个信息：钱已经转进去了。走进水疗中心后，张哲把手机递给了刘管家。宝格丽酒店的水疗中心面积有2000平米，意式风格的装修格调淡雅，让人一进来就有种很轻松的感觉。今天是工作日，现在又是下午，水疗中心里的人并不多。泳池里只有2个人正在游泳，一旁的休息区还有几位身穿性感泳衣、打扮很时尚的年轻女人正凑在一起聊着天。来到铺满了闪耀的绿色马赛克瓷砖的泳池边，张哲试了一下水温，感觉刚刚好，脱掉浴袍递给刘管家。张哲一个跳跃扎进了水里。20分钟后，张哲来到泳池边，刘管家立刻递过来一条浴巾。张哲擦了擦身上的水，来到休息区的椅子上躺下，桌上已经提前放好了几种饮品和干果。张哲拿起一个椰青，补充了一下电解质，随后捏起几个腰果放进嘴里。下午温和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耀到躺椅上，一边喝着椰子水，一边晒着太阳，颇有种在海边度假的感觉。自从张哲来到水疗中心，休息区一角的几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目光就时不时的在落在张哲身上。看到张哲从泳池中出来，几人小声讨论道：没想到这个小哥哥不光长得帅，身材还那么好，那腹肌看得我好差。这不是重点好吗？你们看他旁边站着的那个人，不会是酒店的管家吧？看着确实像，要真是管家，那可就厉害了，总统套房的客户，超级富二代啊！这是今天的运气也太好了，竟然能偶遇到这么极品的男神。你们谁去要下联系方式？求求你不去，刚才你可是还说馋人家的腹肌呢，人家的管家就在旁边呢，要是被拦住了，那得多尴尬啊！要不还是你们去吧。几个人正讨论着，其中一个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妹子看着张哲惊艳的侧颜，忽然站起身说道：瞧你们几个这怂样，我去。看着对方迈着大长腿，毫不犹豫地朝张哲走去，有人不禁惊讶道：以前没看出来啊，月月竟然这么大胆。我要是有他那样的身材，我比他还大胆，毕竟那可是总统套房的客户，要是真能抱上大腿，说不定就直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张哲正躺在躺椅上，双手枕在脑后，闭着眼享受着太阳的沐浴。忽然听到刘管家的声音：你好，女士，请问有什么事情吗？没事，我就是想过来认识一下。一道悦耳的女声回道。张哲睁开眼，只见旁边不远处一个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女孩，似乎想要来自己这边，但被刘管家抬手阻拦。看到张哲睁开眼，
刘管家立刻投过来咨询的目光。张哲摆了摆手，刘管家心领神会，立刻侧身让开了位置。白色比基尼妹子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快步来到张哲的躺椅前方，俏生生地问候道：“你好，小哥哥。”张哲的目光在她身上扫过，妹子的身高大概在165左右，长相不是特别惊艳的类型，但五官小巧且略显幼态，给人一种清秀的童颜感。此刻穿着一身白色的比基尼，上面是蝴蝶结样式的 bra， 布料不多，但却有种纯洁感。白色的蝴蝶结完全遮挡不住她火爆的身材，让张哲能够清晰地看到她的富有和慷慨。估摸着妹子的天赋至少也得是帝家级别。张哲眉头微挑，问道：“有事吗？不好意思，小哥哥，打扰到你休息了。”妹子甜甜地致歉一句，随后自我介绍道：“我叫姚月，是一名模特，刚才在你游泳时就注意到你了，所以想过来认识一下，可以吗？”第58章，主动的模特妹妹。能出现在水疗中心里，要么就是宝格丽酒店登记入住的客户，要么就是专门过来做水疗项目的，不然水疗中心里也不会只有这么点人。总之，姚月并不是那种好多人凑钱开一间房，然后组团过来拍照打卡的假名媛。看着背负着双手，大方地展示着富有身材的姚月，张哲也提起了一些兴趣，指了指旁边的躺椅说道：“坐吧。”“谢谢。”姚月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甜了，迈着猫步走向张哲右边的躺椅，并没有像张哲一样大大咧咧地躺在上面。姚月很淑女地坐在了躺椅的侧面，面对着张哲说道：“小哥哥，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两张躺椅之间本来就只隔着1米左右的距离，姚月虽然是坐着，但身体微微向张哲的方向前倾。张哲只要稍微扭头，就能看到蝴蝶结后闪眼的圣光。欣赏了2眼后，张哲回道：“张哲，原来是小张哥哥。”似乎是注意到了张哲的眼神，姚月不经意间更靠近了张哲一些，随后拿着手机对张哲摇了摇，说道：“咱们先加个微信。”张哲朝身后招了招手，刘管家立刻把手机递了过来。张哲打开了2维码名片，说道：“你扫我吧。”“好。”姚月起身拿起手机扫了一下，正准备坐回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好友添加失败，便说道：“我好像加不了你。”张哲这才想起来，之前学校里加自己好友的人太多，嫌烦就设置了拒绝添加好友。“那我扫你吧。”“听到张哲的话，姚月直接走了过来，顺势坐到了张哲的躺椅上，把自己的2维码名片送到张哲面前。躺椅大概有1.2米宽，张哲躺在正中间，姚月坐在边上也不显得拥挤。白色的蝴蝶结就展现在张哲眼前30-40厘米的地方。妹妹似乎有点主动啊。张哲眉头微挑，拿起手机加了他的微信。加完好友后，姚月并没有回去的意思，继续坐在张哲旁边问道：“我看你好像是自己过来的，你是来魔都旅游的吗？”张哲看了他一眼，问道：“哦，我就不能单纯的过来做个水疗吗？我又不傻，刚才拦住我的是你房间的管家吧？”姚月一本正经的分析道：“你自己一个人住这么贵的酒店，要么就是来旅游的，要么就是来魔都出差的，我猜的对不对？”说完，姚月便露出一副快夸夸我的表情，配上她童颜感十足的长相，看着还挺可爱的，完全不像是已经工作的模特，反倒像是正在上学的年轻萌妹，就是身材不太符合。算是吧。张哲没想到她还挺懂，也没有特意解释，反问道：“那你是来旅游的，还是过来出差？”“我不是哦，我就在魔都工作。”姚月笑着解释道：“这2天国金有场活动，举办方给我们在这家酒店安排了房间，今天上午刚忙完，下午没事了，我和同事就约着一起来游会泳。”“这样。”张哲点点头，示意了一下泳池斜对面一直在偷偷朝这边看的3个妹子，问道：“那3个就是你同事？”“对，我们都是一家公司的。”姚月问道：“不说我了，你还会在魔都待多久啊？”看来姚月是真的以为自己是过来旅游的，可这样她还是这么主动接近自己，是因为看出了自己有钱，还是单纯的想要来个艳遇？张哲忽然感觉很有意思，顺着他的话说道：“应该还要待一段时间吧？怎么了？那你一直住在这吗？”姚月忽然问道。张哲看了他一眼，猜到了他的意思，故意回道：“对，最近都住这，怎么了？”“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姚月摇了摇头，白色蝴蝶结都被带着一阵晃动，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甜了。正想开口说些什么，忽然听到同事在喊自己：“小张哥哥，我们到退房时间了，我要回去收拾东西了。”姚月轻咬着嘴唇，表现出一副不舍的样子，看着张哲的眼睛说道：“不过这几天我都休息，你如果忙完了想出去玩的话，可以给我发个信息，我免费给你当导游。那会不会太麻烦你了？”张哲故意问道。“这有什么麻烦的？毕竟咱们现在也算是朋友了。”姚月拍着胸口说道：“我大学就是在魔都上的，在这里待好几年了，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我都知道，保证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有个熟悉这里的人带着，你也能玩得开心点，我跟着你也能蹭蹭美食什么的，嘻嘻。随着他的动作，白色蝴蝶结又是一阵颤动。张哲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姚月勾起了兴趣，毕竟天赋这么强大的对手可谓是平生罕见，不切磋一番的话太可惜了。不过晚上安安和丽娜都要过来，自己这2天确实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只能先把它往后放一放了。张哲点点头，回道：行，等我忙完这2天就联系你。那咱们说定了哦。姚月站起身，拿着手机对着张哲晃了晃，说道：等你，一定要记得联系我。放心吧。张哲应道。姚月朝张哲摆了摆手，1步3回头的朝同事那边走去。姚月走后，张哲也感觉休息的差不多了，跳进泳池里又游了一会。20分钟后，张哲有些累了，走出泳池，来到一旁的水疗房，让刘管家安排一位技师过来。不得不说，锻炼过后做个水疗，感觉是真的舒服。技师的手法很好，先是动作轻柔的帮张哲放松了肌肉，随后才逐渐加重了力道。在他一双巧手的按摩下，张哲不光是肌肉，精神也逐渐放松起来。一股股温和的水流时不时的从身上流过，让张哲陷入一种极为舒适的感觉中。迷迷糊糊间，不知过了多久，刘管家在张哲耳边小声说道：先生，有一位名叫白露的女士来找您，说是跟您提前约好了。张哲懒洋洋的回道：带她过来吧。第59章白露的礼物。在刘管家的带领下，白露来到了水疗中心门口，在换鞋区换上了防滑的拖鞋。张先生是在里面吗？是的，先生刚锻炼完，这会正在做水疗项目。刘管家解释道：谢谢，我知道了。白露道谢一句，跟着刘管家来到张哲所在的水疗室外。看到刘管家做了个邀请的手势，白露轻手轻脚的走进了进去。一进门便看到张哲趴在水床上，一位身穿淡蓝色贴身旗袍、身材婀娜的年轻女技师正在给张哲按着背。白露小心的坐到了一旁的藤椅上，把手中的布织袋子在腿上放好，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虽然没有说话，但白露的眼神却控制不住的开始在张哲身上打量。没想到张先生的身材还挺不错的，背上的肌肉都能看到，不知道腹肌是什么呀？白露忽然脸色一红，连忙摇了摇头，控制着自己不去乱想。就这么默默的坐着，大概半个小时后，技师在张哲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哈，随后收拾东西退出了房间。张哲又躺了一会，才慢悠悠的翻过身，坐起来伸了个懒腰。看到张哲起身，白露的眼睛忍不住睁大了一些。因为刚做完水疗，张哲身上的精油还没洗掉，在水疗室柔和灯光的照耀下，皮肤反射出朦胧的光泽，肌肉的轮廓也更加明显。张哲的胸肌不是很大，但因为体质较低的缘故，线条非常分明，形状也很完美。白露的视线忍不住往下，只见胸肌下方6块腹肌轮廓分明，整齐的排列着，左右两边的大小和形状完全对称。看到这一幕，白露忽然感觉嘴里有些发干，喉咙微微动了一下。这时张哲也看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白露，开口问道：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听到张哲的声音，白露连忙把视线从腹肌上挪开，心中有着片刻的慌乱，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回道：我怕打扰到您，反正也没什么事，就想着坐在这等会。上楼说吧。张哲起身披上浴袍，忽然发现白露的脸色有些不对，好奇道：你的脸怎么那么红？有吗？白露下意识的伸手摸了摸，只感觉脸上稍微有些发烫，强撑着正色道：可能是因为这里面比较热吧，出去就好了。这屋里确实有点热，你刚才应该在外面等着。张哲点点头，自己只穿了泳裤都出了一身汗，白露坐在这也不知道等了多大会，感觉热也很正常。跟我上楼，你先休息会，等我洗完澡再说。好的，张先生。白露应了一声，起身跟着张哲向外走去。回到房间，张哲让刘管家给白露泡壶茶，然后走进浴室开始洗澡。似乎因为等的时间比较长，见张哲过去洗澡后，白露先是询问了一下刘管家，去了一趟客厅内的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刘管家已经把茶泡好了。白露坐在客厅，慢慢的喝着茶，等着张哲，同时好奇的观察着房间内的一切。好奢侈的房间，看样子似乎只有张先生自己在住啊，一个人住酒店吗？白露不禁有些好奇，以张哲的财力，想要在魔都买房根本不算事，为什么要住在酒店里？大概10几分钟后，张哲洗掉了身上的精油，穿着睡衣来到客厅，头发还有些湿漉漉的。锻炼之后又做了一个水疗，张哲现在整个人都神清气爽，浑身上下都有种彻底放松后的舒适感。来到客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随后对白露说道：等着急了吧？没，现在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时间。白露笑着回道：和在单位忙工作的同事比起来，我能坐在这喝着茶摸鱼，不知道多滋润呢。张哲听后也是笑了，回道：那你来的还是有点晚了，不然可以和我一起做个水疗，这里的水疗项目确实不错。听到张哲的话，
白露不知道想到什么，脸色微微有些泛红。那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尝试一下。白露回应一句，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纸质包装盒，放到了张哲的面前。张先生，这是您的银行卡，您在魔都银行的钱已经全部转进这张卡里了，总计1.45亿的资金都在里面。张哲拿起盒子看了下，和手机的包装差不多，只是厚度要薄一些。打开盒子后，最上面是一张金属质地的黑色银行卡，摸起来感觉冰冰凉凉的，质感明显和普通银行卡不同。卡片正面是一列突出的账号，亮金色的字体搭配纯黑的底色，看着就很高级，8个8的尾号也很顺眼，颜值还挺高的。您满意就好。白露微笑着回道，随后拿起之前一直抱着的布制手提袋，从中拿出一个精致的木质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到桌上。张先生，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开卡礼，也是我们招行的一点心意。白露说着打开了木盒，瞬间一抹亮眼的金色映入张哲眼帘。只见木盒内左侧整齐地摆放着许多装在亚克力包装内的金条，上面印着一帆风顺、年年有余、龙凤呈祥等字样。金条上还根据字体的不同印着相应的图案，清一色都是100克的重量。右侧则是2个方形亚克力盒子，上面的盒子里摆放着一枚枚金币，金币上印着各种可爱的狗狗图案。张先生，我知道对于您这个层次的人来说，我们银行能够提供的福利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白露介绍道，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您的福利份额都兑换成了相应的精制品，不光更加实在，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这里面是我们招行制作发售的10块100克规格的投资金条和2套总计24枚1盎司规格的生肖纪念币，不知道您对这份礼物是否满意？第60章，两女到来。虽说张哲现在有很多钱，卡里躺着1个多亿的资金，但这么多制作精美的精制品摆在面前，视觉冲击力还是很足的。张哲如果没记错的话，1盎司应该是28克多点，24枚1盎司规格的金币差不多就是680克黄金，加上10块100克的金条，这些精制品总重量足足有1600多克。按照现在每克270元左右的金价，纯价值在45万左右。这些还都是制作比较精美精制品，有着一定的投资属性，价格还要稍微高一些。对于现在的张哲来说，40-50万并不算什么钱。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招行敢给这么多，也是因为能在自己身上赚到更多。但刚刚加入招行就获得了这么一份开卡礼，还是蛮有仪式感的，这份态度也让张哲很舒服。张哲满意的点点头，回道，不错，这份礼物我很喜欢，白秘书有心了。如果是豪华旅游、飞天茅台之类的赠礼，张哲确实没什么兴趣。眼前的金条和金币虽然也没有什么用吧，但至少放在那看着就很养眼。您的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白露含笑着说道。张先生，现在任务完成，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回去还要帮您查询 MCN 公司的事情。行，辛苦你跑一趟，我安排车送你。张哲回道。白露这次没有拒绝，朝张哲点头感谢道，那就麻烦您了，等我把 MCN 公司的情况了解清楚后，会第一时间联系您。好。白露走后，张哲看了下手机，发现已经5点半了。之前就安排了刘管家，到时间就让司机去接安安和丽娜，估摸着他们应该已经开始来了。正想着，手机忽然连续响了几下。张哲打开微信，正是安安和丽娜发来的消息。安安，哥哥，我们已经坐上车了，好想你好想你。张哲回复道，好，我也忙完了，在房间等你。给安安回完消息，张哲又看了下丽娜发来的信息。丽娜，哲哥，我和安安已经出发了。丽娜，图片。丽娜，我中午买了这个，害羞。张哲点开图片看了下，是一个已经被打开的药盒，盒子上写着复方缺诺酮片的字样。这是什么东西？张哲一头雾水，退出微信，打开网页搜了一下，看到搜索内容后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东西好像是防护用品啊。张哲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丽娜这丫头果然很懂事，准备得非常充分，看样子今晚她是铁了心的，想要给自己展示一下武技了。张哲不禁笑了笑，给他回复道，期待你的表演。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一下，随后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一进门，安安便看到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张哲。哥哥。安安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快步朝着沙发的方向跑去，直接跳到了张哲的怀里，搂住了张哲的脖子。我好想你。听着小丫头真挚的情话，张哲脸上也扬起笑容，直接朝她吻了过去。感受到张哲的动作，安安的嘴唇下意识地动了动，压制在心底的思念瞬间爆发，立刻就有些动情了。胳膊紧紧地抱着张哲，主动地开始了回应，动作虽然笨拙，但却饱含热情。见状，张哲顺势转为防守方，一边感受着他炙热的情感，一边观察着跟在安安后面走进来的丽娜。张哲也不是第一天住在这了，对房间内的情况已经很熟悉，
所以在有人的情况下，刘管家很少会待在房间里。帮忙打开门，让安安和丽娜进来后，刘管家也很懂事的没有跟着进来。此时，丽娜正静静地站在沙发边不远处，红着脸看着面前正在热吻的两人。今天丽娜穿了件香奈儿的粉色长裙，正是之前张哲给安安买的裙子中的一件，整个人的气质很仙儿，设计感十足的长裙，配上她高挑的身材和精致的五官，一点都不比那些女团偶像差。看到张哲在打量自己，丽娜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色顿时更红了。但她并没有躲避张哲的目光，反而很大胆地跟张哲对视了一会，然后露出一副很可怜的表情，指了指自己粉嫩嫩的嘴唇。张哲挑了挑眉，指向旁边的位置，示意他也坐到沙发上来。丽娜轻咬着嘴唇，似乎是有些异动，但犹豫片刻后，还是摇了摇头，无声地说了两个字，似乎是在说晚上。张哲的眼角浮现出一抹笑意，没有再管他，开始更用心地配合安安。2分钟后，安安的热情终于释放了一些，下巴搭在张哲的肩膀上，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张哲一只手环着她柔软的腰肢，一只手在她的背上轻抚。安安贪恋地嗅着张哲身上的味道，沉溺在这一刻的温存中。可过了一会，她忽然反应过来，连忙坐直了身子，朝后面看去。看到丽娜正坐在茶桌那边，低着头玩着手机后，安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连忙从张哲身上爬了起来。安安的脸色有些发红，凑到张哲耳边小声说道：“我都忘了娜娜也在呢，刚才她肯定都看到了。”张哲笑了笑，问道：“咱们俩是正经的男女朋友，被看到了又有什么？可是好羞人啊！丽娜回头肯定得笑话我。”安安有些不好意思道：“笑话你？你怕是不知道她有多羡慕你。”张哲摸了摸安安的头发，说道：“没事，不会的。”好吧。安安点点头，虽然还是有些害羞，但想着反正都已经做了，丽娜想笑话就让她笑话吧，毕竟好几天没见到哥哥，实在是有些没忍住。安安平复了一下心情，看向张哲问道：“哥哥，你还没说晚上想吃什么呢？”张哲捏了捏安安滑嫩嫩的脸蛋，宠溺道：“我的小安安想吃什么，我就带你去吃什么。”嘿嘿。听到张哲的话，安安只感觉开心幸福极了，想了想说道：“那还是让娜娜定吧，毕竟今晚是她请客呢。”行。张哲点点头回道。安安站起身，走到茶桌边，朝丽娜问道：“娜娜，咱们一会去吃什么？”第61章，丽娜的告白。听到安安的声音，丽娜抬起头，笑着调侃道：“哟，亲完了。”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的听到丽娜的调侃后，安安还是感觉有些臊得慌，脸上顿时就红了。“跟你说正事呢，快说晚上吃什么？”安安连忙转移话题。丽娜笑了笑，也没有继续逗她，回道：“那我先看看附近都有什么吧。”“那你看吧，我去下卫生间。”安安感觉脸上有些发烫，准备去洗个脸冷静一下。看到安安走进卫生间，丽娜心中一动，直接放下了手机，快步走到了张哲身前，回头看了一下，确认没问题之后，丽娜伸手指了指自己粉嫩的嘴唇，小声道：“哲哥，今天是你最喜欢的草莓味哦。”张哲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伸手拍了拍自己的腿。丽娜心领神会，学着安安刚才的样子，直接坐到了张哲的腿上，献上了心中期待已久的热吻。这几天，丽娜好几次梦到了酒吧那晚自己跟着张哲一起离开，然后两人。此刻自己梦中的画面真正的呈现在现实中，丽娜只感觉内心瞬间被一股无法言说的满足感所填满，神情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和安安相比，丽娜的热情要更加炽烈，甚至让张哲都有些招架不住。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方式，甚至是同样的味道，但张哲却感受到了和刚才完全不同、从未有过的刺激体验。丽娜的情绪就如同温热的油锅里忽然倒进了一些凉水一样，迸裂般的释放出来。不过来得快去得也快，仅仅1分钟左右，丽娜便强忍着住心中的欲望，从张哲身上起来。红着脸看了张哲一眼，丽娜快速从包里掏出湿巾，抽出一张，小心的给张哲擦拭着自己刚刚涂上的唇彩。确定擦干净之后，丽娜轻咬着嘴唇，面色有些犹豫的说道：“哲哥，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张哲搂着她的腰问道。丽娜再次朝着卫生间看了一眼，小心的回道：“就是能不能不让安安知道，表面上就当我们只是认识。”张哲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没想到丽娜会这么说。从一开始，张哲就没想到让安安知道这件事，哪怕张哲很确定以这小丫头的心意，自己如果跟她商量的话，她最后肯定会同意接受，但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以丽娜的情况，注定了她在张哲心里的位置比不上安安。虽然说丽娜的颜值和身材确实不俗，女团舞跳的也很诱人，但她毕竟没有像安安那样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了自己。张哲对于丽娜更多是出于消遣的态度，如果她不是安安的闺蜜，张哲可能都不会给她这次机会，所以自然不可能像对待安安那样
也给他一个女朋友的身份，也省得小丫头伤心，患得患失什么的。有时候单纯一些，其实更快乐。不过丽娜主动提出不见光，这就让张哲有些惊讶了，好奇道：“你确定是这么想的？”哲哥，我知道像你这么优秀的人，身边根本不会缺女人，也不可能只有安安自己，多我一个也不多。丽娜点点头，神情显得有些复杂，语气悠悠道：“可我和安安毕竟是好姐妹，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已经觉得很对不起她了，哪还有脸真的公开和她抢男人？而且我也知道，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那天晚上就会直接带我去酒店了，根本不会等到现在。但我不在乎，我就是羡慕安安，我就是想跟她一样，成为你的女人，就算见不了光也无所谓，只要你偶尔能想到我，能分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听到丽娜吐露心声，张哲心中也有些动容。果然，丽娜还是那个丽娜，聪明懂事又知道分寸，并没有因为得到了自己的回应而变得贪心。张哲抬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回复道：“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乖乖听话，别人有的你也会有。”得到了张哲的许诺，丽娜终于放下心来，脸上扬起甜美的笑容，下意识的就想要亲张哲。可想到安安估计快出来了，便停下了动作，握着张哲的手，十指相扣。“哲哥。”丽娜探身凑到张哲耳边，吐气幽兰道：“那个药我是第一次吃，以前从来没有过，你还是第一个。”张哲稍微一想，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下午刚压制下去的火气立刻便想要复燃。张哲伸手抬起丽娜的下巴，看着她一副予取予求的模样，笑道：“小丽娜。”听到张哲喊完自己的名字，便没有了下文。丽娜忍不住问道：“怎么了，哲哥？”“我这个人并不挑食，海鲜吃多了也容易痛风。”张哲介绍道：“别的菜系我也愿意去尝尝，尤其喜欢给新手厨师展现厨艺的机会。”丽娜眼神有些迷茫，没有理解张哲的意思，正想开口询问，忽然听到卫生间开门的声音。丽娜连忙往旁边坐了坐，和张哲拉开了一些距离。张哲笑着看了她一眼，说道：“自己慢慢悟吧，看你的答案能不能让我满意。”丽娜下意识的点点头，小脑袋依旧在解题。半分钟后，安安回到客厅，朝丽娜问道：“娜娜，想好吃什么了没？我都有点饿了。”“啊？”丽娜回过神来，思考了几秒后回道：“去吃牛排怎么样？附近有家牛排，好像不错。”安安想了下，哥哥好像很喜欢吃牛肉，便立刻点头应道：“行，那就吃牛排吧。我先让司机备车。”张哲给刘管家发了个消息，然后又给丽娜发信息问道：“你们来的时候怎么商量的？”收到张哲的消息后，丽娜有些心虚的看了安安一眼，连忙打字回道：“就说我请你们俩吃饭，吃完饭后我找个理由回去，然后安安应该会约你一起看电影。今晚肯定要找个理由把丽娜留下来才行，毕竟她可是精心为自己准备了节目呢。但看电影的话，让丽娜一起就有些不合适了。”张哲思考片刻，朝安安问道：“我这2天都没什么事，正好你也星期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带你去玩玩。”安安想了想，抱着张哲的胳膊回道：“我也不知道，只要跟哥哥在一起，去哪都行。”见小安安这么懂事，张哲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一下，顺势把她搂到了怀里，然后给丽娜使了个眼神。丽娜立刻明白了张哲的意思，思索了几秒后开口说道：“安安，你之前不是说过想去迪士尼看看吗？”听到丽娜的话，张哲笑着问道：“小安安，你还没去过迪士尼？”安安摇了摇头，回道：“没有，我和娜娜一直没时间去。”“哪里是没时间，是安安以前不舍得去。”丽娜主动开口解释，毕竟门票都要好几百，里面吃饭什么的也很贵，再买点东西的话，1000块钱都不够。我们都来魔都大半年了，宿舍里其他人有的都去过好几次了，就剩我和安安一次没去过。张哲记得安安之前1个月的生活费好像才1000出头，去掉吃饭和日用品的开销，基本剩不下什么钱，就连买护肤品都不舍得，更不用说花钱去迪士尼玩了。张哲揉了揉安安的头发，轻声问道：“想去迪士尼吗？”“想。”安安毫不犹豫地回道。女孩子对于迪士尼基本没什么抵抗力，尤其是想到能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安安心中就忍不住有些雀跃。“那咱们现在就去。”张哲直接抱着安安从沙发上起来，说道：“我记得迪士尼晚上的烟花很好看，现在过去正好来得及。”安安也看到过迪士尼放烟花的视频，心中一直很向往，下意识的就想答应，可忽然看到丽娜还在一边，便有些犹豫道：“那怎么办？咱们不是刚说好一起去吃饭吗？那就一起去呗。”张哲把安安放下，理所当然的回道：“丽娜好歹是我们俩的红娘呢，既然你们俩都没去过，今天正好请她一起作为感谢，她的开销我也包了。而且你们俩一起的话，还能互相给对方拍拍照片什么的。”安安立刻被说服了，转头看向丽娜，兴致勃勃地问道：“娜娜，怎么样？去不去？”“去呗，有人请客，我当然得去。”丽娜笑着回道。
但先说好，你可别嫌弃我在旁边当电灯泡。你又打趣我。安安脸上一红，直接过去把丽娜压在沙发上，开始挠她的痒痒肉。丽娜立刻求饶道：我错了，我错了，姐姐你饶了我吧。因为张哲就在旁边，两人只是简单的闹腾了一会，便停了下来。安安喘了口气，忽然想到什么，朝张哲问道：哥哥，现在这么晚了，还能买得到票吗？张哲笑了笑，回道：当然能，有钱什么时候都有票。那咱们现在就去吧，不然估计赶不上看烟花了。那就走吧，到地方再吃东西。三人来到楼下，司机已经备好了车。张哲和安安坐在了后座，丽娜则是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看到这一幕，张哲开始考虑，回头有时间了得再买辆车，至少后座要宽敞一些的那种。这时，张哲忽然发现有一条返现信息，便换出系统看了下，消费88888元，返利金额加888800元。张哲有些疑惑，点开详情后才发现，这笔支出是今天的房费。因为一次性包了1个月的总统套房，张哲的客户等级再次提升，虽然名义上还是最高级的大使级会员，但房费却降低到了每天88888元。酒店主动降价，张哲就算是能刷钱也没办法拒绝，那样系统也不会承认。不过刚才安安和丽娜只在房间里待了10几分钟，今天的房费就返现了。难道是因为在房间里接吻了，这笔消费就被承认？想到这，张哲不禁在心中赞叹一句：童子哥，你还怪好嘞，888万到账，买车的钱这不就有了？这时坐在旁边的安安看到了张哲脸上的笑容，不禁好奇道：哥哥，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张哲晃了晃手机，笑着解释道：没事，刚赚了一笔钱。哦。安安点点头，见张哲坐在车上都不忘忙工作，还要陪着自己一起去迪士尼，顿时感觉到一种被宠爱的幸福感，忍不住探身越过后座中间的扶手台，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小声道：哥哥辛苦了，奖励你一个亲亲，嘿嘿。张哲一听就知道他误会了，但这样的误会张哲自然不会解释，笑着摸了摸他的头发。安安用额头在张哲的手上蹭了蹭，如同一只粘人的小猫咪，简直可爱极了。张哲这回更加确认了买车的想法，毕竟这辆4座的库里南中间的扶手台有些太碍事了。跟安安腻味了一会，张哲看了下时间，发现已经快7点了。张哲以前陪着2任女朋友去过迪士尼，记得晚上烟花秀结束之后，迪士尼就会闭园。园内虽然有酒店，但晚上不能出去，要等到第2天早上才能重新进园区游玩。魔都迪士尼自开业那天就没有一天人少的时候，哪怕是早上各种项目也都要排长队。张哲想了想，给白鹿发了条微信：帮我联系一下魔都迪士尼，问问晚上能不能包场，或者是让工作人员加个班，让他们报个价格过来。不到半分钟，白鹿就回复了消息：好的张先生，我现在就跟他们联系。迪士尼是可以包场的，张哲之前陪前女友们去的时候，搜攻略时看到过新闻，沙特一位王子曾经包场巴黎迪士尼2天时间，花了差不多1.2亿 RMB， 但这是13年的新闻，现在的价格肯定要更高。不过迪士尼的门票提前很早就已经卖出去了，想要包场的话也要提前很久预定才行，毕竟很多游客都是从外地过来的，不能说有人花钱包场，迪士尼立刻就把其他游客的门票退回去。张哲是没时间等那么久，既然白天没办法包场，晚上加个班肯定没什么问题。相比较白天人满为患，拍个近身照都能拍进去好几个游客的场景，还是包场玩得更舒服一些。无非就是多花点钱而已，但有着童子哥在，张哲最不怕的就是给妹子花钱。大概10分钟后，白鹿回复了消息：张先生，我已经跟魔都迪士尼沟通过了，对方表示晚上9点半闭园之后可以加班，不超过50人的情况下，包场到晚上12点的费用是200万元，超时阶段每小时加收100万的费用。在此期间，您可以任意游玩场内所有项目，并可以跟所有角色互动。张先生，我查询了一下，魔都迪士尼平均每天的游客在 4.5 万人左右，纯门票收入就超过2000万，对方给出的报价还算合理。看完白鹿的回复后，张哲稍微有些惊讶，包场的费用要比预料中低很多。原来只要200万就能拥有迪士尼，虽然只有1晚上的时间，但对于安安和丽娜来说，哪怕只有1晚，也是能够铭记一生的美好记忆。第62章，包场迪士尼。200万的包场价格并不贵，不过时间方面张哲有些不太满意。迪士尼离得并不算远，差不多半个小时后7点半左右就能到，9点半才能开始包场的话，那就要等待2个小时的时间。另外就算是包场，张哲和2个妹子估计也不会玩到太晚，最多也就到12点左右，太晚了也没精神玩。而且对于张哲来说，最好的节目并不在园区里，肯定要留一些精力欣赏2个妹子的节目。9点半再开始的话，到12点也没多久，也玩不了多少东西。张哲思考片刻，回复道：报价没问题，
但9点半有点晚，问问能不能提前包场，加价也可以接受。收到张哲的消息后，白鹿忍不住瞪大了眼睛。在他看来，200万的报价或许不算贵，但也绝对算不上便宜。别看魔都迪士尼每天的纯门票收入就有2000万，好像200万包场2个半小时很划算的样子。但要知道，魔都迪士尼园区内总计有着1万多名员工，光是每天的工资就不是个小数目。而晚上包场的话，只需要服务很少的人，100余名员工就足够应付，几乎等同于纯利润。这个价格能够接受的人绝对不算多，但没想到张哲不但同意了，还想要提前开始包场，甚至愿意支付更多的费用。白鹿心中忍不住有些发酸，真不知道是哪个女孩那么幸运，能够被张先生这么宠啊。虽然羡慕到不行，但白鹿却没有闲着，回复了张哲后，立刻开始跟对方再次联系。几分钟后，白鹿再次汇报道：张先生，根据您的吩咐，我跟对方进行了商议，最快的话可以从晚上8点整开始包场。费用方面是每个小时100万元，至少3个小时起。另外，因为要提前闭园，所以您需要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对方表示，现在园区内还有约14000余名游客，提前清场的话，需要给这些游客一些赔偿，大概每个人的费用在800元左右，您看可以接受吗？看到可以提前清场后，张哲甚至懒得看价格，直接回复道：给他们打钱，告诉他们我正在去的路上。白鹿，收到。魔都迪士尼梦幻世界园区奇幻童话城堡前方的空地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一个角落里，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正在聊着天。玩了一天了，好饿啊！你们带的面包还有没有？都吃完了，先忍忍吧。再过1个小时，烟花秀应该就开始了。等晚点咱们出去再吃。就是这里面的东西都好贵，咱们中午已经吃过一顿了，别再花冤枉钱了。好吧，我拍完视频一定要发个朋友圈。我在外地的高中同学听说我来迪士尼，简直要羡慕死了。几人正聊着，忽然听到园区内的喇叭发出通知：因为特殊原因，今日闭园时间提前至晚上8点，请园区内的游客秩序开始退场，为您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听到这则通知后，所有游客顿时就炸了，广场内瞬间响起嘈杂的议论声。虽然很多人已经玩了一天，但来迪士尼游玩，除了白天的项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的烟花秀，甚至有不少人是专门奔着烟花秀来的。对于女孩子和一些情侣来说，能够在童话般的城堡面前欣赏着美轮美奂的烟花表演，绝对是一种无比浪漫的体验。可现在烟花秀还没开始，迪士尼就要提前闭园，很多游客顿时就不乐意了。园区内的喇叭声仍在继续。为了弥补园区内游客的损失，在您离开时可以选择退回票价，或免费兑换为1年内任意1天的电子门票，同时出口处有免费的纪念品赠送。通知连续播报了好几次，所有的游客也都听清楚了。做过攻略的都知道，一般遇到恶劣天气或者某些特殊情况时，迪士尼都会提前闭园，而且这种情况一般都没有补偿。今天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既然能全额退票，很多人便不再抱怨，毕竟相当于白玩了一天。尤其是听到门口还有纪念品赠送后，很多人立刻往出口的方向走去，生怕去的晚了，礼物被其他人领完。晚上7点35分，张哲等人来到迪士尼乐园外，还没进停车场，便看到大量游客离开的场面，园区外的道路也有些拥堵。看到这一幕，安安不禁皱起了秀丽的眉毛，疑惑道：怎么大家都走了呀？不会今天不让进了吧？丽娜也有些不确定道：我来之前还看公众号呢，没看到今天有什么情况啊？不是说9点半才闭园吗？张哲笑了笑说道：没事，我已经安排好了，直接把车开到停车场。听到张哲的话，两女顿时放下心来，看着朝思暮想很久的迪士尼大门，不禁露出期待的笑容。停车场门口，一名40岁左右穿着一身浅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正注视着入口前的道路，身后还跟着几名身穿职业装的员工。看到白色的库里南驶来，中年男人连忙迎了上来。张哲让司机停车，打开车门走下来，中年男人立刻上前握手问候道：您好，请问是张哲，张先生吗？张哲简单的跟他握了个手：我是张哲。张先生您好，我是营销部经理董成，您今天的行程将由我来负责。董成热情的介绍道。张哲笑着回道：董经理，多余的客套就不必了，先说正事吧。张先生，因为时间比较仓促，现在园内的游客还未全部退场。董成解释道，但8点之前绝对能准备好。我现在先带您去贵宾室休息片刻如何？行，走吧。张哲摆摆手道：好的，张先生，我在前面给您带路，您让司机跟着我就行。董成回应了一句，和员工一起坐到了观光车上，走在前面开始带路。张哲的库里南跟着离开了停车场，直接从侧门驶入了园区内。侧门这边也有一些游客正在办理退票手续。看着大家都在离开，但却有一辆车直接开进了园区。一个女孩不禁好奇道：怎么现在还有人进去啊？
迪士尼还能开车进去吗？不知道，可能是内部员工的车。毕竟他们不是说今天园区发生了特殊情况吗？听到男朋友的回应，女孩认同的点点头，但还是有些好奇的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第63章，我把男朋友借给你。车上，安安有些好奇道：“哥哥，刚才那个人是谁啊？迪士尼的员工吗？”“对，是这里营销部的经理。”张哲笑着回道：“一会你们想玩什么项目，都可以让他给咱们安排。”“这么好？”安安忍不住瞪大了眼睛，惊喜道：“哥哥，你买的 VIP 票吗？所有的项目都能随便玩？”“差不多吧。”张哲也没有立刻解释，不如一会给他们俩一个惊喜。听到张哲的确认，安安和丽娜都有些期待，纷纷表示道：“那我要坐7个小矮人矿山车，还要去奇幻童话城堡拍照。我想玩飞跃地平线，还想去看小熊维尼，还要去爱丽丝梦游仙境迷宫。”见两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一会要去哪里玩，张哲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果然，大部分女孩都抵挡不了迪士尼的诱惑。几分钟后，带路的观光车在工作区停了下来，董成等人立刻来到库里南旁边，帮张哲他们打开了车门。跟着董成走进所谓的贵宾室，只见一个城堡风格的宽敞房间内，长长的餐桌上摆着各种精致的点心和饮品，房间内各处还有着大量的玩偶、配饰、包包等周边产品，所有的东西都带着满满的迪士尼元素，哪怕是精致的小蛋糕都是卡通人物的造型。看到这一幕，安安和丽娜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对于喜欢迪士尼的他们而言，这个房间简直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童话王国一般。好多玩偶，好可爱，这个发箍我好喜欢。安安，一会咱们一人买一个带着拍照怎么样？两位女士，这个房间内所有的物品都是张先生给您二位准备的惊喜。这时董成上前解释道：“这里包含了我们迪士尼在售的所有周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取。”丽娜看着面前的一堆发箍，正考虑着该买哪一个，可听到董成的话后顿时愣住了。安安也有些被惊到了，连忙看向张哲问道：“哥哥，这些不会都是你买给我们的吧？”张哲来之前只是说了一共有3个人，自己带着2个妹子，并没有让他们特意准备这些。不过为了提前包场，张哲今晚的消费达到了上千万，这么大的一笔收入，董成准备了这些惊喜也算正常。看着安安傻愣愣的样子，张哲笑着捏了捏她的小脸蛋，问道：“喜欢吗？”安安主动踮起脚尖，在张哲的嘴唇上亲了一下，笑颜如花道：“喜欢，谢谢哥哥，喜欢就好，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了，晚点你们俩看着分吧。”张哲看着两人说道：“竟然还有我的份！”丽娜给张哲比了个心，笑嘻嘻的说道：“爱你哦，哲哥。”张哲笑了笑，直接一下搂着他们俩的肩膀，朝餐桌旁走去。正好晚上没吃饭呢，先吃点东西垫垫吧，吃完了你们打扮一下，咱们再进去玩。3人来到餐桌前坐下，安安和丽娜分别坐在张哲的两边。哥哥，这个米老鼠的蛋糕看着好好吃，第一口给你。哲哥，我帮你切牛排。哥哥，你尝尝这个果汁。哲哥，一整个房间的周边直接满足了2个妹子的童话梦。安安和丽娜看向张哲的眼神里都带着光。在他们俩的服侍下，张哲美滋滋地吃完了晚饭。饭后，安安和丽娜开始研究屋内大量的配饰，互相给对方打扮。两人都挎上了自己喜欢的包包，丽娜带了个新带路的发箍，安安则选了个玲娜瓣的。他们俩的颜值本来就高，今天又都穿着香奈儿的裙子，衬托出属于舞蹈生的完美身段。现在戴着卡通发箍后，模样简直可爱极了。就是丽娜这边，明明戴的是可爱风的毛茸茸的兔耳朵，但浑身却透露出一种性感的味道。大概8点15左右，安安挽上张哲的胳膊说道：“哥哥，我们都收拾好了，咱们赶快去玩吧。”“行，走吧。”这时安安看到丽娜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忽然开口道：“过来啊，娜娜，咱们一起去，我把男朋友借给你1晚上。”听到这话，丽娜直接呆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发白。张哲有些意外地看了安安一眼，这丫头好像话里有话。难道之前在酒店的时候被他看到了？还是说刚才自己直接搂着他们俩，被安安察觉出了什么？虽然有些疑惑，但张哲也懒得多想，另一只手直接搂住丽娜的腰。走吧，小情人。丽娜身体稍微有些僵硬，眼神紧紧地盯着地面，根本不敢看向安安。安安倒是像没看到这一幕一样，把头依偎在张哲的身上，开心地挥了挥小拳头。爷，去迪士尼玩喽！张哲轻轻地拍了拍丽娜的肩膀，示意她放松一些，随后直接搂着2个妹子朝外面走去。坐到了观光车上，张哲把胳膊紧了紧，让两人靠近了一些。咱们先去哪玩？丽娜这回终于回过神来，声音糯糯道：“我听安安的。”感受到丽娜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还是有些不敢看向安安的样子，张哲忽然感觉很有意思。绿茶妹妹这是被小白兔给完全压制了呀！张哲把目光看向安安，只见她眨着大眼睛看着自己问道：“哥哥，我想坐7个小矮人矿山车，
好不好？行，那就听小安安的。张哲给开着观光车的员工示意了一下，对方立刻开始前往目的地。观光车驶入园区之后，安安看着空荡荡的园区，忍不住看向张哲问道：“哥哥，怎么看不到其他人啊？”不等张哲回答，坐在前面的董成便解释道：“于是，张先生为了您能玩得更开心，特地把我们整个园区都包了下来。之前让您3位在贵宾室等待，就是在请离园区内的游客。包场？”安安张着小嘴，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张哲。之前他还在问张哲是不是买了 VIP 票，根本没想到张哲是直接包场。虽然早就知道张哲很有钱，但为了自己直接把整个迪士尼给包了下来，这份惊喜还是让安安激动得无法自拔。安安根本不敢想，今天哥哥为自己花了多少钱。哥哥，安安的眼睛瞬间湿润，忍不住扑进张哲的怀里，搂着张哲的脖子，抬起头送上了热吻。看到这一幕，众多工作人员立刻扭头看向别处，生怕自己的眼神影响到两人。仔细感受了安安的热情后，张哲才终于放开了他。安安只感觉身体有些发软，无力地靠在张哲的肩膀上。张哲把丽娜揽了过来，直接说道：“你也来。”第64章，王子和2位公主，返利15亿。啊！感受到张哲的动作，丽娜心中一惊，下意识地看向安安。只见她的眼神里并没有丝毫的生气或愤怒的情绪，反而像是之前在酒店里自己看到他跟张哲亲热后调侃他的时候一样，带着有些揶揄的笑意看着自己。短短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两人之间的攻守之势便彻底逆转了。但看到安安这个眼神后，丽娜心中虽然满是羞意，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忽然就放松了下来，一咬牙听从了张哲的话，主动凑了过来。正如他说的那样，丽娜并不掩饰自己的嫉妒心，安安有的她也想要拥有。良久，张哲笑着说道：“这才是好闺蜜嘛。”张哲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情的人，获得系统之后只想潇洒肆意的享受生活。两人能这么和谐，张哲也感觉很欣慰，这样也少了很多麻烦。虽然很喜欢小安安，但如果他因为这种事而闹起来的话，张哲只会选择放弃他，但会给他一笔可观的分手费，毕竟这丫头把最珍贵的东西给了自己。没钱的时候，张哲就不是会因为感情而卑微的人，更何况是现在。不过有些没想到，安安要比自己想象中更懂事，也更聪明。听到张哲的话，安安忍不住白了他一眼，依偎在张哲的肩膀上没有说话。丽娜则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有对安安的内疚和感激，也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更多的是感受到被宠爱的幸福感。毕竟今天哲哥包下了整个迪士尼，可不只是为了安安，同样也是为了自己。丽娜侧过头看着张哲俊美的侧脸，脸上悄悄浮现一抹红晕，不禁开始想，晚上自己一定要好好表现，把最好的节目呈现出来，回报哲哥对自己的宠爱。梦幻世界园区7个小矮人矿山车入口，往常从早到晚都人满为患的项目，此刻却空荡荡的，只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做着准备。张哲带着安安和丽娜一起坐到了矿山车上，工作人员给3人固定好安全设施，随后便开始正式发车。这个项目其实就是7个小矮人主题的过山车。现在虽然是晚上，但轨道两侧亮着一些灯带，毫不影响游玩体验。尤其是进入矿洞隧道后，时不时的就能看到一个个小矮人，两侧和头顶的石壁上还有着大量5颜6色的宝石，配合隧道内的音乐声，非常有氛围感。隧道的坡度并不大，张哲感觉还好，但对于安安和丽娜来说已经很刺激了，从发车开始尖叫声就没停过。安安很喜欢这个项目，做完1遍还不够，拉着2人又做了2遍才肯罢休。随后3人又去了小熊维尼的百亩森林和爱丽丝的梦游仙境迷宫这2个项目。这时已经接近晚上9点，董成过来提醒，今晚的烟花秀就要开始了。虽然今晚园区内的游客都被提前清场，但烟花秀依旧正常进行，只不过之前的游客需要在园区外观看，距离稍微远了一些。3人来到奇幻童话城堡前，只见最好的观景处已经被放置了一个偌大的沙发，因为晚上的气温稍微有些凉，沙发两侧还叠放着几条厚实的毛毯。张哲直接拉着2个妹子躺靠在沙发上，披上了羊绒毛毯，准备欣赏今晚的烟花秀。看着眼前美轮美奂的城堡，安安喃喃道：“好美，我以前做梦都想来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丽娜也跟着说道，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面前的城堡。这时董成上来轻声介绍道：“张先生，因为环保问题，我们刚花费巨资为奇幻童话城堡打造了专属的灯光设备，并设计了新的灯光秀节目。之前虽然试验了很多次，但一直没有正式演出过。今晚您和2位女士将是第一批欣赏到这个节目的观众。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开始，我就不打扰您的兴致了。”说完，董成便带着工作人员离开，给3人留下了私密的空间。对于所谓的灯光秀，张哲倒无所谓，但安安和丽娜明显很有兴趣。在视频里看到烟花秀就已经很美了，
再加上专属灯光秀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好期待！一会看完烟花秀之后，咱们进去看看怎么样？好呀，听说迪士尼的每个公主都有一个城堡，但只有奇幻童话城堡是为所有公主一起打造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公主在里面。哲哥之前不是说可以跟所有的角色互动吗？一会咱们可以跟公主们一起合影。听着两人的对话，张哲笑了笑说道：里面哪有什么公主，今晚你们两个才是我的公主。闻言，安安和丽娜看向张哲的眼神中瞬间浮现出水汽。安安直接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甜甜的回道：那哥哥，你就是我的王子，也是我的。丽娜也不甘示弱，在另一边应了下。张哲笑了笑，对两人的话非常赞同。毕竟没有谁规定过一个王子只能拥有一个公主吧。虽然对迪士尼的兴趣并不大，但陪着他们俩一起来玩，两人还这么懂事，也给张哲提供了不俗的情绪价值。两个妹子围绕在身边，一个可爱元气，一个性感妖娆，这种奇人之福，相信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张哲稍微紧了紧胳膊，让他们靠得更近一些，同时换出了系统面板，查看今晚的返利情况。消费1500万，返利金额加15亿元。因为提前包场，迪士尼给园区内14000多名游客进行了退票，并赠送了一些纪念品。这笔钱是由张哲买单，为每个人额外支付了800元的补偿，只是这笔费用就要1100多万。8点包场到12点，费用又是400万。不过迪士尼这边赚了很多，给抹掉了几十万的零头，总计收费为1500万。这一波直接刷了15个亿。哪怕早就有了准备，也逐渐习惯了有钱的生活，但看到这个数目后，张哲心中还是泛起了一阵波澜。15个亿对比那些富豪榜上的顶级富豪而言，看着似乎并不多，但这可是实打实的现金。很多互联网大佬身家几百上千亿，但那都是由股份组成，根本拿不出多少钱。就连前首富老王给王校长的5亿创业资金，都是一笔笔分开支付的。15亿的现金流，哪怕是对于顶尖富豪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有了这笔钱，张哲也算是真真正正踏入了最顶级的富豪阶层。第65章，安安的舞蹈，一扎宽的腰。晚上9点整，随着一道道白色的光柱投射在城堡两侧的天空中，今晚的烟花秀表演正式开始。在特制的灯光设备的照耀下，三人面前的奇幻童话城堡整体都开始散发着绚丽的光芒。开始了，好美啊！我感觉这座城堡好像活了一样。奇幻童话城堡的造型本就很美，此刻整个城堡都开始散发着流光溢彩，缓慢地变换着颜色。整个城堡如同一块巨大的电影幕布一般，绚丽多彩的光效在城堡上组成了各种耳熟能详的卡通形象，瞬间给人一种置身于童话王国中的感觉，美的如梦如幻。城堡四周的音响也开始播放起音乐，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城堡的色彩和动画也在不停转变着，时不时的还会有几颗彩色的光点自地面迅速冲向天空，最终在高空中崩裂，化为一朵朵璀璨的烟花。安安和丽娜忍不住坐直了身子，纷纷拿出手机准备记录下这一幕。几分钟后，随着一曲音乐结束，城堡上的光芒逐渐暗淡，直至完全变为黑暗。三人还以为节目结束了，可就在这时，城堡前方的喷泉忽然开始喷涌大量的水雾，熟悉的漫威音乐声响起，城堡也开始重新散发光芒。张哲也是来了些兴趣，毕竟平时也经常看漫威的超英电影，也算是半个漫威迷。就在张哲以为会重复一遍刚才的套路，不过城堡上的卡通动画会变成漫威的人物形象时，随着一阵铠甲组装声音传进耳中，城堡的底色变为亮红色，墙面上闪过铠甲变身的画面。整个城堡完成了变装后，城堡前方的漫天水雾中忽然飞出一道身穿红色钢铁机甲的身影。卧槽，钢铁侠！张哲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这个画面可不是像刚才那样投射在城堡墙壁上，而是真的飞在半空中。特制的灯光设备直接在喷泉的水雾上形成了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张哲等人的位置又是最好的观景点，视觉体验直接拉满，有种钢铁侠从面前飞过的感觉。哇，好酷！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真的呢。两个妹子也惊呼道，虽然他们俩对漫威都不了解，但这种炫酷的裸眼 3D 效果让两人感觉到无比的震撼，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钢铁侠之后，美队、阿斯加德的彩虹桥、雷神、绿巨人等相继登场。尤其是雷神出场时，随着一声锤子的敲击声响起，整个城堡被蓝紫色的闪电环绕，简直帅炸了。灯光秀整整持续了20分钟，节目结束后好一会，三个人还有些沉浸其中。别说是安安和丽娜两个女孩子了，就连张哲都感觉到惊艳的不行。这个新的灯光秀节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视觉盛宴。中间那段漫威的裸眼 3D 效果让张哲也感受了一波属于男人的童话浪漫。这时董承上来轻声询问张哲等人作为第一批观众对灯光秀的评价的意见。节目确实不错，今晚还顺带着刷了15个亿。
张哲的心情很不错，直接给出了高度评价。随后，张哲向安安和丽娜问道：“你们还想去哪玩？”两个妹子还沉浸在刚才的表演中，有些没缓过来。现在时间也有点晚了，一些项目也不方便体验。两人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先拍照，拍完了再考虑玩的事情。张哲对此也没意见，便让董承安排了一下。不多时，迪士尼的众多公主们便来到了城堡前。董承还安排了2名专业的摄影师，安安和丽娜兴高采烈地跟公主们在城堡里玩了一会，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跟各自喜欢的卡通人物进行了互动。最后在城堡前方的空地上来了个迪士尼全家福合照，所有的人物齐聚一堂，把两人围绕在最中心，真真正正让他们感受了一波迪士尼公主的感觉。张哲也陪着他们拍了不少的照片。1个小时后，两人心满意足地结束了拍摄。张哲跟董承说了一声，让工作人员散去。开心吗？张哲笑着朝两人问道。开心。安安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扑到张哲怀里说道：“小时候我就经常梦到自己跟好多卡通人物一起玩，没想到今天真的美梦成真了，谢谢哥哥。”丽娜没说话，直接送了热吻，用行动表示了一切。张哲享受了一会后，朝两人问道：“还有没有想玩的？”安安摇了摇头说道：“都快11点了，不玩了吧？今天已经玩得很开心了。”“那我也不玩了。”丽娜眼里蕴含着难言的媚态，看着张哲说道：“今天有早课，我们6点多就起来练基本功了，这回都有点困了。而且哥哥你都等我们这么久了。”“行吧。”张哲点点头，搂着两人朝观光车走去。“那就直接回去休息吧，明天睡醒了再说。”10分钟后，3人走进酒店。因为今天来的比较晚，并没有提前预定，酒店只剩下了最后一间套房。没办法，3人只好将就一下。刚进入房间，安安便红着脸对丽娜说道：“娜娜，今晚我不陪你了，你早点休息吧。”说完便拉着张哲的手往主卧的方向走去。进入房间后，张哲忍不住笑道：“这么着急带我进屋干嘛？”安安轻轻抱着张哲，抬起头问道：“哥哥，我跳舞给你看吧。”“哦，你的衣服准备好了？”张哲问道。“我买的衣服还没到呢。”安安的眼中带着一抹羞意，红着脸道：“不过我可以先跳给你看，毕竟哥哥你还没真正看过我跳舞呢。那天在酒吧我都没准备好。”看着小丫头羞涩的模样，张哲笑道：“好，那我今天就好好欣赏欣赏我家小安安的舞蹈。”安安在张哲的嘴唇上亲了一下，随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安安学的是古典舞，虽然并没有准备专业的服装和对应的妆容，但她今天穿的是香奈儿的复古风长裙，也很搭配她的舞姿。只见她赤着脚踩在地毯上，舞步轻盈的，好像随时都要飞到天上去一样，动作柔美又富有力量感。上一次在酒吧里，张哲只感觉她的动作很优美，但现在真正欣赏到安安的舞蹈后，张哲也是有些被惊艳到，脑海中不禁浮现一句话：翩若惊鸿，宛若游龙。注意到张哲的眼神，安安心中一喜，开始围绕着张哲开始舞蹈。别看只在这小小的空间内，但安安的动作却丝毫不受影响。张哲很好奇，她纤细的身躯内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忍不住伸手测量了一下，发现安安的腰简直细得不行，刚刚好是自己一扎这么宽，也就是把手伸开，从大拇指到中指之间的距离，真真正正是盈盈一握的柳腰。这种以前只听说过的楚王腰，简直就是极品中的极品。从后方看过去，曲线着实有些摄人心魄。第66章，懂事的安安。丽娜发烧了。丽娜在客厅的沙发上独自坐了一会后，缓缓起身走向次卧。虽然安安直接把张哲带走，都没跟他商量，但丽娜并不觉得有什么。相反，她很感激安安，让自己也住进了套房。丽娜很清楚，自己在哲哥心里的地位是肯定抵不上安安的，所以也从来没想过跟安安争什么。能够得到哲哥的认可，并且没有被安安排斥，她就已经很满足了。这间套房的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但配置还可以，主卧和次卧都配备了单独的洗浴间。进入房间后，丽娜直接到浴室里仔仔细细洗了个澡。半个多小时后，浑身香喷喷的丽娜围着浴巾走出浴室，来到桌边，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衣物袋，把里面的黑色网衣和深蓝色分体裙拿出来穿在身上后，丽娜走到了屋内的落地镜前。看着镜子里自己性感妖娆的模样，丽娜的脸色逐渐红润起来。哲哥肯定会喜欢吧？不知道是因为没开空调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丽娜感觉脸上有些发烫，直接钻进了被窝里，只露出一个脑袋，看向门口静静等待着。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丽娜忍不住钻出被窝，走到桌边拿起自己的手机，看了看时间，已经凌晨1点了，但还是没有任何的动静。打开微信，也没有收到哲哥的消息。丽娜重新回到被窝里，想要继续等待，可心里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哲哥是不是睡着了，还是安安不让他来？
无法言说的着急和忐忑让丽娜再也静不下心，最终忍不住想到，要不我出去看看。犹豫再三后，丽娜决定出去观察一下情况。如果哲哥还没休息，自己就回来继续等，如果确定不了的话，就发个微信提醒一下，毕竟自己可是精心准备了节目呢。丽娜轻轻打开了房门，慢慢的朝屋子另一头的主卧走去。离门口还有好几米的时候，丽娜便隐约听到了里面有动静，下意识的就想跑回房间继续等着，可腿却怎么都不听使唤。鬼使神差的来到主卧门口，丽娜立刻听到有人说道：“来了来了！”丽娜被吓了一跳，动都不敢动一下，因为怕发现她连拖鞋都没敢穿，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安安是怎么知道自己来了？欣赏完安安的舞蹈后，张哲心满意足，一连跳了1个小时，安安着实是有些累到了，搂着张哲的脖子问道：“哥哥，喜欢吗？”“喜欢，我的小安舞姿太美了。”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宠溺道：“累坏了吧？赶快休息，好好睡一觉。”“安安点点头，亲了张哲一口后才说道：“跳舞出了一身汗，我得先去洗个澡。哥哥你去看看娜娜吧，她自己我不放心。”张哲本想等她睡了再过去，没想到安安主动提了出来，不禁有些好奇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在酒店准备来迪士尼的时候。”安安调皮的笑了笑，解释道：“哥哥你下午派司机接我们，快到酒店时，娜娜特地补了妆。我记得她涂了唇彩，但我去完卫生间出来时，她的唇彩忽然没了。之前吃饭的时候，娜娜表现的也有些不对劲，哥哥你看我们的眼神也差不多，所以我就发现了呗。没想到还是个小侦探呢。”张哲捏了捏安安滑嫩嫩的脸蛋，问道：“那你就不生气？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其实那天晚上在酒吧，哥哥你对娜娜的兴趣才最大吧？”安安理所当然道：“如果不是因为我是，你根本不会带我走。我本来就是从他手里把你抢走的，而且我跟娜娜认识大半年了，晚上经常一起睡，我很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人。她这个人没有坏心眼，但攀比心比较强，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张哲以前一直以为安安就是个懵懂单纯的小白兔，没想到她看着乖巧可爱，其实心里什么都懂。看到她这么懂事，张哲忍不住亲了她一口：“小安安，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嘿嘿。得到张哲的夸奖，安安傻乎乎的笑了一声，在张哲的胸口上趴了一会后，起身说道：“哥哥，我要去洗澡了，你晚上就别回来了，我要自己睡这张大床。”“好。”张哲揉了揉他的头发，温声道：“那你早点睡，明天你想去哪我陪你。”“安安点点头，看着张哲走出卧室，眼神变得有些复杂。他嘴上说的洒脱，但心里怎么可能一点都不介意？可今天哥哥让自己和娜娜一起来，其实已经表明他的心意了，不然完全可以让娜娜单独跟他接触，自己也根本不会知道。以前听那些学姐说，学校里不少高颜值身材好的学姐都跟富二代恋爱过，但最后基本都分手了。普通家庭的女孩，就算外在条件再好，也很难能嫁入豪门。自己当初选择跟哥哥走，不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在酒吧那晚，安安就知道哥哥是有些花心的，先跟娜娜那么亲密，最后又带走了自己。可至少哥哥对自己的宠爱并没有减少，甚至自己得到了很多女孩一辈子都拥有不了的东西。而且有娜娜跟自己合作的话，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张哲刚走出房门，便感觉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扭头一看，只见丽娜正背靠着主卧门旁的墙壁坐着，一双黑色网格包裹的大长腿横在地上，正是差点绊倒自己的罪魁祸首。“你坐在这干嘛？”张哲开口问道，然后便发现他的情况有些不对劲。丽娜好像睡着了一般，闭着双眼，唇瓣微微张开，俏脸嫣红的坐在那，并没有回应张哲的话。客厅没开空调，室温很低，她穿的又少，也不知道在这坐了多久。不会发烧了吧？张哲伸手在她额头上摸了一下，瞬间感受到了烫人的热度。这么烫，发烧了也不知道喊一声。张哲直接弯腰抱起丽娜，把她放到了次卧后，开始在房间里找药。找到房间内配备的医药箱后，拿出体温计给丽娜量了一下。好家伙，38度5。哲哥，我好难受！丽娜迷迷糊糊喊道。张哲拿起一瓶布洛芬，倒出了一些后说道：“你发烧了，喝了药就好了。”张哲小心地扶着丽娜的头，让她稍微起来一点，免得呛到，把药递到了她的嘴边。丽娜虽然没睁眼，但听到张哲的声音后，还是乖乖把药喝了下去。等丽娜吃了药，张哲怕她退不了热，一直在旁边守着，时不时的再给她量一下体温。折腾了1个多小时，丽娜的体温才算是降下去。又量了一下，36度8，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张哲松了口气，再也扛不住困意，倒头沉沉睡去。第67章颜值提升对系统新特权的猜想。第2日，张哲迷迷糊糊间感觉到身上被什么压着，虽然有些重，但软乎乎滑嫩嫩的，抱着很舒服，还能隐约感觉到丝线的触感。睁开眼，
只见丽娜趴在自己身上睡得正香，身上还穿着昨天那件黑色网衣。拿起一边的手机看了下，已经上午10点了，也不知道安安那丫头醒了没有。张哲正准备把她抱到一边，自己先起来洗漱，可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还没等张哲把她挪开，丽娜忽然就醒了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问候道：“哲哥，你醒了？”“把你弄醒了。”张哲伸手摸了摸她的额头，问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昨天晚上退烧之后，虽然身上还有些酸软无力，但丽娜其实是很清醒的。想到哲哥不光包下整个迪士尼，陪他们好好玩了一晚上，还照顾了自己那么久，丽娜感动到无法自拔，在张哲睡过去之后，抱着他不舍得分开，最后迷迷糊糊就趴在他身上睡着了。听到张哲的话，丽娜把头埋在张哲的肩膀上，紧紧地抱着张哲，喃喃道：“已经好多了。”“那就好，一会再吃点药稳固一下。”张哲在他脸上亲了一下，说道：“你再睡会吧，我去让人送点吃的过来。”丽娜抱着张哲的脖子，不愿意松手，在他的怀里撒娇道：“不要，让人家再抱一会吗？”丽娜紧紧地抱着张哲，仿佛想要把自己融入眼前这个心爱的男人身体中一样，还有些不老实的乱动。“那我再陪你一会。”见他这么粘人，张哲只好满足他的小要求了。对了，得再给你量一下体温，看到底退没退烧。1个小时后，张哲洗了澡，披上睡袍走向客厅。不愧是好闺蜜，又都是学舞蹈的，丽娜竟然和安安有着一样的天赋。但两人的舞蹈风格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安安的舞风轻缓柔美，丽娜则是性感火辣。尤其是电动马达开启之后，魅力指数直线上升，简直性感到爆。张哲来到客厅，发现安安正靠在沙发上发呆，脸色有些微红。面前的茶几上还摆着不少早点。“什么时候醒的？”张哲走过去问道。“呀！”安安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看到是张哲后才松了口气，但俏脸却更红了。“哥哥。”安安问候了一声，低着头小声说道：“我9点多醒的，有点就要了些早餐。”张哲顿时就明白他为什么这副表情了，现在已经11点了，看样子安安在这坐了不短的时间。张哲坐到沙发上，把安安抱进了怀里问道：“你吃了没有？”“我已经吃过了。”安安搂着张哲的脖子问道：“哥哥，这些饭都凉了，我再去给你点些其他的吧。”“真乖。”张哲亲了他一口，嘱咐道：“确实有点饿了，帮我要点挡饱的。”“好。”安安给前台打了电话后，回到沙发边，拉住张哲的手说道：“哥哥，你跟我来一下，我有些事跟你说。”“什么事？”“你进来就知道了。”下午1点多，3人走出酒店。此时迪士尼园区里到处都是络绎不绝的游客。张哲看着两人说道：“人有点多呀，你们还想继续玩吗？”“不玩了，昨天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安安很懂事的回道。“哥哥，咱们直接回去吧，你要是累了的话就回去补个觉，我和娜娜自己回学校就行。”“哲哥你不用管我们，下午我和安安可以一起去逛个街什么的。”丽娜也跟着说道。张哲确实感觉有点累，想了想回道：“先一起回酒店吧，下午休息一下，等晚上我陪你们俩去逛逛，或者看个电影也行。”张哲都这么说了，2个妹子自然没有意见。等3人回到宝格丽酒店的时候，已经下午3点了。张哲走进房间后，直接趴到了柔软的沙发上，感受着酸软的腰，心中也是有些无奈。自己现在虽然有钱了，但毕竟时间太短，一些事情还是有些处理不好。比如明明一次能处理好的问题，非要分成2次解决，不光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更多的精力。看来以后得吸取这次的经验，不能再这么大意了。正想让刘管家安排个技师过来给自己按一按的时候，丽娜忽然坐到了张哲的身边说道：“哲哥，你这2天辛苦了，我帮你按摩一下吧。”“我也来。”安安也跑过来说道。看着2人乖巧懂事的模样，张哲也是很欣慰，不枉自己那么操劳的陪他们在迪士尼玩了那么久。翻身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眼开始享受起来。安安和丽娜他们俩作为舞蹈生，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练习，肌肉经常会酸痛，一般都是自己给自己按摩缓解，或者互相给对方按，还是稍微懂一些按摩技术的。虽然跟专业的技师相比，手法要差了一些，但却让张哲精神层面的满足直接拉满。张哲美滋滋地享受着2个妹子的按摩，心神沉浸到系统面板中。宿主张哲，颜值92，身高183，财富1亿3045万元。系统特权：金主爸爸，为女人消费可得到100倍返现，返现金额合理合法，来源可查。PS 多才多艺，平易近人就是你的代名词。特权2，暂不满足激活条件，现可提现金额15亿1052万元。和前几天系统刚激活时相比，颜值提升了一点，不知道是因为有钱之后精神面貌比以前更好了，还是因为穿着气质等方面的原因。除此之外，自己银行卡里的钱和可提现的金额加起来已经达到了16亿4000多万。
但系统特权方面，仍是只有金主爸爸这一个新手特权，特权2依旧不满足激活条件。对于如何开启新的特权，系统并没有给出任何的提示。张哲记得系统刚激活时，似乎是因为自己处于单身状态，所以才匹配到了金主爸爸这项特权。按照正常的游戏规则，只有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开启下一阶段的任务。而金主爸爸这项特权的关键点，很明显就是刷钱和女人。也就是说，要么是自己的钱还不够多，要么就是女人还不够多。第68章，商场大扫荡。对于现在的生活，张哲非常满意，有钱又足够悠闲，身边还有好几位红颜知己。曾经的张哲做梦都不敢想，自己有朝一日能过上这种生活。10个亿还是1000亿，对于张哲来说区别并不大，反正根本就花不完。金钱方面得到了满足后，张哲的注意力也放在了系统功能的开发上。毕竟第一个系统特权功能就这么强大了，那么后续的其他特权又会有什么效果？想到刚才的推测，看着两个妹子尽心尽力地服侍着自己，张哲开口问道：“你们俩在宿舍住的怎么样？”闻言，两个妹子都愣了一下。安安犹豫了片刻后说道：“住的挺好的，怎么了哥哥？想不想从学校里搬出来住？”张哲问道：“昨天迪士尼送的周边那么多，你们宿舍肯定放不下，总不能一直放在我这吧？”两人不禁看向房间内的各种玩偶和周边，别说他们寝室是4人间了，就算是单间也放不下这么多东西。安安还没回答，丽娜便直接说道：“哲哥，我都听你的，你想让我出来住的话，我就搬出来住。”张哲捏了捏他的脸蛋，说道：“那你们俩最近没事的时候，就在学校附近看看房子吧，有喜欢的就记下来告诉我。”“好，我早就不想在寝室住了。”丽娜开心的点点头，手上的动作更卖力了，嘴上还不忘吐槽道：“哲哥，你不知道，我们寝室另外2个人，老是阴阳我和安安，简直烦死了。而且上次你给安安买了好多香奈儿的衣服，第2天班里就有人传安安被老男人包养了，肯定是他们2个说出去的。我找他们对质，他们还不承认。”张哲皱起眉头，看向安安问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怕影响你的心情。”安安低着头小声回道：“而且女生宿舍就这样，只要你稍微有些和别人不一样，就肯定有人会说闲话，我都习惯了。那咱直接搬出去住，不受这个气了。”张哲抬手揉了揉他的头发，随后看向丽娜说道：“以后再有人找你们麻烦的话，直接大嘴巴抽他，然后给我打电话。放心吧，哲哥，我不会让安安被欺负的。”丽娜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笑着说道：“他们在瞎说的话，我直接对他们脸上，我们的男人就是优秀，就是舍得给我们花钱，让他们酸去吧。”看着他那副嘚瑟样，张哲忍不住笑了起来。安安这丫头虽然聪明，但性格有些逆来顺受，也就在自己和丽娜面前能放开一些。不过对于丽娜，张哲倒是很放心，她就不是那种会吃亏的性格。对了，你们俩是想住一块，还是分开住？张哲问道。丽娜没有说话，转头看向了安安：“一起住吧，我和娜娜还能有个照应。”安安想也没想的说道。张哲点点头，回道：“行，那就给你们买套大点的，写你们俩的名字。”丽娜手中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忍不住瞪大了眼睛看向张哲问道：“哲哥，你是说给我们俩买房子？”张哲笑了笑，故意问道：“怎么，不想要？”“不是。”丽娜刚才还以为张哲是想给他们租房子，或者是买一套房子让他们住，怎么也没想到张哲是要给他们俩买房子。学校周围的房价可不便宜，就算是租房1个月都要上万，买的话一居室都要300万以上。如果是他们俩一起买一套大一些的，至少也得好几百万起步。哲哥，我爱死你了！丽娜顾不得再按摩，直接压在张哲的身上，对着他狠狠吻了上来。几分钟后，丽娜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眼中带着媚意地看着张哲。昨晚刚成为哲哥的女人，今天就收到了这么大的惊喜，丽娜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见安安还傻乎乎地坐在那，丽娜连忙提醒道：“安安，还不快谢谢哲哥，不然房子可是我自己的了。”“呵呵，谢谢哥哥。”安安回过神来，感动地道谢一声，主动应了上来。张哲享受了一会后，重新趴到沙发上说道：“腰有点酸，帮我好好按按。”“两个妹子连忙应道，一人一边给张哲放松着腰部的肌肉。既然开启新的特权功能，很可能是因为钱不够或者女人不够，张哲便准备适当改变一下策略。之前因为刚认识，张哲尽管能刷钱，也没有送他们太多的东西，更没有直接给他们买车买房。但现在安安和丽娜都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一套房子并不算什么。两人不再住校的话，以后自己就可以随时让他们过来，过着晚上直接过去睡，不用每次都等到周末或者是要请假才行。不过刷钱可以适当加快，但女人方面只能顺其自然了，这种事也确实急不来。晚上7点
三人吃完晚饭，准备去国金商场逛一逛。因为离得比较近，张哲也没让刘管家安排车，全当饭后散步了。两个风格不同的小美女，一左一右依偎在张哲身边，一路上引来不知道多少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之前虽然给安安买了一些衣服，但都是让香奈儿直接送货上门的，并没有买搭配的鞋子和配饰之类的。丽娜这边除了酒吧那天自己帮她清空了一波购物车，还没有送过其他东西。昨天她过来时穿的都是安安的香奈儿长裙。既然已经答应她，别人有的她也会有。这2天她的表现也很不错，确实应该奖励一下。走进国金商场，三人直奔香奈儿门店。来之前就让安安给香奈儿的那名销售发了信息，对方已经在门口等着接待了。逛了半个多小时，丽娜也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香奈儿小裙子，又给2人分别买了个包，选了一些配饰和鞋子之类的。最后一算账，一共才花了50多万，还不如前2天林薇薇一个爱马仕的包贵。走出香奈儿门店，张哲朝2人问道：“还想去哪家逛？”“哥哥，你都给我们买好多东西了。”安安摇了摇头说道：“要不我们陪你逛逛吧，帮你也挑一些衣服什么的。”“对，哲哥，我和安安的眼光都很好的。”丽娜也跟着说道：“我们帮你搭配，保证把你打扮得又帅又酷，让小姑娘看到都挪不开眼。”张哲好笑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行，那你们俩陪我逛逛。”之前在 LV 定制了一批衣服，但不知道得多久才能做好。张哲以前的衣服也都没拿，确实没多少衣服穿，今天他们俩跟着正好采购一波。就在张哲考虑着先去哪家店逛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不远处江诗丹顿的门店。前2天陪林薇薇去买包的时候，为了配货就买了一块爱马仕的镶钻腕表，但张哲自己却还一块表都没有。现在看到了江诗丹顿的门店后，张哲忽然来了兴致，朝2人说道：“衣服不着急，先去看看表吧。”“好。”2人乖巧的点点头，陪着张哲走进江诗丹顿门店。第69章江诗丹顿限量镂空腕表。和大部分男人一样，张哲对机械类的东西都很感兴趣，比如汽车、枪械之类的。手表的话也稍微有些兴趣，以前还花了300多买过一块运动手表。不过现在人人都有手机，看时间也方便，手表更多还是作为装饰用。热乎劲过了之后，当时那块表就不知道丢哪去了。有句话叫穷玩车富玩表。手表圈子虽然小众，但也有很多顶级品牌，比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劳力士、朗格、宝玑等等。当然也有最近2年刚火起来的理查德米勒，其中逼格最高的无疑就是百达翡丽了。和汽车界的劳斯莱斯、奢侈品界的爱马仕一样，百达翡丽一直稳坐着手表圈的头把交椅。或许是因为地位太稳，百达翡丽已经很少在商场之类的地方铺设专卖店，有些不屑于宣传的感觉。前几年在魔都打造了一个百达翡丽园邸，作为顾客体验购买的专属场所，你想买表得专门过去才行。张哲今天是心血来潮，也懒得专门跑一趟，所以百达翡丽直接不考虑。江诗丹顿旁边就是朗格和理查德米勒的门店，朗格张哲没了解过，理查德米勒的话，这个品牌可以说是手表界的新贵，以高新技术、稀有材质为卖点，定价非常高昂，入门款都要大几十万。这2年忽然在国内火了起来，深受很多明星和富豪的喜欢，甚至被称为亿万富翁的入场券。对于现在的张哲而言，价格方面倒是无所谓，一个星期不到就刷了10几亿，再贵的表都能随意消费。但理查德米勒的设计风格实在是有些太新潮，和以前几百块买的电子表差不多，并不符合张哲的审美。相比之下，还是万年老二的江诗丹顿吸引力更大一些。欢迎光临江诗丹顿。3人刚进门，一位身穿黑色职业装的女人便迎上来问候道：“3位晚上好，我是本店的销售张玲，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服务的吗？”张玲年纪大概27、8岁，头发盘起，气质大方干练，脸上恰到好处的笑容让人很舒服。“我们随便看看。”张哲回道。“好的先生，您可以在店内随意观赏，如果对某款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咨询我。”虽然张哲并没有表露出直接的购买意向，但张玲还是很客气的回道：“我们店内有咖啡、茶和果汁等，3位想要喝点什么？给我来杯茶吧。”张哲回道：“我们俩要果汁。”“好的，3位请稍等。”张玲转身去准备，张哲则是带着2个妹子在店里随便看了看。不得不说，江诗丹顿虽然一直被百达翡丽压制着，但腕表的设计风格是真的不错。如果说百达翡丽是王者，那么江诗丹顿就像是一位低调内敛的绅士，散发着优雅而又从容的气质。张哲在掌柜前看了没一会，张玲便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把茶和果汁分别递给3人后，朝张哲问道：“先生，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呢？”“我姓张。”“那可太巧了，咱们俩还是本家呢。”张玲微笑着道。“张先生，我看您似乎没有心仪的款型，需要我为您介绍一下吗？”张哲对他的服务态度很满意，
直接回道：“确实没有，你帮我推荐一下吧。”“好的，不知道您对腕表的款式有什么要求吗？”张琳询问道。张哲思索了一下，回道：“可以日常佩戴的款式吧，最好可以搭配正装佩戴。以后自己难免会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穿着正装的话，肯定要搭配一块手表的，不然手腕上空荡荡的也不好看。”“好的，我明白了。张先生，您看这款如何？”张琳点点头，从展柜里拿出一个表盒，展示到张哲面前，并介绍道：“这款是传承系列逆跳星期日历腕表，表盘上可以同时显示时间、万年历、星期日历和月相盈亏，同时还有闰年显示的副表盘。圆弧表盘设计，蓝色的底色也很适合您这个年纪的人佩戴。表带材质为密西西比鳄鱼皮，触感柔软且坚韧，是日常佩戴的完美之选。”张琳推荐的这款腕表，外形和设计方面没什么问题，但太过中规中矩，并没有给张哲眼前一亮的感觉。张哲端详片刻，摇了摇头道：“太普通了。”张琳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这款传承系列的腕表，虽然设计方面并没有很特殊的地方，但也是江诗丹顿的旗舰款，销量一直很不错，价格也要40多万，已经是中端表款了。没想到张哲根本看不上。张琳试探性的询问道：“张先生，不知道您是对功能不够满意，还是外观不够吸引到您？”“主要是外观吧。”张哲想了想，回道：“有没有个性一点的，比如镂空设计之类的？”“有的，传承系列就有很多镂空表盘的款式。”张琳微笑着回应道：“张先生，因为款式比较多，一些表款我们店内并没有现货，我先拿图册给您看一下如何？如果您有比较满意的，我再给您介绍。”“可以。”得到了张哲的应允后，张琳很快拿来一本厚厚的腕表图册，将其中的镂空款腕表一一展示给张哲观看。看到其中一款腕表后，张哲眼睛一亮，问道：“这款有现货吗？”“有的，这款我们店刚好有一枚。”看到张哲指向的图片后，张琳犹豫了一下，回道：“不过价格方面稍微有点高，公价在650万以上，具体价格我还得帮您查询一下。”650万！听到这个数字，坐在一旁喝着果汁的丽娜差点被呛到，忍不住看向了安安。只见他也是一脸震惊的看向自己。两人最近跟着张哲也算是见了不少世面，张哲刚才还给他们买了不少奢侈品，现在他们俩随便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和配饰包包加起来都得10几20万，但几百万的手表还是有些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这都够在魔都市区买一套小点的3居室了吧？张哲对这个价格倒没有什么感觉，直接回道：“麻烦拿来看一下吧。”“好的，张先生，请您稍等。”大概2分钟后，张琳小心翼翼地将一个实木表盒放在桌上，打开表盒后，一枚造型精美的腕表展现在3人面前。“张先生，需要我为您试戴一下吗？”“麻烦了。”“您客气了。”张琳戴上白手套，小心地将腕表拿出戴在了张哲的手腕上，确定佩戴好之后才松开了手，介绍道：“张先生，这款是我们江诗丹顿传承系列3003000P8200腕表，表盘采用了950铂金材质，表盘规格为37毫米，配以蓝宝石水晶镜面。这款腕表采用了顶级陀飞轮工艺，并且搭载了3问报时功能，这在全世界所有品牌的镂空腕表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最重要的是，这款腕表使用的 KAL 1755机芯，乃是我们江诗丹顿成立200周年时打造而成，全世界限量200枚，仅用于最顶级的表款，拥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第70章，加班省心的小秘书。张哲抬起手，欣赏着手腕上的表，不禁感觉到有些惊艳。透过蓝宝石水晶玻璃，能够清晰地看到表盘内部无数齿轮正在有条不紊地旋转着，一些齿轮中心的位置还镶嵌着璀璨的宝石。相较于常规款，全镂空的设计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机械的美感。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手表了，简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和普通表盘相比，镂空表盘的时间刻度显得不是很清晰。但张哲买表又不是专门为了看时间，好看喜欢就足够了。就这款吧，我要了。正在介绍着的张琳听到这话，顿时愣住了。作为江诗丹顿的销售，他服务过很多有钱人，一般100万以上的腕表很少有当天就售出的，大部分顾客都要看好几次，考虑许久才会购买。很多富二代愿意花几百万买超跑，但很少有人愿意花上百万去买一块表。毕竟手表不比汽车，实用价值要低得多，是真真正正的奢侈品。虽说一些限量版腕表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可哪怕是张琳也不得不承认，江诗丹顿的保值率根本比不上百达翡丽，能够升值的表款就更比不过对方了，在各大拍卖行上一直被百达翡丽压制。刚才通过张哲的语气和神色，他能看出张哲是有购买力的顾客，但也没想到这才刚看了2眼便决定要购买。张琳愣了好一会，才出声确认道：“张先生，您不需要再考虑一下吗？”“不用了，刷卡吧。”张哲摆摆手，直接把银行卡递了过去。
看着手中尾号8个8的招行私人银行卡，张玲终于确认对方不是在开玩笑，强压着心中的激动回道：“请您稍等，我现在帮您确认一下具体价格。”张玲快速在平板上查询了一下后，询问道：“张先生，这款表的价格现在是681.5万，您看可以吗？”“可以。”张哲直接回道：“600多万而已，不说自己有着10几亿的可支配资金，光是刚才陪着2个妹子逛了一圈香奈儿，就刷了5000多万。”“好的，张先生，我现在就帮您办理手续。”刷卡、签字一系列的程序走完后，张玲将手工打造的实木表盒和赠送的表带、摇表器等物品装好，双手递到了张哲的手里，并送上了自己的名片。“张先生，这是我的名片，您以后有任何和手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好。”张哲把东西接过，朝一旁傻愣愣的安安和丽娜问道：“你们俩要不要看看女士腕表？”“不了不了。”丽娜连忙摇头回道：“哲哥，你刚给我买了包，还有那么多衣服，已经花了好多钱了，我也不要。”安安也跟着摇头回道：“我们经常要跳舞，不适合戴手表的，哥哥你别破费了。”安安和丽娜两人虽然都有了不少的奢侈品，但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只是穿着2、3万的香奈儿裙子，吃饭时就总是小心翼翼的，担心把衣服给弄脏。别说是几百万的手表了，就算只是10几万，两人也根本不敢戴。这么贵的东西就戴在手上，那不得成天提心吊胆的，万一不小心碰坏了，或者被人偷走了怎么办？行吧。见两人都不要，张哲也没有再问，起身说道：“那继续去逛街吧，帮我挑些衣服。”“好。”两人异口同声道。在商场里又逛了1个多小时，两人给张哲挑了一堆的衣服、鞋子之类的。刚开始张哲还有心情试一下，后来直接懒得试了。他们看着感觉不错的话，就直接让销售人员打包。反正以张哲的身材和颜值，穿什么的都好看，无非就是款式的区别罢了。一顿扫荡下来，又是100多万花了出去。抬起手腕欣赏了一下刚买的江诗丹顿，发现已经9点多了。张哲说道：“时间不早了，今天先这样吧。”两个妹子都有些意犹未尽，刚才给张哲选衣服的时候，比他们自己买衣服还要开心。看着哥哥换上自己挑选的衣服后，帅气逼人的样子，不但养眼，还很有成就感。但听到张哲要回去，两人也都没有意见，乖乖地抱住了张哲的胳膊。之前买的东西都已经让店员提前送到了宝格丽酒店。三人走出国金，欣赏着外滩的夜景，慢悠悠地散步回了酒店。回到房间后，时间还有些早，三人也都不困。丽娜提议道：“哲哥，要不我们看会电影吧？”“行。”套房内的娱乐室内配备了家庭影院系统，正在上映的电影和老片都有。张哲让刘管家准备了一些果盘和小吃，跟他们一起躺到了沙发上，看起了刚上映的《黑豹》。安安从果盘里捏起一颗葡萄，小心地把果皮剥开，送到张哲嘴边说道：“哥哥，你尝尝这个葡萄。”张哲吃掉葡萄，评价道：“真甜。那我再给你包。”安安连忙回道：“哲哥，你尝尝这个蜜桃，也很甜的。”丽娜也不甘示弱。就这样，张哲在两个妹子的服侍下，一边吃着可口的水果，一边看着电影。不知不觉，电影进度条过半，张哲都没看懂演的什么，只知道主角是个黑人。感觉到丽娜越来越不老实，张哲在两人身上拍了拍，直接起身说道：“不看了，休息。”安安的脸顿时红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后，小声朝张哲问道：“哥哥，我能不能请个假？”小丫头毕竟经验不足，昨天晚上明明已经跳舞给自己看了，但中午在客厅听到丽娜的动静后，忍不住拉着张哲又表演了一曲，似乎是怕丽娜抢走了属于她的宠爱。估计是昨晚累到了，还没休息好。中午跳完之后，她似乎不小心扭到了脚，脚腕都有些红肿。见她可怜兮兮的样子，张哲揉了揉她的头发，回道：“行，今天放你1天假。”转头看向丽娜，只见她用期待又羞涩的目光看向自己，说道：“哲哥，我想泡牛奶浴。”“安排。”张哲凑到她耳边说道：“不过你要穿昨天的战斗套装才行。”“穿就穿。”丽娜丝毫不怂，甚至还回了个挑衅的眼神。这还能忍？张哲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直接抱着她往外走去。来到客厅，安安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说道：“哥哥晚安。”“晚安。”看到他主动跑到了次卧，张哲把丽娜放到沙发上，随后让人准备了牛奶浴。次日，张哲睁开眼的时候，已经上午10点了。昨天晚上一不小心又熬夜加班到2点多，丽娜还在熟睡当中，眉头微微皱起。昨天她也确实累坏了，2个 PPT 都没有让张哲操心，自己一个人就主动把所有工作完成。张哲完全是陪着加班。张哲轻轻起身，跨过地上一条条的黑色网格，走到卫生间开始洗漱。刷牙时拿起手机看了下，发现白露一大早就给自己发来了消息：“张先生，您醒了吗？我查到了几家正在出售的 MCN 机构，规模都还可以，
我已经把资料发到您的手机上了，您有时间了，麻烦看一下。信息下方是一个 PDF 格式的文件。张哲没想到白鹿的效率这么快，前天下午才吩咐的事情，今天一早他就把信息收集好了。有个小秘书，确实非常的省心。张哲笑了笑，回复道：好，一会我看完联系你。第71章，不会两个人都是张先生的女朋友吧？洗漱完走出房间，便看到阳台边的地上铺了一张瑜伽垫，安安正站在上面拉伸着身体。只见他背对着自己，左脚踩在瑜伽垫上，上身微微前倾，右腿从后方缓缓抬起，最终脚尖朝着天空做了个朝天一字马。不得不说，这丫头的柔韧性是真好，并没有刻意的用手去拉着自己的腿，身体的平衡也非常稳，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这个动作。因为没有带练功服，安安便穿上了一条黑色连体裤袜，上身也是黑色的修身打底衫，反正房间内也没有其他人，不怕被人看到。张哲从后方正好可以将她完美的身材曲线一览无余，尤其是她现在背对着自己做出了朝天一字马的姿势，诱惑力实在是太大。张哲忍不住上前扶住了她，万一不小心摔倒可就不好了。忽然感觉到被偷袭，安安吓了一跳，转头看到是张哲后才松了口气，发现张哲握着自己不松手，好像在帮自己调整动作一样。安安脸上浮现一抹羞红，直接搂住了张哲的脖子，左腿顺势抬起盘在腰上，整个人挂在了张哲的身上，问候道：哥哥，你醒了？张哲检查了一下裤袜的质量，问道：吃饭了吗？早就吃了，吃完饭后我还下楼去游了会泳呢。安安回道。然后我看你还没起床，闲得无聊就锻炼了一会。你起这么早？张哲在他脸上亲了一下，问道：怎么不多睡会？我看你黑眼圈有点重啊。闻言，安安忍不住白了张哲一眼，语气幽怨道：还不是你和娜娜，昨晚都不让人家好好睡觉，我又习惯早起了。想到昨晚的情况，张哲也是有些汗颜。丽娜这丫头真的有点疯，本来工作的好好的，非要拉着张哲一起到次卧门口加班，这不把安安吵得都没休息好。嗨，这可不能怪我，都是丽娜的主意，等回头她起来了，你好好收拾她。张哲在她身上拍了拍，说道：下来吧，我去让人弄点吃的，饿死了。安安红着脸看了张哲一会，对着他的嘴唇啄了一下，才从他身上下来。那我先回房间换衣服了。张哲揉了揉他的头发，回道：去吧。看着安安走进次卧，张哲的脸上不禁扬起一抹笑容。小丫头似乎并不怎么抵触啊，正好打算着给他们俩在学校附近买套房子，到时候自己就可以经常过去。小丽娜那么懂事，经常在安安面前挑衅的话，就不信她能忍得住。张哲按下了服务铃，让刘管家准备了一些早餐。服务员刚把早餐送过来，丽娜便打着哈欠来到客厅，坐到了张哲旁边，招呼道：早，哲哥。你昨晚可不是这么叫我的。张哲调侃道。丽娜精致的俏脸顿时变成了粉红色，连忙往身后看了一眼，见安安离得比较远，才小声说道：那还不是因为你喜欢吗？晚上我都听你的，但这大白天的安安也在，人家哪里好意思啊？这丫头也是有意思，昨晚大胆的不行，直接拉着张哲跑到了安安的门口挑衅，这回倒是开始害羞了。张哲笑了笑，也没再继续逗他。行，吃饭吧。丽娜犹豫了一下，红着脸凑到张哲耳边说道：以后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都那么叫你好不好？乖。张哲捏了捏丽娜粉嫩嫩的脸蛋，说道：一会我给你转10万块钱，和安安一样，你留在身上零花。好。丽娜没有拒绝，在张哲脸上亲了一下，小声感谢道：谢谢爸爸。听着他特意拉长的尾音，张哲瞬间就有些上火，问道：只是口头感谢吗？你让人家休息休息吗？丽娜坐到张哲身上撒娇道：人家过2天一定好好感谢你，好不好？丽娜这2天确实工作得很认真，昨天安安请假后更是一个人干了2份活。行吧，看你这么懂事的份上，今天就算了。见她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张哲回道：不过你昨天那件衣服质量有点不太好啊。丽娜顿时明白了张哲的意思，轻咬着粉嫩的嘴唇，神情妩媚道：我现在有零花钱了，回头我再买几件质量好的，下次带着让哲哥你帮我看看。张哲满意的点点头，小丽娜就是懂事。她前天晚上带来的黑色网衣确实又好看又方便，但质量实在是一般，一不小心就弄了个大口子，一点都不结实。张哲拿起手机给她转了10万块钱，叮嘱道：不要怕花钱，多买点好看的，花完了我再给你转。转账消费10万元，返利金额加1000万元。我知道了。丽娜点头应道。张哲没再多说，拿起筷子开始吃早餐，顺便打开白鹿发来的文件看了下。看得出来，白鹿对自己吩咐的事情很上心，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搜集到了6家有意出售的 MCN 机构，并且在这份 PDF 格式的文件中详细描述了这几家公司的情况。
包括何时成立、现在的规模如何、公司有多少主播等等，并且在内容里配了很多图片，让张哲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这些公司的情况。最后根据这几家公司的资质，还给出了相应的收购评估价。看完之后，张哲直接给他回了条语音：有2家看着还不错，你直接来酒店找我吧，等我吃完饭一起过去看看。刚放下手机，便听到丽娜问道：哲哥，你一会有事？有事要出去一趟。张哲点点头，对2人说道：你们俩想休息的话，就留在酒店休息，觉得无聊的话，一起去逛逛街也行。张哲打算尽快把 MCN 公司的事情给定下来，倒不是着急刷钱，而是收购了公司后，就有理由给家里赚点钱了。虽说家里并不缺钱，但自己既然有能力了，肯定要孝敬一下老爸老妈，不能只顾着自己花天酒地。好，那哲哥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们。丽娜连忙回道：我和安安一会直接回学校吧，下午可以先去看看房子。行，你们俩商量吧，走的时候让刘管家安排车送你们。张哲叮嘱道：房子的话别怕花钱，挑一套好点的。好。20分钟后，张哲刚吃完早饭，白露便来到了酒店。被刘管家请到客厅时，安安和丽娜正在客厅整理着昨天买的东西，考虑带哪些衣服回去。看到2人后，白露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安安和丽娜2人看到白露后也有些惊讶，没想到找张哲的竟然是个女人，而且还这么漂亮。今天的白露穿着一套白色的职业装，束腰西装外套加修身7分裤，正式又不缺乏时尚感，给人一种干净、纯洁和优雅的感觉。2人很自信，自己的颜值并不比白露差，但她身上那股知性又成熟的气质，却是他们完全比不了的。见2人都看向自己，白露连忙收回了目光，朝张哲问候道：张先生，我来了。张哲点点头，起身朝安安和丽娜说道：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先走了。好。安安看了丽娜一眼，然后跑过来在张哲的唇上亲了一下，甜甜的回道：哥哥再见。安安刚起身，丽娜也跟着凑了过来：哲哥，记得想我哦。看到这一幕，白露瞬间瞪大了眼睛，下意识的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刚才看到屋里有2个小美女时，她还在心里想哪一位是张先生的女朋友，可现在看到他们俩都跟张哲那么亲密，白露瞬间感觉有些怀疑人生。不会2个都是张先生的女朋友吧？第72章蜜桃传媒，张总。张哲并不在意，白露就在一旁，很自然地接受了他们的吻别，随后双手在2人的头发上揉了揉，说道：我走了，你们继续收拾东西吧，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哥哥你路上慢点。2人很乖巧地回道。张哲点点头，转身对白露说道：走吧。啊，哦。白露回过神来，红着脸跟在张哲身后朝房间外走去。2人走进电梯，张哲忽然想到一件事，吩咐道：对了，回头你关注一下，帮我找个司机。好的。白露站在张哲身后，低头看着地面，好一会后才回道：张先生，您对司机都有什么要求？另外待遇方面是按照魔都正常标准，还是最好是结过婚有家庭的，但年纪别太大，踏踏实实做事的就行。张哲想了想，回道：薪资方面前期1个月3万吧，做不好走人，做好了可以酌情加薪。好的，我明白了。白露点点头，在记事本上记下张哲的话，随后回道：很多大公司的商务司机月薪也只有8、12K 左右，3万的薪资已经很高了，一般都是司机加保镖才能拿到这个数。对了，张先生，需要顺便为您招聘几名保镖吗？张哲之前还真没考虑过这个，毕竟现在国内的治安还是很好的，不像自由美利坚，枪战每一天到处都是零元购。之所以招聘司机，也是想着有个司机方便一些。宝格丽酒店虽然给张哲配备了专属司机，但肯定没有自己的私人司机放心。不过听到白露的询问后，张哲也有些异动。自己现在这么有钱，万一真有法外狂徒盯上自己怎么办？就算没有，但自己身边那么多女人，比如林薇薇就有大量的追求者，万一其中某个人觉得自己抢了他的女神，脑子一热上来找麻烦怎么办？这可不是杞人忧天，都是有先例在的，几乎每年都能看到富二代因为争风吃醋跟人发生争执的新闻。以自己现在的层次，如果真的碰到这种事，总不能跟他们互殴吧？那也太跌份了，自己可是有童子哥照的人。身边有保镖的话，不仅能够保证安全，也能让一些不长眼的人不敢轻易招惹，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保镖的话确实可以找几个。张哲决定道，不过3万块的标准也太低了，你帮我找几位专业点的，价格方面无所谓。好的，如果您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话，那我直接跟安保公司对接如何？白露询问道。魔都有很多家安保公司都提供私人安保义务，并且他们的保镖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跟他们联系，让他们发一份报价过来，或者您亲自去他们的训练基地挑选。
这事不急，你自己看着办吧。张哲摆摆手回道。好的，张先生，我跟他们联系之后，会把相关资料统计好，交给你过目。酒店楼下，白色的库里南已经停在了大门口。见张哲出来，司机连忙帮忙打开了后座的车门。跟张哲一起坐到了后座后，白鹿转身询问道：张先生，咱们先去看哪家公司？我先跟对方联系一下。你评估价格最高的是哪家公司来着？张哲问道。反正现在不差钱，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收购一家规模大点的。是蜜桃传媒，地址在静安区灵石路。白鹿立刻回道。行，那就先去看看这家吧。张哲让司机开车，白鹿则是立刻拿起手机跟对方打去了电话。2分钟后，白鹿汇报道：张先生，我已经跟蜜桃传媒的总经理联系了，对方表示非常欢迎您去参观，并且中午想请您吃顿饭。张哲点点头，玩笑道：蜜桃传媒这名字好像有点不正经啊，不会是那种专门搞擦边的公司吧？白鹿这2天查了不少资料，自然知道张哲说的是哪一种，脸上微微浮现一抹红晕，解释道：这个倒不是，他们也是正规的 MCN 机构，名字的话可能是碰巧吧，毕竟以水果命名的传媒公司也不少。半个多小时后，张哲和白鹿坐车来到了静安区灵石路。国内有1半以上的电竞俱乐部都在魔都，而其中绝大多数都聚集在了灵石路，比如 EDG、RNG、OMG、SS 等等。除此之外，灵石路还聚集了大量的网红公司，被称为电竞网红一条街。蜜桃传媒门口，一位27、8岁穿着很时尚的青年正站在门口等候，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2位高管模样的中年人。来了！看着一辆白色的库里南缓缓停在自己等人的前方，青年朝身后招呼一声，便率先起身过去迎接。刚走到车边，便看到一袭白色职业装、气质优雅自信的白鹿开门从后座下来。青年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之色，伸手问候道：白经理你好，我是蜜桃传媒的总经理李一凡。李总你好，请稍等。白鹿点点头，并没有上前跟他握手，而是快步走到了车的右侧，帮张哲打开了车门。等张哲下车后，白鹿开口介绍道：李总，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先生，也是我们招行超高端私人银行的客户。我之前跟贵公司联系时表达的收购意向，就是得到了张先生的授意。招行超高端私行客户。李一凡有着震惊地看向张哲，虽然他早就知道白鹿的身份，也知道他是为私行客户服务的，但之前他并不了解具体想要收购公司的是什么人。作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富二代，他很清楚招行超高端私行客户的含金量，那代表着在招行的账户内长期躺着过亿的资金。虽然没听说过圈子里有这么1号人，但这么年轻就持有过亿的资金，对方的来头绝对不会小。你好，张总，真没想到您竟然这么年轻帅气，真的是年少有为。李一凡脸上的笑容顿时更热情了，连忙上前，双手握住张哲的手说道：我是蜜桃传媒的总经理李一凡，也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张哲跟他握了握手，笑着回道：你好，李总。张总，我跟您介绍一下。李一凡伸手示意身后的2人，介绍道：我身后这2位是公司的副总经理郑忠和艺人部经理李红。张总好。2人连忙问候道：第73章，张哥真有品位。张哲朝2人点点头，随后对李一凡说道：李总，咱们就别站在门口客套了。对对对。李一凡连连点头，抬手看了下时间后，朝张哲问道：张总，这都快中午了，我在附近的酒店订了包间，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吃饭不着急，先办正事吧。张哲10点多才吃完早饭，到现在刚1个小时左右，也懒得过多客套，直接回道：我这个人做事比较干脆，麻烦李总先带我们参观一下贵公司，可以的话咱们再换个地方具体谈一下收购事宜。李一凡自然没意见，立刻应道：好，那就听张总的。在3人的陪同下，张哲和白鹿具体的参观了一遍蜜桃传媒。虽然之前白鹿发来的文件里就有详细的图文描述，但这些都是对方发来的，肯定会往好了说，只有亲自了解才能确定公司的情况到底如何。张总，我给您介绍一下，1楼后面是行政办公区域，市场部、财务部、人事部、客户服务部都在这。李一凡边走边介绍道：艺人部和内容创作部门在2楼，这边是文案组，这边是剪辑组，这边是数据分析部。目前我们公司共有内容编辑36人，剪辑师28人，数据分析师8人，总计超过70人的创作团队。3楼是直播区和培训区，我们请了几位专业的声乐老师和舞蹈老师，给公司的主播做技能培训。直播区共有12个带货直播房间和60间紧凑型单人直播屋，虽然空间分布有些密集，但装修时特地找了专业的设计公司，使用了大量的隔音材料，隔音效果非常好。在蜜桃传媒参观了半个小时后，一行人来到了1楼的会议室内。李一凡亲自泡了壶茶，分别给张哲和白鹿倒上一杯后才说道：张总，不是我吹，
我们蜜桃传媒的规模在整个魔都都是数得着的，有一整体打包出售的 MCN 机构中，更是没有一家能和我们相比。对于这一点，张哲还是比较认同的。张哲之前对于 MCN 机构的了解，只局限于网络上的新闻，并不清楚具体如何运营。刚才参观了蜜桃传媒后，才明白一家正规的网红公司是如何运转的。不光有大量的主播，背后还有这么多的员工。白鹿搜集到的6家有意整体出售的网红公司中，蜜桃传媒确实是规模最大的。另外几家公司都是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租了一块办公区域，最多的才几百平的面积。而蜜桃传媒直接租了一栋3层小楼，面积高达2700多平，各方面的配置也比较完善。现在我们公司的运营情况其实也很不错，公司一节柳运的直播间每个月的带货金额都有4、5千万。李一凡继续介绍道，3楼的全职主播们基本都度过了培养期，大概有6成已经做到了正收益，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营收都超过了500万。李一凡并没有滔滔不绝的讲述，大概介绍完情况后便停下来等待着张哲的回应。桌上准备着2份资料，详细的描述了蜜桃传媒的人员架构和财产情况。张哲翻看资料时，手腕上的僵尸丹盾显露出来，李一凡瞄了几眼后忍不住说道，张哥，你手上这枚是僵尸丹盾传承系列的8200吧？张哲抬头看了他一眼，随口回道，好像是吧，昨天刚买的，具体型号我也忘了。李一凡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块表好像要600多万。虽然离得远看得不是很清楚，但以张哲的身家肯定不可能带假表的。可听张哲的语气，好像只是随手购买的小玩意一样，连型号都不在乎。这一刻，李一凡再次感受到了张哲的恐怖财力，恭维道，张哥果然有品位，现在很多人都追捧百达翡丽，愿意花这么多钱买僵尸丹盾的可不多。李一凡说着，抬起自己的手腕，将自己的表展示出来，咱们还真挺有缘的，我手上这块也是僵尸丹盾的镂空系列，不过我的是入门款，买的时候才50多，张哥你这块表都能买我10几个了。正在仔细观看资料的白鹿忍不住抬起头，目光锁定在张哲的手腕上。昨天张先生的账户有一笔600多万的支出，难道就是这块表？600多万，不管是买房子还是买跑车，白鹿都不觉得意外。但这么多钱只是买一块手表，实在是有些太奢侈了。不过想到前天晚上张先生花了1500万包下了整个迪士尼后，似乎几百万的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时白鹿忽然想起刚才在宝格丽总统套房里看到的那2个女孩，张先生包场迪士尼应该就是为了她们吧。虽然有些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跟别人共享爱人，还能相处得这么和谐，但作为一名单身的女人，白鹿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羡慕他们。她这25年的人生中，好像一直在学习勤工俭学考试。开始工作后，虽然收入高了很多，经济压力得到了缓解，但每天忙得一点娱乐时间都没有。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去过迪士尼，而他们却能享受到包场的快乐，在里面尽情游玩。莫名的，白鹿忽然有些理解他们了。还好吧，喜欢就买了。对于李一凡的恭维，张哲随口回了一句，然后问道，李总，冒昧问一下，既然运营情况这么好，你为什么想要将公司出售？而且你似乎只是第2大股东吧，另一位股东怎么没来？我可不想看到后面出现股权纠纷的情况。张哥，我知道你今天亲自过来肯定是带着诚意的，所以我也就不瞒你了。李一凡苦笑一声，解释道，你可能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但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其实公司的大股东是秦汾秦哥，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他本人也是同意的，并且全权委托我处理这件事，肯定不会发生股权纠纷的。秦汾这个名字张哲自然听说过。前几年一张拉法出了事故，车主淡定地坐在车里玩手机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作为当事人的秦汾瞬间火爆网络，短时间内微博粉丝便突破了1000万。据说他除了拉法之外，名下还有10几辆豪车，总价值上亿。有人说他家里背景深厚，掌握着稀土资源，也有人说是靠博彩起家。无论真相如何，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身价不菲。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秦汾不一定有钱，但秦汾真的很有钱，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为沪上皇，将他和王世充放在一起比较。张哲倒是不在乎对方到底什么身份背景，有着系统在身，张哲注定会走上最巅峰，哪怕是最顶级的2代，在自己这里也称不上哥。哦，秦汾啊。张哲语气平淡道，继续，然后呢？第74章，可爱的小秘书。听到张哲的语气，李一凡瞬间明白自己刚才下意识的称呼有些冒失了。他可以单独称呼秦哥，但跟张哲介绍时这么说确实有些不太合适。就像是跟老板汇报工作时，你可以说这是我和谁谁谁一起做的，但不能说这是我和张哥刘哥一起做的。是这样的，秦董的产业比较多，这1年多以来一直是我自己处理公司事务。见张哲似乎对秦汾不熟悉，
或者是根本不在意，李一凡连忙换了个称呼。说实话，我也是被秦董拉着进入这个行业的，完全是半路出家，这段时间也是心力交瘁。另外我其他的生意最近也需要用钱，便打算把公司转让出去。张哲挑了挑眉，忽然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笑道：我记得蜜桃传媒对面好像就是香蕉传媒吧？这是打擂台没打过？大股东出钱不管事，二股东又是被拉壮丁过来的，正巧对面是王校长的香蕉传媒，很难让张哲不把这些联想到一起。李一凡本来没想说，但见张哲自己发现了，便苦笑着回道：哎，确实是因为斗气，当初成立蜜桃传媒就是想跟对方竞争一下，结果嘛，张哥你也看到了，我们两个外行人根本玩不转，只好想办法转手了。张哲忍不住在心中啧了一声，看来两人之间似乎有些矛盾啊。不过对于这些二代们的争斗，张哲并没什么兴趣，直接问道：行吧，你们打算报价多少？4000万。李一凡连忙回道：张哥，这个价格你绝对不会亏的，公司的财务报表你刚才也看到了，如果不是分身乏术，我是真的不舍得卖掉这家公司。听到这个价格，张哲还没回复，白鹿便率先开口道：李总，根据我们对蜜桃传媒的资产和财务状况的分析，给出的评估价格是2000万，您报价4000万也太离谱了吧。见白鹿主动帮忙压价，张哲也没说什么，毕竟购买公司属于投资，和以前的消费性质不同，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返利。而且他已经开口了，张哲索性把主动权交给他，顺便看看白鹿的能力到底如何。李一凡看了张哲一眼，见他没有回应，便对白鹿回道：白经理，蜜桃传媒的投资就超过了3000万。不好意思李总，我打断一下，您投资多少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们只根据现有价值进行分析。李一凡话还没说完，白鹿便开口打断道：总不能企业经营的不好，收购方就得帮着承担创业者的亏损吧？走到哪都没有这样的道理。李一凡神情一滞，回道：就算不提投资多少，现在蜜桃传媒的月营收就在500万以上，你确定评估价格只有2000万？财务报表我刚才看了，贵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营收确实有500万，但总体依旧处于亏损状态。白鹿微笑着回应道：截止到目前为止，蜜桃传媒的行政和创作部门共有126人，在公司的全职艺人189人，以及居家直播的签约主播282人，每个月光是在薪资方面就要支出270万元左右，还要缴纳近100万的税务。除此之外，这栋办公楼和后面的员工宿舍每个月的房租就要80万，另外还有宣传费用、运营费用、车辆损耗。张哲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白鹿似乎对所有数据都已经烂熟于心，侃侃而谈的样子确实很有职场女性的魅力。而李一凡明显没有什么商务谈判经验，听着白鹿一笔笔计算着公司的支出，气势瞬间被压制住。正如白鹿所说，蜜桃传媒的营收虽然还可以，但开支也非常大。他和秦汾当初一共确实投资了3000万的资金，但这一年多租房、装修、购买设备、打广告等等，已经花费的差不多了。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堪堪够维持公司运转的，甚至拿不出太多钱去运营。月初的时候，公司旗下一名网红出了个小爆款视频，但因为资金紧缺，并没有第一时间花钱进行推广。在其他公司开始跟风后，热度迅速被瓜分走，甚至因此诞生了2位100万粉丝的网红。而蜜桃传媒的那名创作者只涨了不到20万的粉丝。李一凡擦了一下额头上根本不存在的冷汗，脸色沉重道：白经理，你说的这些情况确实存在，但2000万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我跟秦董那边交代不过去。那不如李总跟秦董商量一下，给出一个有诚意的价格，我也需要征求一下张先生的意见。白鹿微笑着回道。李一凡犹豫片刻，对张哲说道：不好意思张哥，我先失陪一下。张哲点点头，做了个随意的手势。等李一凡等人离开会议室后，转头朝白鹿说道：可以吗小秘书，表现得不错，我是您的私人理财秘书，肯定要为您处理好这些琐事。白鹿笑了笑，问道：张先生，您真的打算收购这家公司吗？感觉还不错，就这家吧，懒得继续看了。张哲决定道。白鹿颔首应道：好，那我尽量帮您压价格，争取2200万以内拿下。2200万？张哲念叨了一句，问道：我记得你发给我的文件里，对这家公司的评估价格似乎是2800万吧？而且他们的情况和文件里没什么出入，怎么忽然降了这么多？白鹿犹豫了一下，回道：张先生，我说实话，您可别生气。张哲不禁好奇起来，笑道：你帮我压价格，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你想说什么就说。白鹿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开口解释道：张先生，您这几天花的钱太多了，前天包场迪士尼花了1500万，昨天又支出了800多万，现在您的账户内还有1亿2230万的资金，但根据您之前签订的超高端私行用户协议，
您的账户内至少要持有1亿以上的资金，并且维持3个月以上的时间。我知道以我的身份说这些话有些逾越了，但这是我们银行的规定，我也没有办法，希望您能理解。看着白鹿小心翼翼的样子，张哲忍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就因为这个，你直接给人压价到2000万？第75章李朵的电话。张哲实在是没想到，白鹿忽然压价，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刚才还想着是不是蜜桃传媒有什么问题，自己不懂，但白鹿却察觉到了。或者是为了方便后面谈价格，故意开了个比较低的报价。感情是因为自己卡里的钱不够了。私人银行的福利待遇很好，比如前2天刚开户的时候，白鹿就送来了价值50万左右的精制品作为开卡礼。除此之外，白鹿还给张哲争取到了 5.2% 的基础年利率，看着似乎不是很高，可能几百万的大额存单就能拿到这样的利息。但大额存单是定期存款，不能随意动用，而私人银行给的是活期存款的基础年利率，并且利息是日结。刚开卡那天，单日的利息就有2万块。这2天虽然花了一些钱，但每天的利息也有个1.7万左右。不过银行给了那么好的条件，也是为了拉拢客户，想利用这笔资金赚到更多的钱。正常情况下，需要账户内的资金达到标准，并维持一段时间后才符合加入私人银行的标准。而张哲属于被直接邀请加入的，所以当时签订的用户协议就要求了至少3个月以内，账户内的资金不能低于1个亿。过了3个月后，则就没有了任何限制。但如果账户内的资金长期不足1亿的话，张哲的客户等级也会随之降低。张哲确实没计算过自己最近到底花了多少钱，反正根本就花不完，但白鹿却一直惦记着这事。他虽然是张哲的私人理财秘书，可钱毕竟是张哲的，他也只能稍微提醒一下，尽可能的帮张哲省一些钱。张先生，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见他完全不在意一样，白鹿有些着急的解释道：您毕竟是签了合同的，如果账户内资金真的低于1个亿的话，我们领导肯定会要求跟您协商，甚至可能因此降低客户等级，影响您在我行的客户评价。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张哲摆摆手笑道：我还以为什么事呢，既然这样，我再转点钱进去不就行了吗？白鹿愣了一下，他之前还以为张哲的现金流一共就这么多，毕竟张哲刚20岁出头，能有1亿多的现金就已经非常恐怖了。他第一次联系张哲时，根本没想到能拉到那么多存款，可现在听张哲的意思，他除了这1个多亿以外，还有着其他可支配的现金流。想到自己刚才还提醒张哲最近花的钱太多了，白鹿顿时感觉无比尴尬，脸色有些涨红。深呼吸了几口后，白鹿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站起身朝张哲鞠躬致歉道：张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我不知道您都计划好了，刚才是我多嘴了。没事，你也是为我考虑，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告诉我就行。张哲示意他坐下，吩咐道：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现在就让人转账，一会你放心的跟对方谈，尽快把事情敲定下来。好的，张先生，我明白了。白鹿点点头，朝会议室门口看了一眼后，才小声说道：根据我刚才的观察，李总有很强烈的出售意向，哪怕是听到我开价2000万，也没有直接拒绝。您放心，我一定会尽量压一压价格，让您用最少的资金拿下这家公司。看他满脸认真的样子，张哲忍不住再次笑了起来。对于蜜桃传媒的情况，张哲可以说非常的满意，别说是2800万的评估价格，3000万也完全能接受。结果刚才白鹿觉得自己的钱不够了，又不好直接出言提醒，直接朝对方的大动脉砍了一刀。更离谱的是，李一凡还真被唬住了。通过刚才的谈判，张哲也大概了解了小秘书的专业水平，对他的能力很认可，直接回道：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用最快的速度拿下，我不想耽搁太多时间。好的，张先生，我明白了。白鹿不清楚张哲在笑什么，但肯定和自己有关系，回应之后便端坐在凳子上，继续认真查看手中的财务报表。可他脸上微微泛起的红晕，却说明了此刻他心中并不平静。张哲盯着他看了一会，直到看得白鹿有些坐立不安，才笑着收回了目光，意识沉浸到系统面板中，选择将返利金额全部提现。一条系统消息立刻弹出：提现成功，本次提现金额15亿6317万，因数额过高，本次提现预计4小时之内到账。张哲还是第一次，单笔提现过亿的资金，钱多了不能立刻到账也很正常。而且随着系统消息弹出，张哲的脑海中也多了一段记忆。记忆中这笔资金乃是通过国际期货市场赚取，并且每一步操作都仿佛印在了张哲的脑海中一样。果然，童子哥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大概10几分钟后，李一凡回到了会议室内，一进门便说道：实在不好意思，让2位久等了。李总，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白鹿直截了当地问道：不知道您跟秦董商量的如何了？白经理，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们的心理价位是3200万。李一凡回道：这个价格真的已经不高了，现在就算是现投资这么多钱，
也不一定能做到蜜桃传媒这样的成绩，更不用说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也有可能发展的比蜜桃传媒更好。白鹿毫不客气地回道：贵公司的规模确实很不错，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蜜桃传媒旗下的主播并没有核心竞争力，哪怕是你们的一姐柳韵，也是从其他公司挖过来的。现在网红经济那么火爆，只需要花一些钱，很容易就能拉拢到大量的主播。听着两人讨价还价，都不愿意让步。张哲刚开始还感觉挺有意思的，但看了一会后，感觉有点无聊，便拿出手机看起了小说。以前张哲是个重度小说迷，但自从激活系统后，每天都要操劳到很晚，已经好几天没有打开小说软件了。点开之前追更的小说，把这几天更新的章节看完后，张哲随手打赏了一些礼物。正准备换一本的时候，忽然收到了李朵的微信语音请求。这妹子给自己打电话干嘛？第76章，满足张先生的任何需求。前几天吃饭时，李朵就加了张哲的微信。这妹子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毕竟是夏婉欣的室友，两人加了联系方式后，也并没有聊过天。现在看到对方忽然打来语音，张哲也是有些好奇。喂，张大校草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你回学校了。李朵的声音从电话里响起。别闹，我什么时候有这个头衔了？张哲笑着回道。这可不是我刻意恭维你，现在学校贴吧和论坛上，很多人都是这么称呼你的。李朵说道。而且很多女生都在求你的联系方式呢，开出的条件一个比一个好，我都差点没忍住，想把你的微信给卖了。张哲总感觉李朵的语气有些怪怪的，好像有种酸溜溜的味道。但张哲只跟他吃过一次饭，对他也并不了解，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情况，便直接问道：都是开玩笑的，先不说这个了，你打电话找我有事？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请你吃顿饭。李朵直接回道：今天周末嘛，我们也都没课，晚上我请你和婉欣去吃烧烤怎么样？还有我们寝室的王颖，你也可以喊上你那2个室友。好端端的忽然请自己吃饭，不知道是李朵自己的意思还是夏婉欣的意思。上次吃饭时刚跟夏婉欣办确定了关系，自己这几天就一直没回去，只是晚上偶尔在微信上聊几句。现在 MCN 公司快到手了，也确实该去见见小婉欣了。张哲想了想回道：行，具体几点？7点吧，学校西门的东北烧烤。好，我准时到。那说定了哦，小女子就不多打扰张公子了。自从张哲开始接听电话后，白鹿和李一凡便都停止了谈判，安静地坐在一边。见张哲挂断电话，白鹿连忙问道：张先生，你有事情要忙？没事。张哲摆摆手问道：谈得怎么样了？张哥，白经理给的2300万报价太低了，我实在是没办法跟秦董那边交代。听到张哲终于过问了，李一凡连忙凑了上来，苦笑着说道：我们的底线是2600万，如果张哥您接受不了的话，今天咱们就先这样。不过买卖不成仁义在，现在都1点多了，我让人在酒店订了商务餐，今天全当跟张哥交个朋友。看得出来，李一凡确实不太会谈判，在白鹿手里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才多大会的功夫，心理价位便从4000万降到了2600万，比白鹿给出的评估价格还要低了200万。这也说明了他们确实有些撑不下去了。张哲对蜜桃传媒的情况很满意，300-200万的现在也不在乎。李一凡的态度自始至终也都很好。晚上还有事情，张哲懒得继续在这耽误时间，便直接决定道：行，那就2600万吧，尽快让人做好交接。白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出声。张哥做事果然大气，今天能跟您认识真是太荣幸了，一会我得好好敬您几杯才行。李一凡脸上瞬间挂起笑容，上前双手握住张哲的手说道：张哥，您看现在也到饭点了，要不咱们先去吃饭？张哲看向白鹿说道：走吧，一起吃饭去。张先生，要不我留下处理交接的事情吧？白鹿小声征求着张哲的意见。收购一家公司不是签了合同付了钱就行的，中间的程序很复杂。现在虽然定好了价格，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白鹿负责，比如查账目、资产清点等等。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我有一个私人财务管理团队吧？张哲看了他一眼，说道：其他人都是吃干饭的，让他们过来交接，你陪我去吃饭。张哲的语气很平淡，但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意味。白鹿心中一紧，刚才他只是想着早点把事情都处理好，毕竟张哲说过想要尽快拿下公司，但好像忘了事情的主次，让张先生有些不高兴了。好的，张先生，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让他们过来。见他端正了态度，张哲点点头回道：走吧。白鹿的能力确实不错，但毕竟刚做自己的秘书不久，还是有些欠调教。在李一凡的带领下，两人来到附近一家星级酒店内。张哲理所当然的被安排在主位，白鹿则是坐在了张哲的左手边，右边是蜜桃传媒的一姐柳韵，同时作陪的还有几位蜜桃传媒的高层。今天这顿饭也算是跟新老板的见面会。张哥，这家酒店的佛跳墙很不错，
都是提前1天就开始烹制，每天都限量供应。等几人相继跟张哲自我介绍完后，李一凡开口说道：“我跟老板的关系不错，上午知道您过来，我特意跟他联系，让他留了几份。”张哲还真没吃过佛跳墙，笑道：“是吗？那一回确实得尝尝。”这时，白鹿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起一看是行长打来的电话。白鹿连忙对张哲说道：“张先生，我出去接个电话。”“去吧。”得到了张哲的应允后，白鹿拿着手机快步走出包间，来到走廊边接通了电话。“喂，行长。”“白鹿，你在哪呢？”电话里传来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我让人找你，说是你一上午都没在单位，你现在立刻赶回来。”“行长，我在外面跑业务呢。”白鹿忍不住皱起眉头，解释道：“我的客户打算收购一家公司，我正在这边陪他考察。你手里的业务先。”行长刚说到一半，忽然停了下来，问道：“我记得你好像只有一个客户吧？你是在陪张哲张先生一起吗？”“对，张先生是我们行的超高端客户，我上午陪他一起去意向公司考察了一番。”白鹿解释道：“之前一直在跟对方谈判，这回刚到酒店准备吃饭，还没开始上菜呢。我现在回去有些不合适吧？”“别，你别回来了。”行长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几度，叮嘱道：“我跟你说，张哲先生的账户内刚刚转入了15.6亿多的资金，我喊你回来就是因为这事。白鹿，你入职也差不多1个月了吧？应该很清楚这样的资金量代表着什么。既然你在陪张先生办业务，那就继续留在那，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办漂亮。我稍后会提升你的权限，有需要的情况下，你可以调动魔都分行所有资源。另外，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再处理任何行内事务，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和张先生的关系，满足他的任何需求。”第77章，张哥到底什么来头？白鹿只感觉整个脑袋都嗡嗡的，行长后面说的话根本就没听进去。15.6亿，张先生的账户内转入了15.6亿的资金，这个数字不断的在他的脑海中重复着。喂，白鹿，你还在听吗？行长的声音把白鹿的混乱的思绪拉了回来，连忙应道：“不好意思，行长，刚才信号有些不好，能麻烦您再重复一遍吗？”对方自然知道根本不是什么信号不好，而是白鹿被这个消息给震撼到了。“白鹿，你入职到现在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有些话以前我不方便说。”行长也没有点出来，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后叮嘱道：“相信这段时间你对于银行内部的规则也有所感悟，你的能力是很不错，也非常的努力，但有时候制约你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其他方面的问题。”白鹿下意识的点点头，之前他为了完成客户指标，每天忙得焦头烂额，但却没有任何收获。如果不是遇到了张哲，他这个月基本没有完成任务的希望。而另一位同期入职的女孩，在家里的支持下，早早便完成了今年的任务指标。每天打了卡之后就出去逛街潇洒，领导也从来不过问。白鹿自认为能力、学历都远远超过对方，但两人在单位里的处境却恰恰相反。这就是银行，只要你能完成上面安排的任务，其他一切都可以容忍。但不得不说，你的运气真的很好，第一位客户就遇到了张先生这么有能量的人。行长亦有所指道：“存款过10亿的客户，每一位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贵客，维护好跟张先生的关系，不仅仅是行里安排给你的任务，同时也是你自己的机会。言尽于此，希望你自己好好考虑，只要你能让张先生把这笔资金留下，行里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几分钟后，白鹿重新回到包间内，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回刚刚开始上菜，众人还没开席，白鹿犹豫了一下，凑到张哲旁边小声说道：“张先生，刚才是我们行长打来的电话，说您转入的款项已经到账了。”“好，我知道了。”张哲点头回道，刚才手机上便收到了信息，自己一次性转入了15亿，这么大一笔现金流，白鹿的领导打电话叮嘱一下很正常。我们行长说冒昧联系的话怕打扰到您，所以让我帮忙转达一下，看您最近有没有时间，他想请您吃顿饭。招行魔都司行的行长，这位置的能量可不小，是个不错的人脉关系。张哲确实没什么人脉，但只要你有足够多的钱，有的是人脉主动上来结交，比如这位行长和桌上的李一凡。但跟中年男人一起吃饭，张哲也实在是不感兴趣，便回道：“最近有点忙，心意我领了，吃饭的话就算了吧。”“好的，张先生，我明白了。”李一凡坐在张哲的右侧，中间隔着公司的一节柳韵。饭局还没开始，包间内也很安静。李一凡一直在注意张哲这边的情况，隐约听清了两人的对话。白鹿说的行长应该是招行魔都司行的行长吧？这样尊贵的人物，连他父亲想请对方吃饭都不一定能邀请到。可现在对方主动邀请，张哲竟然还不乐意去。这位张哥到底是什么来头？不仅是招行超高端私行用户，几百万的表也毫不在意，似乎是随手购买的一样。现在就连招行魔都私行的行长都主动结交。再想到之前自己提到秦坟时，张哲完全不在乎的样子，
李一凡不禁想到了一个可能，不会是那些大家族出来的子弟吧？红色背景，虽然无法确定，但只是张哲表现出来的这些，就绝对是值得巴结好的顶级人脉。张哥，今天咱们达成合作，不光了却了我的心事，更重要的是认识了您这样的青年才俊。见菜上的差不多了，李一凡起身说道：“今天绝对值得庆祝一下，您看咱们小酌几杯如何？不知道张哥您平时喜欢喝什么酒？下午还有事，酒就不喝了。”张哲伸手下压，示意李一凡坐下，笑道：“咱们现在也算是认识了，想喝酒的话，以后有的是机会。”李一凡年纪也没多大，27、8岁的样子，应该是魔都本地的富二代，拿着家里的钱出来创业的。看得出来他家境确实不错，不光带着几十万的表，座驾也是辆保时捷911 GT3。除了蜜桃传媒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产业。当然跟张哲相比，他的这点实力确实不算什么，但他的姿态放得很低，张哲也不介意接触一下。正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像他这种本土富二代，人脉关系错综复杂，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到对方。好，既然张哥下午有事，那今天就不喝了。得到张哲的回应，李一凡顿时笑着回道：“那我以茶代酒，敬张哥一杯。”张哲端起茶杯跟他碰了一下，随后说道：“李总，咱们都是年轻人，就别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哈哈哈，那我就不多客套了。李一凡笑道：“张哥，咱俩年纪差不多，你叫我一凡，凡子都行，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行，那我叫你一凡吧。张哲回应一句，率先开始动筷，不然这顿饭还开始不了。李一凡这个人性格非常的圆滑，时不时的抛出一个话题，大家都能适当的参与进来，包间内的气氛也很不错。不多时，几位蜜桃传媒的高层也都跟张哲稍微熟悉了一些。坐在张哲右边的柳韵忽然用公筷夹了一根海参，放到了张哲的餐盘里。张总，您尝尝这道3鲜焖海参，味道很不错的。之前参观的时候，李一凡就特地介绍过这位蜜桃传媒的一姐。柳韵今年26岁，丈夫就是魔都人，家境似乎还挺不错的。去年怀孕的时候，没事就学习育儿知识，并在网上分享，因为高颜值意外火了起来。现在主要带货婴幼儿产品，直播间每天的销售额都在100万左右。不得不说，柳韵年纪虽然不大，但却有种独属于少妇的成熟韵味。因为2、3个月前刚生育完，柳韵的身上散发着浓浓的温柔气质，加上她本身就不错的颜值，让人很容易就能升起好感。第78章，主动的小少妇。张哲转头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回道：“好，谢谢，您客气了，以后还得劳烦您多多照顾呢。”柳韵笑着回道，左眼还朝张哲眨了一下，流露出的风情着实有些勾人。张哲笑了笑没有回应，和小女生相比，柳韵这样的小少妇确实有着不同的魅力。但张哲对于结过婚的女人确实没什么兴趣，花心可以破坏别人家庭就有些不道德了。而且柳韵这么做很可能只是觉得换了老板，怕自己一姐的地位不稳，想要讨好自己罢了，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对于她的示好，张哲也没有放在心上。但坐在柳韵右边的李一凡看到这一幕后，心中不禁有些惊讶。柳韵是半年前被挖过来的，当时她的粉丝还不到100万，能有现在的成绩，公司没少给她资源。原因嘛，就是因为她的颜值和气质确实都非常出众，秦董对她很有兴趣。自从柳韵来了之后，秦董好几次想请她吃饭，但一直被以怀孕为理由给推脱了。柳韵跟她老公的感情似乎很好，婆家的条件也不错，一直跟秦董保持着距离。后来见实在是勾搭不上秦董，也就放弃了。没想到现在倒是对张哥很主动，是怕自己一姐的位置不稳，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不过李一凡也没多想，反正价格都已经谈好了，公司马上就要易主，以后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了。张哲夹起海参尝了尝，味道确实很不错。除了海参原本的味道外，还融合了鸡肉的香和虾仁的甘甜，鲜美无比。看张哲似乎很喜欢，柳韵又帮忙加了2根海参和1个虾仁。张哲看了看他，回道：“你吃自己的就行，不用一直照顾我。”“没事，我平时饭量很小的，已经吃好了。”柳韵笑着回道。张哲有些搞不懂，这位小少妇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态度可不像单纯的示好。但不管他到底什么目的，该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张哲索性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服务。自从回到包间后，白露一直有些心不在焉。一位存款过10亿的客户，对于银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只要能维系好跟张哲的关系，哪怕只有这一个客户，白露未来升职加薪都很轻松。可如果张哲选择其他银行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白露无疑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刚才在电话里，行长虽然没有明说，但白露还是理解了他的意思，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张哲留下来。想到以前听到的一些传言，白露忍不住开始心跳加速，内心也是五味杂陈，有说不出的紧张，还有些羞涩感，还有一种不知道是忐忑还是期待的莫名情绪。就在白露胡思乱想的时候，
忽然看到柳韵时不时的给张先生夹菜，一副秘书助理的样子。白露心中忽然一紧，不管以后结果如何，至少在张先生身边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履行好作为秘书的职责才行。张先生，您尝尝这个红烧鳝段，味道很不错的。白露连忙用公筷夹起一道菜，放到了张哲的餐盘里。刚才光顾着胡思乱想了，其实根本没注意到菜品的味道如何，但至少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就这样，张哲在小秘书和小少妇的招待下，美美的吃完了午饭。这家店的菜品味道确实不错，后面上的佛跳墙更是浓郁荤香，口感也软嫩柔润。味道虽然寡淡了一些，但却把食材原本的味道一层层体现出来，吃着也是荤而不腻。饭后，白露上来汇报道：张先生，财务管理团队的其他几位员工已经就位了，除此之外，我还安排了2位专业的会计过来。行，尽快把交接问题处理好。张哲点点头，回道：我有事先回去，这边就交给你负责了，处理好之后立刻联系我。好的，张先生，我明白了。白露立刻应道，又跟李一凡打了个招呼，对方连忙表示道：好的，张哥，你该忙忙，今天这顿算是商务宴请，等忙完这几天，我单独摆个场，请你喝酒。没问题，回见。张哲朝几人摆摆手，坐到了库里南的后座。收购公司的事，具体的操作交给小秘书就行，自己只需要定下基调，做出最终决定，不然事事都需要自己亲自过问，还要下面的人干什么？等张哲坐好后，司机轻轻关上车门，快步转了半圈，坐进驾驶位问道：张先生，咱们现在去哪？先回酒店吧。好的，张先生。今天毕竟是来收购公司的，张哲穿的稍微正式了些。昨晚又陪丽娜玩了2-3个小时，虽然睡的时间并不短，但这几天比较操劳，身体也是有些疲乏。现在时间还早，张哲打算先回酒店做个水疗休息一会，晚点换身休闲点的衣服再去聚餐。因为没喝酒，吃饭进行的也比较快，张哲回到宝格丽酒店时才3点半左右。在大门口下车，张哲正准备走进酒店时，忽然注意到旁边的一家店铺。宝格丽酒店楼下就是科尼赛格的展厅。张哲在这也住了好几天了，但基本都是晚上回来，要不就是带着妹子一起，之前还一直没进去看过。反正也没什么事，张哲忽然来了兴趣，转身朝科尼赛格展厅走去。进门之后，发现展厅内空荡荡的，左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倒是右侧停着2辆造型炫酷的跑车。门口不远处摆着一张古色古香的茶桌，2个女人正对坐着喝茶聊天。面向门口的女人看到张哲进来后起身问道：你好，请问你是找人还是？我来看车。张哲看着对方，有些好奇道：这不是科尼赛格展厅吗？说话的女人并没有像其他汽车销售一样穿着职业装，妆容虽然比较精致，但穿着很日常。尤其是听到对方询问自己是不是找人的时候，张哲甚至有些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第79章，激动到腿软的功臣。先生，实在抱歉。听到张哲的话，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我们店平时很少有人进来，我刚才一下没反应过来。和法拉利、兰博基尼等耳熟能详的品牌相比，科尼赛格的知名度无疑要低很多，属于比较小众的品牌。不仅仅是因为科尼赛格进入国内市场比较晚，也是因为其高昂的售价。法拉利、兰博基尼还有400-500万的入门级跑车，而科尼赛格的车起步就要2000万以上。张哲最近经常出入宝格丽酒店，但从没看到过有人进科尼赛格的展厅，对方之前的反应也算是可以理解。没事。张哲看向展厅右侧的2辆车，问道：这2辆是你们的展车吧？麻烦帮我介绍一下。好的，您今天来的真是太巧了，之前我们店一直都没有展车，今天这2辆车还是因为下个月的车展刚刚被运过来。女人含笑着询问道：我是本店的工作人员功臣，不知道先生贵姓？我姓张。张先生，请跟我来。指引着张哲来到车边后，功臣询问道：您之前对我们科尼赛格有了解吗？了解不多。张哲看着眼前2辆造型夸张的跑车，直接回道：直接给我介绍一下这辆车的情况吧。好的，您眼前的这2台车是科尼赛格 Reg Era，15年3月在日内瓦车展首次亮相，今年年初刚开始交付。功臣非常专业地介绍道：这款车全球限量80台，国内第一批交付的更是只有您面前这2台，驾驶位外侧的车门上有着专属序列号，这2辆分别是6和8号车。Reg Era 搭载了一枚 5.0 升的双涡轮增压 V8 引擎和3枚电动机，单独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就达到了1115匹马力，最大扭矩为1250牛米，而电动机则能额外提供700匹马力。在我们科尼赛格独立研发的 KDD 系统的支持下，这辆车的最大输出功率超过1541马力，扭矩超过2000牛米，这使得 Reg Era 的100公里加速只需要 2.8 秒，并且极速超过了400公里每小时，是现今全世界上最快的量产混合动力超级跑车。没毛病，限量80台也属于量产车，只要能批量生产的都属于量产车的范围，
限量只是为了凸显其稀有性罢了。张哲以前最喜欢的超跑是兰博基尼大牛，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大牛的知名度比较高。眼前的科尼赛格 Regera 线条并不像大牛那么硬朗，而是和法拉利的设计风格类似，采用了流线型的车身。前脸的进气格栅和 LED 大灯却又给人一种锋利感，如同一只沉睡中的猛兽，仿佛下一刻就能释放出其狂暴的性能。张哲的目光在两辆科尼赛格 Regera 之间来回打量，心中为之感到惊艳。相比较兰博基尼大牛，科尼赛格 Regera 的吸引力无疑要大得多。哪怕明知超跑开着不舒服，但张哲还是打算购买。作为一名神豪，超跑可以不开，但必须得有，毕竟这可是属于男人的大玩具。看着另一个女人还在那坐着喝茶玩手机，而功臣则是陪着自己介绍，张哲玩笑道：“你给我介绍那么多，就不怕我买不起耽误时间？”您说笑了。功臣微笑着回道：“我的职责就是向来店内的客人讲解科尼赛格品牌和车型信息，并不负责销售工作。”张哲有些惊讶，没想到他竟然不是销售，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难怪另一个女人一点过来招待的意思都没有，反正都是拿死工资，能摸鱼肯定懒得费功夫。另外，之前听功臣说，这2辆车是因为下个月的车展才刚刚被运过来的，估计这里之前连展车都没有。在外滩这边拿下1-2千平米的展厅，竟然只是为了介绍科尼赛格品牌，不得不说，真的是有些财大气粗。这2辆车什么价格？张哲直接问道。啊？功臣有些惊讶，迟疑片刻后回道：“不好意思，张先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2辆车都是为了下个月的车展才送过来的，送到车展不就是为了卖车吗？”张哲笑了笑，把银行卡递了过去：“你帮我联系下能做主的人，可以的话，今天我就提车。”功臣下意识地接过银行卡，看着通体黑色的卡片，整个人都愣住了。他为不少人讲解过，但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表达出购买的意向。毕竟科尼赛格在国内的车主加起来也就一手之数，真正有能力购买的根本不会过来特地了解，而是直接联系销售渠道。可手中招行私人银行的卡不是假的，这样身份的人应该不会跟自己开玩笑吧？自己虽然不是销售，但如果真的售出1辆车，那是不是也能拿到一笔不菲的提成？功臣很快反应过来，强忍着惊喜道：“张先生，您先跟我来休息区休息一会，我马上就跟老板联系。”好。来到休息区，功臣给张哲泡了一壶茶后，才快步走到一边去跟领导沟通。大概5分钟后，功臣便回来了，表情有些忐忑道：“张先生，我刚才跟我们老板沟通过了，现在可以出售的只有8号车，也就是黑色的那辆，6号车我们老板准备自己收藏。因为是第一批发售的，国内更是只有这2辆，所以稍微有些溢价，价格的话要2600万，您看可以接受吗？”2600万，这个价格张哲早有预料，毕竟物以稀为贵，科尼赛格的车就没有低于2000万的。不过张哲刚才还在想，这一黑一白2辆车到底该买哪一辆好？毕竟2辆车的颜值都很高，张哲也有些纠结，甚至考虑着要不要都拿下，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没想到白色那辆不出售，只剩下了辆黑色的8号车，这样也正好醒得自己纠结了。张哲直接回道：“价格可以接受，这辆车我要了，准备合同吧。”好的，张先生，请您稍等。功臣声音有些颤抖的回道，伸手扶着桌子，才努力让自己没有跌倒。这可是价值2600万的订单，刚才老板可是说了，如果真的能销售出去的话，自己能拿到2个点的提成。2600万的2%，自己的提成就有52万。因为之前展厅没有销售的先例，功臣用打印机临时打印了一份购车合同，送到了张哲的面前。随后站在张哲对面，紧紧地并拢着双腿，一双桃花眼痴痴地看向张哲。见他在合同上潇洒地签下名字后，功臣只感觉腿一软，忍不住跌坐在凳子上。订单这就成了。第80章，不知道他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功臣浑身瘫软地坐在凳子上，感觉自己此刻好像在做梦一样，大脑甚至灵魂都好像在往天上飘。想要掐一下自己的腿，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可抬了抬胳膊，却怎么都使不上力气。刚才张哲进来时，他只是出于基本的职业素养，准备介绍并推广一下科尼赛格品牌。毕竟这就是他的工作，每天上班那么清闲，打卡之后就坐那喝茶玩手机，平时几天都不见进来一个人，现在来客人了，肯定要招待一下。更何况这位顾客长得还那么帅，近距离欣赏帅哥，不比在手机上看着更养眼。原本以为只是再正常不过的接待工作，在介绍车的时候，功臣甚至还想过，这位帅哥会不会要自己的微信，然后就此开始一段美妙的邂逅。可直到看到那张银行卡后，事情完全朝着功臣想也不敢想的方向发展。这位张先生不但颜值身材乃至气质都完全长在了他的审美上，精准的命中了他的绩点，竟然还这么有钱。从进门开始，
到让自己打电话联系老板，总共都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做出了购买的决定。听到2600万的价格后，更是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么完美的男人，只应该出现在自己的梦里吧？如果这是一场梦，宫城只希望永远不要醒来。可以的话，最好可以直接省略生孩子的剧情，毕竟他下午刚刚刷到了视频，实在是有些恐惧。就是不知道他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张哲快速的在合同上签完字，随后对着合同拍了几张照片，给白鹿发了过去，并说道：“给这个账户打款2600万。”也就10秒钟左右，白鹿便给出了回复：“收到。”随后又过了几秒，白鹿又发来一条消息：“张先生，这辆车不需要挂靠在蜜桃传媒名下吗？买车可以抵税，之前买库里南的时候，张哲旗下并没有公司，所以便没有考虑这点。这并不属于偷税漏税，而是法律允许的，属于企业的福利政策，毕竟买车也为 GDP 做出了贡献。以这辆科尼赛格 Regera 的价格，通过车辆购置税抵减、车船税减免、企业所得税抵减等操作，估计能省下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税额。”张哲思索片刻，回复道：“不用。一方面，蜜桃传媒的交接手续还没完成，想要挂靠的话，至少要等到正式收购之后，怎么也得1-2天。但张哲现在就想立刻拿下这辆车，1秒钟都不想多等。另一方面，自己现在也不差钱，卡里的钱根本就花不完，完全没必要节省这点费用，就当是为国家做贡献了。”给白鹿发完消息后，张哲看向即将到手的跑车说道：“我已经安排秘书打款了，趁着这会有时间，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车内的配饰和各项功能吧。”可等了一会，没有听到任何回应。张哲转身看去，发现宫城正躺坐在椅子上，好像睡着了似的，有一半屁股都已经离开了凳面，整个人都快滑下去了。尤其是他的脸色，画着精致妆容的俏脸呈绯红色，眼神也有些迷离。他的这副样子让张哲瞬间想到了昨晚丽娜那几次来了之后的神情，不能说有些相似吧，只能说几乎一模一样。什么情况？这妹子叫什么来着？张哲想了一下，好像是叫宫城。宫城。张哲喊了一声，发现他没有反应，便凑近一些，再次喊道：“宫城。”听到自己的名字，宫城忽然坐直了身子，有些含糊不清的说道：“我愿意。”张哲的额头上忍不住浮现出几道黑线。“我只是让你给我介绍下车里的内饰，你愿意个什么呀？”看他还有些没回过来神的样子，张哲也是有些无奈，这妹子不会是顶级恋爱脑吧？也不知道他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竟然能有这副表情。就算卖了车有些激动，也不至于直接来了吧。张哲叹了口气，重新坐到了凳子上，拿起茶盅喝了一口。这时白鹿再次发来消息：“张先生，2600万已经转到了对方的账户内，可以让对方查收了。”好。张哲简单回了个消息。宫城迷迷糊糊回过神，便看到张哲正坐在对面，神情有些莫名的看向自己。我们刚才不是在……宫城下意识的站起身，眼睛看向四周，忽然发现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刚才竟然还是在人家当事人面前。宫城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俏脸红润如血。他知道自己有点花痴，没想到今天竟然直接走神了那么久，还是在张哲面前。看张先生的脸色，刚才自己肯定说了什么吧？藏在高跟鞋中的脚趾忍不住都蜷缩到了一起。宫城这会只想挖个坑钻进去，实在是太丢人了。张哲好笑的看着宫城，也没有继续逗他，毕竟人家只是一个小文员，忽然卖了一辆价值2000多万的车，激动一些很正常。钱已经打到你们公司的账户了，你让财务查收一下吧。张哲笑道。现在是不是该给我介绍一下车内的各项功能，顺便请一位老师了？超跑的操作方式和普通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另外狂暴无比的性能也让超跑有着一定的操纵难度。像张哲这种第一次接触超跑的，不是说买了之后就能立马开走，多少要学习培训一下。啊，好，我现在就帮你安排。听到张哲的提醒，宫城如梦初醒道，连忙跑过去开始联系。买小众品牌确实麻烦了点，之前展厅里连样车都没有，更不用说驾驶培训师了，还是临时从兰博基尼喊来了一个。等待对方的时候，宫城和张哲一起来到车边。刚坐到狭小的车内，宫城的脸色就忍不住开始泛红，强忍着羞意开始哨了一下车里的各项功能。不知道是不是车内空间比较封闭的缘故，隐约之间宫城似乎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忍不住看向了张哲的脖颈。这应该是男神身上的味道吧，要是能趴近点就好了。不知不觉10几分钟就过去，兰博基尼派来的驾驶培训师到了。那个张先生，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眼看着男神马上就要跟培训师一起开车出去试车，宫城忽然想起来两人还没加微信，小心道：“我没其他意思，就是觉得今天您在我这买车，让我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提成，想请您吃顿饭作为感谢。”张哲转头看了他一眼，
说实话，主动的妹子见多了，但像宫晨这么花痴的，张哲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这妹子除了花痴了点，各方面条件确实不错。想了想，回道：“行，我加你微信吧。”扫了他的二维码，添加了好友之后，张哲故意朝他眨了眨眼，道：“先走了，回见。”回见。宫晨只感觉心脏像是被电了一样，浑身都酥酥麻麻的，连挥手道别都忘了。直到看着张哲和驾驶培训师开着车逐渐远去，宫晨才渐渐平复了心情，快步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第81章超跑驾驶培训。从科尼塞格展厅出来之前，张哲便让白鹿帮忙购置了保险，这回完全可以直接上路行驶。教导张哲的驾驶培训师叫王浩，年龄大概30岁出头，穿着一身连体赛车服，还留着一头披肩长发，打扮得非常个性。据说他之前是一名职业赛车手，前几年结婚之后便开始转入幕后，接一些改装、培训之类的工作。在征求了张哲的意见后，王浩直接开着车开始前往兰博基尼的培训基地。路上也没有闲着，询问起张哲的具体情况。张先生，您之前接触过超跑吗？张哲抓着副驾驶的扶手，随口回道：“这是第一辆，之前只开过普通轿车和 SUV。”闻言，王浩不禁有些咂舌，第一次玩超跑就直接上科尼塞格？这辆 Reg Era 的起步价格就得2000万以上吧？刚刚发售，肯定还得溢价不少才能拿下，估计裸车的价格就不会低于2500万。作为兰博基尼的特聘培训师，王浩很清楚，别看网上超跑车主遍地都是，但其实去年整个17年的时间，兰博基尼的所有车型加在一起，在国内的销量一共只有200多辆。更重要的是，据统计，兰博基尼车主的平均年龄为36岁。虽然喜欢超跑的大多是年轻人，但就算是富豪家庭，也不会在孩子年轻的时候就给太多的资金。被家里惯坏、嚣张跋扈的富二代确实不少，但更多的富豪家庭还是很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一般都是接手家里的生意，性格成熟之后，手里开始掌握更多的资金，才会开始接触超跑。或者是创一代，辛苦工作多年后，终于财务自由了，准备享受一下生活，有些人便会选择购入超跑，来弥补自己年轻时的遗憾和梦想。像张先生这么年轻，第一辆超跑就是科尼塞格这个级别的。王浩别说是见了，听都没听说过。张先生，您的眼光真的很不错。和法拉利、兰博基尼的旗舰车型相比，这辆 Reg Era 的性能虽然更狂暴，但相对却更容易上手。王浩热情地介绍道：“您放心，我在这行做了也有几年了，只要您有一定的驾驶经验，我绝对能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并适应这辆车的性能。虽然今天只是出个外勤，但运气好遇到了这种最顶级的富少，能与之交好的话，绝对百利而无一害。既然买了超跑，以后肯定要接触赛车等方面的事情吧？到时候如果能联系自己的话，这位张少手里随便露出来一点，也够自己给孩子买很多奶粉和尿不湿了。”想到这，王浩的态度瞬间变得更加热情，一边小心地开着车，一边给张哲介绍着一些开车时的注意事项。好，那今天就辛苦王老师了。张哲笑着回应道：“您这么说可就折杀我了，我也是拿了工资的，这都是分内的事。”王浩玩笑道：“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您呢，对于科尼塞格我可是喜欢的紧，但国内车主一共没几位，今天我也是沾您的光，终于有机会体验一下这辆全球最快的量产超跑了。”大概半个小时后，两人来到了大概20多公里外的兰博基尼培训基地内。培训基地的面积并不是很大，跑道一圈大概只有1000多米，如果是赛车的话，这点距离还不够踩下油门的，但作为基础培训场地还是够用的。王浩直接下车，把张哲请到了主驾驶，自己坐到副驾驶，开始了正式的教学。最近这几天，张哲已经逐渐习惯了库里南的驾驶体验，但超跑毕竟是刚接触，两者之间的坐姿包括视野都完全不同。这辆科尼塞格 Reg Era 的加速度更是库里南完全比不了的。超跑圈有句话叫做宁减1公斤不加10马力，这辆科尼塞格 Reg Era 只有库里南1半左右的重量，但动力却超过了近1000匹马力，几乎接近后者的3倍。按照张哲之前的驾驶习惯，稍微踩一下油门，这辆性能怪兽就会猛地弹射出去，练习了好一会才逐渐适应。不过正如王浩所说，这辆科尼塞格 Reg Era 的整体驾驶难度和一般超跑相比还是要低一些的，因为这辆车所谓的 KDD 驱动系统就是取消了变速箱的设计，直接用一个液压多片离合器跟减速器相连，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功率传递器间的损耗。整个发动机只有一个前进档，根本没有自动挡、手动挡的区别，就连倒车都是用车内搭载的3枚电动机来驱动。好的是，挂上档尽管开就行，不需要其他繁杂的多余操作。不好的地方肯定也有，只要油门稍微踩深一点，这辆车就会化身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般，爆发出狂野的脾气和恐怖的性能。综合来说，如果是新手的话，只适合性格比较冷静、稳定的人驾驶。如果是一上路就手忙脚乱的驾驶员，一旦激动之下，很可能直接化身马路杀手。
好在张哲的实际驾龄虽然不长，但从来不觉得开车是什么紧张的事情，自考驾照的时候就一直很淡定。接下来1个多小时，张哲基本都在重复着起步、刹车、稍微加速的步骤，重复的次数多了，对这辆车的性能也逐渐掌握。看了下时间，已经下午6点了，晚上还跟李朵他们约了饭。另外，这回的天色逐渐变暗，也不太适合继续练习。张哲便说道：“王老师，一会我还有事，今天要不先这样吧，我现在的情况差不多能上路了吧？”这个是没问题的，张先生您的天赋很不错，有的人学习2、3天都达不到您这种程度，后面您只需要起步的时候小心些就行。王浩立刻表示道：“既然任务完成，那我就不多打扰了，要不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后期您如果有相关的驾驶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另外，如果您以后有兴趣，想去赛道上玩玩的话，也可以跟我联系。行，有类似需求的话，一定联系你。”张哲对王浩的教导水平还是很满意的，对方之前还帮忙办了临牌等手续。另外，张哲对赛道确实很有兴趣，毕竟超跑这东西，只有在专业的赛道上才能真正的发挥出其性能和极速的魅力，在城市里最多也就能耍耍帅罢了。添加了王浩的微信后，张哲问道：“你去哪？我顺道送送你吧，路上你还能再帮我指点指点。”闻言，王浩也没有拒绝，连忙回应道：“那就麻烦了，您把我放在外滩的兰博基尼中心就行。”张哲点点头，调转了一下车头，朝着基地外驶去。第82章科尼塞格 Reg Era 造成的轰动。训练基地这边比较偏僻，路上也没有什么车，张哲简单适应后便开始逐渐加速。因为没有变速器，这辆 Reg Era 的起步动力就非常足，哪怕车速还没彻底提上来，也爆发出了一阵令人热血沸腾的声浪。有些让张哲不适应的是，这辆车并没有驻车功能，堵车的话要么回到 P 档，要么就得一直踩着刹车才行。进入市区之后，道路逐渐变得拥堵起来，张哲也不禁坐直了身子，集中了注意力。不过好的是，前后方车辆都跟张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没有人因为起步慢而鸣笛催促。并不是所有车主都认识劳斯莱斯和库里南，但科尼塞格 Reg Era 夸张的外形，不用想就知道价值不菲。跟张哲距离较近的时候，自然会多加小心，毕竟谁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算是买了商业险，可万一是自己的责任，那点赔付都不一定够给人家修车的。一路开到外滩，张哲也逐渐适应了在路上驾驶超跑的感觉，把王浩放到了兰博基尼中心，随后在手机上设置了导航，选了一条不太拥堵的路线开往学校。一路上，黑色幽灵般的科尼塞格 Reg Era 吸引了无数路人的关注，回头率简直爆棚，这让张哲对驾驶舒适度的意见也不禁小了很多。超跑嘛，反正只是偶尔开一下，帅就足够了。开到一半，张哲再次接到了李朵的电话：“张公子到哪了？我们几个都就位了，现在可就差你自己了。临时有点事耽搁了些时间，这会正在路上呢，估计最多再过20分钟就能到。”张哲看了下时间，这会已经7点5分了，自己确实已经迟到了，便表示道：“李大小姐就别捧杀了，今天确实怪我，晚上这顿我请吧。”“没事，你来了就行。”李朵回道：“那我们先开始点菜了，今天客人比较多，现在点菜估计你来了都不一定能烤好。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随便吧，你们看着点，我不怎么挑食。”“懂了，那多给你点几个腰子补一补。”李朵说完便挂断了电话，留下一脸懵的张哲。咱俩这关系，说这个多少有点不合适吧。但这回正在开车，张哲也没心思多想，等到了之后自然就会知道李朵今天特地请客的目的是什么。10来分钟后，张哲开车来到了大学城内。晚上这会，大量学生走出校园，在周边开始约会觅食。科尼塞格的到来立刻吸引了无数大学生的目光。卧槽，这是什么车？这也太帅了吧！不认识，但这声浪也太好听了，光听这声音，这辆超跑就肯定不会便宜。羡慕死了，估计又是来学校泡妞的富二代。今天晚上不知道哪个校花又要被带走了。我他妈啥时候能买得起超跑啊？做梦都想体验一下校花的味道，太羡慕车主了。说的跟谁不想一样。要是我有这么一辆超跑，林女神还会看得上那个张哲？肯定会坐我的车。在大学城这边，超跑的回头率绝对没得说。不仅是很多原本就非常喜欢车男生，就连不少女生也是双眼放光的，看着这辆造型夸张的超跑，并跟旁边的人打听这款车的名字。因为路上的学生太多，张哲开的速度也非常慢，几乎跟走路的速度差不了多少。有一些人直接跟在了张哲的车后，拿出手机拍起了视频，准备发到朋友圈、抖音等地方。好不容易来到金融学院西门，看着附近的小型停车场门口好几厘米高的减速带，张哲无奈地按下悬挂调整按钮，把底盘升起了一些。以前看到超跑过减速带的视频时，张哲还调侃过这就是我不买超跑的理由，结果今天自己也真香了。把车停好后，张哲直接下车走出了停车场。
之前跟随在车后拍摄的人群中，有人看到车里下来的竟然是张哲，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呼：卧槽，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张哲吗？这辆车不会也是他的吧？还真是啊，这下有意思了。贴吧还有不少人说，张哲之前那辆库里南是租的，结果人家今天直接开了辆超跑回来。我刚才查了一下，这辆车好像是科尼塞格 Reg Era， 据说全球限量80台，国内现在只有2台，会在下个月的车展上亮相。没想到张哲这就开上了，全球限量80台，那这车得多少钱啊？不知道，毕竟是刚交付的车型，反正据说科尼塞格的车就没有低于2000万的，而且人家这还是国内第一批车，先不说价格如何，你想想的是什么身份的人才能拿到，起步就要2000万，那真得是顶级富少才能买得起了。这么贵的限量超跑，应该没人再说是租的了吧？因为之前的库里南事件和林薇薇主动过来搭讪，张哲在学校内可谓是大火了一波。但这几天张哲一直没回学校，有些人发现张哲的车再也没出现在学校里，一些心生嫉妒的人便开始在贴吧等地方匿名造谣，说张哲开的库里南是租的，开到学校装了一波后就还回去了。林薇薇也是傻的不行，这么容易就被人给骗了，最后肯定会人财两空之类的话。张哲最近每天都过得很潇洒，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关注这些地方，也没人跟张哲说过这事。就算是知道了，张哲也根本不会在乎，哪个有钱人没被人酸过？不提杰克马这种褒贬不一的富豪，就连很多兢兢业业的实业家也少不了被人在网上骂。嫉妒一旦产生，那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真跟这些人计较的话才叫跌份，无视他们就是最好的回复。看到周围有人在拍摄，张哲最近也习惯了，没有搭理这些人，快步朝着约好的东北烧烤走去。西门这家东北烧烤确实非常的正宗，不光味道好，分量也非常实在，一直很受周边几个学校的学生欢迎，几乎天天都是爆满的状态。天热的时候，门口更是得摆个20-30桌。张哲以前跟室友就经常过来撸串。来到门口后，张哲拿起手机看了下，熟门熟路的走进了挂着松花江牌子的包间。这会已经快7点半了，迟到了这么久，张哲一进门便致歉道：不好意思，临时有点事给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看到张哲进来，包间内的众人下意识的站了起来。张俊杰和滕青山招呼道：哲哥。夏婉欣的脸上也绽放出一抹笑容，问候道：学长，你来了。第83章，善解人意的婉欣。张哲环视一周，发现包间内只有5个人，自己的室友张俊杰和滕青山，然后就是夏婉欣、李朵和王颖。估计因为上次闹情绪的事情，这次直接没喊郭婷过来，正好省得见了心烦。都这么客气干嘛？我又不是什么外人。张哲拉着夏婉欣的手，直接坐到了他旁边的位置，看着桌上已经被摆上了10来瓶啤酒，地上还有2箱没开封的，便朝张俊杰和滕青山两人问道：什么情况？今天这是准备大醉一场？这可不是我俩点的，都是李朵的主意。滕青山回道：可以啊，李朵。张哲看向李朵，好奇道：你是不是知道我酒量不太好，这是准备把我灌醉啊？今天是我第一次请你们吃饭，那不得安排到位。李朵笑了笑，语气豪迈的回道：有备无患嘛，咱们6个人怎么也得喝个2箱吧，喝不完了再退就是。张公子，我们几个都等你半个小时了，你可别说今天不能喝啊。李朵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张哲也好久没跟滕青山他们俩一块喝酒撸串了，便应道：行吧，那今天就整点。那我可开酒了。李朵拿着开瓶器，给每个人开了1瓶啤酒递过去，说道：我平时也不怎么喝，婉欣和莹莹他们俩的酒量就更差了，所以今天我也不劝酒，大家玩得开心就行。对于这一点大家自然没有意见，朋友们一块喝酒图的就是个兴致，硬劝酒的话就没劲了。来来来，先一起喝一个，然后开始撸串。在李朵的招呼下，大家分别给自己倒了一杯，凑到一起相互碰杯。干杯！张哲学了一下午车，刚才又开了1个小时赶过来，来的路上就有些口渴，现在一杯有些微凉的啤酒下肚，感觉身上的疲意都消去了很多，感觉还是很爽的。夏婉欣倒是喝得很慢，她平时就不怎么喝酒，也有些不太适应啤酒苦涩的味道，不过这毕竟是第1杯酒，还是直接一口气喝了下去。张哲记得他很喜欢吃羊肉，便拿起一张热腾腾的烙馍，卷了2根羊肉串递给他。你少喝点，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夏婉欣接过烙馍，甜甜的回道：好，学长你也赶快吃点。这时张哲忽然注意到夏婉欣旁边的空座位上放着2个手提袋，其中一个还印着阿迪的标志，好奇道：你下午去逛街了？买的什么啊？夏婉欣刚咬了一口烙馍卷羊肉串，嘴里的东西还没咽下去，听到张哲的话后有些含糊不清的回道：不是下午买的，是我前2天陪朵朵一起去逛街的时候给你买的。张哲最近这几天先是陪林薇薇玩了1天，然后是私行的事情，又陪安安和丽娜去了趟迪士尼，今天又考察蜜桃传媒和买车。
晚上经常操劳完直接倒头就睡了，都没什么时间看手机，也没怎么跟夏婉欣聊过。现在听到是给自己买的，而且前2天就买了，张哲心中也有些惊讶。给我买的？那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我不是怕你忙吗？反正又不着急。夏婉欣小声回道。这丫头还是跟以前一样，总是先为别人考虑。以前自己上班的时候，她就怕打扰自己工作，想要约个饭都小心翼翼的。现在明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心意，但买了礼物之后，也没有特地让自己回来，或者说去找自己，而是一直等到今晚聚餐才把东西给带了过来。张哲心中有些触动，忍不住在她的 JK 裙摆上轻轻捏了2下，柔声问道：买的什么？一双休闲鞋，还有一件针织衫。夏婉欣解释道：我感觉应该挺适合你的，等晚上你拿回去试一下，要是不合适或者觉得不好看就拿给我，我再给你换一下。不用，只要是小婉欣送的我都喜欢。张哲笑着回道。嘿嘿，学长你赶快吃东西吧，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好。中午吃的商务餐，虽然菜品的味道不错，但分量都比较精致，张哲这会也有点饿了，自己吃就懒得卷了，直接拿起一根羊肉串，一口咬下一半。这家东北烧烤的味道确实没得说，羊肉被烤的外皮酥脆，但里面却很嫩，中间还夹杂着一点点羊油，配合上特制的香料，一口咬下去满口喷香，幸福感满满。烧烤这东西就得趁热吃，张哲一边大口撸串，偶尔咬一口烙馍，时不时的端起啤酒跟大家一起碰杯，不但解腻，还烘托了气氛。不知不觉中，桌上的啤酒便被喝完了，李朵直接又开了一箱摆到了桌上。他刚才也差不多喝了2瓶，这会脸色有些微红，给众人分好啤酒后，朝张哲问道：张公子，最近这几天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你人了。什么张公子？李大小姐，咱正常点行不？我怎么老感觉你在讽刺我？张哲玩笑道。哈哈，那我叫你哲哥总降了吧？李朵打了个哈哈，问道：哲哥最近忙什么呢？这2天周末也没见你约我们晚星出去玩玩。张哲这会也看出来了，看来今天李朵请客吃饭，应该是和夏婉欣有关系。前几天吃饭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准备收购一家网红公司吗？张哲随口解释道。这几天一直在忙这事，让人给我物色了几家公司，又过去参观了一下，今天刚把价格敲定，估计明后天就能签合同了。这么快？李朵有些好奇地问道。哲哥你效率够高的啊，你看中的是哪家公司？一家不太出名的公司，叫蜜桃传媒。张哲简单解释一句，然后对夏婉欣说道：等回头签约的时候，你和我一起过去，以后你就是公司里的一姐了。好。夏婉欣毫不犹豫地点头回道。蜜桃传媒，这名字好像有点熟悉啊。李朵念叨一句，问道：老板是不是秦汾？张哲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回道：你认识啊？就是这家，我和他不熟，他算是我们家的客户吧。李朵解释道。之前我哥想做推广的时候，曾经和他聊过一些，当时我就在旁边，所以稍微有点印象。没想到这才几个月，他就准备把公司给卖了。不过我记得他那家公司规模好像不小啊。哲哥，你花了多少钱拿下的？不得4、5千万。挂了3天水，终于好点了。这几天反复发烧加咳嗽，太折磨了。刚挂完水回到家，我先补个觉，等晚上起来继续码字。没问题的话，明天开始补个。第84章被壁咚了。李朵的话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是经常上网的年轻人，秦汾的名字自然都听过。大家没想到李朵家竟然这么有实力，连这种顶级2代都认识。更让人惊讶的是，张哲竟然收购了对方的公司。之前听张哲说打算收购一家网红公司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意外，毕竟都清楚张哲的实力，大几百万的库里难开着，收购一家公司很轻松。可现在听到4、5千万的价格后，众人还是有些咂舌。他们都还在上学或者还在找工作，张哲就已经开始谈几千万的收购了。张哲本来没想说，但既然李朵问了，也只好解释道：没那么贵，2000多万谈下来的。2000多万也不便宜啊。李朵感慨一句，他也是记得很清楚，张哲上次就说过本身在做金融方面的投资，之所以收购网红公司，很大程度是因为夏婉欣。哪怕这笔钱并不是平白花掉，而是换成了公司资产，属于一笔固定的投资，但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钱，无疑证明了张哲对夏婉欣很在乎。李朵原本还想说些什么，但犹豫了一下，在心中微微叹了口气，端起酒杯说道：那恭喜哲哥，以后是不是得叫张老板了？我单独敬你一杯。别闹了，什么张老板？张哲好笑地跟他碰了一杯，随口问道：不说我了，好奇问一下，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还需要跟自媒体合作？我家是做运输行业的，之前想做宣传的是我哥，他在郊区开了家马场。李朵解释道：等哪天周末，咱们可以约着一起去玩个1、2天，不光可以骑马，还有很多其他游玩项目，很好玩的。行啊，我还没骑过马呢。
张哲顿时来了些兴趣，朝夏婉欣问道：“下周末一起去玩2天怎么样？”夏婉欣眼睛一亮，她和张哲认识了这么久，还没有出去玩过呢，连忙点头道：“好，我都听你的。莹莹、滕青山、张俊杰，你们仨下周末也没事吧？一起去玩呗，人多了才热闹。到时候晚上咱们还可以一起篝火烧烤什么的。”李朵说道：“你们只需要人聚就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管，我都给你们安排好。如果觉得玩得不错的话，帮忙宣传宣传就行了。”李朵这妹子还是很大气的，知道除了张哲之外，其他人都还是普通学生，还拿着家里的生活费，所以直接把开销给包了，省得有人因为经济问题而尴尬。张俊杰和滕青山原本还有些犹豫，但王颖小声在滕青山耳边说了一句后，他立刻回道：“行，那就一起，多谢我朵姐了，我敬你一杯。”张哲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俩一眼，朝夏婉欣问道：“滕青山和王颖在一起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他们俩最近确实经常一起去吃饭。”夏婉欣小声回道：“估计还没确定关系吧，不然莹莹肯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样，张哲点点头，感觉很有意思，没想到他们俩竟然能走到一块。滕青山这家伙大一分手后就一直没谈过，没想到这都快毕业了，又老树开花，勾搭起了小学妹。也不知道是上次吃饭时两人自己聊上的，还是李朵这个小红娘给介绍的。最后的张俊杰虽然是孤家寡人一个，但见其他人都准备去了，也没有扫兴。事情敲定好之后，李朵直接拿出手机说道：“那就这么说定喽，我拉个群聊，回头有什么事也方便联系。”因为这件事，包间内的气氛顿时更热烈了。不知不觉间，第2箱啤酒也解决了。张哲喝了得有5、6瓶，这点酒倒不至于醉，但啤酒这玩意实在是撑肚子，喝完之后尿也多。跟众人打了个招呼，张哲出去上了个厕所。这家店是居民楼改造的，厕所在后面的院子里。张哲舒舒服服的释放完，正准备回包间的时候，忽然看到李朵正站在饭店后门。张哲以为他也是来上厕所的，便朝他点点头，准备先回去。这时李朵忽然开口道：“等一下，先别回去。”“怎么了？”张哲有些好奇道。“你跟我来。”李朵拉着张哲来到后院的一个角落里，旁边有东西遮挡，过来上厕所的人基本不会注意到这边。见他偷偷摸摸的样子，张哲有些疑惑，玩笑道：“到底什么事啊？你不会想对我图谋不轨吧？”因为喝了不少啤酒的缘故，李朵的脸色有些微红。不过好端端的忽然拉着张哲来到昏暗的角落里，确实容易让人误会。谁要对你图谋不轨啊？李朵抬手按在张哲身后的墙壁上，用一种壁咚的姿势，语气恶狠狠地问道：“你和林薇薇是不是有一腿？”李朵的身高还不到165，比张哲整整矮了一头，加上她的声线比较稚嫩，现在抬着头质问自己的样子，有点奶凶的感觉。张哲还是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给壁咚，而且是在这种情况下。身后的墙壁有点脏，张哲也不想靠上去弄脏衣服，便往前探了探身子。感受到张哲离自己越来越近，李朵下意识退了一步，连忙道：“你别乱来啊，我可是你女朋友的好闺蜜，你这脑子里都想什么呢？”张哲忍不住弹了下他的脑袋瓜，问道：“你专门跑出来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张哲原本还以为他拉自己过来干嘛，原来是给夏婉欣打抱不平。不然呢？李朵捂着额头，语气很不忿地说道：“咱们上次吃饭那天，有人就看到林薇薇上了你的车，据说当天晚上她都没回来。你可别说你们俩什么关系都没有，你明明知道婉欣对你的心意，还去勾搭林薇薇。”张哲尴尬地笑了笑，回道：“有一点你说错了，不是我勾搭她，是她主动来追求我的，好吧？这是重点吗？”李朵小脸通红，问道：“贴吧还有人说林薇薇才是你女朋友，你这几天也一直都不找婉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第85章，可爱的小婉欣因为脚踏两只船而被女朋友的闺蜜找上门，这事确实还挺尴尬的。不过张哲也清楚，李朵这丫头也是出于好意，只是因为跟夏婉欣关系好，想要给她要个说法而已。张哲想了想，表示道：“我能怎么想？我对婉欣本来就是认真的，只是最近这几天确实比较忙。”你……李朵叹了口气，有些无奈道：“哲哥，我知道你的条件好，喜欢你的女生肯定有很多，但婉欣对你可是真心的。贴吧上的消息，婉欣其实也看到了，但她什么都没说。周五那天还约着我一起去给你买东西。你不知道那天听到你当众说喜欢她后，她心里有多高兴。所以就算你跟林薇薇有什么，至少也要给婉欣一些时间吧，别把她给冷落了。”张哲心中也有些触动，自己接触的几个女人中，只有夏婉欣是什么都不图自己，而且一直默默地等待着。知道了，我心里有数，这不是准备下周陪她好好玩玩吗？张哲点点头，有些疑惑道：“我还以为你喊我过来是准备谴责我一顿呢，就为了提醒我这些。婉欣自己都没说什么，我一个朋友有什么理由谴责你啊？”李朵无奈道：“我知道有钱的男人难免会遇到很多的诱惑，
很少有感情专一的，但谁让这丫头就认定你了呢？她对你的感情很卑微的，有什么事也总藏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你只要能时常想到她，她就心满意足了。你可千万别伤害她。张哲有些意外，李一朵会说出这样的话，但想到她的家境也能理解了。李一朵本身就是富家千金，估计类似的事情见过很多，所以对于感情问题看得也比较开。放心吧，不会的。张哲回应一句，有些感慨道：婉欣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一种幸运，以后有什么事你直接告诉我就行。哼，你知道就好。李一朵娇哼道：我可是告诉你啊，不要伤害我们家婉欣，不然我李一朵可不是好欺负的。有你罩着，我哪敢啊。张哲玩笑了一句，说道：回去吧，不然他们该等着急了。你先回去吧，我得去上个厕所，光顾着跟你说话呢，憋死我了快。李一朵摆摆手，说完便朝着厕所的方向快步跑去。这姐妹也是有意思，绕了这么大一圈，专门请自己过来吃饭，竟然是因为这事。张哲笑了笑，转身走进了饭店。包间里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正坐在那玩着手机聊着天。张哲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伸手搂住夏婉欣的腰肢问道：吃饱了吗？吃饱了。夏婉欣身子一软，靠在张哲的肩膀上，小声问道：学长，你收购公司花了那么多钱，要是我……见他有些犹犹豫豫的，张哲也大概猜到了他想说什么，无非就是觉得自己花了2000多万收购了一家公司，后面怕自己亏钱什么的。你别瞎想，我这也是为了投资。张哲凑到他耳边解释道：公司目前运营情况还可以，后面再投入一些资金，想要赚钱并不难，这个行业发展前途还是很不错。我说让你进公司，也是为了让你想拍视频的时候有专业的团队为你服务，不是想让你帮我挣多少钱，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想做什么做什么就行。好吧。夏婉欣晚上喝了2瓶啤酒，酒量不好的她已经有了些醉意，此刻感受到张哲温热的气息吐露在自己耳朵上，只感觉浑身有些无力，努力的探起身，在张哲的唇上点了一下后，小声说道：谢谢。张哲宠溺的揉了揉她的头发，笑道：傻丫头，跟我谢什么呀？夏婉欣没有说话，脑袋埋在张哲的胸口，贪婪的嗅着他身上的味道。过了一会，李一朵也回到了包间，这会已经快9点半了，大家也都喝的差不多了，便起身决定散场。走出饭店后，众人挥挥手各自离开，张哲也提上夏婉欣给自己买的东西，说道：走吧，我陪你散散步。好。夏婉欣主动的拉住张哲的手，依偎在张哲肩膀上。两人在校园里转了一会，路过小公园的时候，夏婉欣忽然指着前方的长凳说道：对了，学长，你要不先试试我给你买的鞋子合不合脚？如果不合适的话，明天我去给你换一双。行。张哲在长凳上坐下，把手提袋里的鞋盒拿了出来，打开后惊讶道：椰子，这鞋好像不便宜吧？没多少钱，学长你快试试。夏婉欣催促道。很早以前张哲就关注过阿迪的椰子系列运动鞋，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双椰子700要3000块左右。以前是生活费不多买不起，后来有钱了也没去逛过阿迪，没想到今天夏婉欣送了自己一双，因为自己前些天请他吃火锅，买位置花了3000块，所以他就选了这双鞋作为回馈。张哲心中有些感动，这小丫头实在是太懂事了。这双鞋是青灰配色，设计比较百搭，搭配休闲裤穿非常合适。张哲快速把鞋带弄好之后，换上试了一下，满意道：大小刚刚好，很舒服，我很喜欢。你喜欢就好。夏婉欣眼角带着笑意，叮嘱道：还有一件针织衫，这个天气穿正合适，等晚上你回去了穿上试试。好。张哲把之前的鞋子装进鞋盒，随后直接拉着夏婉欣坐到了自己的腿上，故意问道：怎么忽然想到给我买东西？我就是陪朵朵一起逛街的时候偶然看到就买了。如果不是刚才在酒店后门李朵说了是夏婉欣拉着她一起去逛街的，张哲还真信了她的话。见小丫头不想说，张哲也没有拆穿，在她脸上亲了一下问道：明天有课吗？上午有1节公共课，下午有2节，怎么了学长？夏婉欣抬头问道。那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去逛商场怎么样？张哲笑了笑说道：我都收了你的礼物，肯定要回赠一份心意吧？不用，我又不缺。夏婉欣还没说完，便被张哲开口打断：这是我作为男朋友的心意，你确定要拒绝吗？张哲都这么说了，夏婉欣顿时没了拒绝的理由，乖巧的答应道：好吧，那听你的。这才乖嘛。张哲满意的点点头，手开始逐渐不老实起来。不得不说，夏婉欣的皮肤是真的好，而且她虽然身材比较消瘦，但浑身都软乎乎的。张哲仔细感受了一会，好奇道：对了婉欣，我怎么没见你穿过丝袜？第86章，亲爱的，你喜欢黑丝还是白丝？感受到张哲的动作，夏婉欣羞的脸色通红，脑袋依偎在张哲的肩膀上说道：
我妈以前管我很严的，连短裙都不让我穿，所以我就没试过。张哲想了一下，好像确实是这样。记得刚认识夏婉星的时候，大夏天的她也是穿着休闲长裤。后来慢慢接触到 cos 之后，才开始学着打扮，但平时的穿着还是很保守。cos 的也都是裹得严严实实的角色，只有跟自己见面时才会偶尔穿上 JK 等衣服。阿姨是做什么的？张哲有些好奇道。现在又不是10几20年前，街上到处都是黑丝大长腿，丝袜几乎成为了很多女人的日常搭配必需品。可夏婉星她妈妈不让穿丝袜也就算了，就连短裙都不让穿，这管得也太严了点。我妈是我们那的高中语文老师。夏婉星可怜兮兮地回道。我高中3年，班主任都是我妈，每天都被盯得严严实实的。哈哈哈，你妈是老师？怪不得管你管这么严。张哲笑道。那你玩 cos， 你妈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偷偷的没告诉她，回家的时候穿得乖一些就好了。嘿嘿，夏婉星有些俏皮的回道。张哲在她的鼻梁上刮了一下，玩笑道。没想到你还有点小叛逆呢。就有一点点了。夏婉星撒娇般的在张哲身上蹭了蹭，然后小声问道。学长，你是不是想看我穿丝袜？当然想了，你的身材这么好，穿上丝袜肯定很好看。张哲毫不犹豫地回道。那我回头买几条，穿给你看好不好？此刻夏婉星红着脸看向自己的样子，实在是有些太可爱了。张哲没忍住，直接亲了她一口。不用等回头了，明天咱们去逛商场的时候，顺便给你买几条就行。还是我自己买吧，我还要顺便买一些 cos 服呢。夏婉星拒绝道。这次要 cos 什么？张哲好奇道。先不告诉你，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夏婉星摇了摇头，难得卖了个关子，这是要给自己一个惊喜。张哲不禁有些期待，也没有继续再追问，反正也就这几天的事了。两人就这么坐在椅子上，抱在一起说着悄悄话，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便过去。眼看着寝室马上就要关门了，夏婉星虽然有些不舍，但也只能起身准备回去。张哲把她送到了宿舍楼下，摸了摸她的头发说道。赶快回去吧，明天晚上我来接你。好。夏婉星点点头，踮起脚尖在张哲的唇上亲了一下，摆摆手回道。学长再见。再见。看着他走进宿舍楼，张哲也转身离去。晚上喝了酒，车肯定是没法开了，找代驾的话估计也根本没人敢开自己那辆科尼塞格。这会时间也不早了，张哲也懒得打车再回酒店，不如直接回寝室凑合着睡一觉。自从晚上张哲开车回来后，立刻就有人把消息发到了学校贴吧和论坛等地方，再次引起了一阵轰动。卧槽，前几天还开着库里南，今天就换了辆科尼赛格 Reg Era。 库里南还可以说是开的家里的，这辆科尼赛格可是限量的，这下没人再说是租的车了吧？有没有调大的说一下，这车到底得多少钱？我在网上怎么搜不到价格？这么说吧，这辆车保底就要2000万以上，而且全国只有2辆，其中1辆就是张哲的，其他的你们自己想吧。张哲到底什么背景啊？这也太有钱了吧！相比较库里南，对于大学生而言，科尼赛格的吸引力无疑更高，尤其是高达2000多万的售价，让所有看到这个消息的人价值观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学校里原本就有很多女生想要加张哲的微信，但却没加上，现在看到张哲又开着一辆顶级超跑回来，心中顿时更酸了。谁还说林薇薇被骗了？现在事实证明，林薇薇的眼光是真的好啊！妈耶，我男神这身衣服也太帅了吧！你们有没有发现，张哲看向镜头时的眼神好有气质啊，简直就是小说中的霸总模板啊 ！Also， 谢谢楼主，视频已经保存了，晚上终于可以看着男神的样子排解寂寞了。都别发烧了，你们谁知道张哲到底有没有跟林薇薇在一起啊？我现在过去搭讪的话，还有机会吗？林薇薇吃了晚饭后，先去学校大门口的奶茶店转了一圈，查了一下最近几天的账目。因为天气开始逐渐升温，最近几天店里的饮品销量也提升了不少。又检查了下备货情况，林薇薇在管理后台上预定了一些原料后，跟店员们说了一声，便回到了自己在学校附近租的单身公寓里。美美的洗了一个澡后，林薇薇躺靠在沙发上，给自己敷了个面膜，拿起一本企业管理书籍看了起来。正看得入神时，手机忽然响了一声。林薇薇拿起手机看了下，发现是群里有人艾特自己，便直接锁屏放了回去。可过了一会，手机又响了一声。林薇薇秀眉微皱，打开群聊看了一下，忽然坐直了身子。看群里的人说，张哲竟然回学校了，他怎么没有联系自己？是有事情在忙还是？自从前几天回来之后，林薇薇最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张哲那天欺负自己的样子，明明很痛苦，但却总是忍不住的去想那些画面，每想到都会面红耳赤，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现在看到张哲回来后，林薇薇顿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犹豫再三后，林薇薇忍不住给张哲发了个消息，可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张哲的回复，
放在一旁的书也完全看不下去了。就这么过了半个小时，林微微感觉好像过了1年一样。看马上都要晚上10点了，学校也快要关门了。林微微咬了咬嘴唇，在手机相册里精心挑选了几张照片，再次给张哲发了过去。这边张哲刚送完夏晚星，正准备回宿舍睡觉，路上拿起手机看了一下，正好看到了林微微给自己发来了信息。林微微，亲爱的，听说你回学校了。林微微，图片。林微微，亲爱的，我最近买了好几条丝袜，你喜欢黑丝还是白丝？害羞。第87章，小娇妻林微微。第一条信息是半个多小时前发来的，那会自己刚吃完饭，也没有听到声音。不过看到后面几张林微微刚刚发过来的照片后，张哲心中的火气顿时就升了起来。上次在宝格丽酒店时，林微微就很懂事的换上了黑丝，哪怕只是很普通的款式，但也让张哲大饱眼福。而他现在发来的几张照片，不光有带着字母的黑丝，还有穿着白丝的，甚至还有一条吊带黑丝。配合上林微微那双能杀人的大长腿，加上她不错的拍摄技巧，视觉冲击力简直绝了。只是看到照片，就让张哲感觉到热血上涌，肌肉瞬间绷紧。仔细欣赏了一会后，张哲直接回复道：“我喜欢用手撕。”几乎不到10秒钟，林微微便回复了消息：“林微微，那你来啊。”勾引。林微微，就知道你那点小爱好，所以我特意多买了几双，要不要来帮我试试质量如何？看到小妖精的邀请，张哲瞬间改变了想法。本来还准备回寝室随便凑合着睡一觉，但自己睡哪有抱着香喷喷软乎乎的小情人舒服。张哲直接回道：“你在哪？”林微微，定位。林微微，我在学校隔壁小区租了间公寓，你要来吗？林微微，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现在换衣服出去找你也行。看到他发来的消息后，张哲的嘴角勾起一抹笑意。这个小妖精前几天被欺负的时候可是怕得不行，这才过去几天就渴望着让自己过去了。张哲，详细地址发我。林微微，2号楼1单元15楼1512。张哲，洗干净等我。林微微，早就洗好了，害羞。拿到详细地址后，张哲直接转身朝着校外的方向走去。张哲前几天直接在宝格丽酒店压了500万，其实完全可以把林微微叫出来一起去酒店住，这样还能刷一波今天的房费。不过学校这边离外滩还是有些远，路程就要接近1个小时。有这时间，不如直接去林微微那里休息，早点收拾这个小妖精。反正1800万的返利，张哲现在也不在乎了，没必要事事都那么精打细算。来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0点，学校已经关门了。张哲走到值班室外，正好看到今天是刘大爷值班，跟他打了声招呼，便被放出来了。林微微住的小区距离大概有1-2公里，门口正好有一辆出租车，张哲招了招手，坐进了车里。大概10分钟后，张哲坐电梯来到15楼，找到1512的门牌号，敲响了房门。来了。屋内传来林微微的声音，几秒钟后，房门被打开，林微微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的招呼道：“你来了，快进来吧。”此刻林微微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真丝睡裙，款式稍微有些性感，面料看着也很柔软贴身，将她的身材完美的展现了出来。张哲迈步走进屋内，打量了一下房间。林微微租的是单身公寓，一进门左右分别是小浴室和小厨房，还能看到远处的木地板上摆放着一张厚实的床垫。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间房内，面积大概有不到40平方，只有一个人住的话，其实这种房子还挺舒服的。林微微顺势关上门，指着门口的凳子说道：“你先坐下休息会，我拿双拖鞋给你换上。”张哲顺势坐下，问道：“你这里还有男士拖鞋？我昨天刚买的，不然我这里怎么可能有？”林微微白了张哲一眼，从鞋柜下拿出一双还没拆封的男士拖鞋，打开后放到了地上，小心地帮张哲脱掉脚上的鞋子，又把拖鞋给他换上。看着林微微伺候自己换鞋的样子，张哲忽然有种累了一天后回到家，小娇妻在等待自己的感觉，不禁有些为之愣神。想什么呢？帮张哲换好鞋后，见他愣愣的发呆，林微微凑到张哲身上闻了闻，问道：“你晚上是不是喝酒了？要我给你煮点面吃吗？我这里没有专门的厨房，只能做点简单的。”“不用了。”张哲摇了摇头，直接把林微微拥进了怀里，感受着她身上完美的触感，凑到她耳边说道：“我只想吃你，大色狼。”林微微红着脸在张哲的唇上亲了一下，起身说道：“那你先去洗个澡，身上都是酒味和油烟的味道。”“行吧。”下午练车时出了不少汗，张哲也感觉身上有点不舒服，起身看向林微微问道：“你亲戚走了？”“还没有呢，哪有那么快啊？”林微微的眼神有些躲闪，有些没底气的回道：“上次那天上午刚来，这才过刚去3天，怎么也得再过2天才能走。”张哲对此早有预料，也没有觉得失望，伸手挑起林微微的下巴说道：“
那这样的话，晚点我可要检查检查，你这几天有没有好好学习按摩技术了？哎呀，你别说了，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到张哲的话，林微微还是害羞的不行，耳垂都有些红了，连忙催促道：“你快去洗澡吧，我给你拿浴巾。”别看林微微聊天时很大胆，可一旦来真的，她脸皮还是比较薄的，还非常的敏感。张哲也没继续逗她，走了几步来到床前，把衣服脱下放到了沙发上。林微微很快递来了一个崭新的浴巾，还有一盒没拆封的男士内裤。看来她今天让自己过来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早就做好了准备，连这些东西都提前买好了。张哲接过东西，转身走进了小浴室里，舒舒服服的冲了个热水澡。10来分钟后，张哲披着浴巾走出了浴室，只见林微微正躺靠在懒人沙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换上了一件新的黑色睡裙，和刚才那件的质地差不多，但明显料子要更薄，透过柔软的丝质面料，隐约能够看到她同样光滑且水嫩的肌肤。顺着睡裙往下，赫然是之前在照片里看到的黑色吊带丝袜。张哲刚刚洗澡压下去的火气瞬间就猛烈的复燃起来，直接大步朝着林微微走了过去。第88章贤妻良母的感觉。看着眼前动人的尤物，张哲直接弯腰吻了上去。感受到张哲的强势，林微微也主动的开始回应，但很快便进入动情状态，大脑有些空白，只能任由张哲索取。张哲一边品味，一边帮忙检查她的睡裙质量到底如何。过了一会后，张哲感觉有些不方便。林微微买的这个懒人沙发只适合一个人坐，根本没有多余的位置。现在他躺靠在上面，张哲要一直保持俯身的姿势，腰部一直发力，非常不舒服。张哲暂时结束了教导，林微微也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忽然感觉整个人瞬间腾空起来。呀！林微微惊呼一声，下一刻便被张哲抱着放到了床上。来吧，让我看看你这几天有没有好好学习。闻言，林微微的脸色顿时更红了。瞧你猴急的，你累不累？要不我先帮你按摩一会。听他这么一问，张哲还真感觉腰有点酸。本来陪着安安和丽娜玩了2天，就稍微有些操劳，今天下午又学了很久的车。超跑这玩意帅是真的帅，但为了更强的性能和速度，很大程度上舍弃了舒适性。科尼塞格相比普通超跑要好一些，但开久了也是真的累。张哲舒舒服服的躺下，懒洋洋的说道：“你看着办吧，反正今天晚上的主动权交给你了，专门喊我过来，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让我满意。”哼，就知道欺负我。林微微娇哼一声，随即便开始给张哲按摩。估计他这2天确实学习了不少，手法明显要比之前好得多。享受按摩的时候，张哲也没有闲着，帮他检查了一下丝袜的质量如何。张哲以前一直很疑惑，吊带袜到底是怎么吊起来的，今天总算是得到了解答。背部按的差不多了，林微微让张哲翻身换成平躺的姿势，说道：“你等我一下。”说完便探身打开了床头柜，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瓶子。里面是什么？是我昨天刚买的精油。次日，张哲迷迷糊糊间闻到了一股香味，睁开眼巡视了一圈，便看到穿着睡衣的林微微正在门口的小厨房那里忙活。张哲坐起来，忍不住伸了个懒腰，感觉这一觉睡得浑身都舒坦了。林微微听到动静，扭头看过来问候道：“你醒了？”张哲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3两步走到林微微身边问道：“做的什么好吃的？我这没有天然气，就烤了点面包，然后煎了几个鸡蛋，一会给你做个三明治怎么样？”林微微一边忙活一边问道：“煎蛋你喜欢吃全熟的还是溏心的？这种一睡醒就有人在给你准备东西吃的感觉，真的很温馨。在酒店住的时候，虽然也是饭来张口，但却和现在的感觉决然不同。全熟的吧？”张哲从林微微背后把她抱住，在她的侧脸上亲了一下，感叹道：“没想到你还挺贤妻良母的。”别闹了。林微微的睡衣很薄，此刻被张哲拥在怀里，能够明显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热度和男人的气息，身体立刻就有些发软，强忍着羞意说道：“现在知道我好了吧？你赶快去洗漱，我这边马上就好了。”2人明明都已经坦诚相待了，但林微微还是这么容易害羞。好，辛苦了。张哲忍不住又亲了她一口，才转身拿上浴巾走进了浴室里，整整洗了10几分钟，用了好几遍沐浴露，才勉强把身上的精油给洗掉，没了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不得不说，林微微是真的鬼精鬼精的，估计也是因为上次被自己欺负惨了，所以这次提前做好了准备，自己给自己想办法分担了压力，特地买了一瓶精油过来。以前光听张俊杰说过什么精油 SPA 之类的，但张哲一直没试过，都是做正规的足疗按摩，没想到这次倒是在林微微这里感受到了。洗完澡出来后，林微微已经把早餐都弄好了。早餐是三明治，1小盘水果拼盘，里面还放了一些坚果。虽然简单，但营养搭配还可以，
因为怕张哲不够吃，林微微特地多做了几个三明治。张哲这会也饿了，伸手拿起一个，狠狠咬了一口。你慢点吃，别噎到了。林微微倒了杯热牛奶，给张哲递了过来，问道：稍微有点简单，你吃的习惯吗？没事，挺好吃的，没想到你厨艺还不错。张哲回复道：还行吧，我平时早上懒得做饭，经常就这么凑合。林微微笑道：等下次有机会，我正经的做顿饭给你吃，我做的家常菜很不错的，以前在家经常都是我做饭。是吗？那有机会确实得尝尝，下次可以去我那里。张哲以前虽然谈过好几个女朋友，但从来没有真正住在一起过。张哲忽然发现自己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不过林微微这里还是有些太小了，看来是时候给自己买一套房子了，正好现在自己的钱也足够。吃完饭，林微微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道：你今天有事吗？还不确定，怎么了？张哲问道。我就是随便问问。林微微轻咬着嘴唇，试探道：我今天没什么事，在家里闲着也无聊，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行，我先看看吧。张哲点点头，打开手机看了一下，发现白鹿在1个小时前便给自己发来了消息，表示蜜桃传媒的财务问题已经清理好了，各种手续也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签署收购合同。10几个亿到账之后，银行的办事效率无疑更快了，仅仅1个晚上便把所有事情解决。张哲本来还想带着夏婉欣一块去签合同，但他今天一天都有课，现在所有事情都准备好，就等着自己去签合同了。张哲也不想再多耽误，以免夜长梦多出现什么差错，便回道：我收购了一家公司，一会准备去签合同，你跟我一起去。好啊。林微微有些惊喜，连忙答应下来，问道：你着急过去吗？不急的话，我先化个妆。不着急，你先收拾吧。张哲给白鹿回了条消息，表示自己一会过去。大概20分钟后，林微微便收拾好了。或许是因为张哲说是过去签合同的缘故，林微微今天的妆容比较成熟，头发被打理成微卷，还特意穿了一件修身的米色包臀裙，将完美的身材展现出来。她的身高本来就有172，今天还特意穿了一双小高跟，挎上了自己前几天送她的爱马仕包包，整个人气场十足。林微微在张哲面前转了一圈，笑盈盈地问道：好看吗，亲爱的？很美，算你会说话，奖励你的。得到张哲的夸奖后，林微微主动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随后搂住张哲的胳膊说道：走吧，亲爱的。第89章科尼赛格 Reg Era 全球首撞。两人来到楼下后，林微微才想起来问道：对了，亲爱的，你昨天晚上不是喝酒了吗？怎么过来的？打车呗，我的车停学校西门的停车场了。张哲回道。哦。林微微点点头，拿出手机说道：那我叫个车吧，西门离得还挺远的。行。上午学校这边并不是特别好叫车。两人走到小区门口后，又等了得有7、8分钟，才终于打到了车。张哲这会顿时感觉到了专职司机的重要性。这2天白鹿在忙着收购蜜桃传媒的事，也不知道司机找得怎么样了。10几分钟后，张哲和林微微一起在学校西门下车。走进停车场，林微微环视一周，目光在黑色的科尼塞格身上停顿片刻，随后有些好奇道：亲爱的，你的车呢？张哲掏出车钥匙按了一下，一旁的黑色超跑的大灯瞬间闪烁了2下。这不就是吗？张哲先打开了引擎盖，把衣服和鞋子放进了前备箱里，然后帮林微微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说道：上车吧。谢谢，亲爱的。感受到张哲的体贴，林微微巧笑嫣然地坐到了副驾驶。等张哲上车后，好奇道：你什么时候换的车？我说怎么没看到你那辆库里南？昨天在群里，虽然很多人都在聊张哲的事情，并且还艾特了林微微，但他看到张哲回来后，就光顾着给张哲发消息了，并没有看具体的内容，所以也不知道张哲买了新车的事情。昨天刚买的。张哲回道。林微微闻言，有些期待地看向张哲问道：那这次我应该是第一个坐你副驾驶的女人了吧？张哲记得上次开着库里南带他去宝格丽酒店的时候，林微微就这么问过，当时自己好像回答他是第3个。没想到今天又来一次，也不知道女人为什么总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没错，这次你是第一个，系好安全带吧，准备出发了。张哲好笑着回道。听到自己真是第一个坐到张哲副驾驶的女人，林微微的脸上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美滋滋的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张哲伸手按下一键启动按钮，科尼赛格 Reg Era 顿时发出一道令人热血沸腾的声浪。感受着和普通车完全不同的坐姿和耳边发动机的轰鸣声，林微微感叹道：哇，好酷，我还是第一次坐超跑呢。哈哈，那今天带你好好感受一下。张哲笑了笑，轻轻点下油门，在门口缴费之后，操控着车子开出了停车场。驶离了大学城之后，张哲开始逐渐加速，
黑色幽灵般的科尼赛格 Regera 在路上飞驰而过，巨大的声浪和推背感让林微微的心跳一直就没下来过，双手紧紧地抓住副驾驶一侧的扶手。亲爱的，你别那么快，慢点慢点，太快了，我受不了。昨天晚上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又是下班高峰期，张哲也一直没敢开快。现在上了城市高速，路上车也不是很多，张哲总算是稍微体验了一下超跑的驾驶乐趣。不过张哲还是比较惜命的，并没有超速行驶，但超跑忽然加速时产生的强烈推背感还是非常刺激的。下了城市高速后，张哲也重新放慢了车速，笑着朝一旁的林微微问道：感觉怎么样？有点太刺激了，我现在心跳还没平复下来呢。林微微捂着胸口说道：哈哈，市区里不能开太快，不然也不安全。张哲笑道：等有机会了，我带你去赛道体验一下，比这还要更刺激。林微微明显是又菜又爱玩的性格，刚才还被吓得不停惊呼呢，现在听到要去赛道，立刻便答应了下来。行啊，那你什么时候去了？一定要带上我。好。进入静安区后，路上顿时更拥堵了，时不时的还要堵车一回。这辆车没有自动驻车功能，堵车还是挺烦的，好在副驾驶有个妹子，堵车时也不那么枯燥。超跑的坐姿很低，整个人好像躺靠在车里一般，张哲稍微一扭头，就能看到林微微雪白的大长腿展现在自己眼前，情不自禁的便伸手过去帮她取了取暖，顺带着检查了一下今天这双黑丝的质量如何。快到临时路的时候，林微微忽然出声提醒道：小心！张哲连忙向前看去，只见前方的黑车不知道什么情况，忽然来了个急刹车。虽然下意识的踩下刹车，但因为跟得太近，有些没反应过来，还是跟前车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明显的碰撞声。看着前车打起了双闪，张哲无奈的叹了口气，转头朝林微微说道：你在车上等我，我下去处理一下。开车果然不能分心，光顾着感受黑丝的质感了，这才刚一走神就追尾了，幸亏开得比较慢。好。林微微乖巧的点点头，犹豫了一下，叮嘱道：亲爱的，你态度好点，毕竟是咱们追尾。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张哲按下双闪，下车走到车前看了一下，追尾的是一辆大众，具体什么型号也不认识，但对方的车牌号倒是很亮眼，摩 A00009。张哲看了下碰撞的地方，因为自己的车速也比较慢，最后又踩了一脚刹车，所以只是稍微碰了一下，对方的后保险杠凹进去了一块。科尼赛格倒是没有什么事，碳纤维的车身还是很结实的。张哲正看着碰撞的地方，前车的车主也下来了，是一个28、9岁的青年，穿着藏蓝色衬衣和黑色休闲裤，看起来很有气质。青年走到张哲身边，纳闷道：什么情况啊，哥们？开这么慢你都能追尾？不好意思，有点走神了。张哲无奈的笑了笑，表示道：确实是我的责任，兄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着急有事，要不咱们直接私了。追尾肯定是自己的错，张哲也不想麻烦交警和报保险了，毕竟蜜桃传媒那边还等着自己过去签合同呢。反正不是什么大问题，能花点钱直接解决最好，省得等保险的人过来耽误时间。听到张哲想私了，青年并没有立刻回应，而是打量了一番张哲的车，挑了挑眉说道：科尼赛格 Regera， 哥们有实力啊，你这车应该是第一批吧？第90章，交个朋友，拿下蜜桃传媒。路上的车原本就多，两人的车停下之后，顿时变得更堵了。很多人都喜欢看热闹，见有事故发生，而且其中一辆还是超跑，一些行人顿时围观过来。嚯，这超跑的不少值钱吧？连车牌都没挂呢，就出了事故，车主不得心疼死。人家前面的辉腾也不便宜啊，你没听过吗？不怕宝马和路虎，就怕大众带字母。这好像是科尼赛格呀，这车我记得刚交付，这应该是全球首撞吧？我得赶快拍下来。跑车的车主有点年轻啊，估计又是哪家的富二代。这辉腾的车牌号可不简单，说不定惹到大麻烦了。管他呢，能打起来最好。围观的人议论纷纷，一部分只是单纯的看热闹，但也有一些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人在那幸灾乐祸。看着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张哲也想早点把事情解决。确实是刚提的，所以我的车技也不太好。见对方车主也挺好说话，张哲笑了笑问道：哥们，你看到底怎么弄？如果你想去 4S 店修车，修车和期间用车的费用都由我承担，或者你估计下大概多少损失，我直接把钱转给你。之前我也看了很久 Regera， 但最后还是没舍得买，现在可倒好了，车虽然没买，但却被这款车第一个给撞了。青年先是开了个玩笑，然后看了一下自己的车被撞的地方，语气轻松道：我这问题也不大，用开水浇一下就恢复了，所以赔偿就算了，就当交个朋友。青年说完，朝张哲伸手问道：秦正阳，哥们怎么称呼？张哲。张哲也没想到这哥们这么好说话，跟他握了个手说道：哥们，要不咱们加个联系方式，车你该修修，回头你把账单发给我。别矫情了，我都说了没事，
刚才我也确实有点问题，有个沙比直接实现变道别了我的车，不然我也不会刹得那么急。晚点我找人调监控，让他给我修车。秦正阳笑了笑，回道：不过加个联系方式倒是可以，我这个人就喜欢交朋友。闻言，张哲也不再墨迹，回车里拿出手机说道：行，那我扫你微信吧。收到了，我给你备注一下，张哲对吧？两人加了微信后，秦正阳摆摆手道：先这么说吧，这路都快被咱俩堵了，你不是说等着有事吗？赶快去忙吧。谢了。张哲也不矫情，朝他摆摆手说道：改天有时间请你吃饭。没问题。秦正阳挥了挥手，重新坐到了自己的车里，直接起步离开。看着对方离去，张哲也笑了笑，同样回到了自己的车里，起步离开。周围一些幸灾乐祸，等着两人发生口角甚至是争执的人，看着两人说了几句后便各自离开，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两辆都是这么贵的车，既然被追尾了，不多让对方赔点钱，就这么过去了。车上，林微微关心道：亲爱的，怎么解决的？这哥们挺有意思，直接没让赔偿。张哲解释道：这么好。林微微开心道：那咱们这是遇到好人了，要是碰到黑心的，看你开这么好的车，肯定想招法的让你多赔点钱。确实。张哲点点头，今天的运气确实不错。刚才张哲也听到围观的人说了，秦正阳开的是大众辉腾，这么年轻就开这么低调的车，而且车牌号还是00009，可以肯定秦正阳的来历不简单。以对方的身份，也根本看不上那点赔偿。既然对方有意结交，张哲也不介意结个善缘。人脉不就是这么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吗？几分钟后，张哲开车来到蜜桃传媒门口，白鹿和几名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李一凡等蜜桃传媒一众中高层已经站在门口等了很久。张哲昨天买车时让白鹿帮忙处理了购置税的问题，他自然是认识这辆车的。车辆刚刚停稳，白鹿就连忙迎了上来。张先生。李一凡也跟了上来，朝张哲招呼道：张哥，换车了。这辆车是新买的吧？昨天刚提的。张哲笑着回道。李一凡眼中闪过一抹羡慕之色，科尼塞格他是认识的，这车至少也得2000大几百万，自己投资了好几百万，和秦汾一起成立了蜜桃传媒，辛辛苦苦1年，最后才卖了2600万的价格。张哥的一辆车估计就赶得上这家公司的价值了。人和人真的是没法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不过好在公司当初虽然一共投资了3000万，但因为秦汾不问世，他只投了700万，却拿到了3成的股份。现在公司卖掉，他能回笼780万的资金。说起来，其实还赚了一点点，这1年时间也算没白操心。看到林微微从副驾驶下来，主动挽上了张哲的胳膊，李一凡连忙招呼道：这位是嫂子吧？真漂亮，张哥果然有福气。听到李一凡的称呼，林微微心中一喜，朝他微微点了点头，站在张哲旁边没有说话。李总，别在门口客套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张哲笑了笑，直接搂着林微微朝公司内走去。蜜桃传媒1楼会议室内，所有中高层全部到位。张哲坐在主位，两侧分别是白鹿和林微微。张先生，这是我们整理好的蜜桃传媒的具体财务信息，麻烦您过目一下。张哲大概看了看蜜桃传媒的资产中，最主要的就是公司所有的几个自媒体账号，其次是这栋办公楼和后面宿舍楼的房租，以及公司旗下的8辆保姆车和众多电子设备。对于一家传媒公司而言，这些东西的价值都不高，最主要的还是公司有多少网红资源以及质量如何。这一点蜜桃传媒只能说一般，张哲也早就了解了，大概看了一遍后便决定道：没有问题，直接签合同吧。2分钟后，张哲和李一凡分别在合同上签字盖章，蜜桃传媒正式易主。终于拿下了公司，张哲的心情也很不错，这下终于有理由给老爸老妈转点钱了。第91章，给老妈转钱。签完合同后，李一凡长长呼出一口气，朝张哲伸手说道：张总，合作愉快，希望蜜桃传媒能在你的手里越来越好。张哲跟他握了个手，笑道：合作愉快，多谢李总哥爱。张哥说笑了，是我应该感谢你才对，现在公司卖掉，我也总算能松一口气了。李一凡玩笑道：张哥刚接手公司，事情肯定比较多，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等有时间了，我请你喝酒。行，那李总慢走，我就不多送了。张哲回道：收购款稍后会打过去，晚点你记得查收一下。忘不了，张哥你继续忙吧，我就先撤了。李一凡摆摆手，干脆利落的起身离开。等他走后，会议室内一众中高层都把目光看向了张哲，其中一部分人明显有些紧张和忐忑。正所谓新官上任3把火，众人对张哲的情况都不了解，更不知道张哲接手了公司后会不会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毕竟蜜桃传媒之前的运营情况确实比较一般，说不准他们中就有一部分人
甚至大部分人都要面临被辞退的危险。看着众人的目光，张哲随意地挥了挥手说道：“郑中留下，其他人都忙去吧，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好的，张董。众人点点头，快步走出了会议室。副总经理郑中则是上来询问道：“张董，你的办公室已经收拾好了，需要我带您去看看吗？”“等会吧。”张哲摆摆手，朝白鹿问道：“钱打过去了吗？”“已经转过去了，张先生。”白鹿立刻回道。“好。”张哲点点头，注意力沉浸到了系统面板中。返利信息中一栏里并没有任何的动静，和张哲预想的差不多，这笔支出应该被判定为投资，并不能得到相应的返现。不过也无所谓了，有着这个平台，张哲后面想刷钱也更加方便许多。现在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张哲开口问道。目前公司账户上共有920万，但上个月的工资和分成还没发下去。白鹿立刻回道。其中柳运上个月的带货分成约为468万，其他主播和员工的薪资大概270万，去掉这部分费用后，大概能结余180万左右。现在蜜桃传媒超过一半的营收都是由一姐柳运带来的，他的业绩很不错，基本每个月的带货收益就有近千万。公司跟他签订的合同是抽40%，每个月他都能给公司带来几百万的收益。不过前些时候因为坐月子的关系，柳运休息了2个月的时间，让蜜桃传媒的资金链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不是他上个月重新开始直播，公司的资金状况肯定更差，可以说全靠他一个人撑着。每个月的营收确实不错，但去掉各种开支后，基本不剩什么钱了。就像是现在，等过几天发了工资后，公司账上最多剩下100多万，这点钱还要防止出意外，不能随便动用，根本拿不出多余的资金去培养公司的新人。现在柳运的业绩好，还勉强能维持平衡，一旦他的业绩开始下降，公司立刻就会入不敷出，到时候要么追加投资，要么就得裁员节流，情况只会越来越差，不然李一凡也不会想到把公司给卖掉。虽然收购公司花的这2600万并没有得到返利，但自己的刷钱大计可以着手进行了。好，我知道了。张哲点点头，思索片刻后朝白鹿安排道：“往公司账户里赚3000万，作为后期的运营资金。”好的，张先生。白鹿毫不犹豫地应道，立刻在笔记本电脑上开始操作。一旁的郑中听到张哲的话后，激动地握紧了拳头。自从昨天知道公司即将易主之后，郑中内心便一直比较忐忑，不知道张哲接手公司后会不会留下自己，更不知道公司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但现在张哲刚接手公司，便立刻注资了整整3000万。有着这笔钱，蜜桃传媒的财务状况瞬间得到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再也不需要连运营推广的花费都要抠抠搜搜了。老郑啊，我在，张董您吩咐。郑中立刻应道。我看过你的资料，蜜桃传媒能有今天的发展，你功不可没，就连柳运都是你一手签下的。张哲说道。以前公司什么样我不管，但现在我接手之后，一切都要正规起来。我不会在公司投入太多精力，所以公司的事务暂时由你负责。现在公司账上不差钱，尽快让搁置的项目运转起来。另外，公司下一步要大量招聘各类女主播，这件事你亲自负责，尽快做一份计划书拿给我。好的，张董。郑中询问道。新的主播招聘是以线上还是线下为主？线上线下同时进行，只要长得好看身材好，公司都可以签下来，没有特长可以慢慢培养。张哲吩咐道。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声势做到最大，将这次招聘工作打造成直播圈的盛世。不要怕花钱，你只管做好计划，钱不够了我随时可以再次注资。已经注资了3000万，后面可能还会再次注资。郑中不禁有些心潮澎湃，张董的实力也太雄厚了。要是按照这种规模来，那蜜桃传媒这次一定会在全国 MCN 行业中大出风头。这不仅仅是一个任务，同时也是张董给自己的考验。他虽然是副总经理，但之前公司大部分决策都是李一凡亲自负责，他并没有太多权限。如果这次自己能让张董满意，那是不是就能往上升一升了？郑中压抑着心中的激动，立刻应道：好的，张董，我明白了，我会尽快把计划书交给您过目。去忙吧。张董，那我就先过去了。等他走后，张哲拿起手机打开了云闪付 App。前几个月有一次生活费是老妈转过来的，张哲翻找了一下转账记录，很快便找到了老妈的银行卡号。张哲思索片刻，给老妈转了200万过去。第92章，林薇薇，你这个坏人。并不是张哲不想多转，而是转太多了也不好交代。毕竟半个月前刚找到工作时，老爸就给张哲赚了1万5过来，让张哲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顺便再买几套体面点的衣服。现在就算有网红公司作为理由，也不好一次给家里太多的钱。反正家里经济情况还可以，200万足够用了。等过段时间他们逐渐接受了自己有钱的事实，到时候再多给一些。
看到转账成功的界面后，张哲再次换出系统面板看了一下，这次果然有了提示：孝敬父母200万元，报销金额200万元。看到系统提示后，张哲微微有些错愕。以前要么返利100倍，要么是直接不符合返利条件，这还是第一次只获得1倍的返利。不过看到这一次并不是返利金额，而是报销金额后，张哲也大概明白了。说到底，最开始之所以获得金主爸爸特权，是因为自己处于单身状态。系统的目的估计是想让自己通过比较简单的泡妞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或者说通过现金激励让自己摆脱单身。给父母花钱自然不属于这个范畴内。不过张哲也无所谓了，就算没有返现，自己肯定也要孝敬父母的。而且童子哥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直接把孝敬父母的钱全额报销了。现在刚摊牌，不适合给太多的钱，等后面给老爸买车或者给家里换房子时，报销的金额就比较可观了。转完钱后，张哲也算是了却了一个心事，看着坐在一旁一直安静的等待自己的林微微问道：无聊吗？要不我带你在公司里参观一下？好啊。林微微眼睛一亮问道：不会耽误你工作吧？没事，该忙的都忙完了。张哲刚刚起身，忽然想起来司机的事情，便朝白鹿问道：对了，我的司机招聘的怎么样了？我昨天已经跟猎头公司联系了，但一直在忙收购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过问。白鹿连忙回道：我稍后再跟对方联系一下，有进展了我立刻跟您汇报。尽快吧。张哲点点头说道：这边忙完了，你们先回去吧。张先生，还有件事需要跟您汇报一下。你说。是这样的，张先生，这个月10号，也就是这周4，我行在半岛酒店会举行一场商务性质的酒会。白鹿询问道：您作为我行最尊贵的客户，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前往参加这次晚会。这次酒会受邀的嘉宾都是我行在华东地区的私行超高端客户，是个很不错的人脉扩展渠道。同时，为了感谢诸位超高端私行客户的支持，我行也会拿出一定的福利作为回馈，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商务酒会，周4也就是大后天的酒会，今天才通知自己，着实有些太晚了。不过自己也是刚加入招行，估计他们也是刚反应过来。对于这类的酒会，张哲的兴趣并不大，直接回道：我考虑一下吧。好的，张先生。白鹿点点头回道：那我就不多打扰您了。张哲朝林微微示意了一下，说道：走吧。好。张哲带着林微微在公司里大概转了一圈，虽然昨天就看了一遍，但现在这已经是自己的公司，感觉和昨天完全不同。蜜桃传媒的员工都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老板已经正式换人。两人走在公司里，时不时就有人上来招呼道：张董好，夫人好，老板好，老板娘好。每当有人打招呼，张哲都是微微点头，倒是林微微脸上的笑容一直没下来过。参观完公司后，林微微感慨道：这就是正规的网红公司吗？以前也有公司想签我，但规模和你这家公司根本没法比。亲爱的，你说要不我签约你的公司怎么样？可以啊。张哲回道：你好歹是半个老板娘，签在公司旗下肯定比你单打独斗强得多。虽然以两人的关系，张哲想在林微微身上刷钱很容易，但他签约了公司的话，后面帮他运营推广肯定也要花费一些钱。主动送上门的金矿，张哲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半个吗？林微微有些幽怨地看了张哲一眼，随后干脆道：那就这么说，要不我现在就去签约？不急，回头有时间吧，我让人给你专门制定一份合同。张哲看了下时间，已经快中午1点了，便问道：不饿？还好，不是很饿。那去吃饭吧，你想吃什么？我想吃鱼。那就去吃鱼。张哲开着车直接去了白鹿第一次请自己吃饭的餐厅，这家店的海鲜确实不错。最近这几天比较操劳，张哲特地多点了点生蚝，准备给自己补一补。林微微嘴上说着想吃鱼，但一共也没吃几口，光顾着伺候张哲了。看他殷勤的明显有些不对劲，张哲直接问道：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林微微愣了一下问道：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就差没把讨好2个字写脸上了。张哲直接道：咱俩这关系，你想干嘛直说就行。那个……林微微扭捏片刻，看向张哲小心问道：刚才你那个秘书说的过2天的商务酒会，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啊？张哲挑了挑眉问道：想去？想。林微微连连点头，眼神期待地看向张哲，撒娇道：人家还从来没见识过酒会是什么样呢，亲爱的，你带我去见见世面好不好？张哲从一开始就知道林微微对上流社会非常向往，本来确实对酒会没什么兴趣，但既然他那么想去，张哲也不是不能考虑。不过肯定不能随便答应，至少也要让他付出一些代价才行。那我有什么好处？
亲爱的，你想要什么好处？林微微连忙问道。张哲笑了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林微微的脸色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忍不住在张哲身上轻轻拍了一下。你这个坏人就知道欺负我，那你答不答应？张哲坏笑道。我……林微微忍不住把头埋到张哲怀里，好一会才小声回道：我答应你就是了。见他答应了，张哲满意的点点头说道：那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订一套晚礼服。第93章，香奈儿高定礼服。林微微愣了一下，问道：还要定制晚礼服吗？张哲也有些被他问住了。对于这些上流社会的酒会，张哲也完全没接触过，但电视里不都是那么演的吗？男人西装革履，女士美艳动人，至少每个人都穿得很光鲜亮丽。我问一下吧。张哲拿起手机给白露发了条消息，过了一会便收到了白露的回复。张哲看完之后说道：订一套吧，也不用太过正式，小礼服就行，正好我也要订一身西装外套。老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毕竟是正式的商务酒会，着装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别看很多有钱人平时穿衣服都很随意，但在正式场合里一样会身穿正装。穿上一身体面的衣服，不仅仅是对于晚会的尊重，同时也是维护自己的形象。那好吧，听你的。林微微点点头说道：小礼服的话应该不会特别贵，我自己买就行了。林微微觉得张哲本来没想去的，现在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才决定参加，也不好意思让张哲因为自己再多花钱。差点忘了，你还是个小富婆呢。张哲搂着林微微柔软的腰，有些好奇道：你的小金库里一共存多少钱了？也没有多少了。林微微也没有隐瞒，坦白道：本来就剩10几万了，但我上个月接了2个广告，前2天费用刚到账，现在差不多有20万，买一件小礼服应该够了吧？就这点啊？张哲玩笑道：我以为你怎么得存个30、50万甚至更多呢。怎么可能？我这几年挣的钱估计一共才勉强有100万。林微微解释道：去年开了这家奶茶店，加盟费、装修和房租加起来就花了差不多40万，把我的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我毕竟是穿搭博主，每个月都要买好多衣服之类的，花销也比较大，就这20万还是这几个月刚存的呢。原来是这样。张哲没想到一家小奶茶店竟然要花这么多钱，伸手在林微微脸上捏了捏，笑道：有这份心就够了，你的钱还是自己留着花吧，衣服我给你买就行，不然紧着你这20万的价格买，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比较少了。林微微想了一下，自己跟着张哲一起去，肯定要打扮的好看一些，这样才不会让他丢了面子。礼服的话至少也得是大牌才行，自己这20万似乎真的够呛，所以也没有继续坚持，凑过来在张哲的唇上印了一下。好吧，谢谢亲爱的，光口头感谢可不行，我喜欢实际一点的。张哲意有所指道。林微微精致的脸蛋再次变得红润起来，小声回道：那晚上人家好好感谢你总降了吧？这才对嘛。张哲满意的点点头，笑道：吃饭吧。亲爱的，我给你弄生蚝。见张哲似乎对生蚝比较满意，林微微小心的把生蚝肉取出，用勺子送到张哲嘴边。美美的享用完午饭，张哲起身准备去结账，结果发现林微微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把饭钱给付了。见张哲看向自己，林微微笑盈盈的解释道：你都说给我衣服了，我请你吃顿饭也是应该的吧？这顿饭可不便宜，张哲刚才点的都是比较贵的，估计怎么也得1万左右。但他钱已经付了，张哲也没说什么，跟一会买衣服的花费相比，这点钱确实不算什么了。行吧，现在直接带你去看礼服吧，你有没有心仪的品牌？我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要不随便买一套。林微微回道：那等我先问一下吧。张哲对这方面也不太懂，便拿出手机翻找出香奈儿销售的微信，给对方发了个消息问了一下。最近这几天张哲一直住在宝格丽的总统套房，有刘管家帮忙处理各种琐事，现在出来了一天，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还真有点不习惯。张哲想了想，再次给白露发了条消息过去：帮我挑选下房子，大平层和别墅都筛选一下，推荐些比较优质的房产发给我。白露立刻回了消息：好的张先生，我马上帮您查询在售房源信息。香奈儿的销售这时也回了消息。张哲看后说道：走吧，先去香奈儿看看。好。半个多小时后，两人走进了国金中心。香奈儿门店一如既往的排着长队，销售许林早就站在门口等候，看到张哲过来后连忙迎上来问候道：张先生，您来了。随后许林又看向挽着张哲胳膊的林微微，笑着问候道：林女士，好久不见，没想到您跟张先生是一起的。你们认识？张哲有些好奇道。林女士也是我的顾客，之前来店里都是由我服务的。许林含笑着解释道。
那还真巧了。张哲笑着回道：“先带我们去看看女士礼服吧。”好的，您二位请先跟我到贵宾室休息片刻。将两人请到贵宾室后，许灵先是询问了两人的喜好，送上了饮品和一些点心，随后才问道：“林女士，不知道您对礼服有什么要求吗？不要太浮夸，稍微简单一些的款式，小礼服就行。”林微微回道：“好的，我明白了，您二位请稍等片刻。”许灵点头应道，转身过去准备了。像这种奢侈品牌的门店里，一般都只有常规款的商品，涉及到高定的服装和配饰，很少会展示在门店内。只有消费达到一定额度，才能见识到他们这些非卖品。几分钟后，许灵邀请两人来到贵宾室后的一个房间内。房间的四周摆放着一个个人偶模特，每个模特的身上都套着一件精致的礼服。林女士，我们店有货的小礼服都在这里了，您看看有没有满意的？许灵轻声说道。我看看吧。林微微的目光在一件件晚礼服上扫过，眼中闪烁着动人的神采。不得不说，香奈儿是真的懂女人，每件礼服林微微都觉得很喜欢，一时间有些眼花缭乱的感觉。第94章，令人惊艳的林微微。林微微本身就是穿搭博主，对好看的衣服非常敏感，现在看到这么多高定的礼服，顿时有些挪不开眼。足足看了好几分钟后，林微微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这个房间内的礼服都是由香奈儿的设计师精心设计，在头顶温和的灯光的照耀下，似乎每一件礼服都在熠熠生辉。林微微情不自禁地咬起了嘴唇，犹豫了好半天后，拉了拉张哲的衣袖说道：“亲爱的，我真不知道该选哪件好，要不你帮我选吧。”果然，女人买衣服的时候也经常会选择困难。张哲笑了笑说道：“那我帮你选几件吧。”小妖精这2天表现不错，张哲也打算奖励她一下。虽然给她买衣服可以得到100倍返利，其实把所有的礼服全包下都无所谓，但完全没这个必要。礼服又不是日常穿的服饰，买多了林微微也没地方放，有个几件就足够了。张哲的目光扫视一圈，首先定格在一套黑色的礼服上。这套礼服上半身是蕾丝刺绣面料，绣着一朵朵不知道什么花，花朵中心还镶嵌着一颗颗微小的钻石，在灯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璀璨绚丽的光芒。顺着花朵往下，从大腿处往下的裙摆则变成了黑色的真丝面料。虽然这套礼服是长裙，但因为下半身的真丝设计，庄重中又透露着一抹无法掩饰的性感。整体设计奢华而又优雅，作为正式场合的小礼服，简直再合适不过了。以林微微的身材，尤其是她那双又长又直的美腿，穿上这套礼服的话，绝对会无比的惊艳。这套怎么样？张哲问道。林微微看向张哲指向的黑色礼服，眼中闪过一抹惊艳。虽然说这个房间内所有的礼服她都很喜欢，但以她的眼光来看，这一套的设计绝对是最顶尖的。张先生，您的眼光真好，您看的这一套可以说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这时许灵上来介绍道，这套礼服是我们香奈儿的老佛爷在88年设计，并在当年的巴黎时尚秀中大放光彩。这款礼服是老佛爷设计的？林微微惊讶地问道。是的，林女士，您没听错。许灵含笑着解释道。不过你也知道，老佛爷年纪大了，已经很久没有亲自设计新品，这件礼服也不是原版，而是因为的设计太过经典，在今年30周年之际，我们打造的复刻款。尽管是复刻，但我们也严格控制了数量。这款礼服全国只有3套，魔都更是只有您眼前这一套。张哲最近经常采购这些大牌，对这些品牌也稍微有了些了解，自然也听过香奈儿老佛爷的大名。卡尔·拉格斐被称之为时尚界的凯撒大帝，站在时尚圈制高点的男人。在香奈儿连年亏损的时候，卡尔·拉格斐选择成为其品牌设计师，一步步将其打造成世界上最赚钱的奢侈品牌之一。香奈儿能有今天的地位，卡尔·拉格斐可谓是功不可没。张哲对衣服的设计师是谁倒不是很在意，但这套礼服的设计确实很不错。看到林微微那么激动，不用问也知道她对这套礼服满意的不行。张哲直接问道：“这套多少钱？”张先生，这套礼服的售价是188.8888元，数字还挺吉利。张哲笑了笑，直接把银行卡递了过去。这套我要了，取下来让我女朋友试一下。这类高定的服饰是不能随便试穿的，毕竟能消费起的都是真正的有钱人，谁也不想买一件别人穿过的衣服。不过既然喜欢，直接买下就是了，不合适的话也可以让他们根据林微微的身材做出适当的修改。看到张哲递过来的银行卡，许灵愣了几秒，随后强压着激动的心情回道：“好的，张先生，我现在就帮您取下来。”亲爱的，你疯了？林微微连忙拉了拉张哲的胳膊，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这可是188万啊！我只是参加酒会穿一下，这也太贵了，贵点就贵点吧，难道你不喜欢？”张哲笑着问道：“喜欢肯定喜欢，但是这个价格无所谓，只要你喜欢就好。”张哲伸手捏了捏林微微的脸蛋，玩笑道：“我的女伴，
必须是全场最漂亮的才行。你先去试一下衣服吧，让我看看你穿这套礼服美不美。林微微愣愣地看着张哲，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因为自己想去参加酒会，张哲不但改变了原本的计划，更是给自己添置了这么贵的礼服。188万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哪怕是他的收入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但也要好几年不吃不喝，估计才能攒下这么多钱。可是张哲在看出自己喜欢之后，却是眼都不眨一下的，便决定买下送给自己。林微微的眼睛里瞬间弥漫一层水汽，忍不住紧紧地抱住张哲，在他耳边喃喃道：“老公你真好，我爱你。”张哲感受着怀中完美的触感，伸手在林微微背上轻抚了几下，笑道：“去试衣服吧。”林微微点点头，恋恋不舍地离开张哲的怀抱，跟着许林一起前往试衣间。礼服穿起来稍微有些麻烦，所以许林在一旁帮忙，期间忍不住感慨道：“林女士，张先生对你真好，这套礼服在我们店3个月了，期间有好几个老顾客都看过，但听到价格后都望而却步，张先生却毫不犹豫地买给您。”林微微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对于许林的话非常认可。虽然自己并不是他唯一的女人，但却从张哲身上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宠爱。就算是富豪阶层，也没多少人舍得给自己的女朋友买这么贵的衣服吧。他这么宠爱自己，自己一定要把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他看才行。还有，自己之前答应他晚上……林微微的脸上开始泛红，原本她是有些害怕的，但现在心中瞬间没了胆怯，甚至开始有些期待。疼就疼吧，只要他能开心就好。张哲坐在贵宾室，拿起果汁喝了一口，无聊地换出系统面板看了一眼，消费188万8888元，返利1亿8888万8800元。舒服。下午收购公司加上注资，刚花掉了5000多万，这一波就回来了，还多了1个多亿，一套大平层的钱，这不就赚出来了？美滋滋玩了会手机，便听到了林微微的声音：“亲爱的。”张哲抬头看去，眼睛瞬间瞪大了一些。只见林微微已经换上了黑色的小礼服，修身的设计将她的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林微微确实有些天赋异禀，明明身材那么纤瘦，但却又那么有料，胸前的弧度异常惊人。视线往下，透过半透明的真丝裙摆，能够隐约看到她那双严丝合缝、笔直白嫩的美腿。嫩白的肤色和黑色的真丝裙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挪不开眼睛。第95章，翩翩贵公子。林微微的这套小礼服的裙摆并不是很长，勉强只到脚踝上方，足够庄重典雅，又不影响行动。作为一名穿搭博主，她平时除了发布穿搭照片之外，也经常会微博和抖音上发布一些穿搭走秀的视频。同样是走路，但学过仪态和姿势训练的人走起路来确实比普通人更好看，气场也更足。林微微跟专业的模特相比，肯定是有些差距的，但也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只见她迈着优雅的步伐，缓缓走到张哲的面前，慢慢的转了一圈，让他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己此刻的样子。随后期待的看向张哲问道：“怎么样，亲爱的？”张哲的眼神中有些火热，毫不犹豫的回道：“很美。”以前在张哲的印象中，林微微一直是比较性感的形象。虽然她不像丽娜那样会一手性感的女团舞，但她无论是长相、气质还是身材都非常顶。加上她平时的穿衣风格本身就比较时尚和大胆，哪怕站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性感的味道。可现在她穿上这身复古风的小礼服后，就如同中世纪的公主一般，整个人身上莫名有种高贵而又纯洁的气质。这种强烈的反差给张哲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脑中不禁回想起昨晚他跪坐在那里，抬头看向自己的画面，是不是又在想着怎么欺负我了？感受到张哲侵略性十足的目光，林微微顿时猜到了他在想什么，心中感觉到羞涩的同时，也忍不住的有些开心。毕竟这就证明自己还是非常有魅力的。林微微笑盈盈地凑到张哲耳边，声音中满是魅惑地说道：“亲爱的，等咱们参加完酒会，我穿这身衣服陪你好不好？”这个小妖精是真的懂得怎么抓住自己的心。丝袜已经够刺激了，如果换成这身衣服的话，光是想想，张哲就有些激动，瞬间感觉这套礼服真的没选错。乖。张哲强行压下心中的火气，抬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说道：“除了这套，再给你选几套其他的吧。”“不用了，亲爱的，这一套就足够了。”林微微摇了摇头回道：“一套怎么够？这种礼服不都是一次性的吗？”张哲随口回道：“一次性的。”林微微愣了一下，但很快便明白了张哲说的是什么意思，解释道：“亲爱的，你应该是被网上的消息给误导了，礼服一般都很贵，就算再有钱也不可能只穿一次啊。一般来说，只要不是在同一个圈子里连着穿同一件礼服就行，听说有些礼服都能传几代人呢。”张哲是真不懂这些，毕竟平时在网上确实能看到一些文章和评论，
说什么衣服都是一次性的，设计师根本没想过有人会穿很多次之类的话，所以下意识的便以为礼服只能够穿一次。不过想想也是，林薇薇这套礼服要188万，确实已经不便宜了，但比这更贵的也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设计以奢华为主的礼服，可能光是上面点缀的宝石等配饰就价值几百甚至几千万，总不能真的只穿一次就把衣服毁掉，只留下那些宝石吧。虽然闹了个笑话，但张哲并不觉得尴尬，因为以张哲现在的财力，100多万的礼服就算真的当一次性的来用，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就算不是只能穿一次，多买几件也没什么。张哲语气轻松道，毕竟你不可能只陪我参加这一次酒会，多备几套礼服，以后有需要了也有选择的余地，省得每次都要特地跑过来一趟。如果是其他的理由，林薇薇肯定不舍得多花钱，毕竟只是身上这一套就足足花了188万。可听到张哲说以后还会带自己参加其他酒会，他顿时没了拒绝的想法，乖巧的回道：那我再选2套。去吧。张哲挥挥手说道。对于自己的女人，张哲不会特别的惯着，但也绝对不会小气。另外，香奈儿的设计确实是没得说，礼服也不一定非得参加酒会或其他正式场合才能穿，偶尔晚上的时候也可以穿上提升一下情趣嘛。多买几套不光能够让自己更养眼，还能顺带着多刷一些钱，何乐而不为呢？有着张哲的授意，林薇薇也不再那么纠结了，很快便又挑选好了3套礼服。这3套虽然也是高定，但和之前那套还是有些差距的，加起来才花了120多万。林薇薇的身材很完美，这几套礼服直接拿去穿都挺合适，但毕竟这些都是出版，还是要根据她的身材进行一定的微调，这样最终的衣服才能完美的贴合她的身材。消费123.5万元，返利金额加1亿2350万元，又是1个多亿到手。张哲也懒得再去其他店订购西服了，在林薇薇测量身材的时候，让许玲介绍了一下男士西装。相比较女士的礼服，男士西装要简单的多，顶多是设计方面有些细微的差别。张哲随便选了几套，感觉还都挺不错的，就是颜色方面稍微有些纠结。亲爱的，要不选白色的怎么样？这时林薇薇提议道。酒会上肯定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估计大部分人都是穿黑色、灰色，所以你最好选浅色系的配色，而且白色很显气质，绝对非常适合你。张哲也确实不太想选比较沉闷的黑色，正好有一套白色的西装设计很不错。行，那就试试白色这套吧。张哲让许玲把那套白色的西装拿过来，走进试衣间试穿了一下。当张哲回到贵宾室后，林薇薇、许玲2人的眼中立刻闪过一抹惊艳之色。张哲的身高有183，这套西装又是比较修身的款式，让他的身姿显得更加挺拔修长。深邃的五官和眉眼，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养成的出尘气质，在这套稍显正式的西装的衬托下，顿时有种翩翩公子的感觉。张哲看向林薇薇问道：怎么样？帅，太帅了。林薇薇严丝合缝的双腿顿时并拢得更紧了，膝盖忍不住抵在一起轻轻摩擦，赞叹道：亲爱的，就选这套吧，太适合你了。第96章珠宝皇后蒂芙尼。张先生，请原谅我的冒昧。许玲也跟着说道：您的形象真的是太好了，就算说您是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估计都没有人会怀疑。另外，我感觉您真的很适合穿西装，您以后可以适当的多穿一些类似的服饰。张哲微微一笑，对着落地镜欣赏了几眼，感觉非常的满意。行，就这套吧。和林薇薇的礼服相比，张哲的西装就便宜了许多，只花了20多万。张哲只选了这一套，毕竟平时很少穿西装，买这套也完全是为了几天后的酒会。另外，之前在 LV 定做的10几套衣服中就包含了3套西装，估计再过些天就该设计好了。好的，张先生。许玲快速帮张哲办理了手续后，送上来一个印着香奈儿 logo 的小礼品袋，说道：感谢您对我们香奈儿的认可，这里面是我们赠送您2位的胸针和袖口，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心意。希望在您身穿正装的时候，这份礼物能为您稍微增添一丝光彩，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今天自己在香奈儿整整消费了300多万，这点礼物根本不算什么。张哲也没客气，直接将礼物收下，问道：衣服后天都能修改好吧？没问题的，张先生，最快我们明天就能把您2位的衣服修改好，届时我会亲自送到您的手中。许玲连忙表示道：好，那就先这么说，既然衣服已经购置好了，也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张哲正准备带林薇薇离开，忽然想到什么，在林薇薇的身上打量了一番后说道：你有没有什么首饰？林薇薇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回道：有一条黄金项链，还有一条铂金吊坠。太普通了。张哲摇摇头说道：走吧，找一家珠宝店给你看看首饰。那么华丽的礼服，如果只是搭配一条普通的黄金项链，未免有些太违和了点。听到要给自己买首饰，林薇薇没有像刚才那样再拒绝，毕竟买礼服就花了300多万。
在香奈儿一众员工的恭送下，两人走出了香奈儿门店。在商场内逛了一会后，两人来到了蒂芙尼门店外。珠宝同样有很多奢侈品牌，蒂芙尼作为10大珠宝品牌之一，一度有着珠宝皇后的美称，一向以独特的设计风格、高品质的工艺和顶级的钻石而闻名于世。蒂芙尼的店内有着大量的钻石制品，哪怕隔着玻璃橱窗，也能清晰地看到柜台内的众多首饰，在特制的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璀璨而耀眼的光芒。感觉到林微微的步伐放缓，张哲直接拉着她走进了蒂芙尼的店内。欢迎光临蒂芙尼，一位身材高挑的销售主动迎了上来，问候道：“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二位服务的吗？给我女朋友推荐些首饰，适合参加晚会佩戴的。”张哲直截了当地说道。“好的，先生，您对价格方面有要求吗？”销售询问道。“没有。”张哲看向林微微说道：“给她看一下你的礼服，让她根据款式推荐一些。”“好。”林微微拿出手机，找出刚才试衣服时让许玲帮忙拍摄的照片，拿给对方看了一下。“女士，您这件礼服的领口比较低，我个人推荐您搭配一条稍大点的吊坠项链，来填补您脖颈处的空白。”销售看了几眼后询问道：“您有比较喜欢的珠宝材质吗？之前没了解过。”林微微摇了摇头回道：“那您稍等一下。”销售示意道，很快便从柜台内拿出一个首饰盒，将其打开后展示到两人面前。“您看这款钻石吊坠如何？这是我们最近刚发售的新款，链身采用了18K 玫瑰金，吊坠则是由108颗大小不一的钻石组合而成。对方推荐的这款项链倒不是很特殊，但下面的钻石吊坠确实很漂亮，一颗颗细小的钻石被巧妙地镶嵌到了一起，组成了一朵闪烁着璀璨光芒的玫瑰花，样式简单但又足够奢华。这款多少钱？”林微微问道。“这款钻石吊坠的价格是66.8万。”销售轻声回道。有人说，钻石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局，也是20世纪最成功的营销。因为钻石的价值与其价格完全不符，完全是资本炒作出来的东西。购买黄金首饰需要用钱的时候还能变现，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金价可能还会升值许多。如果你买一件钻石首饰，哪怕是蒂芙尼这种顶级品牌，后面想要变现的话也非常困难，打骨折都不一定能卖掉。但不可否认的是，哪怕明知道钻石毫无性价比，但看到其散发的耀眼光芒后，很少有女人能抵挡得住诱惑。看着首饰盒内美轮美奂的钻石吊坠，林微微有些犹豫，看向张哲问道：“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一般吧。”张哲打量了几眼，朝销售问道：“有没有更特别点的？”销售的眼中闪过一抹异色，询问道：“先生，不知道您是对款式不满意，还是觉得材质不够特别？”“主要是材质吧。”张哲回道。这款吊坠的设计确实还可以，但都是一颗颗小钻石拼接成的，感觉稍微有些单调和普通了。“好的，我明白了。”销售点点头回道。“如果您不喜欢普通钻石的话，我们店内还有2款由天然彩钻打造而成的吊坠项链，我拿给您看一下。”“拿来看看吧。”张哲表示道。“好的，请您稍等。”几分钟后，工作人员将2个由防弹钢化玻璃打造而成的透明展示柜小心地放到了张哲和林微微面前。似乎因为价值比较高，销售的身边还陪着2位安保人员，手持着橡胶棍，紧张地注视着四周。展示柜刚送过来，林微微便被内部的2款项链牢牢吸引住了目光。销售伸手示意左边的蓝钻吊坠，介绍道：“二位，这一条是由知名珠宝设计师帕洛玛·毕加索女士设计的深海，其吊坠部分是由一颗5.86克拉的天然蓝钻打磨而成。正如她的名字，帕洛玛·毕加索女士是以美人鱼为原型进行创作，用简单柔美的线条塑造出了人鱼尾部的形象。”第97章，身家30亿，林微微动情。相比较之前那款玫瑰花样式的吊坠，这一条深海的款式要独特许多。吊坠部分除了一颗5.86克拉的蓝钻外，还有着26颗的浅蓝色细钻，共同组成了一只美人鱼的形象。放眼望去，如同一只在大海中遨游的美丽人鱼，令人一眼看到便心生惊艳。别说是林微微了，就算是张哲也感觉这条项链确实很漂亮。多少钱？张哲开口问道。销售立刻回道：“这款深海的价格是680万。”680万！哪怕有了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价格后，林微微还是愣住了。这条项链就足够在魔都买一套房了。张哲点点头，看向另一条项链说道：“再给我们介绍下这一条吧。”虽然张哲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购买意向，但销售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低落，毕竟600多万的项链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卖出去的。“好的，先生。”销售又非常专业的介绍了一下右边展示柜中的项链。这一条项链的吊坠是红钻打造而成，比旁边的深海还要大一些，但设计方面稍微普通了些，并且钻石的材质也比深海要差点。
所以价格方面也稍微便宜了一些，只要410万。张哲的目光在2条项链上来回打量了几遍，随后掏出银行卡说道：“这2条都要了。”并没有询问林薇薇的意见，毕竟100多万的礼服就让他有些惶恐了，现在涉及到上千万的价格，恐怕他根本不敢开口。但不用问也知道，他对这2条项链绝对喜欢的不行，一蓝一红也方便他搭配衣服。张哲已经开始期待，以这个小妖精的姿色穿上一袭高贵的礼服后，再戴上其中一款项链，会美成什么样子。一旁的销售听到张哲轻描淡写的话后，身体差点没站稳，连忙伸手扶住柜台，看向张哲确认道：“先生，您是说这2条项链您都要了？”“对。”张哲平淡的点点头，吩咐道：“刷卡吧，然后帮我们把这2条项链包起来。”得到了张哲的确认后，销售接过了银行卡，强压着心中的激动回道：“好的，您请稍等。”销售转身去办理手续，林薇薇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有些不敢置信的看向张哲问道：“亲爱的，你2条都给我买了？不然呢？”张哲顺手把她揽进怀里，笑着问道：“难道你不喜欢？”听到张哲的话，林薇薇下意识的摇了摇头，又连忙点了点头。作为女人，这么好看的首饰，她说不喜欢是不可能的。但她之前根本没想到，张哲真的会给她买这么贵的项链，更是一次买了2条。680万加上410万，2条项链的价格足足要1090万。而且刚才张哲给她买礼服就已经花了300万出去，再加上这2条项链，这才1个多小时的时间就给她花了1400万。想到这个价格，林薇薇就感觉浑身有些发软，下意识地搂住了张哲的脖子。林薇薇的心中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动所填满，双腿和翘臀忍不住绷紧，紧紧地抱着张哲，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老公，我想你爱我。”张哲忍不住笑了笑，看来珠宝的魅力确实大，直接让这个小妖精动情了，甚至恨不得立刻现身。可惜不光地点不合适，时间也有些不对，这个小妖精的亲戚还没走。张哲可没有浴血奋战的爱好，不仅不卫生，对女方的身体也不好。但也就是这2天的事了，张哲也不着急，更何况晚上还有另一个游戏在等着自己。张哲小心地扶着林薇薇，防止她不小心跌倒，另一只手在她的背上轻抚。蒂芙尼的销售动作很快，不多时便把所有的手续办好。在张哲签完字之后，小心地询问道：“张先生，因为您购买的这2条项链的价值过高，需要我们安排保卫人员将其护送到您的家里吗？”“不用了，帮我包上就行。”张哲随口回道。“好的，张先生。”虽然张哲拒绝了护送，但为了保险起见，蒂芙尼还是特地将2条项链装好，放置在一个金属打造而成的手提式保险箱内。价格方面倒是没优惠，但免不了的和香奈儿一样，也赠送了一些小礼物。消费1090万，返利金额加10亿9千万。看到系统返利提醒后，张哲的嘴角忍不住浮现出一抹笑意。今天的商场之旅可以说非常圆满，不光让将林薇薇完全攻略，让这个小妖精恨不得立刻现身，还顺带着又刷了14个亿左右。加上原本卡里的钱，张哲现在的可支配资金已经达到了30个小目标。另外，安安和丽娜那边也已经开始看房子，按照这种速度的话，估计要不了多久，自己的身家就能突破100亿。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满足开启系统第2特权的条件。张哲也没有多想，顺其自然就行，接过手提式保险箱，搂着林薇薇离开蒂芙尼。看了下时间，刚刚下午3点多，现在回学校有些太早了。正好宝格丽酒店就在旁边，张哲也有些累了，便打算先回酒店休息一会。20分钟后，张哲带着林薇薇回到了宝格丽酒店。刘管家早就得到了前台的通知，等候在电梯口，见到张哲后躬身问候道：“先生，欢迎回家。”张哲含笑着点点头，吩咐道：“帮我安排一位水疗技师上来。”昨天晚上，林薇薇虽然给按摩了半个多小时，但她的技术跟专业的技师还是没法比。反正闲着没事，做个水疗休息下也不错。好的，先生。刘管家躬声应道，帮张哲打开了房门后，便转身过去安排。房门刚刚被关上，林薇薇立刻搂住了张哲的脖子，主动的送上了热吻。因为刚才的事情，今天的林薇薇热情到不行，整个人直接挂在了张哲的身上。张哲直接拖着她走到客厅，坐在了沙发上，开始享受这个小妖精的热情。林薇薇跨坐在张哲身上，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放肆的开始进攻。2分钟后，林薇薇有些呼吸不适，终于不舍得松开了张哲。亲爱的，你让技师晚点来好不好？怎么了？张哲问道。林薇薇起身离开了张哲的怀抱，风情万种的看了张哲一眼，一向在外人面前维持着女神形象的她，主动跪坐到了沙发前。第98章，内心骚动的苏云。半个多小时后，张哲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刚刚享受完林薇薇的特殊排毒 SPA， 此刻只感觉整个人都神清气爽。
张哲走到茶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拿着杯子走到了落地窗边，向远方瞭望。看着繁华的外滩，张哲的心中不禁有些感慨，这才叫有钱人的生活。怪不得从古至今，无数英雄豪杰都为权力和女人而折腰。当无数人朝思暮想的女神主动的在自己面前俯首，这种征服所带来的成就感真的很让人着迷。张哲的嘴角带着一抹笑意，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茶。这时林微微刷完牙回来，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张哲，把脸贴到了他宽广的后背上，感受着他身上的体温和味道。张哲本来就端着杯子，现在又被他整个抱住，也不方便行动，便头也不回地问道：累不累？林微微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轻声回道：不累。整整按摩了半个小时，期间都没怎么休息，说不累是不可能的。上一次跟着张哲来宝格丽酒店，第一次按摩的时候，他回去整整休息了1天才感觉好点。不过今天发生的一切对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此刻林微微整个心都被张哲给填满。因为自己的一句话，张哲就给他买了3套礼服、2条项链，加起来一共花了1400多万。这份礼物不仅仅是价格高昂，其中蕴含的爱意也让林微微感动无比。除了他自己，林微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份爱意，只要能让张哲开心，就算再累也无所谓。感觉到林微微在用额头轻轻地蹭着自己的后背，张哲忽然感觉有些发痒，忍不住扭了一下身体，说道：别闹了，先去看看你的项链吧，刚才在店里也没事戴下。提到项链，林微微顿时被吸引了注意，松开张哲后问道：亲爱的，你陪我一起好不好？走吧。张哲抬手摸了摸她的头发，跟着林微微一起来到了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拿起手机看了一下蒂芙尼销售发来的密码后，张哲将手提密码箱打开。箱子里一共放置着3个首饰盒，其中2个是刚买的项链，另一个则是蒂芙尼送的赠品。张哲先打开了左边的首饰盒看了下，里面赫然是由天然蓝钻打造而成的深蓝。我帮你戴上吧。好，谢谢亲爱的。林微微眼中满是期待，在张哲的脸上亲了一下后，转身背对着张哲，并伸手揽了揽脖子后的长发。张哲将项链取出，绕过林微微完美白皙的脖颈，慢慢的将项链两端的扣头扣在了一起。好了。听到张哲的声音，林微微迫不及待地转过身，挺了挺胸，将项链更好地展示到张哲眼前，笑颜如花道：好看吗？亲爱的，这款深蓝的吊坠比较大，项链也比较宽松。今天林微微穿的又是一件长款的米色连体包臀裙，胸口的位置稍微有些低，蓝钻打造而成的美人鱼刚刚好在沟壑的正上方，如同正在深邃的海沟上肆意的遨游一般。好看，不过稍微有点歪，你等一下。张哲回道，好心的帮他把吊坠调整了一下位置。林微微哪里不知道张哲就是故意使坏，但他并没有说什么，红着脸让张哲给自己调整。等张哲弄好之后，林微微妩媚的看了他一眼，起身走到镜子旁开始自我欣赏。看着镜子里自己精致的锁骨下方正在闪耀着温和的蓝色光芒的深海，将自己衬托得更加美丽高贵的样子，林微微不禁有些吃了。好美！她以前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有朝一日拥有这么精美奢华的首饰，忍不住有些恍惚，有种不真实的错觉。见他一副怀疑人生的样子，张哲忍不住笑了笑，也没有管他，进卧室换了身衣服后按下了服务铃。房门随之被打开，早已等待多时的水疗技师苏云立刻走了进来。张哲跟他一起走进了水疗室内，等张哲在水疗床上躺好，身穿旗袍的苏云便坐在了水疗床中间一侧，开始调试水温。因为离得很近，他隐约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忍不住鼻子微动嗅了嗅。虽然已经单身很久了，但她并不是未经人事的小姑娘，很快便想到了这是什么味道，脸色不禁微微有些发红。因为按摩手法好，第一次为张哲服务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所以最近张哲要做水疗时，刘管家一直是安排他过来服务张哲。基本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了张哲在酒店内的御用按摩师。尽管张哲住进来也就1个星期，一共也没做过几次水疗，但他最近光是小费就拿了接近1万块。对此，水疗部的其他同事简直要羡慕死了，不仅仅是因为高昂的小费，更是因为他是为张先生服务。甚至一直有人怂恿苏云，让他在服务时主动一些，如果能被张先生看上并宠幸的话，哪怕只有那么一次，可能他接下来的整个人生都将会被改写。苏云今年25岁，在这里工作也快2年了，因为长相和身材都很优秀，又经常穿着一身旗袍，颇有种古风美人的气质，经常有顾客提出想邀约他出去，甚至不乏有人直接表示想要包养他。但一方面，作为顶级酒店的水疗技师，他的收入还算不错，每个月都能赚到2-3万块。另外，从小接受的观念也让他一直比较洁身自好，从没有答应过任何人。可如果这个人是张先生的话，他实在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张先生不仅年少多金，五官也无比俊朗，身上还有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哪怕是对自己一个服务人员态度也非常温和。
对于他而言，张先生简直是只能出现在梦中的完美情人，可他竟然这么好运的，能够真正的为他服务。甚至苏云控制不住的，曾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在自己给张先生做水疗的时候，他会像有些客人那样想要动手动脚，而自己面对他的使坏，却怎么也生不出半点抵抗的心思，只能浑身无力的任君采撷。可事实是，哪怕自己每一次为张先生服务时都尽心尽力，甚至尽可能的延长服务时间，但张先生一直都只是单纯的享受水疗，从没有像一些客人那样对自己产生那些心思。他又不敢主动的撩拨，生怕会引起张先生的反感，甚至可能因此直接丢掉这份工作，只能一次次的带着期待而来，却只能带着遗憾和不舍回去。第99章，买个和张先生一样的。张哲躺在水疗床上，等了好一会也没有感觉到技师的动作，便开口问道：怎么了？闻言，苏云立刻回过神来，表情略显慌乱道：不好意思，张先生，刚才水温差了点。张哲应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继续闭着眼等待对方的服务。苏云快速将水温调试好之后，拿起毛巾擦了擦手，取出一块沉香放进一旁的香炉内点燃，房间里很快弥漫起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做好这些后，他轻手轻脚地回到水疗床边，开始小心地帮张哲清洗身体。近2年的时间，让他的手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一边调节着水温和水压，一边给张哲做起了按摩，思绪忍不住开始放空。隐约间，似乎还能闻到之前那股味道，让他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刚才进来时客厅里那个美艳动人的女人。那应该是张先生的女朋友吧？哪怕同为女人，苏云也不得不承认，林微微的长相、身材和气质都太优秀了。单论外形条件的话，甚至比他服务过的女明星还要出色，说是人间绝色都不为过。有了这样的尤物，怪不得张先生对自己没什么兴趣。苏云忍不住在心中微微叹了一口气。同事们都说家花没有野花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偷腥的男人。可自己这朵野花，最近每天都在妆容和衣着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就为了过来服务时能尽可能的把自己的身段和魅力展现出来。但张先生却丝毫没有采花的想法。苏云心中控制不住的升起一抹幽怨，抬头看向张哲的面庞，见他只是闭着眼安静的躺在那里，就自然而然的散发出难以言说的男人魅力。视线继续往下，看着这最近几天曾经数次出现在自己梦中的身体，苏云的膝盖忍不住紧紧抵在一起，眼中不自觉地升起了一抹水雾。想到林微微和自己刚才闻到的味道，苏云的眼神情不自禁被牢牢吸引，忍不住想到他们刚才肯定在。虽然心中羞耻万分，但他还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切，似乎想要将其真正刻在自己脑海中一样。哪怕现实中得不到，但晚上躺到被窝里闭上眼睛后，他就是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会肆意的宠爱着自己。1个多小时后，苏云红着脸拿着浴巾，小心地帮张哲擦拭着身上的水珠，仔仔细细地擦了一遍，直到张哲全身干爽，再也看不到任何水分后，苏云才有些不舍地放下浴巾说道：张先生，服务结束了，那我就先出去了。张哲忍不住伸了个懒腰，语气慵懒地回道：辛苦了。您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苏云含笑着回应一句，拿起自己的工具包准备离开，也不知道是不是坐久了腿麻的缘故，刚刚迈了一步便感觉双腿一软，整个人差点跌倒在地上。张哲眼疾手快，伸手扶了他一下，关心道：没事吧？被张哲半搂在怀里，苏云感觉心中瞬间产生一种悸动，愣了好几秒后才回道：没事，真的太感谢您了，刚才脚滑了一下，要不是您。水疗室的地上确实有不少水渍，张哲也没有多想，随口回道：小心点，别再摔了。多谢您的关心。苏云红着脸点点头，强忍着身上的无力感和心中的不舍，小心的起身离开。走出套房后，苏云整个人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呼吸略微有些粗重。虽然自己心理上并不想找男朋友，但身体他明显不听自己的话。想到关系最好的同事前2天晚上推荐自己的东西，苏云原本是很排斥的，但现在忽然有了购买的冲动。就买个跟张先生一样的。张哲披着浴袍走出了水疗室，苏云的手法确实很不错，做完水疗后感觉浑身上下都轻松的不行。林微微早就是玩了项链，刚才还进水疗室看了一眼，这会正坐在落地窗边的小桌子上悠闲地喝着下午茶。亲爱的，你做完水疗了？见张哲出来，林微微连忙上来说道：我跟你说，我刚才看了一下蒂芙尼送的赠品，里面竟然是一条钻石手链，还有一对经典款的钻石耳钉。手链我不了解，但下午在店里时我刚好看到了这对耳钉，标价好像要10几万呢。那不挺好的，你这下项链、手链和耳钉都有了。张哲笑着回道：一会你把这些首饰都带回去吧，也不一定非得参加晚会的时候佩戴，平时想戴的时候也可以戴。不了，项链还是先放你这把，我把手链和耳钉拿走就行。林微微连连摇头回道：要是放我那里，我怕是晚上都不敢闭眼，万一被偷走了怎么办？闻言，张哲有些好笑道：至于吗？当然至于，
毕竟那2条项链可是要1000多万呢。见他坚持，张哲也没有强求。对于自己来说，确实只是2条普通的项链，最多好看一些罢了。但对于林微微而言，价值确实有些高了，他担心也很正常。毕竟是今天刚买的，等回头他多戴几次之后，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惶恐了。看了下时间，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估计夏婉欣这会已经下课了。昨天答应了他，今天陪他一起逛街的，张哲便说道：“行吧，你先等我换个衣服，一会送你回学校。”“好，亲爱的，你去吧。”林微微乖巧地回道：“要是你忙的话，我自己回去也可以。”“不用，正好我回学校也有事。”张哲摆摆手，走到卧室快速换了身衣服，同时带上了前2天买的姜丝丹顿。稍微整理了一下发型，张哲走出卧室说道：“走吧。”“林微微主动迎上来，搂住了张哲的胳膊。这2天开超跑确实也有点累了，超跑还是不太适合在市区开。这个时间点路上肯定也有些堵，张哲便让刘管家安排了一下，让司机开着库里南送自己回去。来到楼下时，司机已经备好了车，正停在大门口等候。见张哲出来，连忙帮着打开了车门，并小心地抬起手挡在车门框上方。张哲朝他点点头，直接坐到了后座。司机又走到另一侧，把林微微请上车，随后坐到了驾驶位，朝张哲问道：“张先生，咱们现在去哪？”“回学校。”“好的，张先生。”第100章，懂事的乖女儿，资助贫困女大学生。司机平稳地控制车辆起步，张哲翘着2郎腿坐在后座，先是拿起手机给夏婉欣发了条消息。跟他确定了时间后，张哲又翻了一下聊天记录，发现有好多条未读消息。首先是安安和丽娜发来的：“安，哥哥，中午我和娜娜一起去跟中介去看房子了，其中有2套都挺不错的，我把照片发给你看看。”丽娜：“图片。”丽娜：“爸爸，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4室2厅，主卧留给你住，我和安安平时可以住在2个次卧，最小的那间还可以改造成衣帽间。”丽娜：“主卧有40多个平方，爸爸你平时肯定不会经常住在这，也不用放太多东西，可以把现在的双人床改成更大的，到时候我可以忽悠着安安一起陪你休息。”害羞。从他们发来的信息就能看出2个人性格方面的差距。安安还是更在乎自己的意见，但丽娜这丫头要更有主见，也更懂得如何讨好自己。张哲看了一下丽娜发来的照片，这明显是一套2手房，面积有198平，在他们学校附近应该算是少有的大户型了。虽然不是新房，但装修看着还挺有档次的，风格也比较温馨，而且屋里配备的家电也都是大牌，看着也都比较崭新，应该是装修好之后就没怎么住过人。这种房子买了之后，简单打扫消毒便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和刚开盘的新房源相比，确实更为省心一些。张哲直接回道：“丽娜给我发照片了，这2天我有时间了，陪你们去看一下，合适就直接买了。你的提议爸爸很喜欢，等我忙完了过去找你们。”前1条是发给安安的，后面那条自然是给丽娜的。给2人回完消息后，张哲又翻了下聊天记录。姚月：“小张哥哥，你忙完了吗？”姚月：“你不会把我忘了吧？这都好几天了，也不联系人家，明天我都要开始上班了，委屈。”张哲愣了一下，猛地一下没想起来这是谁。看了下上次发信息的时间后，张哲才忽然想起来，这好像是自己前几天在酒店楼下游泳时主动上来搭讪的模特妹妹。毕竟只是一面之缘，张哲确实没太记住她的名字，但她穿着比基尼时富有而又慷慨的样子，却给张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现在张哲还能清晰地记起对方的白色蝴蝶结后那几乎能闪瞎眼的圣光。而且这个妹子当初似乎是误会了，以为自己是来魔都旅游的，2人还约好了有时间让她带自己在魔都游玩一番。对于她至少D+级的天赋，张哲还是很有兴趣的，毕竟还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富有的对手。不过这几天确实有些太忙了，直接把这妹子给忘了。张哲想了想，回复道：“事情还没忙完，我最近会继续留在魔都，等过2天忙完了联系你。”刚回复完姚月，便看到丽娜再次发了几条消息过来。丽娜：“图片。”丽娜：“爸爸，你看这个妹妹漂不漂亮？”丽娜：“我昨天晚上把爸爸带我去迪士尼玩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有人看出咱们是包场了，有好多人跑过来给我评论，现在都涨了2万多粉丝了。”丽娜：“第2张那个妹子是我一个同学，她也看到了我发的微博，今天一直问我是谁带我去的，还让我把男朋友喊出来见见，肯定是想挖墙脚。”丽娜：“不过她是西域的哟，身材也非常爆炸，爸爸你如果喜欢的话，要不我诱惑她，让她陪你怎么样？”张哲点开2张照片看了看，第1张是丽娜发的微博界面的截图，直接把当天在迪士尼拍的照片凑了个9宫格，其中有灯光秀的，也有依偎在张哲胳膊上的自拍，还有在奇幻童话城堡前被所有迪士尼角色围绕在最中心的照片。很多人去迪士尼能跟其中1-2个角色互动就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而丽娜直接被所有角色如同公主一样围在中间，
这条微博发出之后，看到的女孩简直要羡慕死了。这才1晚上的时间，评论就有6万多条，转发也有很多。如今的互联网上，因为有钱而被关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张哲自己因为库里南和科尼塞格也被学校无数人所关注，所以对此倒不是很在意。但看到第2张照片后，张哲顿时来了些兴趣。照片中是一个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女孩，正在公园里翩翩起舞。虽然穿得很严实，但依旧能看出她的身材确实很好，天赋明显比丽娜还要高出至少1个级别，更不用说跟安安比了，颜值也非常精致，还充满了异域风情。看着丽娜发来的消息，张哲也不禁有些心动，直接回道：确实有些兴趣，详细说说。丽娜立刻回复道：爸爸，这个妹妹虽然平时很高傲，我们学校追求她的男生她都看不上，但我知道她也挺拜金的，平时化妆品都是买大牌，而且我听说还欠了不少网贷。我把你给我买的衣服和包包拿到她面前秀一秀，她肯定忍不住的。张哲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丽娜这个小丫头了，她是真的懂得如何讨自己欢心。既然乖女儿想孝敬自己，张哲自然不会拒绝，直接回道：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把银行卡号发过来，我给你转点活动资金。丽娜，嘿嘿，我的钱可能确实不够用。丽娜，银行卡号，谢谢爸爸，最多1个星期我帮你拿下。张哲忍不住笑了笑，回道：没事不急，顺其自然就行。回复完消息，张哲直接打开银行 app， 想了一下，给他直接转了100万过去，转账消费100万元，返利金额加1亿元。再次拿到1个亿的返现，张哲倒不是很在意，忽然想到自己最近好像确实有点忙了，晚上要陪夏婉欣去逛街，过几天又要带着林薇薇去参加酒会，还有个姚月在等着自己。另外，科尼塞格展厅的功臣明显也对自己有意思，现在小丽娜又主动帮自己开启了新的狩猎地图。张哲不禁有些感慨，果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烦恼。现在有钱了，但和没钱时相比也忙碌了许多，一时间有些分身乏术的感觉。不过也无所谓了，毕竟小丽娜这么懂事，自己肯定不能拒绝她的好意，反而要大力支持才行。而且既然艺术学院里有像西域妹子这样家境不好但又对金钱非常渴望的妹妹，张哲现在又不缺钱，肯定要资助一番，避免他们因此而走上歧途，主打的就是一个热心肠。大不了到时候有时间了就过去吃一顿大餐，没时间了就当资助贫困女大学生了。